王，大王快看，大肥羊来了，足足3辆大车。你长只眼睛是用来喘气的，能不能专业点儿？看那车辙印儿，入土2寸，如此沉重，要么拉的是整车的金砖，要么就是一车破铜烂铁。再看那护卫，一个个脚不虚浮，两眼发直，哈欠连天。你们告诉本大王，若是真金白银，东家会请这么一群软脚为押镖，抢软银，这样才方便本大王去修仙携带。这他娘的，竟然是3车墓碑，真是晦气！行了，别拍马屁，赶紧给本大王盯好了。老大。皇帝不抢了，要抢就抢个先帝当当，到时候3宫6院全是9天仙女，那才叫光宗耀祖。伞呢？给本大王撑伞。这都要下瓢泼大雨了，以往不都是收工回家烫酒的吗？能不能给本大王敬业一点？咱们在这蹲了3天都没撞见大鱼，这时候要是走了，说不定就有人趁着这场大雨想偷偷摸过去，那岂不是亏大了？该死！等我恢复伤势，定要将尔等杀个鸡犬不留。大王，您还真是神了，果然有浑水摸鱼，好像还是个娘们儿。这是一条肥鱼，本大王要发了！小的们，抄家伙，给这个娘们绑了！今天要是让这只富婆跑了，你们就给本大王下山要饭去！漂亮，太他喵的漂亮了！找死！我去，好硬的脑壳！我就说嘛，本大王天生神力，怎么可能有人扛得住？小的们，给这个富婆绑了！一群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没见过女人吗？哎呦，大王，这可是一个绝世美女，您真的下得去手啊？绝世美女能当饭吃吗？黑风寨纯小白立了3不准过的规范，却依旧穷得叮当响。大王，鲜鱼送来了。大王哥哥，这是压寨夫人吗？那要看他有没有钱。大王哥哥，等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起当土匪。有志气。等你小子胡子长出来了再说，快带你爷爷下山，天黑了可别让你爷爷摔着了。这些年十里八乡能安生，全靠这位扫平流匪的小大王，百姓把他当家人，他却傲娇非说自己有个造反的皇帝梦，结果百姓全等着他振臂一呼，凡俗女子再美不过一铺黄土，老子是要当先帝的人，这女人现在只能是路费，滚滚滚！这他娘的就是根普通红绳，怎么比牛筋还结实？邪门！没了，之前摸到的盒子没了，换犊子，可能路上颠丢了。那盒子可值钱。这裙子入手丝滑冰凉，微光流转，一看不像是帆布。没了，之前摸到的盒子没了，换犊子，可能路上颠丢了。那盒子可值钱。你在干什么？美女，你不要误会，本大王只是看你指甲有点长，想帮你修修。这山里什么鬼天气，说冷就冷。这位美女，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操！这娘们竟然是个仙人！吾身上的东西呢？美女仙人，我就是替您保管一下，别的我真没看到。不是这个，还敢狡辩！武神之息，这不可能！那个仙女姐姐，有话好好商量。我魂比较杂，没啥价值，千万别抽我的魂。武神塔竟然真在他识海中，这不可能！你姓武？美女仙人，我爹死得早，山上的长辈就给我取了个纯姓，希望我心性纯洁，为人善良。你们这帮人神不神鬼不鬼的东西，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在这穷山恶水中竟藏着一个武脉后人。既然如此，吾现在给你2条路：第一条，死；第2条，
做吴的人奴。我选第3条。这第3条路会是什么？仙人姐姐，杀我脏手当人奴没档次，不如等我修仙有成，抓几个帅气仙人给您当人奴，这买卖绝对不亏。你的意思是先去修仙？好，这条路很不错。去外面候着。好嘞。那个仙女姐姐，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纯小白忍着高空刺骨的寒风，大声喊道。红衣女子头也不回，声音清冷的飘了过来：“带你去修仙。”听到修仙这2个字，纯小白本该激动的跳起来，可此刻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光从这比火箭还快的飞行速度就能看出来，这娘们的修为绝对低不了，搞不好是某个大宗门的圣女或者长老级别的人物。这要是真被他带在身边天天盯着，自己想跑路，怕是比登天还难了。纯小白忍着耳边如同刀割的狂风，试探性问道：“仙人姐姐，您这是要带我加入您的宗门？”红衣女子这才侧过头，淡淡的瞥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轻蔑：“就凭你想入吴的宗门，还没那个资格啊？没资格？没资格好啊！”纯小白心中一喜，就怕自己有这个资格，只要不被他拴在眼皮子底下，腿长在自己身上，那还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管你有什么阴谋诡计，只要让他找到机会溜了，保证这个女人一辈子都别想再看到她。忽然，红衣女子伸手递过来一块紫金色的令牌，拿着这个，10年之内达到金丹期，否则死。纯小白根本没在乎他的警告，只是目光紧紧锁定他手上那块巴掌大的紫金令牌。心念一动，通宝法眼开启，那令牌在他眼中爆发出一抹刺目的蓝光。我的妈！纯金的，这玩意儿恐怕比他当土匪这些年攒下的家当加起来都要值钱。最关键的是方便携带。纯小白一把接了过来，手腕猛地一沉，使得他脚下一个趔趄，差点从空中栽下去。好在有一层无形的护罩给拖住了。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沉？不会是仙家法宝吧？纯小白拿在手上掂了掂，随后又看了看，上面有一个他不太认识的字。红衣女子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这块令牌重达200斤，寻常修士运气灵力才能拿稳，这个毫无修为的家伙竟然能单手把玩，不愧是身负武神血脉之人。他心中冷哼一句，眼中悄然浮现一抹期待。吾倒要看看，这武神血脉入了仙道，你们这些神不神鬼不鬼的东西还有何话可说？咔！纯小白将那紫金令牌凑到嘴边，狠狠咬了一口，牙都差点崩了。卧槽，这他娘的是合金炼制而成！发财了，正愁没有修仙的启动资金呢，这不就来了？红裙女子看着他咕噜噜直转的贼眼，隐隐觉得有些不妙，于是开头警告道：“令在人在，令无人死。放心放心。”纯小白赶紧把令牌揣进怀里，宝贝似的拍了拍。等到了地方，老子第一时间就找个当铺把他给当了，换成零食，到时候你还能管得着。不过他对那个金丹期还是有些疑惑，他知道修仙有境界划分，但不太了解这个金丹期属于什么水平，竟然要花10年时间才能达到。不过你这也太小看我了吧，他可是身怀通宝神眼这种逆天金手指的人，这个是妥妥的天才木板。10年，1年之内要是达不到金丹水准，那都算是对他穿越者身份的侮辱。看着脚下那一片片如同棋子般飞速倒退的岛屿，他知道这些岛屿很可能就是一个个凡人国度。这个世界还真是大的离谱啊！这越发坚信了他心中的修仙梦，只有足够的实力，才有资格踏遍世间的每一个角落，甚至翱翔于9天之外。同时，他心中再次将身边这个女人的境界和宗门等级又拔高了一个档次。这娘们儿来头肯定不一般。飞行半日，纯小白已经不知道飞了多少万里路，脚下不再是那些零星的岛屿，而是一望无际的荒原和连绵不绝的山脉。明明还是同样的高度，这里的山峰却比之前的要雄伟高大得多，偶尔能看到山峦间坐落着一个个巴掌大小的建筑群，想来那应该就是城池了。不愧是修仙界，一个城池都比之前一个凡人皇朝的疆域还要大。纯小白深吸一口气，这里的空气都比他黑风寨的清新甘甜，吸入肺里，浑身36000个毛孔都透着一股舒爽。他又侧头偷偷瞟了一眼身边的红衣女子，这一路飞了大半天，自己腿都麻了，这娘们却还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连呼吸都没乱一下。他又一次在心里默默将这个女人的境界往上拔高了一层。小心你的狗眼！红衣女子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声音不大，却带着刺骨的寒意。好汉不吃眼前亏。纯小白赶紧收回目光，装作欣赏风景的样子，再次看向脚下的山川河流。他忽然注意到飞行的速度慢了下来，而且目标很明确，正朝着远处那片稍显平坦的群山而去，高度也在缓缓降低。很快，一片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便出现在他眼中，
建筑群中的宽阔道路上，还能看见不少蚂蚁般大小的人影在移动。红衣女子带着他径直越过城池，朝着后方那片灵气缭绕的群山飞去。我去，好多的仙人！纯小白看见不少人影正脚踩着五光十色的飞剑、葫芦，甚至是纸扇，从四面八方朝着群山中央一个巨大的圆形平台飞去。红衣女子也带着他落在了那座巨大圆台下的广场上。一落地便引来了不少人的目光，但那些人也只是匆匆瞥了纯小白一眼，好似看不见这个红衣女子，随后又朝着山顶的方向奔去。红衣女子脚尖刚一沾地，身体便微不可察地晃了一下，这个细微的动作刚好被纯小白捕捉到。我就说嘛，飞这么快，怎么可能一点消耗都没有？让你装！红衣女子立刻运转灵力，将体内再次复发的伤势强行压了下去，随后对纯小白开口道：“此地乃东境飞仙台，每10年招收一次弟子，你随便加入一个宗门，随便加入一个。”纯小白还以为这女人会把自己硬塞进他所处势力的某个分宗，或者交给某个手下看管，没想到竟然是让自己随便选。那这可就好办了，他当即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道：“您放心，10年之内，我必然给您弄个金丹出来，好好让您瞧瞧本大我的厉害。”哼！红衣女子冷哼一声，这种大话也只有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毛头小子才说得出口。不过她还是冷冷地提醒了一句：“别耍花样，你能看到的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宗门，全属于是吴的私人财产，也都是吴说了算。”纯小白闻言一愣：“这全是你的？这牛皮吹得也太大了吧？你当本大王是吓大的？”他撇了撇嘴，只当是这个女人在临走前吓唬自己，给自己上个紧箍咒。好，我知道。纯小白点点头，再一抬头，发现身边空空如也，那红衣娘们消失无踪。他左看看右看看，也没找到人影。呼！纯小白猛地松出一口气，总算走了。这个娘们厉害是厉害，就是脑子不太好使，忽悠几句他还真信。无处不在，你小子嘴巴放干净点。那冰冷的声音毫无征兆的在纯小白耳边响起，吓他一哆嗦，扭头看身后，又抬头望天上，却没有看到他的人影。纯小白心里一沉，这娘们不会在我身上装了什么监听器吧？他立刻浑身上下摸索起来，什么也没找到。不过他也听说过，有些厉害的修仙者可以在人身上留下印记，在一定距离内便可通过印记锁定位置传音。只是他现在还没入道，看不到这种印记。不行，必须赶紧找个宗门加入，学会修仙功法，想办法把这印记给去了，才能彻底摆脱这个娘们儿。纯小白抬头看向前方，广场上黑压压全都是和他年纪相仿的男男女女，他们一个个神色焦急地朝着山顶上那个巨大的平台跑去。他也赶紧汇入人群，顺手从身旁薅过一个身着华袍、身形干瘦的小年轻，开口问道：“兄台，你们怎么搞得这么着急？”那华袍青年听到这话，愣了一下，随后上下打量了一番纯小白，见他一身的破旧麻布衣，这才开口解释道：“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10年一度的仙门招收大会？”“知道啊。”纯小白点了点头，可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因为各大宗门每10年招收的弟子名额都是有限，先到先得，去晚了就只能等下个10年了。说完，那青年一把甩开纯小白的胳膊，赶紧朝着山上跑去。先到先得。纯小白一听也急了，拔腿就跑，仗着一股子蛮力，挤开沿途人群，朝着山顶狂奔而去。冲上平台，抬眼一看，巨大的平台上立着数百杆迎风招展的大旗，每一杆旗帜上都龙飞凤舞地写着各自宗门的名字。无极剑宗、百兽门、丹霞谷，每一杆大旗之下都围着一圈乌泱泱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纯小白一眼扫过去，目光立马锁定了一面写着落霞宗3个大字的旗帜。这面旗帜下排队的人比其他宗门要少生不少。他二话不说，直接冲了过去，凭着一身蛮力，硬生生从人群中挤开一条道，钻了进去。刚站稳脚跟，他就看见队伍最前方一个长相清秀的小姑娘正紧张地将小手贴在一块半人高的青色石碑上。很快，那石碑上就爆发出了一道明亮的黄色光芒。下品土灵根，合格。石碑后，一个中年执事点了点头，面无表情地说道。那小姑娘当即大喜过望，连连拜谢，多谢仙师，多谢仙师。行了，去后面等着，一会儿随我们回宗。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灵根测试？纯小白嘀咕一句，看着前面还有10来个人的队伍，眼珠一转，仗着一身蛮力，直接往前一挤，硬是插到了第3名的位置。他这粗暴的举动立刻引来身后之人的不满，一个家伙怒道：“你干什么？排队去！”纯小白扭过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怎么，不服？要不要练练？这可是决定一辈子命运的时候，谁也不想在这种节骨眼上节外生枝。那年轻男子被他凶悍的眼神一瞪，最终还是咬咬牙，把怒气压了下去。很快，前方一个青年将手贴在那石碑上，等了半天，石碑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吴林根，不合格，下一个。中年执事冷漠地宣布道。那青年听到这句话，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当场瘫软在地，直接被2个杂役弟子给抬走。下一位，这人手掌贴在石碑，同样半天没有光芒，被无情的抬走，只留下一串绝望的哭嚎。第3个依旧如此，轮到了纯小白。俗话说事不过3，那就让本大王来亮瞎你们的狗眼吧。他信心满满的走上前，将手掌往那冰凉的青色石碑上一贴，做好了迎接万众瞩目的冲天光芒。1秒，2秒，3秒，吴林根，下一个。那中年执事眼皮都没抬一下。啥？纯小白当场一愣，吴林根？他难以置信的看了看自己的手，这怎么可能？本大王天生神力，还身怀神眼，怎么可能连个灵根都没有？他不信这个邪，抬起另一只手，等一下，可能本大王是这只手没洗干净，换这只手试试。那只是被他搞得有些不耐烦，想伸手将他往旁边一推，结果却发现这家伙像生了根一样，纹丝不动。嘶！只是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也正是这一愣神的功夫，纯小白的另一只手已经结结实实的贴上了青石碑，执事也就没再阻拦。可惜等了半天，石碑依旧是灰扑扑，没有一丝光泽。卧槽！你这破石碑是不是坏了？纯小白急了。坏什么坏？赶紧给我滚一边去！再捣乱，信不信直接把你轰下山去？执事脸色一沉。我知道你接受不了现实，你看看那边那些人，哪个不是跟你一样梦想着自己天赋异禀，结果没有仙缘就是没有仙缘，认命吧。说完，他身后那个之前被纯小白插队的年轻男子走上前，将手往石碑上一贴，石碑顿时爆发出耀眼的金光。中品金灵根，不错，欢迎你加入我落霞宗。那执事立马换上了一副笑脸。这下轮到纯小白傻眼了，不是石碑的问题。被推出人群的纯小白彻底懵了，这个不对劲啊！本大王从小就天赋异禀，怎么可能没有修仙灵根？他不信邪，又跑到另一个宗门的测试点，挤了进去，结果依旧是无灵根。一连试了7、8个宗门，结果全都一样。他黑着脸站在广场边缘，看着那些被测出上品灵根就原地欢呼、喜极而泣的家伙，心里第一次开始怀疑人生。他妈的，本大王这是不是有点给穿越者丢人了？怎么会是无灵根呢？给个杂灵根也说得过去啊。纯小白怀疑人生，最关键的是10年之内要是达不到那个什么金丹期，可是要被那个疯婆娘给活活捏死。你是杂灵根吗？突然，一个颇有灵气的小姑娘停在他身旁，眨巴着大眼睛，好奇地问。纯小白正在气头上，随口应付道：对啊，怎么了？小姑娘上下打量了一下纯小白，见他一身粗布麻衣，头发乱得跟鸡窝一样，一看就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便说道：我宗门正好需要一批杂灵根弟子做杂役，你要不要加入？纯小白一听，侧过头，一把拽住他，要啊！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行吧，那你跟我走。那姑娘揉了揉被他抓疼的胳膊，白了他一眼，继续朝前走去。转了一圈，东挑西拣，找到了10几个别人挑剩下的杂灵根弟子。凑够人数后，他便将众人带到了自家宗门的招收点。纯小白抬头看向那杆迎风招展的大旗，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3个大字：青云宗。旗帜下围满了人，里3层外3层，看来这个宗门的规模不小啊。宗门大才好，只要宗门够大，藏书阁里的功法秘籍就肯定多。只要给他机会，找到一本能修炼的功法，再凭借他天赋异禀的通宝法眼，总有起飞的一天。等了不到1个时辰，那青云宗旗帜下的白发老头突然抬手一挥，将测试石碑直接收了起来，朗声道：感谢诸位小友的抬爱，我青云宗本届外门精英弟子招收名额已满，还请诸位10年后再来。什么？此话一出，排着长龙的队伍立刻引起一阵骚动。长老，求求您再给个机会吧。是啊，长老，我赶了3个月的路才到这儿啊。各种哀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那老头却看都没看他们一眼。难道这老家伙就不担心错过什么没来得及测试的绝世奇才吗？纯小白一脸的疑惑。兄弟，这你就不懂了吧？身旁一个气质贵不可言的年轻人接过他的话茬。灵根资质跟血脉传承有很大关系，你祖上若是有厉害的修仙者，你的灵根就差不到哪去。既然家里都是修仙者，还用得着来这里跟咱们挤破头考核吗？对对对，另一个憨头憨脑的家伙也开口附和道。那些真正的绝世奇才出生时都自带异象，霞光满天，灵气道观什么的，不出3天就被各大宗门抢走了，哪里轮得到来这儿排队？纯小白直接傻眼了。难道我真是个庸才？他努力回想了一下，自己出生那年，黑风寨附近风调雨顺，山下的村民还都来了一个大丰收，压根就没什么百里飘香、天降祥瑞的异象啊！他烦躁地挠了挠头皮，如果说有，那就是将他老爹给克死了。所有人上非洲，
就在这时，那白发老者一声令下，纯小白抬头看去，就见老者抬手一挥，一个巴掌大的小舟模型被抛入空中，迎风暴涨，很快就变成了一艘长达100丈的巨大青铜战舟。经历过半日的急速飞行，纯小白对这种法宝已经不那么新鲜了。此刻他的心思全都在自己那无灵根上面，闷闷不乐地跟着人群登上了飞舟。巨大的飞舟缓缓升空，划破长空，朝着天边飞去。但这飞舟的速度跟那红衣娘们比起来，可以说是形如蜗牛。纯小白在心里又一次将那个女人的境界拔高了一个等级。飞舟晃晃悠悠，一连飞了3日，缓缓降落在一片林雾缭绕的群山之中。在船上闷了3日的纯小白站在船头，吹着山间的林风，已经洗去了之前被打击到的颓丧。他娘的，不信自己的命，也得信那个疯婆娘的眼光啊！自己如果真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他怎么可能费那么大的力气，亲自把自己送到这里来？还定下10年金丹之约，这里面肯定有事。飞舟降落在一处巨大的山间广场上，之前那个招揽他的小姑娘找到下了飞舟东张西望的纯小白，叉着腰道：“你别乱跑，跟着我。”纯小白这才侧过头，目光在他身上上下扫视了一番。之前心里有事没仔细打量，现在一看，别说这小妞长得还挺带劲，大眼睛水灵灵的，小翘鼻，小蛮腰，还有那张一喜一嗔的小脸蛋，啧，这可比那个冷面娘们强多了。那小姑娘白姐儿被他看得脸上一红，当即嗔怒道：“看什么看？再看把眼珠子给你挖出来！”赶紧跟上！白姐儿露出一副凶悍样，便带着纯小白等100多个新招的杂役弟子，绕过广场上青云宗3个龙飞凤舞大字的巨石，朝着西边一条偏僻的小路走去。我去，杂役弟子连走大门的资格都没有。纯小白心里嘀咕着，赶紧追上白姐儿，扒开前面的人群，凑到他右边，舔着脸问道：“小姑娘，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什么小姑娘？叫我师姐。”白姐儿从腰间掏出一块青铜令牌，在他眼前晃了晃，得意地说道：“我可是外门弟子。”“师姐。”纯小白瞅了瞅他，个头还没自己高，年纪看着好像也没自己大，居然让自己叫他师姐，这本大王这面子往哪儿搁？他清了清嗓子，含糊地问道：“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去后山。”白姐儿答道，“那里是杂役弟子日常干活和居住的地方。”一提到干活这2个字，纯小白心里就隐隐觉得不妙，他赶紧追问：“那咱们杂役弟子除了干活，平时都去哪儿修炼？”白姐儿停下脚步，回头看去，发现身后100多号人都用同样期待的眼神盯着自己。他心里叹了口气，想想也是，能来这里的有几个不是冲着仙缘来的？他神情复杂，开口道：“杂役弟子需干满3年杂役，才可以获得本门的初级炼气诀。”“啊，3年？”纯小白直接惊呼出声。TMD 个巴子，怎么感觉像是上了这小娘们的贼船了？竟然要先当3年牛马，才能获得修炼的资格。反观他身后的其他人，只是有些失望，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意外，显然早已有了心理准备。白姐儿继续道：“这3年，你们可以靠勤快干活，跟一些外门、内门的师兄师姐换取一些灵石碎屑或者丹药。记住，不要将钱存在身上，有钱就立刻去公事堂购买一些强身健体的丹药，将自己的体质调理好。这样等3年后，等你们拿到炼气诀，才有希望在短时间内引气入体。只要达到炼气1层，便有机会通过考核，晋升为外门弟子。”“多谢师姐提点。”众人听完，纷纷感激地向他拱手行礼。他们都明白，白姐说的这些可都是金玉良言。杂役弟子说白了就是宗门里最底层的苦力，不仅身份低微，实力也是最弱的。早点将钱花出去，免得被那些老油条师兄师姐给抢了去。说完，白姐儿便不再多言，带着众人继续朝着前方走去。这一走就走了小半天，天都快黑了，还没到地方。你妹的，就好好一个宗门，为啥要建在这鸟不拉屎的深山老林里？纯小白都有些不想去，反正去了也是特么当牛马，还不如现在就跑路，随便找个山头把旗子一插，重操旧业当山大王来的快活。搞不好半天时间就能从哪个落单的肥羊身上抢到一本炼气诀。纯小白心里刚打起退堂鼓，白姐儿清脆的声音突然响起：“到了。”纯小白挤上前一看，只见前方山脚下稀稀拉拉的出现了一排排破旧的茅草屋，看得他心头一凉。尼玛，这生活条件连他那黑风寨的1半都比不上。说着，白姐儿直接抬手一翻，掌心出现一个小布袋子，她从里面倒出一堆没有名字，只有编号的黑铁令牌，分发给众人。拿着，这是你们的身份令牌，记住，平时下山记得带上，要不然碰到宗门执法队，验证不了身份，会被当成别派细作，就地处决。这么说，这山头还有点危险。纯小白接过令牌，一边把玩，一边四处观望，发现除了前面那些茅草屋传来一些人声，压根没看见一个飞天遁地的仙人。发完令牌后，白姐儿转身便朝着山上外门区域的方向走去。刚走没几步，他就发现自己的胳膊被人一把拉住了。回头一看，
又是那个讨厌的家伙。那个小姑娘，本大王肚子饿了，饭堂在哪儿？白姐儿一愣，大王，这家伙不会是哪个山头的土匪跑来修仙的吧？他甩了甩胳膊，发现他那只大手就像铁钳一样钳在自己手臂上，纹丝不动。你放开我！纯小白赶紧松开手，他可是整整2天没正经吃饭了，又被他带着翻山越岭，现在眼前都开始冒重影了。是走得匆忙，也没带什么干粮，这也就是他体质过硬，要是一般人早就饿死了。杂役弟子，宗门不管伙食，需要你们自行糊口。啊，那岂不是说这杂役弟子连牛马都不如？牛马至少也会管口饭啊！纯小白直接傻眼了。白姐儿看了看他，这吃饭还是第一关。首先，你们要先找到自己的住处，然后找一块空地，自己开荒，自己种稻子、种菜。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往年等到将这些东西都搞定，不少杂役弟子都直接饿死了。看着纯小白那张快要垮掉的脸，白姐儿心里终究有些不忍，再次抬手一翻，手里出现了几个干巴巴的硬币。拿去吃吧，吃完尽快找到自己的住处，租也好，开荒也好，早一点将自己的菜园子弄出来。纯小白一把接过，拿起一个进嘴里，立刻狼吞虎咽起来，随后目光落在了他腰间那个秀气的小袋子上。这个莫非就是传说中可以装万物的储物袋？你看什么？白姐儿立刻警惕地护住腰间的储物袋，像防贼一样的盯着他。没事没事，就是有点好奇。纯小白赶紧摆了摆手，道义有道，这个小姑娘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引路人，现在又算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这人情可比天高，抢谁也不能抢她啊！行了，吃饱了就赶紧去找住处，别到时候没饿死，先别冻死了。说着，白姐儿又要走，却又被纯小白给拉住了。小姑娘，咱们这宗门中有多少弟子？就是纯小白最关心的问题。如果人太少太穷，他总感觉不利于自己发展。啰嗦，你就不能一口气问完？白姐儿直接道，别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外门36封弟子，加起来差不多有50万人。啥？纯小白嘴角夹着面饼，满脸震惊。我去，一个外门弟子都有50万人，那要是内门弟子加起来不得100-200万？等他再想问什么时候，发现白姐儿逃也似的，朝着山上跑了去。白姐儿他回头看了他一眼，他总觉得这个叫纯小白的家伙不太像好人，尤其是那双眼睛贼溜溜的转个不停，看什么都像在估价，让人心里直发毛。等纯小白吃饱喝足，弯月也悄悄爬上了树梢，走下山坡，四周静悄悄，连个生火的篝火都没有。显然那些新来的杂役弟子早有准备，身上都带足了干粮，吃饱喝足后早就找到地方倒头睡了。纯小白摸着黑来到山下，挨个推着茅草屋的门，发现里边都住着人。好在等他找到小河边时，发现一个快要散架的茅草屋没人住，他便一头扎了进去。刚沾着草席，震天的呼噜声便从里边传递了出来。翌日天刚蒙蒙亮，砰！他那破茅草屋的竹八门被人一脚踹飞。还在他妈睡懒觉？当这里是你家吗？赶紧给老子起来干活！一个膀大腰圆，同样身着杂役弟子服饰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口吼了一嗓子。发现那破席子上的身影一动不动，此人名叫王帆，也是一位杂役弟子，熬了20年，熬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杂役管事之职。他朝身旁挥了挥手，一个身形干瘦的杂役弟子立马会意，冲进茅草屋，推了推还在梦乡中的纯小白。师兄，快起干活了！别闹，让本大王再睡会儿，你们先下山去抢。你跟他废什么话？直接给老子拖出来！王帆失去耐心，冲着这名杂役弟子吼道。是。干瘦弟子得到命令，一把抓住纯小白的一条腿就往外拖。哎，怎么回事？正在梦里腾云驾雾的纯小白突然感觉身体不受控制的横着往前飘。当他睁开眼皮一看，才发现自己竟是被人从茅草屋里拖了出来。他赶紧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抬头一看，发现昨日跟他一起来的那些新入门的杂役弟子全部站在这茅草屋前的空地上。这么早就要起来干活？纯小白站在一旁不满地嘟囔一句，哈欠连连。主要是昨晚没睡好，这破茅草屋四面漏风不说，里边除了他居然还住了不少舍友。昨晚半夜他感觉脚丫子被什么东西啃了一口，反手一巴掌拍过去，摸起来一看，竟是1只2斤的大老鼠。吓得他一哆嗦，后半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跟那群老鼠斗智斗勇，一直熬到了天亮。正在此时，他身后的一个眼神透着机灵劲儿的杂役从小白身旁走过，肩膀还带了他一下。只见他跑到王凡石前，掏出一个钱袋子，低头哈腰谄媚道：王管事，小小薄礼，不成敬意。王帆接过鼓鼓囊囊的钱袋子，在手上掂了掂，钱袋里发出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数量还不少。这些碎银子对真正的修士来说没什么用，但在外面的凡人城镇里却是硬通货。而他们这些一辈子都只能在炼气期打转，没什么前途的人，
碎银子对于他们来说便是除了零食之外唯一需值钱的钱财。毕竟以后离开宗门，有的这些碎银也能做个富家翁。王帆将钱袋子往怀里一塞，随后满意的拍了拍那弟子的肩头，夸赞道：“你小子懂事。外门种阳峰刘师兄那里有2片药园子，需要给灵草浇水，这活儿就交给你了。”多谢王管事。那弟子顿时大喜过望。我去，这他娘的潜规则在哪个世界都这么流行啊！纯小白嘴角微微一抽，有人开头就有人跟风。很快，那些想找轻松活、有油水活的人纷纷将各种碎银、家传宝物往这位王管事手里塞。不一会儿，王帆那宽大的衣袍就塞得鼓鼓囊囊，手头上诸如看管药田、种植灵道、帮某位师兄喂养灵兽之类的美差也全都派了出去。剩下的这些人都跟纯小白差不多，要么是手头本就拮据，要么就是来得匆忙，没来得及准备这些人情世故。纯小白心里隐隐感觉不妙，果不其然，王帆脸上的喜色一闪，一双小眼睛第一个就落在了他身上，手指头一指：“你去青竹峰给外门师兄们的马桶刷了。”啥？纯小白直接懵了：“你耳朵聋了不成？让你去刷马桶？”王帆怒目一瞪，不耐烦道：“晚点本只是过去检查，有异味，你小子就用嘴给我舔干净。”修仙者虽能辟谷，但那只是不方便进食时才用的手段。低阶修士日常还是会吃一些蕴含灵气的山珍野味，有进就有出，这活儿自然就需要人来干。不对啊，纯小白挠了挠脑门，老子在黑风寨当山大王的时候，每日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怎么跑来修仙，居然还要给人刷马桶？这修仙的日子不是应该越过越好吗？这修个仙，怎么搞得本大王的生活水平还倒退了？纯小白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越想越觉得亏，越想越觉得委屈。去他妈的修仙！老子不干了，重操旧业，当我的山大王去！王帆见他杵在那儿一动不动，顿时火冒三丈，抬腿就一脚踹了过去。然而他这一脚还没落到纯小白身上，脚脖子就被纯小白一只大手死死钳住。他勾起嘴角，用力一拔，本以为会将他直接带个人仰马翻，结果却发现自己的腿好像被焊在了对方手上一样，纹丝不动。你个老小子，再说一遍！纯小白抬起头，眼神冷冷。你想让本大王干什么来着？找死！王帆脸色猛地一沉，运转他炼气2层的修为，左手凝聚起一团灵气，汇聚于拳芒之上，朝着纯小白的面门砸了过去。本以为可以将这个力气大点的蝼蚁砸废了，然而下一秒，他这记拳头依旧被纯小白轻描淡写的抓在了手中。他使劲抽了抽，依旧是纹丝不动。这个时候，王帆才意识到不妙，碰到硬点子了。周围那些杂役弟子都一脸惊恐的看着纯小白，他们实在没想到这个同为杂役弟子的家伙手劲儿竟然能这么大，2只手就将炼气2层的王执事给控制了。突然，王帆脸上的怒意突然一收，皮笑肉不笑道：“哈哈，那个兄弟，之前跟你开了个玩笑，你要是不喜欢这个活，我这给你换一个。”换一个？纯小白冷哼一声，他心里清楚，自己今天选择了动手，在这个杂役弟子区里就一定是混不下去了。这个家伙能当上管事，背后怎么可能没点人？尤其是在这人命如草芥、实力定乾坤的修仙宗门里，没点关系能让他安稳的欺负新人。对，给你换一个。王帆压下心中的惊慌，继续道：“丹霞峰的王师姐正缺一位丹童打杂，这个美差就交给你了。”此话一出，周围那些弟子一脸羡慕的看了过来。给炼丹师打杂，这可是每一位杂役弟子都梦寐以求的好事，因为随便捡一点丹药渣子，都够他们这些杂役弟子当1个月的药园看守了。纯小白看着王帆那眼神深处藏不住的杀意，心里冷笑一声：就他们这些杂役弟子，还想去给炼丹师打杂？是去当药人是药材对吧？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脆响突然炸响在寂静的清晨。周围那些杂役弟子听到这声音，吓得浑身一哆嗦，猛地齐齐倒退一步。啊！王帆被纯小白抓住的那个脚腕已经无力的耷拉下来，疼得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叫。都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弄死他！谁弄死他？丹童的活儿就是谁的？卧槽！纯小白眉毛一挑，原本限你条腿就算了，你这老小子还真是不知死活。他话音未落，几个被丹童美差冲昏了头的杂役便红着眼扑了上来。纯小白不退反进，转身一记干脆利落的鞭腿，直接将包上来的3、4个人扫翻在地，滚作一团。他这山大王可是祖传的，怎么可能没2下子？他从3岁就开始练就凡人间武功，再加上一拳能打出3000斤的天生神力，别说这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杂役弟子，就是当年官府派来的千军万马，也没能将他赶出黑风寨。咔咔咔！纯小白左手顺势一转，王帆的胳膊直接被他拧成了一条麻花。王帆脸色涨成了猪肝，额头冷汗直冒。下一秒，
纯小白目光又落在了王帆那只金鸡独立的膝盖上，毫不留情的一脚踹了过去。咔嚓！王帆那凄厉的惨叫声戛然而止，白眼一翻，直接痛晕了过去，像一滩烂泥般瘫倒在地。那些杂役弟子见状，吓得一步步往后退。这家伙就是个疯子，才来第一天，竟然连杂役管事都敢废。来来来，纯小白朝着他们招了招手，你们可以一起上，将本大王抓上去邀功。咣当一声，那些杂役弟子全都缩进茅草屋，生怕这个疯子一言不合，连他们也给废了。纯小白不屑地拍了拍手，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你们不当杂役弟子，谁当杂役弟子？”他撇了撇嘴，便露出一股山大王的气势，背着手大摇大摆的就朝山下走去。不受这个鸟气了，想象很美好，现实不仅骨感，还给了他2个大嘴巴子。纯小白万万没想到，这修仙世界比他在凡间当土匪还要卷。自己堂堂黑风寨800里扛把子，如今竟然要沦落到给人刷马桶，这要是被山下那帮兄弟们知道，怕是要活活笑死。清风拂过，不仅没让他感觉到一丝清爽，反而像是在煽风点火，让他心里的火气蹭蹭往上冒。纯小白闷着头走着走着，脚步突然一顿，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前方是一座陡峭的高山，左边是一片密不透风的荆棘丛林，扎进去怕是要被刮下一层皮来。右边则是一条湍急的小河，水流撞在石头上哗哗作响。死！纯小白抓着后脑勺，一脸懵圈。昨天到底是打哪儿上来的？他前后左右转着圈瞅了半天，发现几条看似是路的小径都在这里戛然而止。他知道这里是仙人的地盘，炼气中期弟子都可以借助飞剑短暂御空飞行，平时压根就不用赶路。毕竟路都是人走出来的，那岂不是没人指路？本大王想下山，只能自己趟出一条路来。纯小白琢磨了一下，又摇头嘀咕道：“不行，必须得整点盘缠和干粮，不然很可能会饿死在这半道上。这个修仙世界地大物博，在天上看着只是一瞬便路过一座城池，真正走起来估计至少也有几千里。而且他来的时候从非洲上往下看，沿途几千里可是连城池都没有，坚定了先干他一票的想法。”纯小白直接脱下脚上一只鞋子，往天上一扔：“天地无极，问路投石。”鞋子落地，鞋尖直指山顶方向。不错，老祖宗这不用纠结的一招果然好使。纯小白一拍大腿，看向眼前的山峰，站得高，看得远。那先去山顶找找路。找到方向后，他二话不说，一头就扎进了那片荆棘丛林中，朝着山顶而去。丛林涌动，荆棘被蛮力扒开，他如同一头下山的野兽，在林间野蛮穿行。师兄，你干什么？突然，一个女子带着惊颤和几分喘息的声音传入纯小白耳朵。他脚步一顿，竖起耳朵便别了一下声音来源的方向，发现是来自左边100米外的树丛中。他赶紧放轻脚步，悄咪咪摸了过去。很快，他就在一块巨石后看到了2个交叠的身影。一个身穿青袍的外门男弟子正将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弟子死死按在巨石上，低着头在他脸上疯狂吧唧吧唧。那女子嘴上虽还在喊着不要，双手也在推搡，但那力道倒不如说是在调情，任由那男子在他身上点火。我去，这是打野战！那男弟子喘着粗气，手上的动作愈发粗暴。只要丹药一到，你筑基有望，现在就不能先让师兄收点利息吗？那女弟子闻言，原本还在推举的手臂变成了银河，嘴里的语调一变：“不要！”男弟子顿时血脉奋张，眼睛爆红。你大爷的，原来是野外交易！纯小白蹲在一棵大树上，看着脚下这活色生香的一幕，眼中对神仙超凡脱俗的形象当即碎了一地。这尼玛，还不如他们山匪有节操。他黑风寨虽然啥都劫，但向来讲究个道义有道，强抢民女这种下做事是严令禁止的，看上了哪家姑娘，那得正儿八经剃着猪头去求亲。乃像眼前这个，为了颗丹药，脸都不要了。他嫌弃的撇了撇嘴，随后心念一动，开启通宝神眼。2道绿光从2人身上爆发而出，辐射1尺多高，果然是2个肥点子，楚头族。纯小白目光直接落在2人扔在一旁的衣物上，光芒最盛的那2个红色小袋子。纯小白眼睛一亮，发财！纯小白立刻从兜里掏出一个黑色的麻布头套，往脸上一罩，只露出2只贼溜溜的眼睛。随后身形如狸猫般悄无声息地从树梢上滑了下去。砰砰！纯小白一个闪身就到了巨石边，左右开弓，2记手刀精准地砍在2人脖颈的大动脉上。那女弟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就被他一记手刀砍晕过去，彻底没了动静。男弟子显然修为高于女弟子，脑袋随着他的手刀晃了一下，便猛地回头怒喝道：“找！”砰！纯小白毫不犹豫，又是一记手刀狠狠砍在他脖颈上。那男弟子白眼一翻，死字卡在了喉咙里，身体一软，直接趴在了那女子身上，叠在了一起。卧槽，差点玩脱了！纯小白抹了把虚汗，他现在算明白了，
这些修仙者跟凡间的软脚虾不一样，完全不能留手。他第一次只动了5分力，第二次才动用全力。幸亏这个家伙正在兴头上，一身精力都用在了别处，没能第一时间祭出法术，否则自己怕是要吃大亏。他自认为自己力大无穷，武功高强，但绝不认为凡间的武功可以跟仙家法术硬刚。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小说里可都写着呢，那法术可是能断江倒海。以防万一，他又上去给他们2人后脖梗上补了一下，这才放心捡起那2个储物袋，直接塞进怀里。随后又在那2堆衣服里仔细翻找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其他值钱的宝贝。紧接着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那2人身上。那女子从娘胎里生的一副好身段，凹凸有致，皮肤白皙，唯独那张脸，一双狐狸眼勾魂夺魄，可配上那张刻薄的嘴和他鼻子，怎么看怎么别扭。这娘们长得也不咋地啊！砰！他嫌弃的一脚踹在那男弟子的屁股上，将他从女弟子身上踹开。你丫的也太丢人了，这种货色也能给你迷得神魂颠倒。经过他这一番操作，这个女子应该是再也骗不到他了，这也算是给他及时止损。求财不求命，这是道上的规矩。纯小白撇了撇嘴，并没有要他们的命。他刚想重新钻进树林开溜，脑子里却突然灵光一闪，外门弟子。他想起昨日那个小姑娘白姐儿提过一次，外门弟子有着50万人，人多就意味着乱，乱才适合浑水摸鱼。啧，这可是一片大鱼塘。去外面找个山头插旗，虽然收益直接，但也面临着风险倍增。万一像之前一样抢到个修仙大佬，自己很可能就要直接下去找自己老爹团聚了。如果混进这50万人中炸鱼，好像收益高，风险更低。你妹的，搏一把，先混进去干他娘一票，搞一批启动资金，再出去招兵买马，建立山头。纯小白目光一定，直接将地上那套青色外门弟子服饰卷成一坨，塞进怀里，随后抬头辨明方向，迈开脚步，一头扎入密林之中。他翻过这座山头，抬眼望去，发现山脉那边几十里开外，云雾缭绕下，隐约可见一片连绵不绝的建筑群，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这难道就是外门区域？他之前听带他入门那个小姑娘说，这里属于外门区域，应该是外门没错了。他回头看了看来路，以自己那1掌3000斤的力量，这俩野鸳鸯估计短时间内应该是醒不过来。纯小白对自己的力量非常有自信，于是他直接找了个隐蔽的山洞，钻了进去，立刻将怀里的外门弟子服饰和2个储物袋拿了出来。2个储物袋的袋口用暗红色的丝线束着，袋体上面绣着他看不懂的鬼画符。他扯开袋口，往里一看，里面幽深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这玩意儿怎么用？纯小白将袋口朝下，使劲抖了抖，没有东西被倒出。这宝贝要是取不出来，那岂不是白忙活？滴血认主。他脑中闪过小说里的桥段，毫不犹豫地咬破手指，挤了一滴血上去。血珠渗透进去，消失无踪。可等了半天，储物袋还是屁反应没有。你妹的！他索性直接将手伸进袋口，发现里面果然别有洞天，整条手臂都塞了进去，摸不到底。里面到底有啥？他念头刚一生出，突然储物袋里的东西竟像一幅画卷般清晰地呈现在他脑海中。原来如此，他恍然大悟，只要集中精神就能感应到里面的东西。于是他直接拔出手，集中精神锁定里面的物品，往外一倒，哗啦啦一声，一堆东西从袋口倾泻而出。2套备用衣服，5、6个瓶瓶罐罐，几本线装秘籍，一把青光闪闪的飞剑，还有一个青铜令牌，以及100多颗鹅蛋大小的白色石头。这个难道是灵石？纯小白压抑着激动，拿起一颗灵石打量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奇特之处。接着他拿起第2个储物袋，这个明显要秀气一些，显然属于那个女弟子。他再次集中精神锁定里面物品，往外一倒，哗啦啦，这个储物袋的东西更多，光是各种颜色的衣服就落成了一小堆，瓶瓶罐罐足有20多个，还有10几个装着墨定的玉盒，以及3把款式各异的飞剑，以及一个灰色袋子，里面满满一袋子灵石，估摸着至少有1000颗。我去，这女人这么富有的吗？看来她的野战不少打。纯小白的嘴角直接咧到了后脑勺，我就说嘛，重操旧业才是修仙的正确姿势。他直接拿起一本名为《惊鸿剑法》的秘籍，翻开一看，字儿倒是都认识，可连在一起就跟天书一样，完全看不懂。又找了找，没发现什么炼气诀之类的东西，倒找到了一本《青云诀》，打开看了一下，字倒是认识，连在一起却搞不懂其中的门道。这应该就是功法了。他琢磨着，这玩意儿估计需要有人指点，引气入体才能修炼，不然人手一本功法就能修仙了，还拜什么宗门？没那么多时间整理，纯小白再次集中精神力，锁定地上的物品，意念一动，那些物品便被一股无形之力吸回储物袋中，然后再倒出来，再收集，来来回回倒腾，玩得不亦乐乎。果然神奇。玩到眼前有些花时，他才恋恋不舍地将储物袋收起。紧接着，
他便将身上那身破烂的麻衣一脱，随后将那名男弟子的青色宗门服饰往身上一套，整理了一下衣领和袖口。别说，还挺合身。纯小白摆出几个潇洒的姿势，收起自己山大王的气势，找了找外门弟子该有的风度。确定看起来不像山贼后，他便走出洞口，迈开腿，朝着远处外门弟子区域而去。来到一个巨大的广场处，他才真正见识到修仙宗门的景象。不少穿着跟他一样青袍的弟子，脚踏各色飞剑，如归巢的飞鸟般从天而降，潇洒地落在广场上。收起飞剑后，他们便径直朝着更深处的外门区域走去。也有一些弟子从山上下来，来到广场边缘，低喝一声起，便有一柄飞剑从储物袋中迸射而出，悬停于脚下。随后他们身形一跃，踩在剑上，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远处天空爆射而去，好不快活。纯小白发现根本没人注意到自己这个新人，他便大大方方地混入上山的人群中，跟着他们朝着山上走了上去。远处看着不大，真走进来，才发现这外门弟子区域大得离谱，光是一条主街，一眼看不到头，两旁都是各种各样的宫殿，连成一片片。他直接选中一条街，这一走就走了半天，竟然还没走到头。七拐八拐地绕过几个弯后，很不幸，他又迷路了。不过好在这里人来人往，根本就没人关心他是谁，反而让他松了口气。纯小白就这么在外面区域里晃晃悠悠，漫无目的地瞎逛。很快他就来到了一座小山头前，山脚下立着一块数丈高的巨石，巨石上龙刻着3个潦草的大字丹霞峰。山道入口旁守着2名弟子，神情严肃。所有想要上山的弟子都会在他们的要求下拿出身份令牌进行查验。这个山上难道是修炼的地方？纯小白摸着下巴琢磨起来。刚才他逛过的那些区域，有发布任务的人物堂，传授基础功法的传功堂，兑换丹药法器的功德堂，这些地方应该都属于公共区域，谁都能去。而眼前这个需要查验身份才能进入的山峰，很可能就是弟子们日常居住和修炼的私人地带了。看来想入道必须要上山啊。他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些上山弟子出示的令牌和他从储物袋里缴获的那个青铜令牌长得差不多。随后他找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心念一动，从储物袋取出那名男弟子的身份令牌。令牌入手冰凉，正面是一个青字，反面则刻着一行小字青竹峰无量。没错，就是这玩意儿，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刷脸认证。纯小白心里嘀咕，管他呢，赌一把，实在不行就说令牌是捡到的，前来归还。打定主意后，他深吸一口气，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朝着前方走去。很快他就找到了令牌上所属的青竹峰。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山脚下来来往往的弟子络绎不绝，根本就没安排排查身份令牌的守山弟子。纯小白一愣，运气这么好的吗？于是纯小白就大摇大摆地混在人群中，直接登上了青竹峰。刚走到半山腰，眼前便豁然开朗。山坡上一座座精致的小院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掩映在翠竹绿树之间。依稀看到一些穿着青袍的弟子在那些小院之间进进出出，空气也明显比山下要清新得多。深吸一口，感觉浑身上下的毛孔都不由自主地舒展开来，说不出的舒坦。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仙家洞府了。他拿出那块青铜令牌仔细看了看，也没发现上面标注着无量的洞府是在哪里。当然就算知道，他肯定也不能摸过去，万一正主一会回来了，那就直接穿帮了。好在这青竹峰极大，一眼扫过去，这种洞府没有1万也有8000，密密麻麻，跟蜂窝似的。突然他注意到一个小年轻朝着他走了过来，纯小白伸手一薅，直接将他一把抓了过来。兄台，你也是住这片吗？那名弟子被吓了一跳，警惕地看了纯小白一眼，见他穿着同门服饰，才点了点头。说着他就要往前走，结果发现纯小白的手还死死抓着他的胳膊不松开。本大，我那个洞府有点漏水。纯小白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请问一下，想换个洞府需要去哪里登记？那名弟子打量了一下纯小白，随后疑惑问道，你是新来的？纯小白记住了新来的这个万能借口，立刻顺杆爬，点头道，对，前天刚通过考核，昨儿才加入的青竹峰。难怪。那名弟子顿时恍然大悟，换洞府不用去登记，你随便看中哪个院子，直接上门敲门挑战就行，打得过他，那院子就归你了。打不过，他顿了顿，好心提醒道，要是打不过，那就准备在床上躺1年半载吧。纯小白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心中狂喜，你妹的，我就说嘛，之前肯定是来错地方了，这里才是本大王该来的地方。他赶紧松开手，冲那弟子道了声谢，随后搓着手四处打量起来。这边的洞府看着挺漂亮，但太过密集，几乎是一座挨着一座，搞得跟小区一样。人一多，这灵气就不够分了，严重影响修炼速度。他抬头看了看山顶方向，发现越往上，那些洞府不仅气派，彼此之间的距离也越稀疏，
隔着10几米才有一座。既然可以随便抢，那肯定要抢一个地段最好的。反正以自己的武功，挑个弱一点的，一拳干趴下不就有了？纯小白搓了搓手，眼中冒着绿光，二话不说，直接迈开腿就朝着山顶冲去。哎，师弟！那名弟子看到这家伙一溜烟跑去的方向，脸色大变，赶紧扯着嗓子喊道：“山顶上住的都是炼气后期和炼气大圆满的师兄，去不得啊！”然而此刻的纯小白就像一头刚挣脱牢笼的野兽，满脑子都是抢地盘的兴奋劲，眨眼间就没了身影，哪还听得到他的劝告？纯小白越接近山顶，发现路上的空气越清新。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那传说中的灵气，但毕竟站得高，看得远，风水也肯定比山下那些地方强啊。他一口气直接冲上了山顶，发现山顶最中央矗立着一片巨大的阁楼台榭，气势恢宏。阁楼正门上方悬挂着一块巨大的牌匾，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风主殿”3个鎏金大字。这里应该就是这座山头的扛把子了。纯小白很有自知之明的没往那边凑，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左边不远处，那里有几座独立的院落，正闪烁着一层淡淡的青光护盾。这个不错，好像还带传说中的阵法，一看就高端大气上档次。他搓了搓手，跟见了漂亮大姑娘的猪八戒似的，直接跑了过去。很快，他就来到一座洞府前，这座洞府被那灰蒙蒙的光幕笼罩着，看不清里面的具体状况。他捏着下巴琢磨起来，按照之前无量那个家伙的水平，只要自己能扛过第一波法术攻击，找到近身的机会，以他那3000斤力道的一拳，就算是来10个也能直接放倒。如果再配合一件趁手的兵器，纯小白在腰间摸了摸，摸出了红裙女子送他的那块紫金色令牌，在手上掂了掂，分量十足。这一板砖下去，怕是有万斤巨力了吧？可以。准备妥当后，他直接上前，抬手砰砰拍了拍那个灰色的光罩，光罩表面敲起一道倒水波纹。很快，那灰色光罩一晃，从中走出一个圆嘟嘟的小胖子。那胖子出来后，眯着眼睛瞥了纯小白一眼，便迈开步子就准备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我去，这是看不起本大王？纯小白当即火了，一步横移，直接挡在他面前，下巴一扬：“死胖子，你这地盘本大王征用了！”不等那胖子反应过来，纯小白直接先下手为强，抡起手中的紫金令牌，劈头盖脸的就朝着他脑门呼了下去。等等！那小胖子瞳孔猛地一缩，来不及躲闪，立刻释放灵力，在周身凝结成一层护盾。然而紫金令牌擦到那瞬间，护盾应声而碎。小胖子只觉得脑袋一沉，然后白眼一翻。不等他到底，纯小白直接一个扫堂腿将他撂倒在地，紧接着一个泰山压顶，一屁股骑在他腰上，上去就是一顿猛锤，锤得他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彻底晕死了过去。纯小白站起身，满意的拍了拍手，忽然注意到洞府门口不知何时站着一个身材修长、面色清秀的男弟子，正瞪大眼睛盯着自己。他又看了看地上不停抽搐的胖子，心里嘀咕道：“你妹的，本大王不会锤错人了吧？”那清秀弟子李玄风又低头看了看地上的胖子，见他一动不动，这炼气7层的方师弟竟然被他一击撂倒了。他当即提高警惕，冲着纯小白质问道：“你是来挑战我的吗？”听这口气，纯小白直接确认他是真的打错人了。他重新审视了一下李玄风，从这个家伙身上感觉到一股威胁，这是他在黑风寨经历10几年的厮杀对危险总结出的感知经验。错不了，尤其是他身上那股若有若无锋锐的气息，远不是无量和地上这个胖子可比。不过他也知道这个时候气势不能怂，一旦露怯，今天不仅讨不到好，很可能要半残，被丢下山去。对，纯小白胸膛一挺，身上匪气猛然迸发。本来是挑战你，结果本大王搞错了，那这胖子就当热身了，你来接招吧。李玄风看了一眼地上昏死过去的胖子，又看了一眼气焰嚣张的纯小白，发现自己竟然看不透他的境界。能让他看不出境界，要么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凡人，要么就是一个境界高于自己的师兄。李玄风眼中顿时提起几分惧意。凡人肯定不可能，他刚才可是亲眼目睹纯小白连一丝灵力波动都没有，光靠纯粹肉身的力量就将炼气7层的方师兄一击给拍晕了过去。修炼者乃是炼气洗劫自身，从而达到超凡脱俗，对于自身纯粹的力量增长相对较慢。一个炼气7修士纯粹的力量一般也只在100斤到3000斤之间，筑基修士纯粹的肉身力量能在万斤，已经属于具备血脉之力的那种绝世天才。这也就为什么修士一旦灵力耗干，便没了再战之力。因为修士一身力量90%都是来源于自身法力，能一击击碎炼气7层的护体罡气，显然这个家伙肉身纯粹力量在3000斤左右，也就意味着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一名炼气巅峰师兄。这要是动用了灵力，恐怕就不是击碎护体罡气那么简单了。李玄风立刻发挥他最擅长的稳健权衡法，在脑子里飞速过了一遍，最终他心一狠，脸皮一松，当即堆起笑容，拱手道：“
既然师兄看上了这里，那师弟我就送给您了，往后还请师兄多多关照。反正以他炼气8层的实力，去隔壁抢一个差不多的洞府也不是什么难事，没必要跟一个看不透道行之人死磕。这个要是被打残了，不仅洞府没了，还得搭上一笔医药费，完全不符合他稳健的修仙准则。这稳健准则给纯小白搞得不会了。你妹的，本大王都准备被人打得满地找牙，狼狈轰下山，你丫这就这么轻易的怂了？李玄风见纯小白眼中露出一副意犹未尽，好像没打过瘾的凶光，心里咯噔一下，暗道不妙。他赶紧从怀里掏出一枚预制的阵符，脸上的笑容再次拉大几分，递了过去。师兄，我叫李玄风，此物是这座洞府的阵法枢纽，您拿着挑战就不用了。他生怕纯小白误会，又补充道：反正我也住得不习惯，让给你就行了，而且里面都打扫干净了，您直接入住就行，省得麻烦。纯小白抓耳挠腮地盯着他，总感觉不给这个家伙捶一顿，心有遗憾，浑身不对劲。李玄风原本有些不确定他的实力，此刻看到他那意犹未尽眼神，心中最后一点怀疑彻底消失。自己奉行的稳健准策，果然才是修仙的正确姿势。李玄风知道不能再耽搁，迟则生变，赶紧将手中的阵符往纯小白手里一塞。告辞。李玄风一拱手，转身就没了身影，跑得比兔子还快。纯小白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只能收集紫金令牌。算了，万一偷袭不成功，让他给反杀了，还丢人。纯小白撇了一嘴，随后拿起阵符看了看，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神秘符号。哎呀，忘了问他这玩意儿怎么用了。纯小白一脸疑惑的将阵符翻来覆去，两面都一样，全都是蝌蚪纹，没有一个符号能看得懂。他尝试抠了抠，按了按上面那些符号，也没反应。又集中精神力沟通了一下，却没有发现储物袋那种效果。这好像是打开洞府的钥匙，还不会用啊，怎么办？不经意间，他正好看到地上那胖子捂着鼻青脸肿，哼哼唧唧地坐了起来。他赶紧跑了过去，一把将他扶起，脸上挂起一副歉意的笑容。那个兄台，不好意思啊，刚才纯属误会，打错了。王胖子方圆听到这句轻飘飘的打错了，差点气哭，给自己打的 TMD 不认得，一句错了就行了。我可是有兄弟罩着的人。他刚想拔高声音将纯小白骂一顿，给隔壁院子刚认的大哥惊动出来，可嘴上一动，就扯到了额头上那个肿得跟牛犄角一样大包，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你给我等着，我要去执法堂告你。告我？纯小白听到这句话，脸上的笑容瞬间一收，身上莽气大爆发。你他妈个巴子，给你脸不要脸是吧？那我就趁你没告状之前，先给你压废了，反正轻重都是个罚。方圆被他这凶神恶煞的样子吓一大跳，下意识地看向旁边的洞府，准备直接敲门找老大李玄风求救。你不用看了。纯小白晃了晃手中的阵符，冷笑道：那个叫李玄风的家伙，刚才已经被本大王打跑了。啥？打跑了？方圆一听这话，瞳孔一缩，刚抱上的大腿被他打折了。那李玄风修为可是在他之上，炼气8层7。他看了看纯小白这一身匪气，脸上的怒意突然一收，换上了一副比哭还难看的笑脸。那个师兄，不打不相识嘛，都是误会。开玩笑，李玄风这种炼气8层的大腿都被他打折了，不等于他这条大腿更硬吗？像他们这样家境靠不上，天赋靠不上，只能靠抱大腿之人，这不就送上门来的金大腿吗？方圆这种喜欢抱大腿的性格，又给纯小白搞得不会了。本以为这个死胖子还会犟上几句，怎么又是秒怂？怎么感觉这些修仙的家伙骨头还没他黑风寨那些喝西北风的兄弟硬呢？他黑风寨的兄弟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狠茬，眉头从来不会皱一下，就算当初面对官兵围剿，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也没一个喊投降。搞不懂，他也懒得去搞懂。眼前这个胖子刚好用得上，于是他再次露出一副和善的笑容，伸手帮胖子拍掉身上的灰。那个不好意思啊，师弟，刚才真是个误会。纯小白这副突如其来的热情笑容，搞得方圆不知所措。哪里，我皮糙肉厚，没有将你的手割疼吧？他憨憨地摆了摆手。纯小白再次愣了愣，还是头一次见这种懂事之人。他黑风寨有3不7之人，最后一种就是懂事之人。我很看好你。纯小白拍了拍他的肩头，随后将手上那枚预制阵符递了过去。来，帮个忙，叫本大王，这个怎么用？好。方圆立刻兴奋接过，随后反应过来，试探性的问道：师兄，您是新入门的外门弟子？纯小白理所当然的点了点头。方圆一惊，一个新入门的外门弟子就有这等恐怖的纯粹力量？他刚才可是感受的真真切切，自己全力撑起的护体罡气，在他一击之下瞬间瓦解。这种猛人怎么现在才入门？纯小白看他杵在那儿发愣，不耐烦的催促道：喂，胖子，想什么呢？快点，别磨磨唧唧的。
哦，方圆不敢再耽搁，这是刚入门都这么猛，先不说背景，单是这份天赋，恐怕在整个外门都是拔尖的存在。等自己将这条金大腿抱牢了，他也就成长起来，到时候自己不就跟着沾光？师兄，这枚阵符是控制整座洞府阵法的中枢，洞府里配备有防御阵、聚灵阵、屏蔽阵和隔绝阵4种基础阵法，您只需要用神识沟通这枚阵符，就可以随意开启或关闭这些阵法了。神识？这玩意儿我好像不会啊。纯小白摸着下巴嘀咕了一句，随后问道：那能不能把他们都关了？方圆点了点头，肥油的肚子荡起一圈水波纹。可以是可以。纯小白心中一喜，直接吩咐道：那你现在就给我全关了。师兄，如果把屏蔽阵和隔绝阵都关了，平时您在洞府里修炼的动静可能会被其他人的神识窥探到。方圆提醒了一句。没关系。纯小白一脸无所谓。不关门，本大王现在连门都进不去，处在外面喝西北风啊。你别管了，先给本大王全关了再说。本大王。方圆听到这3个字，心里泛起嘀咕，这家伙不会是哪个山头跑下来的山匪吧？还是说这是他家乡的某种特殊口头禅？快点快点！纯小白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他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现在饿得前胸贴后背，得赶紧想办法去整点吃的。反正不敢怠慢，连忙掐诀对着阵符一点，关闭了眼前洞府的所有阵法禁制。光幕消散，一座雅致的别院立刻映入眼帘。纯小白看过去，眼睛顿时一亮。只见前方别院内假山流水，亭台楼阁，竹影摇曳，小桥下甚至还有一条蜿蜒的溪流穿过，环境清幽雅致。不错，这才像点样子。随后方圆十分有眼力见地充当起向导，带着纯小白在别院里转了一圈，给他介绍了专门用于打坐的静室、炼丹用的丹房，甚至还有后院开辟出来的几亩灵田，而且那些灵田里正冒着嫩绿的新芽，显然是刚种上灵药种子不久。这可算是白捡了个大便宜。纯小白越看越满意，脸上的笑容也越发灿烂起来。师兄，我就住您隔壁。方圆指了指院外旁边的那座洞府，接着道：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可以去找我，保证随叫随到。纯小白点了点头，他实在没想到这外门弟子这么热情，那杂役弟子真是比他山匪还凶悍。行，那你先回去吧。纯小白满意的拍了拍他的肩头。方圆只感觉肩膀像是被铁锤砸了一下，整个身体都往下一沉，就越发证实了这条金大腿的粗壮程度。随后他便激动的点了点头，小心翼翼的退了出去。纯小白在这别院里找了一圈，别说吃的了，连个厨房都没有。他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从山下走上来，他一路也没看到什么酒楼饭馆之类的铺子。现在想来，那些外门弟子平时可能都靠打坐修炼来补充体力，即便是想吃，也是去山下那条常得看不到头的商业街。可这一来一回，他以脚力翻山越岭的，没个1、2日根本就下不来。总不能为吃一顿饭跑2天路吧？琢磨了一下，纯小白决定先试试修炼，只要入道了，自己就可以直接摆脱1日3餐了。他来到修炼室，盘腿而坐，拿出那本青云诀，翻开后，他先是读了2遍，就将这篇口诀全部背了下来。随后他便按照口诀所述闭目开始冥想，结果刚冥想了2分钟，身体就突然一歪，差点倒在地上睡着了。你妹的，怎么还给羞困了？难道本大王不是修炼这块料？纯小白用力甩了甩脑袋，清醒后感受了一下身体，别说功法上提到的气感，连丹田在哪个位置都没找到。咕噜噜，肚子在这个时候也不合时宜的叫了起来，难道是太饿了，注意力不集中的原因？可这要是下山去搞吃的，一来一回至少1天1夜，回来后肚子又饿了，这个怎么行？想了想，纯小白干脆将储物袋里那些瓶瓶罐罐全部倒了出来。他一一拿起来查看了一番，回气丹、养脉丹、聚灵丹、养颜丹，大大小小的瓶子足有30多个。他还在一个精致的小绿瓶上看到了筑基丹3个小字，这就是那个女弟子心心念念的筑基丹。能让一个女弟子不惜出卖色相换取的丹药，价值肯定不菲。纯小白将筑基丹妥善收起，随手便拿起一瓶养颜丹。这些年在山头上风吹日晒，皮肤糙得厉害，也是该好好美容一下了。他直接摸出3瓶养颜丹，打开瓶塞，每瓶里都有10颗指甲盖大小的褐色丹药，闻了一下，有一股淡淡的花香。纯小白直接仰头全倒进了嘴里，像搅糖豆一样，几下就咽了下去。除了嘴里留下一股花香味，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皮肤还是带着健康黑。不过好像不那么饿了，这玩意儿还真能当饭吃。他又拿起4瓶养脉丹，寻思着先给身体打个底。打开一看，里面装着20多颗猫眼大小褐色的丹丸，他也懒得数，再次一股脑全倒进嘴里。丹药下肚后咂巴咂巴嘴，果然饱了。这丹药还真有点用啊，挺抗饿的。要知道平时他至少要干10大碗饭才有这种饱腹感，
这几瓶丹药就干饱了。不愧是丹药。吃饱喝足，纯小白再次盘腿而坐，默念青云诀。结果发现依旧是半点气感都感觉不到，也找不到丹田到底在哪儿。看来这玩意儿必须得找个人指导一下才行。原本是想立即去找那胖子过来辅导一下，但看着天色渐晚，他便将这个念头压了下去，准备先好好休息一晚，这样明日才能集中精力找到那所谓的气感。夜深星稀，没过多久，粗重的呼噜声便跟着从别院里传了出来。翌日，不等他去找胖子方圆，方圆反倒先一步敲响了他阁楼的大门。纯小白揉着惺忪的睡眼，抬头一看窗外，发现已经日上三竿，大中午了。我去，这个睡懒觉的习惯必须要改改了。纯师兄，方圆在门外喊道：“今日下午，刘长老在传功堂开讲，传授我等弟子修行心得，您去不去？”“去啊，干嘛不去？”纯小白嘴角一咧，这正愁没人指导呢，瞌睡就有人送枕头。他拉开门，一把拦住方圆的肩膀，朝着院外走去。方圆碰到自来熟的纯小白，话聊到一块，很快就打成了一片，成为了一个忠实的小弟。一边走一边帮他介绍着青竹峰的各种小道消息、花边新闻。二人边走边聊，很快就来到了山下那块写着青竹峰3个大字的巨石前。只是今日巨石旁却莫名多了2名守山弟子。纯小白定睛一看，一男一女，面色都有些憔悴，而且还有点眼熟。我去，这不是昨天那一对野鸳鸯吗？他们不会是家底没了，跑到这里来守山打工混饭吃吧？还是说这对野鸳鸯本就是守山弟子，在这里一起看大门，日久生情，翘班摸鱼跑到后山幽会去了，结果正好让自己给光顾了。不然昨天为何自己上山时没看到这里有守山弟子？方师兄好！一见他们2人走近，吴亮与那位女弟子灵月立马点头哈腰的冲着方圆行了个大礼。方圆点了点头，随后指着纯小白冲着2人介绍道：“这位是我们青竹峰新来的纯师兄，还不赶紧行礼？”“是。”2人闻言立刻又转向纯小白，恭敬行礼：“纯师兄好！”能让炼气7成的方师兄都称之为师兄的人，境界必定在炼气7成之上了。吴亮感激地看了看方圆，方师兄特意给他们介绍，这是在提携他们，以前给方师兄送的礼没白送。纯小白淡淡的点了点头，摆出一副高人派头，语气横秋道：“不错，我很看好你们，加油干！”“多谢纯师兄。”2人一听，顿时一脸激动，实在没想到这位新来的纯师兄竟然如此平易近人，还这么看重他们，是不是要给这位师兄送点礼？吴亮心里琢磨着，可惜昨天钻小树林被人给打劫了，只能回家要点钱再说了。打完招呼，方圆便带着纯小白朝着传功堂的方向走去。只是路上他发现纯小白的目光总是不停地在来往的弟子身上来回扫视，每当有人从他身旁走过，他的目光都会在那人身上停留几秒。方圆心中一动，瞬间明白了过来，看来有时间得将外门美女榜单弄一份过来。就这样，他们很快就到了传功堂，纯小白也收起了他的通才神眼。他找了一圈，发现整个外门要么是黄色，要么是绿色，除了这2种颜色之外，没有见到更高级别的财气。纯师兄，今日传功堂刘长老讲解的是剑法，每一堂课都是爆满，咱们赶紧去抢占一个位置。剑法？纯小白一听，脸瞬间黑了。你不早说，这不白白浪费时间吗？看来今天又得靠吃丹药顶一天了。不过他转念一想，去见识一下也好，完了再让这个胖子给自己单独辅导一下。2人进入传功堂一座恢宏的大殿之中，此刻里面已经盘膝坐满了上百名外门弟子。纯小白跟着方圆在后排找到了一个空位，学着别人的样子盘腿坐了下来。没等一会儿，纯小白就感觉双腿发麻，他是个坐不住的主，直接掰开腿，身子往前一趴，靠在了身前那张矮矮的长条桌案上，随后冲着身旁的方圆问道：“我说方圆，这还要等多久啊？”“应该快了。”方圆正襟危坐，抖着肥油油的肚子道：“差不多1个时辰吧。”“啥玩意儿？”纯小白眼珠子都瞪圆了，1个时辰？还差不多？你妹的！1个时辰都够本大王在山寨里睡个回笼觉了。纯小白当场就想打道回府，回去躺着了。现在听什么剑法，对他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不过来都来了，也只能舍命陪君子，硬着头皮听一下了。那好嘛，方师弟，我先眯一会儿，等会儿开课了叫我。方圆一愣，心里直犯嘀咕，这位大腿看着也不像什么家底丰厚的富家子弟，怎么对修炼意图这么不上心？这刘长老的剑法传道，旁人可抢不到位置，这位倒好，当成睡觉大绝的地方了。不过想了想，他也没好多说什么，毕竟人家实力摆在这儿，他这些年见过大头，有几条不高傲。随着时间流逝，传功堂里所剩的空座越来越少，堂内嘈杂的人声也越来越吵，吵得纯小白头都大了，也没心思眯觉。他索性趴在桌案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开始默默观想那片青云诀，碰碰运气，看能不能瞎猫碰上死耗子，一招顿悟。方师兄，
忽然，一道甜甜的声音在纯小白耳边响起：“白师妹，快坐，你的座位我已经帮你占好了。”方圆看到来人，蹭的一下从座位弹起，一脸殷勤地冲着身前的倩影招呼着。纯小白见这个家伙动作一下变得这么敏捷，好奇地侧过头，一张熟悉的秀气小脸映入眼帘。咦，这脸蛋，这身段，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对面的白师妹目光也恰好落在了纯小白身上，她也发现了纯小白似曾相识。我去，这不是前天带我入门的小姑娘吗？白姐儿也认出了她，这不是前天那个贼眉鼠眼的杂役弟子吗？他怎么跑这儿来了？纯小白看到他眼中的疑惑，心中猛地一突，卧槽，要穿帮！他想都没想，赶紧把脑袋往另一边一撇，装作不认识。你，给我转过身来！白姐儿的声音带着一丝惊疑。白师妹不得无礼，方圆赶紧打圆场，这位可是新来的纯师兄。白姐儿眨巴着一双大眼睛，愣了愣。他是师兄，他可是知道方圆的性格，只结交比他厉害的师兄。他自己还是一位实打实的炼气7层，听这口气，难不成这杂役弟子是一位炼气8层的师兄？不对，这家伙前天才上山，怎么可能境界提升这么快，一下子就窜到炼气8层了？你别被这个家伙骗了，他就是个杂。没等他说完，纯小白直接坐直了身子，瞪着眼喝道：“你这小姑娘怎么这么没礼貌？上来就要骂本大王是杂碎！”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中气十足，匪气冲天。白姐儿被他吼得吓了一跳，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噎了回去。方圆也没想到这位纯师兄脾气这么暴，赶紧上前一步，挡在两人中间，陪笑道：“纯师兄息怒，息怒。白师妹她年轻不懂事，不是那个意思，不懂事也不能随便骂人。”纯小白理直气壮，梗着脖子坐在那里，跟个斗鸡似的瞪着白姐儿。也就是本大王脾气好，换做旁人早把你扔出去了。白姐儿一下子僵在原地，眼神在纯小白和方圆之间来回打转，随后心里泛起了嘀咕：这个家伙到底是不是那个杂役？理智告诉他不太可能，毕竟这里可是外门传功堂，门规森严，哪有这么胆肥的杂役敢跑到这里来冒充外门弟子？而且这方师兄可是大腿不粗，从不抱的人，一个连灵力都没有的杂役弟子，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了方师兄嘴里毕恭毕敬的纯师兄？周围的目光都因为刚才的争执汇聚了过来，白姐儿也不好再吵嚷，只能压下心中的疑惑，气鼓鼓地坐在纯小白身旁。他撑着下巴，侧着头，一双大眼睛死死盯着纯小白的侧脸，像是想在他脸上看出什么破绽。虽然没看出什么破绽，但仔细想，他觉得还是可疑。既然你不认识我，刚才干嘛发那么大火？这不是心虚是什么？不对不对，这个家伙肯定有问题。可要说有问题，他是怎么光明正大的跑到这里来的？又是怎么让方师兄喊他师兄的？白姐儿觉得脑子有点不够用了，像是一团浆糊。他不死心，试探性的问道：“那个纯师兄，您是什么时候入门的？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您？”旁边的方圆抖着一身肥油肚子，突然想到了什么，小眼一眯，笑呵呵的替纯小白解释道：“白师妹，这位纯师兄是昨日才入门的，有可能你之前出任务招收弟子时见过一面，所以才觉得眼熟吧？”白姐儿一愣，这要巧的吗？他前天才带那个贼眉鼠眼的杂役上山，昨天就蹦出一个昨日入门一模一样的纯师兄。他再次不死心的追问：“纯师兄也是我们青竹峰的？”方圆再次点头，一脸钦佩：“对啊，纯师兄昨天刚上山就击败了李玄风，夺了他的洞府，现在就住我隔壁呢。”白姐儿不禁是心中一惊，李玄风那可是青竹峰3万弟子中实力排名前100，有着炼气8层修为，而且一手锋刃出神入化，竟然被眼前这个家伙给击败了。他怎么击败的？白姐儿的声音都有些结巴，显然是被这个消息震慑的不轻。这话倒是把方圆给问住了。昨天他被纯小白一板砖拍晕，醒来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具体的经过他压根没看到。不过那洞府阵符实实在在到了纯小白手里，这东西做不了假。为了让这位师妹给这位纯师兄留下好印象，也为了掩饰自己当时晕过去的尴尬，他直接信誓旦旦的脑补道：应该是一招击败的吧，毕竟纯师兄毫发无伤。一招？白姐儿嘴巴微张，彻底愣在原地。一招击败炼气8层的李师兄，那这个家伙岂不是炼气第9层，甚至是炼气大圆满？这恐怖的实力对比，直接打消了他心中最后那一丝疑虑。那个杂役弟子才刚入门，怎么可能有这等逆天的本事？他赶紧端正身姿，一脸惶恐的致歉：“纯师兄，实在对不起，是我眼拙，认错人了，冒犯了师兄，还请师兄恕罪。”纯小白不动声色地给旁边的胖子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随后大方地摆了摆手，露出一副宽容模样。纸包不住火，如果让他去杂役峰稍微打听一下，自己废了那个执事王帆，逃跑之事根本藏不住。虽说那个执事被废，在外门可掀不起什么风浪，
但有心人去调查一下，必然会联系到自己失踪之事，然后顺藤摸瓜找到自己。必须让这个小姑娘打消怀疑自己的念头。想了想，纯小白心念一动，摸出那个装着筑基丹的小绿瓶。师妹，看你态度诚恳，本大王，师兄我也不是小气的人，这个就当是见面礼，赏送给你了。说着，他十分随意地将那个小绿瓶往白姐儿手心里一塞。白姐儿下意识地接过，低头一看瓶身上的小字，瞳孔一缩，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筑基丹，他这一嗓子没给纯小白吓到，反倒把周围那些炼气弟子惊得够呛。纯小白看着四周那一双双定格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心里同样一惊。本想着花钱消灾，不引起注意，这下好了，特么的成全场焦点了。方圆也是满脸震惊，这条金大腿他果然没有选错啊，出手就是筑基丹。他急忙冲着白姐儿道：“白师妹，还不赶紧谢谢纯师兄！”谢谢纯师兄。白姐儿的声音颤抖，带着捧着玉瓶的手都跟着哆嗦。要知道他在外门拼死拼活做任务，好几次九死一生，攒了这么些年，也不过才攒了3000功勋点。这个纯师兄仅仅是因为认错人的歉意，就送一颗筑基丹。纯小白看着他那激动的神色，再看周围那些羡慕的目光，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好像随手送出去了一座金山。他实在没想到，无量这个炼气弟子随手揣着筑基丹，这搞不好是个富二代，难怪能跟人家姑娘在小树林。你妹的！现在说拿错了，不知道还要不要得回来。就在他准备反悔时，方圆在一旁感慨万千道：“师妹，像纯师兄这般为人豪气干云，不多见，以后你可好好报答人家。”这一番话说的白姐儿俏脸腾地一下红到了耳根，看向纯小白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之前那凶悍样。纯小白伸出去想要把药瓶抓回来的手，硬生生的僵在了半空。最后他只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把手顺势往后脑勺一枕，硬着头皮道：“嗨，多大点事儿，大大方方拿着，不就是一颗筑基丹吗？本大师兄我平时都是当豆子吃的，当豆子吃。”此话一出，周围顿时响起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周围那些原本还矜持的女弟子，此刻一个个面泛桃花，看纯小白的眼神像是看到了一位行走的财神爷。这可是连炼气弟子一步登天的筑基丹都可以送。他们不动声色地整理着衣衫，把胸脯挺得更高了些，拼命朝着这边挪动位置，恨不得直接贴到纯小白脸上去。感受着四周火辣辣的视线，纯小白才知道这装逼的毛病的改了。不过转念一想，这样挥金如土，至少短时间内自己冒充内门弟子的身份不会被人怀疑。毕竟没人会觉得一个拿住鸡丹当零食吃的人会是个杂役弟子。等本大王入了道，狠狠干他一票大，补回来就是了。就在这羡慕嫉妒恨交织的气氛中，堂内声音慢慢静了下来。众人回头看去，只见一名身穿雪白道袍，双鬓微霜，浑身透着一股凌厉剑气的中年男子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此人正是外门藏剑锋的大长老顾长风。他一手长锋剑术闻名天南境300载，死在他剑下的亡魂大半都是境界比他高的强者，因此在修仙界有个响当当的名号斩修罗。他一走进来，原本嘈杂如菜市场的传功堂骤然一静，所有人正襟危坐，大气都不敢喘。纯小白见众人搞得这么正式，他也不好再歪在桌子上，只能无奈地竖起了身体，装模作样地盘好腿。顾长风目光如电，冷冷扫视了一圈，没有任何废话，开门见山道：“今日讲授剑士。”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生怕漏掉一个字。凝结出自己的剑心，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剑修，但在凝结剑心之前，必须要领悟剑意，而剑意之机在于是。前几句纯小白听懂了，意思是有剑心才能走剑心之道，但想有剑心就得有剑意，想有剑意就得先练那股子劲儿。这跟他祖上传下来的刀法倒是差不了多少，讲究的就是一个势。不过随着顾长风开始讲解灵力如何运转，经脉如何配合，纯小白就两眼一抹黑，完全听不懂了。越听不懂，脑子越像浆糊，上辈子养成的老毛病，一上课就犯困，瞬间发作。他没忍住，张嘴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眼皮子像是挂了2个铅球，身体开始不由自主的前后晃悠起来。身旁的白姐儿恰巧看到这一幕，柳眉微皱。不过想来也是，这位纯师兄都已经是炼气大圆满的强者了，想必早就掌握了剑势，这种基础剑法对他来说确实无聊了些。这一晃就是半炷香，很快，呼噜噜，咕嘟嘟，一阵极具节奏感的呼噜声，在这落针可闻的传功堂中格外嘹亮。顾长风的声音却戛然而止，全场弟子的目光唰的一下全部集中到了后排。白姐儿吓得小脸一白，赶紧伸手推了推纯小白的胳膊，压低声音急道：“师兄，醒醒，别睡了。”纯小白睡眼惺忪，被打扰了美梦有些不爽，下意识的把手一挥，像是在赶苍蝇：“别闹，让本大王再睡一会儿。”此话一出，四周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看向顾长风。
这也是顾长风传道100年来见到的第一个敢在他传功堂上公然睡觉的弟子。就在众人以为顾长老要雷霆震怒，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扔出去时，顾长风却没有发怒，反而缓步走下高台，穿过噤若寒蝉的人群，来到了纯小白面前。他看了看嘴角流着口水的纯小白，眼中竟流露出一丝欣赏。随心所欲，好苗子。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注视下，顾长风轻轻脱下身上那件象征着长老身份的雪白道袍，小心翼翼地披在了纯小白身上。这一幕看得身旁的白姐儿和方圆眼珠子差点瞪出眼眶。这也行？这一刻足足休了1个时辰，顾长风的讲解才停下，而纯小白依旧睡得酣畅淋漓，直到最后人群散去。纯师兄，纯师兄！白姐儿有些无奈地推着他的肩膀，醒醒，都去外面演武场论剑了。纯小白抹了一把嘴角的哈喇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打了个哈欠。讲到哪儿了？都讲完了。白姐儿哭笑不得地提醒道。啊，都讲完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白姐儿翻了个白眼，心想我要是叫得醒，你还能睡得像头死猪？不过他还是小声提醒道，顾长老让你将他的外套送过去。纯小白这才发现自己身上不知何时披了一件雪白的道袍，触手升温，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檀香。你妹的，本大王就说怎么睡得不省人事，竟然还有人给盖被子。不过他随即意识到这下麻烦大了，自己身上半点灵力都没有，偏偏这些练气筑基的小年轻还行，可这种活了几百年杀人如麻的大佬怎么可能看不穿？顾长老呢？他在演武场亲自指点弟子们剑士，大家都过去了。纯小白扫视一眼，发现偌大的传功堂就只剩下他跟白姐儿，还有像门神一样处在一旁的方圆。快走！纯小白心里直骂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一睡误终身呐。此刻演武场上剑气纵横，正有2名弟子在切磋剑士。顾长风负手而立，站在人群前方，目光如炬。青云宗的外门弟子，无论是否修剑，都愿意来听顾长风传道。正因为他传道的方式与其他长老不同，别人最多讲解一下功法上的晦涩要点，你能不能学会全看自己的悟性。而顾长风却不一样，只要你想学，他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会耐心地亲自下场，手把手指点每一个弟子剑法中的问题。顾长老！顾长风听到声音，侧过头便看到了那个在自己课上呼呼大睡的家伙。您的衣服。纯小白赶紧将道袍递了上去，刚准备转身就溜之大吉。你来的正好。顾长老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纯小白的脚像是灌了铅一样。上去试试，让我看看你的剑士到哪一步了。纯小白心里10000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这尼玛的顾长老不会也是穿越者吧？怎么跟上辈子那些大学教授一个德行？凡是上课打课的学生必叫起来回答问题。不等他找借口推辞，身旁一位热心的弟子就好心的递来一把不知什么品质的长剑。纯小白只能硬着头皮接下。剑艺不会，祖传刀法倒是练了10几年。纯师兄加油！白姐儿还在一旁像个小迷妹一样挥舞着粉拳为他鼓掌。纯小白也只能硬着头皮冲他点了点头，随即来到演武场中央。场中已经站着一名气势凌人的年轻弟子站在了那里。纯小白用他混迹江湖多年的毒辣眼光判断，此人的水平应该跟方圆是一个级别的，也就是炼气7层。最关键的是，这个家伙显然是见识过自己1掷千金的大方，一看到自己上场，眼神里就提起了12分的谨慎，如临大敌。你妹的！纯小白心里发虚，本大王炼气都不是，这家伙如此谨慎，一会不会被他一剑给捅死吧？纯师兄，请赐教。那名弟子毕恭毕敬地拱了拱手。纯小白也有样学样，回了个江湖里抱了抱拳，可还不等他摆出架势，一声低喝传来：纯师兄，看剑！卧槽，不讲武德！一道剑光便夹着破风声直刺纯小白的面门。他脑袋几乎是条件反射的往左侧一歪，右手握着的长剑以一个标准的劈柴姿势斜着往右一砍。枪！一声脆响，那名弟子上长剑猛地一沉，剑锋侧着纯小白耳边的过去，紧接着一股巨力涌来，震得他虎口发麻，身体跟着被带着往左侧歪了一步。卧槽！纯小白心中一愣，倒不是因为自己挡住了这迅猛的一剑，而是他骇然发现自己无论是出剑的速度还是手臂上的力气，竟然都比之前大了将近1倍。对，没错，就是1半。这难道是丹药？他昨天可是嘎嘣嘎嘣的嚼了差不多200颗丹药。那名弟子稳住身形，脸色变得更加凝重，显然没料到对方看似随意的一击竟有如此沛然的力道。难怪如此大方，这天赋果然不低，竟然不动用灵力就有这么大的力道。纯小白一下子找到了信心，他能感觉到自己现在随手一击的力量至少达到了5000斤，也就是说他就算硬吃这家伙3剑都没事，而这家伙要是挨上自己1剑，非得吐血不可。
底气足了，气势自然就上来了。他索性直接双手握剑，斜在身后，摆出一个秋风扫落叶的姿势。俗话说，外面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顾长风看得眉头猛地一挑，这家伙竟然领悟了刀式。场上的那名弟子看到纯小白这种不伦不类的握剑方式，也是一愣，但越是这样，他越是不敢大意。传统的握剑姿势尚能预判出招的轨迹，而这种闻所未闻的怪异姿势，恰恰让他难以捕捉对方的攻势。纯小白也谨慎起来，人家玩的是仙法灵力，自己玩的是纯粹的力量，这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战斗。万一被人家那锋利的剑尖扎中了，很可能当场就交代在这里了。他知道自己只能打反击，如果是直接对冲，只要被别人找到自己出剑的破绽，一剑扎过来，那就是一个透心凉。见纯小白摆好架势不动，那弟子以为这是前辈高人让自己先手，他便不再客气，周身灵力一动，直接展开身法，以追风步带起一阵狂风，身形化作一道残影，瞬间出现在纯小白眼前。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纯小白发现不仅是速度与力量增加了，自己的反应能力也至少增加了至少2成。他刚好捕捉到那刺来剑尖轨迹中一个微小破绽，他腰身一扭，手中长剑自下而上，以一个极为刁钻的撩阴劈砍姿势猛地向上一抬。就在那名弟子剑尖即将扎入他胸口的刹那，他手中的长剑后发先至，剑锋已然来到那名弟子的腰腹之间。场外顾长风脸色一变，下一秒他便出现在二人中间，2根手指如铁钳一般稳稳夹住了纯小白那已经划破对方道袍入肤半寸的长剑。随后他沉声道：只是切磋，你小子为何下如此毒手？这很毒吗？纯小白一脸无辜，挠着头反问道。顾长风眼皮一跳，周围的弟子闻言更是一僵。你这一剑，如果不是顾长老出手，这位师兄都要被你拦腰斩断成2截了。这还不毒？原本这一剑或许算不上阴毒，但配上你现在这个茫然又无辜的表情，就显得太毒了。纯小白赶紧收起手中的长剑，退一步。那位在死亡边缘疯徘徊一次的弟子猛地松出一口气，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立刻冲着纯小白拱手道：师兄剑法高绝，师弟甘拜下风。顾长风背着手，一双鹰隼般的眼睛就这么盯着纯小白，冷声道：怎么，你还想来点更毒的？周围人莫不敢作声，这位顾长老最是护短，也最厌恶同门相残，这家伙很可能要倒霉了。纯小白挠了挠头，一脸理所当然，我这已经算是最温柔的刀，不对，剑法了。这话他可没说谎。从小在黑风寨练就的全是杀人技，当山大王的那些年，面对生死危机的战斗不下1000次，早就造就了他出手必是快、准、狠的战斗本能。不过他对自己的手段还是有一定信心的。刚才那一剑看似拦腰斩，其实只是以最大限度限制对方的身位，让他失去再次进攻自己的机会，而不是要他的命。只要他不贪剑，并不会真的给他造成致命伤害。在黑风寨跟弟兄们切磋，下手比这狠多了。顾长风目光微微一动，他自然看得出刚才纯小白那一剑虽狠厉，却未动杀心，而且以他的境界，却没在这个家伙身上感受到任何灵力波动。但刚才他手指夹住剑身时，感受到的力道确实丝毫不亚于一位炼气大圆满修士纯粹的肉身之力。这身上应该是带了一件屏蔽气息的法宝，若是纯小白运用上灵力，杀伤力确实远不止如此。他收起脸上的愠怒，目光深邃，随后缓缓开口道：无论是剑法还是刀法，他真正的核心不在于势，而是行。纯小白一下被他给绕晕了。不是，课上你不是讲了大半天是吗？怎么现在又扯到什么行上去了？行乃万法之基，意乃万法之魂，势乃万法之表。顾长风的声音在演武场回荡，真正的掌控是将千钧之力凝于一线，收放自如，即便是一柄无锋重剑，也能使出灵蛇出洞般的轻剑效果。这便是剑中有形，形中有意。这一点纯小白听懂了，说白了就是让他对力量的控制再细致一点，要能做到用大砍刀雕花才算及格。这不就是拐着弯说他刚才控制不好自己的剑吗？他真想现场给他表演一个西瓜刀雕花的绝活。当然，其实他之所以下手这么狠，主要还是对修仙者的法术路数完全不了解，心里没底。太过大意，担心被人家那花里胡哨的剑法一剑捅死了，到时候找谁赔去？所以他只能选择最直接的方式护住自己的人身安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是他当山大王的第一准则。怎么，你觉得你的剑法控制得很好？顾长风看着纯小白那不以为然，甚至还有点委屈的眼神，淡淡问道。没有没有。纯小白赶紧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这老家伙眼光还挺毒，竟然看不出自己无奈，不愧是大佬啊。顾长风环顾一圈，随后指向角落里一位身形挺拔、面如冠玉、气质冷冽的年轻弟子，沉声道：赵无缘，你过来。赵师兄。是无缘师兄。这位唤作赵无缘的弟子一走上演武场，
周围弟子，尤其是那些女弟子，顿时爆发出一阵激动的惊呼。天哪，竟然是赵师兄！他可是外门剑道弟子中排名前10的天才，听说他去年年底就领悟了剑意雏形，今年年底必然能够领悟剑意，成为内门弟子。我上次远远看过赵师兄练剑，那剑光跟月华一样，快到我眼睛都花了。听着四周的议论声，纯小白的脸顿时黑了。这个老家伙是真想玩死老子。眼前这个叫赵无缘的家伙，光看着出场的气派，就比那个什么李玄风还厉害。这下自己可能真有麻烦了。顾长风看着他那一脸不满又憋屈的眼神，嘴角机不可察的微微提了提。他倒不是故意折腾纯小白，他只是想看看这个小家伙那身老辣的刀法究竟到达了什么境界。这千年来，青云宗修炼出剑意的弟子不过单手之数，但有史以来却从未出现过一位真正的刀修苗子。因为刀之一道，一学难精，重视不重义，对心性天赋的要求比剑修更为苛刻100倍。任何一位刀修都是各种争夺的天才之种。因为刀修那可是能带动一条产业链的大道，毕竟现修行界90%人使用的都是剑，使用刀的却不多。如果在宗门内开一座刀锋，必然能带起不少弟子走刀道。因此，现在刀修是任何宗门都不可放过的弟子。而他刚才实实在在从纯小白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极为老练狠辣的刀势，可他本人并非刀修，因此只能以实战来亲自掂量一下这家伙的真正水平。赵师兄加油，无缘师兄必胜！演武场边缘那些女弟子纷纷为赵无缘呐喊助威。纯小白扫视一圈，发现白简和方圆这2个没良心的家伙正用一种默哀的眼神同情地看着他。我去，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眼神搞得纯小白心里七上八下，更加没底。赵无缘走上前，冲着纯小白拱了拱手，声音淡漠：“赵无缘，请赐教。”纯小白赶紧重新握好手中长剑，摆出一个防御的架势。赵无缘见他依旧没有运转灵力的迹象，眉头微微一皱，刚毅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不满。与他这位剑道前10的天才切磋，竟然连灵力都不动用，这不是尊重，这是赤裸裸的藐视，是看不起他赵无缘的剑。他当即沉声道：“既然师兄只切磋剑道，那好，为表敬意，我也不动用灵力，我们便只以纯粹的剑法一决高下。”啥？纯小白以为自己听错了，愣了一下。你确定？你也不动用灵力？赵无极看到他这副惊讶的语气，心中更加愤怒，只觉得对方是在羞辱自己。他傲然道：“我的剑，即便没有灵力加持，也足以败你。”纯小白闻言，心里瞬间乐开了花。不动用灵力？那你这不是把脑袋主动往我刀口上送吗？他最怕的就是这些修仙者那些花里胡哨的法术。若是不动用灵力，这些仙人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身体素质好点的武林高手，跟自己比拼纯粹的厮杀技巧，你不死谁死？他6岁的时候，刀法就已经砍遍了方圆500里内各路马匪、刘匪、山匪，实战经验早就拉满了。纯小白紧绷的脸瞬间松弛下来，咧开嘴角，露出一口白牙，学着对方的样子拱了拱手：“那行，师弟，请赐教。”你……赵无缘听到他这瞬间变得轻松惬意的语气，还有那一声师弟，气得脸色再次一沉。纯小白看着赵无缘站在那里，跟根木桩子，等着自己先出手。他这才反应过来，他是觉得自己不动用灵力跟他切磋，是在侮辱他，生气了。本大王只是还没开始修炼，真没侮辱你的意思啊。纯小白心里嘀咕，这些修仙的怕死的怕死，爱面子的爱面子，真他娘的一身臭毛病。他也不惯着这个死爱面子活受罪的家伙，双手握剑，脚下猛地一蹬，大喝一声：“看剑！”纯小白身形暴起，以一个力劈华山，卷着剑锋朝着赵无缘的脑门就劈了下去。赵无缘一动不动，眼神冷漠，直到那凌厉的剑锋即将落在他的头皮上，他才脚尖一点，身形如鬼魅般向后飘出1丈。同时他手腕一抖，手中长剑如活物一般抬起，以一个灵蛇摆尾的诡异角度划出一道寒光，直奔纯小白的面门。卧槽！这一剑以一个刁钻的角度袭来，完全看不清轨迹，纯小白只觉一股危险扑面而来，瞬间封堵了他的上路。千钧一发之际，纯小白急中生智，往地下一蹲，整个人直接缩成一团。那凌厉的剑锋刚好贴着他的头皮扫过，带起的剑气劲风刮得他脸颊生疼。你妹的，大意了！纯小白心有余悸地吐出一口气，这个家伙果然有几分自傲的本钱。场外的弟子们看到这一幕，直接炸开了锅。赵师兄的剑法果然名不虚传。是啊，直接给他吓趴下了。众人看到纯小白那狼狈的蹲地姿势，纷纷开始为赵无缘激动的鼓掌叫好，这让他山大王的面子往哪儿搁？纯小白气得不行，一抬头便看见赵无缘手腕在转，一道剑光再次朝着他横挥而来。他脚下猛地发力，一个鹞子翻身从地上弹起，手中长剑一横，枪！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纯小白稳稳地挡住了赵无缘的横刺。
抓住剑锋碰撞的这个缝隙，纯小白借力向后一闪，瞬间拉开一段距离。他知道，这个家伙高超的不是力量，而是赵长老所说对剑的掌控。一柄普普通通的长剑在他手中，剑尖吞吐不定，让人防不胜防。也就他这种对刀法早已炉火纯青之人，才能招架得住。换做其他人，光是第一剑就得被直接扎成一个透心凉。场外，顾长风站在那里背着手，看着场中的交锋，暗自点了点头。刚才只是短短2剑，但他已然能看出纯小白的功底，其反应速度、对危机的预判都远超常人。这小子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赵无缘见自己这般刁钻的一剑，竟然被这家伙轻松化解，脸上面子顿时有些挂不住了。他决定不再给纯小白任何机会，当即使出他的成名剑技碎心剑诀。他左脚猛地一踏地面，右手长剑身高速旋转，发出一阵尖锐的嗡鸣声，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直奔纯小白。纯小白却不避不闪，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他脚下的动作。以他15年的生死刀法经验，一眼就看出他这套剑法的根基在于下盘的步伐走位。就是现在！纯小白目光一定，不退反进，双手猛地甩动剑身，长剑悬浮于头顶。在剑锋接近他胸口1尺之时，他精准地抓到了那个转瞬即逝的破绽，身体猛地向右一侧，手腕发力，那悬在头顶的长剑竟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竖斩而下。赵无缘察觉到那一道朴实无华的剑锋，竟如同庖丁解牛般，从自己繁复的剑芒缝隙中精准地竖劈而来。瞳孔骤然一缩，来不及犹豫，他只得右手猛地一抽，撤回剑身，横在头顶。赵无缘只觉得一股不可思议的巨力从剑身袭来，右臂一麻，瞬间失去知觉。这股力道还未停歇，透体而入，直达胸腔，带着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横移而去。待他停下动作，喉咙一甜，一口鲜血抑制不住地喷了出来。顾长风看到纯小白这惊艳绝伦的一剑，整个人如遭雷击，脸上再也不复之前的淡定之色，连背在身后的双手都开始微微颤抖起来。刀魂，那可是相当于剑修的剑心，有了剑心才算是一名真正的剑修，而有了刀魂才算是一名真正的刀客。整个天南境已经数千年不曾有过一位成就刀魂的刀客了，他青云宗竟然迎来了一位刀客弟子。而那些弟子看到他们心目中战无不胜、剑法超群的赵无缘师兄，竟然就这么被一个名声不显的纯小白一剑击伤。刚才的期待全部消失，现场鸦雀无声，仿佛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而白姐儿和方圆看到这一幕也是一愣，随后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哇，纯兄弟要赢了！然而他们这一嗓子却惊醒了那些发呆之人，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都汇聚了过来，紧紧盯着这二人。注意到众人异样的目光，他俩的喝彩声便逐渐低了下去，讪讪地摸了摸鼻子。赵无缘注意到周围熄灭下去的喝彩声，再看向一脸淡然的纯小白，他脸上当即浮现一抹暴怒之色。我可是个青云宗外门排名前1000的天才，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击败？赵无缘一把抹去嘴角的血迹，脚下猛地一动，撤起长剑，再次朝着纯小白袭杀而去。而在途中，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直接将体内灵力凝聚于剑身之上。卧槽，不讲武德！纯小白察觉到一股致命的死亡气息急速靠近，心中猛地一突。这凝聚了灵力的一剑，速度明显比之前快了10倍不止。纯小白瞬间将自己的注意力拉到极限，然而依旧捕捉不到那快如闪电的剑芒，眼看那一剑就要洞穿自己的脑门。他牙关一咬，直接爆发全身力气，准备拼死一搏。然而就在此时，他忽然感觉天灵盖正中像是被什么东西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眼前微微一黑。就是这一下，使得他眼前赵无缘那快到极致的剑势，在他眼中仿佛按了慢放键，速度骤然降了100倍。纯小白来不及细想这是什么原因，手中长剑凭着战斗本能猛地一握，精准地抓到一个空隙，斜劈而上。不好！顾长风看到这返璞归真的一剑，来不及犹豫，脚下猛地一动，嗡！一道无形的剑意自他体内爆射而出，瞬间横在赵无缘的胸前。枪！几乎是剑意刚形成的瞬间，纯小白那看似普通的一剑便电击而至，斩在上面爆发出一股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震得众人耳膜作痛。纯小白一愣，这是怎么回事？而赵无缘却一眼就看出，这是顾长老使用剑意帮他挡下了这致命一击。能让顾长老亲自出手相救，这便说明单论剑法，自己已然不如纯小白。然而就在此时，他眼中忽然寒芒一凝，趁着纯小白发愣之际，手腕一转，长剑再次以一个刁钻的角度朝着纯小白的咽喉横刺而去。你妹的！纯小白虽然在发愣，但注意力却始终锁定在这个家伙身上，这是他这么多年养成的好习惯。他正准备再次给他来一下子，忽然眼前一阵清风刮过，顾长老再次出现在两人中间，两根手指轻描淡写的夹住了赵无缘刺来的长剑，目光却看向纯小白，一脸欣慰道：胜负已分，
不用打了。周围人听到这句话，齐齐一惊。虽然没有明说谁胜谁败，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们引以为傲的赵师兄竟然输给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纯小白，而且仅仅只用了一剑。顾长老，赵无缘还想说什么，顾长风却忽然抬起手打断了他。你们二人都不错，你胜在剑势掌控稳定，而纯小白胜在刀剑法已入登峰造极之境。什么？此话一出，所有人呼吸一滞，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登峰造极，这个境界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能达到登峰造极者，意味着其对一道的理解与运用已经超越了术的范畴，触摸到了义的门槛。也就是说，纯小白已经凝聚了自己的剑意。要知道，整个青云宗外门，这100年以来能凝结自己剑意之人，也包括单手之术。而赵无极已经是距离凝结剑意最近的一位弟子，没想到他纯小白竟然凝结出了自己的剑意，现在才表露出来。其实是顾长风故意说的轻了，他要是直接说出纯小白已经凝结出了刀魂，这等天资必将引起整个青云宗高层的震动。但他看得出，纯小白属于那种不服管教、桀骜不驯的刺头弟子。过早让他暴露在风口浪尖，要么被某些势力强行收拢，要么会被视作威胁而遭到打压，绝非好事。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这小子想招摇，恐怕早就自己表露出来了，不至于等到今天被他逼上台，才不得不显露一手。纯小白看到周围那一双双羡慕、嫉妒、狂热的眼神，有些受宠若惊，心里美滋滋起来。我原来这么厉害的吗？行了，都下去吧。顾长风挥了挥手，驱散了人群。赵无缘狠狠地瞪了纯小白一眼，嘴巴动了动，最终还是没发出声音，转身便离去。他这不服气的眼神刚好被纯小白捕捉到，这小子好像还不服气。纯小白立刻提高戒备，因为他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家伙要是动用灵力，自己眼下绝不是他的对手。对了，刚才脑袋被敲那一下，我怎么感觉跟祖师爷上身了似的？纯师兄，没想到你竟然还是一位隐藏的剑道天才啊！方圆激动地跑过来，一把搂住他的肩膀，直接打断了他的思绪。过奖过奖。纯小白淡然地挥了挥手，一副大王风范。白姐儿也是一脸崇拜地看着纯小白，眼中星光闪烁，甚至有些后悔之前的莽撞。这么厉害的师兄，自己怎么就给他认成杂役弟子呢？真是太没眼力见了。纯小白注意到周围不少人看向自己的眼神，已经从之前的羡慕变成了狂热，甚至有些胆大的女弟子正在朝他这边挤过来。他赶紧拉着方圆，低声道：“快走，自己现在的身份可不兴出名啊，穿帮了，自己还怎么在这青云宗大干一票？”众人羡慕的目光自动为三人分开一条道路。三人来到青竹峰下，守门的吴亮和那女弟子看到他们三人，老远就将双手举起来，做出一个恭敬的抱拳姿势。纯师兄好，方师兄好，白师妹好。纯小白淡定的点了点头，面无表情的看着二人，其实手心已经捏了一把汗。三位师兄师姐请。听到这句话，他当即松了一口气。果然，脸熟就是好使，都不用检查身份令牌了。吴亮满脸堆笑的目送三人离开后，才转身将其他人拦下，开始逐一检查身份。刚才那位纯师兄在演武场，可是一剑就击败了排名前10的剑道天才赵无缘。吴亮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心里立刻把方圆他8辈祖宗都感谢了一遍。娘的，竟然介绍了这样一条金大腿给自己认识，家当被抢了也不是很亏。纯师兄，以后我们的剑法指导可就全靠你了。路上，方圆不停的巴结，就差没当场跪下了。白姐儿看着纯小白的侧脸，眼中的崇拜之色就没淡下去过。他也同样没想到，送自己筑基丹的师兄，竟然是一位在青竹峰能排进前100的师兄。无论他们说什么，纯小白都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应付。此刻他实在是饿得没力气，懒得跟他们掰扯那么多。因为他刚才脑门被闷了那一下后，现在缓过劲来，感觉饿得发慌，就跟3天3夜没吃饭，然后还跑去跳了100丹水，有种前胸贴后背的感觉。三人走着走着，白姐儿忽然停下脚步，有些不舍道：“二位师兄，我就先告辞了。”纯小白看了看左边那一片密集的洞府区，明白过来，这个小姑娘的洞府就在这山脚下。他看了看一脸谄媚的方圆，又看了看满眼崇拜的白姐儿，解决自己修炼问题的切入点，还是这个小姑娘比较靠谱。毕竟她是自己修仙路上的引路人，刚好清楚自己的身份，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于是他当即开口道：“那个白师妹，我洞府里还有些多余的丹药，放着也是浪费。你要是不嫌弃，就跟我来，全部拿走。”白姐儿先是一愣，随后一张俏脸瞬间红透。这太阳都快落山了，纯师兄竟然邀请自己去他的洞府，这目的简直不言而喻。方圆知道自己表现的机会到了，赶紧推了推白姐儿：“白师妹，你就去吧。纯师兄可是宗门难得一见的剑道天才，随便指点你几下，都够你自己瞎琢磨10几年的了。
白简儿支支吾吾，手足无措。纯小白看着他这纠结的模样，也愣了。白送你丹药，你还这副表情？白简儿偷偷看了看纯小白，发现他眼神清澈，不似作伪，最终一咬牙，还是应了下来。那好吧，希望纯师兄不是自己想的那种人。方圆看到自己默默守护了多年的小师妹，就这么答应了人家，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但他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档次，有些东西是自己的就一定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那就要有点自知之明。但只要将这条金大腿抱稳，等修炼有成，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这么一想，他瞬间就看开了。三人很快就来到了山顶，白简儿刚一踏上山顶的石阶，便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浓郁的灵气。这山顶上的灵气浓郁程度可是山下的10倍，也就意味着这里的修炼速度比山下要快上10倍。如果不是纯小白带领他来到这里，凭他这种炼气5层的弟子，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到山顶。这是青云宗特意设计的一种推着弟子往上爬的规则。你想休闲资源比别人好，比别人快，那你就多做任务，提升实力，才能住更好的房子，得到最好的资源。路过方圆的洞府时，方圆冲着2人拱了拱手，便灰溜溜地钻进了隔壁自己的洞府。师妹，来，帮我开启一下阵法。一进院门，纯小白就将那枚阵符的给了白简儿。白简儿微微一愣，这玉符相当家里钥匙，怎么如此轻易就交给别人？而且这还不是他最疑惑的，最疑惑的是纯师兄一到神识就能打开阵法，自己开不就行了？为何要让他来开？不过他也没多想，只当是纯师兄想表达对自己的信任。他耳根子微微一红，随后凝结一道神识，小心翼翼地探入阵符之中。嗡！阵符发出一道玄光，院子周围的遮掩阵、屏蔽阵、防御阵便瞬间开启，一层淡淡的光幕将整个小院笼罩其中。纯小白见状，一把将阵符收了回来。这下这个小姑娘想跑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白简儿看到她这个眼神，觉得似曾相识。怎么回事？我怎么又觉得她就是那个杂役弟子了？纯小白直接将白简儿带到修炼室，抬手一翻，取出一瓶聚灵丹递过去。来，师妹，这些是我吃不完的丹药，送你了。白简儿有些不好意思，抬起手开始推辞，可就在碰倒丹药瓶的时候，鬼使神差的接了下。哎呀，我的脸皮什么时候变这么厚？他才小脸撞得通红，随时看一下纯小白，心里涌起一股感动。实在没想到这纯师兄境界高深，出手这么大方。纯小白一脸无所谓，他们做土匪的最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说送那绝对是真送，而且最喜欢的就是贪小便宜的人，这种人在他心里才是志同道合之人。白简儿打开瓶塞一看，里面竟整整50克，这聚灵丹在外面可是10灵石1颗，纯师兄这就直接送了自己500灵石。他平时去做那些具有生命危险的3星任务，报酬也才100灵石。多谢，多谢纯师兄。白简儿一脸感动，连连道谢。不用谢，不用谢。纯小白豪气的挥了挥手，随后又拿出那2瓶回气丹，差不多100多克，仰头咕噜噜一口就倒进了嘴里，像吃炒豆子一样，嘎嘣嘎嘣嚼了2下就咽了下去，还打了个嗝儿。白简儿看得目瞪口呆，这纯师兄真把丹药当饭吃啊，太豪横了吧！等等，他忽然注意到那丹药瓶上回气丹3个醒目的大字，脸色一变，惊呼道：哎呀，纯师兄，你怎么能吃这么多回气丹呢？快吐出来，小心爆体而亡啊！纯小白赶紧感受了一下，发现除了肚子有点撑之外，并没有什么气血翻涌、经脉欲裂的感觉。放心，他满不在乎的再次打了个嗝，区一点丹药。你师兄我早就吃习惯了，怎么可能爆体而亡？白简儿急了，这回气丹可不同于聚灵丹，它本身就蕴含着极为的精纯灵气，是修士灵力耗尽时用来急速补充的珍贵丹药，其价值还在聚灵丹之上。以他现在炼气5层的修为，1颗回气丹就能回满全身灵力。可纯小白刚才一口气吃下了100多克啊！这等剂量，即便是宗门的金丹长老也绝不敢这么胡来。不过他呆呆地看着纯小白，发现他脸不红，心不跳，好像真的没事。这怎么可能？他神色凝重问道：纯师兄，你真的没事？真没事？纯小白一脸理所当然。他今天早上起来就已经干了1瓶了，这怎么可能有事？他怀疑很可能是自己没入道，感受不到灵气，所以就当饭给消化，吸收一些药力。不过这也让他长了个教训，以后这丹药可不能乱吃了，万一名字长得正，实际上却是正道人士炼制的毒丹，给自己直接吃死了，这丹药可不是药厂生产的。行了，师妹，别管这些了，来帮师兄一个忙。白简儿再次仔仔细细地看了看纯小白，见他气息平稳，身上连半点灵气波动都没有，这才半信半疑地压下心中的震惊。纯师兄，你需要我帮什么忙？刷！纯小白直接从怀里掏出那本青云诀，十分认真地说道：
教我怎么引气入体。白姐下意识的点了点头，但随即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对，引气入体。他猛地瞪大眼睛，难以置信的看向纯小白。他都已经练气后期了，是青竹峰排名前100的弟子，竟然还没有引气入体，这怎么可能？一个还没开始修炼的凡人就能一剑击败了外门剑道前10天才。等等，白姐忽然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乱，像一团浆糊。打败李玄风，抢走他的洞府，一剑击败赵无缘，这一切竟然是在还没开始修炼的情况下做到的。白姐儿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向纯小白，这绝对不可能，完全不符合修仙的常理。要知道，修仙者的力量都来自于炼化天地灵气入体，再通过功法运转锤炼自身，从而达到超凡脱俗。实力是基于境界和灵力强度，最终辅以相应的法术和技巧。没有灵力，就算身体再强壮，也只是个凡人武夫，怎么可能对抗得了引气入道的修士？可要说不可能，他今日亲眼所见，那最后的那一剑，甚至需要顾长老亲自出手才能为赵无缘解围。这一刻，他甚至感觉自己可能是在做梦，要不就是真见到了一个怪物。忽然他又想到了什么，还没入道，新入门的弟子跟之前那个贼眉鼠眼的杂役弟子长得一模一样，那他岂不就是？他脸上的震惊瞬间变成了惊恐，伸出手指着纯小白，声音颤抖道：“你是那个杂役弟子？”纯小白见这个小姑娘确定了她的身份，并不意外。就算这个小姑娘今天没有认出来，他也打算直接告诉她，免得她按捺不住好奇，到处打听，引起别人的注意。再一点，他目前最大的破绽就是他的身份，不处理一下，他总感觉不舒坦。尤其是干活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没错，本大王就是你带上山的那位杂役弟子。纯小白露出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身上的匪气瞬间爆发开来。啊！白姐吓得一哆嗦，眼圈瞬间就红了。不过本大王警告你，纯小白凑近一步，捏着砂锅大的拳头在他眼前晃了晃，随后警告道：“你要是敢将本大王的身份泄露出去，也会跟着一起完蛋。”白姐再次一慌，娇躯微颤。他难道要杀人灭口？纯小白又缓缓勾起嘴角，露出一口白牙，笑容里带着几分森然。放心，本大王不会杀人灭口，因为你拿的那颗筑基丹正是本大王刚抢来的。大家可都看着你拿了本大王的筑基丹，只要本大王被执法堂抓了，到时候是你带我上山，筑基丹是你拿走的，这些事可就都瞒不住了。你，白姐现在才反应过来，为何这个家伙出手如此大气？原来那些丹药都是他抢来的，所以才送的不心疼。一想到自己成了土匪的同伙，白姐越想越委屈，越想越害怕，眼泪不争气的掉了下来。我去，怎么就吓哭了呢？纯小白挠了挠头，他生平最讨厌的就是女人哭，最怕的也是女人哭。他猛地一拍桌子，吼道：“你给本大王闭嘴！只要你保密就完事了，哭哭啼啼的干什么？”白姐被他一吼，赶紧用手捂住嘴巴，努力压制着哭声，只剩下一抽一抽的哽咽。我只要保密，你真的不举报我？纯小白一愣，这不对啊，不该是本大王担心他去举报我吗？怎么反过来了？不过他也懒得问。纯小白当即拍着胸脯保证道：“只要你不揭穿本大王的身份，本大王也绝不供出你，咱们也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白姐稍稍松了一口气，他之所以如此害怕，主要是因为纯小白这个冒牌弟子是他亲手带上山，如果被执法堂知道，他也会背上一个识人不明的罪责。因为招收杂役弟子必须经过严格筛选。那日是他第一次接受招收弟子的任务，因为经验不足，导致杂灵根的弟子都被其他宗门挑走。眼看时间不够，他就没有经过严格筛选，看到那些无缘入道的杂役弟子，便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谁知竟然招来一个贼，还是一个这么……他忽然又想起，眼前这个贼可是能一剑击败外门前100天才的存在。这是一个杂役弟子，别说杂役弟子，炼气7层的方圆师兄都做不到。他脑子里又是一乱，彻底糊涂了。行了，纯小白不耐烦的摆摆手，本大王又不吃人，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放心，以后你跟着本大王混，本大王有一口肉吃，就绝不会让你只喝汤。说着，他直接将发呆的白姐拉了过去，按在对面的蒲团上。快，先跟本大王好好讲讲怎么引气入体。白姐被他按在对面的蒲团上抽了抽鼻子，知道自己现在是上了贼船，只能顺着他的要求来了。不过他还是很好奇，你真是个山贼？这个话问的，纯小白翻了个白眼，他干脆直接站起身，怎么？看着不像吗？没有。他赶紧拿起青云诀，这个家伙确实像个山贼，只是他搞不明白，凡间的山贼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剑法。
他压下心中的乱绪，深吸一口气，开始讲道：引气入体是修仙的第一步。他缩了缩鼻子，声音还有点颤抖，放空心神，心语一通。经过他这么一讲，纯小白果然有些感悟，立刻摸出2枚灵石，抓在手心，有模有样地盘腿而坐，闭上眼睛。片刻后，他脑袋一歪，手上灵石一滚，差点一头栽到地上，竟差点睡着了。我去，这冥想怎么想着想着总是打瞌睡啊？纯小白揉着眼睛，一脸郁闷，这搞得原本怕得要死的白姐儿差点笑出声来。他赶紧憋住笑，提醒道：纯师兄，你不能只是放空，你要将所有念都集中在眉心。原来如此，再来。纯小白立刻按照他的方法抓起灵石，再次凝神。白姐儿看着他那认真的模样，心里悄悄松了一口气。虽然这个家伙肥里匪气的家伙，但人似乎并不坏。宗门内暗中对同门下黑手、抢夺资源的事情也不新鲜，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那筑基丹和聚灵丹就算是他抢来的，也需要他舍得送出去才行啊。筑基丹即便是道侣之间，别说送，不拔剑相向的都很少。他在宗门3年，除了那些觊觎他美色的家伙会假意示好外，还从未有人真心实意的送过他什么丹药。而他送出筑基丹之时，眼睛都不眨一下。砰！突然前面传来一声闷响，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抬头一看，发现纯小白的脑袋已经磕在了面前的木桌上，竟然打起呼噜来了。他额头上顿时冒出一排黑线。他还是第一次见有人在尝试入道感气之时睡着了。不对，应该说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到底是该说他是个奇人？他赶紧上前去推了推纯小白的肩膀：纯师兄，醒醒！别闹，让本大王再睡。我去！纯小白猛地一下坐直身体，揉了揉眼睛，一脸懵逼地问：我又睡着了？白姐儿这次没有笑，只是觉得匪夷所思。要知道，感气途中心神沉浸于功法，灵台应是一片清明，根本不可能产生睡意。毕竟那些长老闭关打坐，一坐就是数月乃至数年，如果能这么随便睡着，还能坐那么久？纯小白一把拿过那本青云诀，翻来覆去的看了看，一脸怀疑的问：那个小师妹啊，你确定你交给本大王的是引气入体的法门，不是什么催眠诀？白姐儿又紧张了起来，她支支吾吾的保证道：我曾教过不少师弟师妹引气入体，他们可都没问题的呀。他们没问题？难道是本大王的问题？纯小白挠着脑门，一脸疑惑。这引气入体一般最快的要多久？白姐儿想了想，回答道：我青云宗最快引气入体的记录是内门的一位天骄师姐保持的，听说她一息入道。这么快？纯小白一脸惊讶。入道可不只是引气入体，引气入体只是感受到灵气，而入道是将灵气引入体内，循环一个大周天，成功突破到炼气一层。那家伙竟然只用了几秒，他已经按照这功法要求在脑子里模拟运行了几百个周天了，别说引气入体，连灵气是个啥玩意儿都没摸到过。紧接着他又不死心地问道：那最慢的呢？如果只是感应到第一缕灵气的话，白姐儿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即便是悟性再差的弟子，最慢3天也能引到第一缕灵气了。纯小白的心情瞬间低落了下来。说实话，他的悟性并不差，相反，以前在山上的时候，那些2当家、3当家都夸他悟性逆天。无论什么武功招式，他压根不用看心法，只要照着别人的动作比划一遍，就能使得8、9不离10。难道是没有灵根的原因？可他从方圆那里打听过，感气跟灵根没有关系，灵根的作用只是将灵气转化为自身灵力。据说只要家里有矿，即便没有灵根，也可以购买转灵丹，用药物转化灵气，同样能做到入道修仙。行了，你先回去吧。纯小白烦躁的挥挥手，让本大王自己再琢磨琢磨。哦。白姐儿站起身，想说些什么安慰的话，但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说出口。他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顺手将进室的门轻轻带上。他知道这很可能是纯小白砸灵根的原因，但又觉得有些不像，自己这几乎是把法门嚼碎了喂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讲，这都快1个时辰了，即便是最差的砸灵根，也该能感受到一丝丝灵气才对。紧接着他脸上的疑惑又被一丝忧心给取代。纯小白只是一个杂役弟子，现在却混到了外门，如果被执法堂发现，轻则废除修为，逐出宗门，重则直接当成别派派来的细作，抽魂炼魄。想到这里，他俏脸又是一白，忍不住看了看身后的洞府。这样的事以前就发生过，那些会在宗门中身份不明的弟子，无论是谁，全都被执法堂抓去，直接抽魂拷问，最终都落了个魂飞魄散的凄惨下场。等纯师兄入道后，再劝他离开吧。白姐儿在心中暗下决定。修炼室内，纯小白抓耳挠腮，有些搞不懂这修仙的门道。难道老子还真要打道回府，回黑风寨等着当皇帝？不过他又觉得不对，自己冥想睡着，可不是因为贪睡。
而是他能真切地感受到，只要按照那青云诀的法门运行，脑子里便自然而然地传来一股困意。那股困意排山倒海，压抑不住，比黑风寨下老道士念的催眠经文还要厉害。他也知道，别人只要入定就会灵台清明，神思敏锐，可他偏偏相反，只要一入定就跟磕了10斤蒙汗药一样，眼皮直打架。难道本大王就只能练凡间的那些把式？可这又有什么用？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啊！这就跟一个拿着稻草人去打人家会 biu 放刀子的远程法师一样，看得着够不着，只能被动挨打。不行不行，我纯小白，堂堂黑风寨3代单传，从小天赋异禀，怎么能栽在修仙这条路上？他猛地站起身，在自己身上一通摸索，想寻找今天让自己脑门一闷，随后整个世界都变慢的原因。他摸了半天，也没发现身上有什么伤口。他又做了个倒立，也不像是脑血管有问题。接着他给自己把了一下脉，发现脉搏比以前跳得更稳，也更有力。这很可能是服用了那些丹药，身体素质提升的缘故。身体没问题，难不成真是家里哪位修过仙的祖宗，知道自家后人要被人砍死了，突然显灵，上身借了自己法力？即便有这个可能，他也不相信有祖宗闲的蛋疼关注自己。纯小白直接站起身，抬手一挥，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把长剑。他双手紧握，将眼前墙上挂着的一幅山水画当作照物源，想象着那家伙正一剑朝着自己劈来。他赶紧集中精神，死死盯着那幅画，握紧了手中长剑。嗡！那脑袋一闷的感觉再次袭来。紧接着他浑身打了个激灵，抬眼看去，他发现修炼室陈设，包括方圆100米内院子里的花草树木、虫鸣鸟叫，竟然全都被他感知看得一清二楚。我去！他双手握拳，挥了挥拳，拳风带起一声尖笑。修炼室中陈设嗡嗡作响，这不仅六感提升了，力量、速度也跟着升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莫非我这是开启了某种暴走模式？哎，这房子怎么突然转起来了？纯小白忽然感觉到一股天旋地转的眩晕袭来，眼前还有点蒙圈，他身体一晃，直接倒在地上。他赶紧放松心神，暴走模式才自己退了出来。但紧接着一股极致的饥饿感从他身上传来，纯小白赶紧挣扎着摸出一瓶丹药，也不看名字，打开瓶塞就往嘴里倒。丹药入肚后，那股极致的虚弱感才逐渐褪去。你妹的，原来开启这种状态会急剧消耗自身的力量。缓过劲后，纯小白一屁股坐在地上，顺过气儿后开始仔细分析起来。这个难道是某种特殊体质被激发了？以前没表现出来，很可能是因为我自身力量达不到要求，无法激发这种状态。而现在能开启这种状态，很可能是因为最近磕了大量丹药，导致身体素质和力量都达到了最低要求，才满足了开启的条件。应该就是这样。纯小白一拍大腿，立刻将自己的发现在脑子里复盘了几遍。开启这种状态大概能持续30秒左右，力量便会被耗尽，随后传来那种强烈的疲惫和饥饿感。吃一整瓶回气丹才能恢复了过来。他也能确定，这一次只要自己集中注意力，这种暴走状态还能再次开启。应该就是体质的问题。没错，纯小白的嘴角直接咧到了后脑勺，露出一口大白牙。我就说嘛，本大王打小就天赋异禀，怎么可能是个废柴？不过他转而一想，又觉得不大对。自己光有个暴走模式，但好像还是没解决根本的修炼问题啊！这尼玛怎么搞？他摸着下巴嘀咕着。本大王这个暴走模式需要海量的能量支撑，总不能以后跟人打架的时候当个嗑药仙尊，一边打一边抱着丹药瓶猛灌吧？那也太掉价了。要不搞本双修功法，当个采花大盗，听说这个来得快。不行不行，纯小白又摇了摇头，自己是堂堂黑风寨山大王，以后是要当先帝的料，怎么能靠女人起家呢？纯小白想了半天后，突然眼珠子一转，再次从储物袋里拿出几颗灵石。这些灵石在他通宝神眼中跟碎银一样呈现的都是黄色光芒，只是灵石光芒比碎银要耀眼一些。他拿起一颗灵石敲了敲，异常坚固，但还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于是他将茶壶拿了过来，倒了杯水，然后拿出一颗乳白色的灵石放在手心，运足力气，一巴掌拍了上去。灵石应声而碎，变成了细腻的粉末。他将这些粉末小心翼翼地混入茶水中，伸出2指搅了搅。咕噜噜，纯小白一口干完，擦了擦嘴角，老子吸收不了你，给你吃下去总强了吧？嗝，打了个响嗝后，他发现果然有点感觉了，肚子里升起一股暖洋洋的感觉，身上那因为开启暴走模式而消耗的力气隐约好像有恢复了一丝丝。不过最重要的是那股暖洋洋的感觉，他开启通宝神眼后竟然能看到这团暖洋洋散发出了一股黄色光芒，正在自己腹中翻滚。这是他从未有过的发现，因为一直以来他的通宝神眼只对外物有效，他看自己是没有任何颜色，该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样。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纯小白琢磨了一下，再次拿出青云诀。他直接摒弃了书上前面所叙述的感气、运气等玄之又玄的法门，只记下上面的灵力运转路线图和口诀。随后，他直接搬来一桶山泉水，拿出100颗灵石，全部用蛮力拍成粉末倒了进去，搅了搅，清澈的山泉水瞬间就变成了一桶乳白色的牛奶。咕噜噜，他抱着水桶直接干了几大口，立刻盘腿而坐，目光盯着自己的腹部那团，按照青云诀上的运转口诀，尝试用眼神去调动腹中那团黄色光光，将它往四肢百骸推去，试图将其融入自己的血肉之中。我去，果然有用！纯小白心中大喜，他发现只要用通宝神眼盯住这团光芒，再用心念，真的能调动它们。这感觉就跟功法上所说的那引气入体一模一样。虽说只是让他轻微的动了一下，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口。紧接着，他再次抱着水桶干了几大口，开启通宝神眼，紧紧盯着那团绿色光芒，运转调动口诀。这一次，那团光芒被他推动到了胸口位置，便消耗殆尽。有了第一次、第二次的经验，在第三次的时候，跑了5趟厕所，他终于成功将那团光芒的感觉调动到了双臂之间。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手臂的力气比之前足足大了1分，这应该才是老子正确的修炼方式。纯小白心中升起一股激动，忍不住心跳加速。他这算是打开了修仙之梦的第一步，至少找到了那种用心念调动能量的感觉。以前练的那些凡间武学，靠的都是纯粹的肌肉力量，从未有过这种用精神意念去驾驭其他能量的神奇体验。啪啪啪啪，纯小白直接拿出500块灵石，一颗接一颗，全部用蛮力拍成碎末，混入新打来的3大桶山泉水中。然后他抱起一桶，咕噜噜的就大口干了起来。喝完，他立刻开启通宝法眼，死死锁定腹中那团耀眼的黄色光芒，再次用意念将其朝着四肢百骸推动。虽然每次推不到手臂位置，这些黄色光芒就会消耗殆尽，但他能清晰感觉到光芒游走过的位置，肌肉、气血、经脉都会感受到一股暖洋洋的舒爽感。这个过程显然是在淬炼他的身体，而修饰引气入体，第一步要做的便是以灵气淬炼肉身。这种效果完全达到了功法上要求的淬体阶段。500灵石化作的3大桶灵石水被他全部干完。期间跑了足足10趟厕所后，他终于成功将那股暖洋洋的感觉一路推到了手臂处。随后，他站起身，将那股暖流尽数汇聚于右臂之上，对着面前的墙壁一拳轰出。一个无形的拳影从他拳锋上迸射而出，直直地轰在修炼室的墙壁上。那厚实的墙壁像是被攻城锤击中猛地往外一凹，裂纹蔓延，碎石落下，紧接着坍塌出一个大洞。卧槽，这是灵力外放！本大王终于也学会远程攻击了。纯小白高兴得像个200斤的孩子，原地手舞足蹈。普通的炼气一层修士打出一道灵力攻击，体内的灵气基本就消耗一空了。而他刚才凝聚的那团暖洋洋的能量也是如此，被这一拳全部打空。好在经过淬炼的肌肉和经脉却并未感到丝毫损耗，这只是因为这团能量太少，只要他每天这么来上几大桶，等身体的经脉肌肉都跟上强度，达到所谓的炼气2层、炼气3层，应该就可以随时打出第2拳甚至第3拳这样的无形拳影。你妹的，老子不愧是个天才，竟然就这么入道了。前一刻那种仿佛被老天爷抛弃的憋屈感瞬间消散一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万丈豪情。人逢喜事心情爽，纯小白往地上一躺，感觉周围的空气都清新了起来。先一鼓作气，先练到炼气2层再说。高兴了一会儿，他直接将储物袋往地上一摊，还剩下最后的700颗灵石，他数出500颗，一颗颗拍碎，混入3大桶泉水中。先干上1大桶，随后顶着圆滚滚的肚子盘腿一坐，打开神眼，锁定那股黄色光芒。这次他运用心念朝着双腿推去。按照功法记载，将灵气运行至全身各处，就等于达到了一个完整的周天。很快，在这500颗灵石的推动下，在又上了10趟厕所后，他终于成功让自己全身都被这黄色光芒洗刷了一遍。无论是经脉还是肌肉，似乎都比之前强韧了不止1分。担心自己的修炼是塌方，纯小白顶着月色来到院子中，双手握拳，将身上那股新生的热流尽数汇聚于双拳之上，对着院中的一座假山石猛地一拳轰出。轰！眼前的山石瞬间爆碎开来，炸成漫天碎屑。我去，帅啊！纯小白的嘴角直接咧到了后脑勺。只是这一拳的消耗有点大，将他辛苦练了一晚上的力气全部打了个空。他一屁股趴在阁楼前的石阶上歇了好一会儿。在那股疲惫感消失后，他再次凝结力量，一拳打出，又是山崩地裂的一幕。果然，不用像暴走模式那样需要嗑药补充能量才能再次激发。他现在打出一拳，消耗的是储存在体内的力气，等身体自行恢复后，还能继续打出同样的一击。以此反复，
这就跟修士修炼是一样的道理，但要优于灵气。修士灵力耗尽，想尽快恢复，只能通过打坐吸纳，亦或者嗑药，而他只需等待力气自行恢复就行。这比纯粹的灵修来的还要快一点。你妹的，老子终于成了仙人，而且比一般仙人还更有优势。哈哈，袋子里还剩200颗灵石，要不全喝了？想了想，纯小白觉得还是先缓缓。这灵石说白了就是一种特殊的石头，喝太多了，万一哪天得了肾结石，在这破地方又没法做手术，那可就麻烦大了。不过按照功法上所需的气感，现在对他来说是力感，他现在也只能算是一个炼气1层的小修士。可入门不到1周就达到炼气1层，这速度也不比那些中品灵根的弟子差多少了。只是自己这到底算不算仙人？纯小白能感觉到自己打出的那个无形无态拳影没有任何灵气波动，就跟小说中内力外放差不多。虽然没有炫酷的特效，但杀伤力却惊人。那有5米多高的假山竟然被他一拳轰碎。这如果换作那天那对野鸳鸯结结实实挨上一拳，二人恐怕当场就要饮恨西北。这一点寻常的炼气1层小修士绝不可能做到。想到这里，纯小白对自己这身匪力有了些自信。对了，1100颗灵石才达到炼气1层。卧槽，这也太费钱了吧！他之前跟白姐儿打听过，普通弟子从入门到炼气1层，10颗灵石都顶天了。自己竟然花了1100颗灵石，足足是别人的100倍有余。这也幸好本大王的职业是山匪。纯小白撇撇嘴，这个要换做别人，还真修炼不起。刚才的好心情被冲淡了些许。纯小白看了看夜色，发现天头还早，又想到了自己的暴走状态。如今本大王也算是炼气1层了，先试试开启暴走模式，还会不会直接虚脱？如果以炼气1层的底子能抵得住暴走模式的消耗，那往后这招就可以当成常规手段来使用了。于是他干脆就在院子里盘腿而坐，集中精神，低喝一声开。突然他脑袋再次一闷，眼前一黑。对，这次不仅是脑袋闷，眼前还黑了，不会瞎了吧？他刚嘀咕一句，突然又能看见了，只不过本大王不是在院子里吗？这又是哪里？他环顾一圈，四周静的可怕，就是弥漫着一股古朴沧桑的气息。周身虽然光线充足，但却不是月光照耀，而是四周紫铜色的墙壁本身散发出来的幽光。他低头一看，发现地面也是紫铜色，上面还刻着一道道神秘的纹路。这他妈给我干到哪儿来了？纯小白瞬间紧张了起来，赶紧从地上站起，立刻提高警惕。这地方太过诡异，本大王明明是在自家院子中，怎么一转眼就来到了这个铁笼子里？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个空间竟然没有门窗，只有四面八方光滑的紫铜色墙壁。那墙壁上画的也不再是神秘纹路，而是一幅幅神秘的图案。他双手握拳，摆出防御架势，全神戒备地等待了片刻，没有什么机关陷阱激发出来，他这才稍微松出一口气。随后他挪开脚步，试探性地往前跨了一步，踩在那些神秘的纹路上。没有危险，他胆量大了几分，逐步朝着前面的紫铜色墙壁走去。来到墙壁前，他发现墙壁上刻着一幅人形图案，那人物举着一只手，并指如剑，点向前方。旁边第二幅图上面的人物同样伸出一手，点出两指，似乎是第一幅画的衍生动作。这难道是什么绝世武功的招式？因为从小练着祖传的功夫长大，他一眼就能认出墙壁上所画的这一幅幅图案就是某种指法的武功招式。他跟着墙壁朝前慢慢摸索，发现从这个位置起又变成了第二套武功。这是一套掌法，图案上的人物双掌翻飞，时而刚猛霸道如猛虎下山，时而轻灵飘逸如柳絮随风。沿着墙壁再次往前走，又换成了一种腿法。接下来是一套拳法。一连观察了10几套武功后，他来到了这个铜墙铁壁的正中央。这里没有武功图案了，墙壁上却刻满了无数奇形怪状的符号，但他一个字都不认识。这不会是什么内功心法吧？但那有什么用？这可是修仙世界，你给本大王一套土的掉渣的内功心法。纯小白撇了撇嘴，准备接着往前看。可走出几步，他又退了回来。不行，自己一闭眼一睁眼，就莫名其妙来到这个神秘的地方，总不能白来一趟吧？那些外练的假把式看不上，可这些字体明显非常古老，将它记下来带出去找人翻译一下，万一真是石老子绝世修仙功法呢？就算自己现在用不上了，拿出去卖钱也是一笔横财啊！而且自己现在修炼消耗这么大，正是缺钱的时候。想到这里，纯小白转身又走了回来。他死死盯着那些奇怪的符号，准备将它们的形状、笔画一笔一画的牢牢记在脑海中，等出去后找到笔墨纸砚再誊写下来，到时候找人翻译翻译。然而就在他记下第一排最大的那第一个符号时，灵台猛然一轻，刚刚记下的符号竟在他脑子里竟然自动翻译了过来。这个符号代表的正是5。紧接着他快速记下第二个符号，同样记下的瞬间他就莫名将这个符号翻译了过来，神。第三个
诀，武神诀。我去，还真是一套功法，只是分不清是修仙功法还是练假把式的心法。不过看着神秘兮兮的排场，他觉得这武神诀应该不简单，毕竟他平时见过的那些神秘符号，记下来后可不会在脑子里自行翻译。他赶紧抓紧时间，一一将这些符号记在脑子里。这个地方太过诡异，谁知道会不会突然把自己踢出去，亦或者把自己永远关在这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必须抓紧时间。差不多耗费了1个时辰，纯小白才将这面墙壁上所有的符号都记了下来，也成功在脑子里将它们全部翻译了过来。这确实是一门功法，既跟修仙功法不一样，也跟他所掌握的任何武功心法都不同，它像是一种独立在这两者之间的全新法门。不过他暂时没有打算尝试修炼的意思，这个鬼地方气息太过渗人，他决定继续沿着墙壁往前走，找到出口出去再说。可他刚跨出一步，脑袋再一次一沉，身体传来一股极致的虚弱感。等他再次睁眼，发现竟然站在院子中，天旋地转，眼前全是重影。卧槽，怎么又回来了？他刚挤出这句话，身体便是一软，扑通一声直接倒在地上，身体软得像是饿了10天10夜。来不及多想，他感觉再等下去自己就要被活活饿死。纯小白立刻抬手一翻，从储物袋里摸出2瓶丹药，也顾不上看是什么名字，倒进嘴里，嚼都懒得嚼，直接硬生生咽了下去。2瓶丹药下肚，也只是感觉恢复了一丝丝力气。紧接着他用这最后一丝力气再次摸出几瓶丹药，咕噜噜全部吞下，终于不再饿得发慌了，但眼前依旧有些发黑。没办法，他只能将最后的10几枚丹药全部拿了出来，一口气全部嗑完，那种噬骨般的饥饿感也只是抵消了一半。你妹啊，给老子拽到那个破空间里，竟然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吸收1000多颗灵石才达到的炼气1层的力量，在刚才进入那个神秘空间后消耗得一干二净。好在体质没有变，只是需要重新充能就能恢复。纯小白黑着脸站起身，将最后的200颗灵石拿了出来，一一拍碎，也顾不上什么肾结石了，化成一桶水咕噜噜地灌了下去，按照之前自己琢磨的方式吸收。温热的暖流流遍全身后，这才洗去了身上的疲惫感，之前消耗的力气也终于恢复了过来。呼，他吐出一口浊气，一屁股坐在院子中，抬头看了看天空。通过天上的星辰位置观察，他发现自己从刚才盘腿而坐到现在吃完丹药，整个过程也不过2-3分钟的样子。不对啊，本大王刚才在里面待了不是差不多2个小时吗？按道理说天都该亮了才对。难道说那个空间里的时间流速跟外面不一样？他赶紧摸了摸自己身上，发现并没有发现什么玉佩、珠子之类的神秘空间宝物，但刚才的经历又跟他听说过的空间宝物描述的一模一样。紧接着他想到了什么，从腰带上取下那红衣女子送给他的紫金令牌。难道是这个玩意儿？不对不对，可如果不是，他身上好像也没有其他东西长得像宝物了。纯小白坐在院子中仔细回想了一下，他将自己这些年打家劫舍弄到的各种神秘玩意儿，看着像宝物的物品都在脑子里一一排查了一遍，都跟空间宝物沾不上边。难不成真是这块紫金令牌？算了，管它是不是呢，就当它是了。这个紫金令牌上面刚好有个洞，他直接找了根结实的绳子穿了起来，挂在了脖子上。老子也是有空间宝物的人了。他现在也大概搞明白了自己为何会被突然吸进那个神秘空间之中，很可能是他刚好入道踏入炼气1层，再加上手欠开启了暴走模式，自身的强度和力量提高1个等级，刚好满足了进入那个神秘空间的最低条件，所以才会被吸进去。但以他现在的实力，进去也只能坚持不到20息，而这不到20息的功夫，在里面的时间流速却是2个小时左右。原来小爷也是有秘密的人啊，难怪那个臭娘们会把本大王扔到这里，这个女人很可能也看出小爷是一个身怀逆天体质的绝世天才。他现在越发觉得那个红衣女人的图谋不小。不行不行，必须尽快把力量提升起来。这个女人很可能是在养猪，等到哪天她要杀猪的时候，如果自己力量不足，肯定会任她宰割。想到这里，一股强烈的危机感从他心底油然而生。纯小白回到修炼室，看着被自己一拳轰塌的墙壁，有些后悔了。他撇了撇嘴，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吭哧吭哧的开始当起了泥瓦匠。花了半个时辰，总算把那个大洞补好了一半，差一些材料。于是他直接去到隔壁查了一下几个门板，才会给这个破洞堵上。虽然歪歪扭扭，摇摇欲坠，但好歹能勉强不漏风了。紧接着他便盘腿而坐，开始仔细研究起刚才从那神秘空间里带出来的功法武神诀。在脑子里仔细过了一遍之后，他发现这门功法的理念有些太过大胆，甚至可以说是离经叛道。修仙功法讲究的是感悟天地，引气入体，夺天地之造化为己用，这是一个界的过程，体系的终点是超凡脱俗，与天地同寿，
也就是所谓的得道成仙。而这本武神诀讲究的却是那万物本源，筑无上神躯，开启人体神藏，最终凌驾于天地之外。这是一个练的过程，将自身练成一个无需依赖外界的小天地，一个求成仙，一个要超神。两种路，两种道，一个靠戒，一个靠练，完全不一样。后者是靠自身一步步打磨，以此来开启埋藏在人体内的无数神藏。而人体的第一个神藏就是血。这篇功法的第一大境界便是练血，一共分为12层，比炼气9层还多要上3层。按照功法所述，他现在用灵石水淬炼身体，便已踏入了练血第1层。他忽然发现，这个功法好像就是给自己这种没有灵根、感应不到灵气的人量身打造。可惜他现在还没练出神识，无法内视自己的识海，也搞不清楚这神秘空间的来历。管他呢，先试试这个功法。纯小白盘腿而坐，立刻按照武神诀的心法口诀尝试着那天地之力。这一次他没有再感觉到那股昏昏沉沉的瞌睡感，这一做就直接做到了第2天大中午。但是这进步速度比蜗牛还慢，辛辛苦苦一上午，所谓的那天地之力得到的那一丝丝暖流，还不如他喝上一口灵石水来的实在。纯小白黑着脸狠狠地吐槽了一句，这个功法理念是没错，但靠那天地之力来修炼太慢了。所谓的天地之力就像是弥漫在空气中的稀薄天地本源，普通人根本无法察觉，他用武神诀也只能牵引来一丝一缕。按照这个速度，他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要突破到第2层练血至少得2年，突破到下一个境界至少需要120年。120年，他直接往地上一躺，四仰八叉，是真真切切的白高兴了一场。这也不知道是哪个脑子有坑的家伙想出的功法，估计等修炼者老死了都难以达到什么超脱之境，更别说飞升了。突然他脑子里灵光一闪，想到了什么，他赶紧从储物袋里翻找起来，很快翻到了2个玉盒。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是2株说不上名字的灵药，他开启显然很值钱。他想也不想，直接把2株灵药塞进嘴里，嚼吧嚼吧就咽了下去。随后看到自己丹田处升起一团拳头大小的浓郁的绿光，他立刻运转武神诀，随后用锁定这团绿光，发现比推动要顺畅1000倍不止。很快他就将这团绿光推动到胸腔，直达双臂，能量竟然还没有消耗干净。接着他又将其引导至双腿之间，反复循环了2遍，才将这股庞大的能量彻底炼化完。而此刻他的身体素质又上升了一个大台阶，直接达到了炼血第2层。这才是武神诀的正确使用方式吧？直接用锁定这些宝物本源，再用功法推动不就行了？纯小白的嘴角直接咧到了后脑勺，原来用这种方法修炼才是这个功法的正确姿势，不然得慢慢去那天地之力，那到下辈子估计都难以飞升。他立刻就意识到，这应该是自己2种金手指结合的缘故。估计创造武神诀的那位前辈做梦都没想到，他纯小白能直接看到万物的本源之气，还能运用直接锁定住这些本源之气，再运用他创作的武神诀推动、炼化、洗炼己身，以此来开启身体神藏。纯小白也意识到了其中关键，这武神诀跟修仙功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感。修仙功法需要感悟、感气，而武神诀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种感的能力，只能用纳。即便是将这2株灵药吃到腹中，感受不到本源之气，就锁定不了，因此无法靠功法炼化，只能循序渐进，靠那来牵引本源之气。但他的却完美的替代了感的功能，相当于在这武神诀之上硬生生开了个外挂，走了个捷径。有了最牛逼的功法，再加上的逆天配合，这想不厉害都难了啊！就在此时，他整个院子的防御大阵随着一阵极有节奏的敲击声闪烁了起来。这是有人在敲门。纯小白赶紧跑到大门口，拿出进出的阵符，发现自己还不会用。但好在这防御阵法防外不防内，他直接拉开院门，一步踏了出去。只见门口乌泱泱的站满了人，为首的是一个身穿外门弟子服饰、手摇折扇的青年弟子，剑眉星目，只是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笑意，眼中带着几分倨傲。在他身后跟着一群男男女女，其中赫然就有昨天那个不讲武德的赵无缘。更让纯小白心头一紧的是，赵无缘身后还站着2个身着紫袍、胸口印着一个直字的弟子。他心中猛地一突，卧槽，白姐儿那个娘们不会给本大王给举报了吧？你就是纯小白？为首弟子身后一个狗腿子模样的黑脸弟子指着他问道。纯小白赶紧将手藏在身后，暗暗运转力量，随时做好了掀桌子突围的准备，但脸上却是不动声色道：对，我就是，你们是你就好。那黑脸弟子上下打量了他一下，随后趾高气昂地道：我们程师兄看上你这洞府了，特来挑战。纯小白猛地松了一口气，挑战就挑战，搞这么大阵仗干什么？
他指了指那2个紫袍弟子，问道：“这2位是？”他们是执法堂的师兄，过来维持秩序的。黑脸弟子答道。他环顾一圈，发现左右两边的街道上确实有不少吃瓜弟子群结队而来，方圆也在人群中一脸紧张地看着自己。纯小白立刻明白了过来，目光落在为首那个摇着折扇的男弟子身上。这家伙在宗门里实力应该不低，人气也不小，所以他上门挑战才会吸引这么多人来观战，宗门上面也才特意出动了执法弟子来维持秩序。接着他又看了一眼躲在人群后面面无表情盯着自己的赵无缘，昨日他就看出这小子会贼心不死。果不其然，这个嚣张的家伙挑战自己，绝对跟他脱不开关系。以后在外面碰到这种人，必须得第一时间按死，绝不能给他们叫人的机会。纯小白暗暗下定决心，宗门规矩内合法合规的挑战，他怎么想都感觉自己亏。输了，洞府就没了；赢了，纯粹浪费力气，啥好处都捞不到。纯小白挠了挠头，随后直接问道：“那我可以不接受吗？”此话一出，围观的众人全都愣住了。这家伙昨天一剑击败赵无缘的威名传遍了整个外门，本以为可以见识一下他的剑法，谁料这挑战刚上门，他竟然直接认怂。这还是那个锋芒毕露、人人敬畏的剑修吗？为首那个摇着折扇的男弟子程浩轩也是一愣。剑修之道一往无前，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胜。剑一旦软了，心也就怯了，到土也就到头了。这个被赵无缘夸上天的家伙，竟然能说出不接受3个字。赵无缘的眉头也是一皱，昨日这家伙跟自己切磋都不屑用灵力，今日他的好兄弟前来挑战，竟然直接认输了，这让他的面子往哪里搁？然而纯小白突然再次开口道：“不是本大王不想挑战，而是感觉区区一个洞府不足以让你认真起来。万一你发现打不过我，直接放弃，那有什么意思？不如这样，咱们再加点彩头，这样打起来大家才都会认真起来，是不是？”程浩轩手上折扇唰的一声合上，脸色沉了沉，这不明显是看不起他吗？如果不接受这彩头，岂不说明自己怕了他？他当即沉声道：“既然纯师弟想加彩头，那就加。”纯小白心中一喜，这种自诩天才的自大狂果然经不起激。他直接从腰间解下一个储物袋，往手上一抛：“这是本大王的全部身家，输了洞府归你，这储物袋也归你。”全部身家，周围众人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一个能住进上等洞府的弟子，身家绝对不菲，这赌注可就大了。程浩轩一下子有些下不来台，他若是输了，不仅他外门前100的天才之名将彻底沦为笑柄，还要丢掉他积攒了10年的全部家当。不过他可是外门天才榜排名第95的弟子，更是一名领悟了剑意的真正剑修。他看了看纯小白，完全没有从此人身上感觉到一丝一毫属于剑修的锋芒，就算领悟剑意，恐怕也就刚入门，不然自己为何从未听说过这个剑修？他又看了看身旁一脸期盼的赵无缘，随后一点头，傲然道：“行。”他将自己腰间的储物袋摘了下来，纯小白两眼瞬间冒出金光，这储物袋竟然透着一股浓郁的绿色光芒。你妹的呀，这是要发大财了！他能看出这个程浩轩的气息跟赵无缘差不多，修为应该也是一位炼气8层的弟子。如果加上自己炼血2层的实力，再开启暴走模式，找准机会一拳撂倒，应该问题不大。如果走偷袭线路，应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不过财路一向讲究个细水长流，他眼珠子一转，瞬间就有一个对策，随后一拍大腿：“好！”紧接着他目光在人群中一扫，找到了方圆。来，方胖子，你过来一下。方圆从人群中挤出，先是冲着程浩轩恭敬地抱了抱拳，随后才冲着纯小白道：“纯师兄，你有何吩咐？”纯小白直接将自己的储物袋往方圆手里一拍，随后冲着程浩轩道：“你的呢？”程浩轩也不墨迹，取出一柄灵光闪闪的长剑，随后将自己的储物袋也往方圆手中一放。人群也自觉地纷纷后退，将洞府门前空出一大块足够2人施展拳脚的空间，眼中带着期待。2大剑修对决，这个在外面可不多见，漏过任何一个细节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纯小白也抬手一挥，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柄普普通通的长剑。众人看到他手中的长剑都是一愣，这家伙不是把储物袋都交出去了吗？他从哪拿出的剑？难道他狡兔3窟，他还有别的储物空间？程浩轩嘴角也是一抽，但他对自己的剑法有足够的信心。他相信，在整个外门，除了天才榜排名前5的那几位剑道妖孽，在剑法之上，没有人是他的对手。2人站到场地中央，纯小白打量了一下这个家伙，能从此人身上感到一股切实的危险。如果凭借自己真实的实力，或许还真不是此人的对手。不过嘛，自己胜在战斗经验老道。纯小白侧头看了看，发现那2名执法弟子也抱胸站在一旁，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陈浩轩长剑一指，正要开口：“纯师弟，请。”等等！
纯小白忽然打断了他，一脸认真的问道：“那个，本大王要是一不小心将你打伤了，不会要赔钱吧？”一名执法弟子开口道：“程浩轩师弟已在我执事堂登记过挑战，只要不打出人命，宗门不会追究任何责任。”纯小白又接着问道：“那有没有什么挑战规则？”规则？那名年轻的执法弟子想了想，外门弟子间的挑战每天都有，但还真没听说过有什么规则。他直接道：“没有规则，只要不闹出人命就没事。”那我就放心了。纯小白重重的点了点头。程浩轩的脸色当即黑了下来，周围也发出嘘声，这家伙搞得好像真能赢定一样。程浩轩也懒得再行什么礼了，手中长剑直接一横，剑意勃发。你准备好受死了没有？我去，这么大的火气！纯小白也双手握剑，煞有其事的点了点头，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突然，纯小白猛地看向高空，眼睛瞪得溜圆，仿佛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震惊的喊道：“咦，宗主大人怎么有闲工夫前来观战？”这一声惊呼石破天惊，惹得在场所有人，包括那2位执法弟子，都下意识地顺着他的目光抬头望向天空。程浩轩也是一愣，赶紧回头看向高空。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突然感觉到一股恶风从背后袭来。然而为时已晚，他只觉得后脑勺猛地一沉，然后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砰！程浩轩像一根被砍倒的木桩，直挺挺的一头栽倒在地。众人听到重物落地的声音才回过头，正好看见程浩轩趴在地上，四肢抽搐。承让，承让！纯小白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对着地上的程浩轩拱了拱手。这结束了。所有人一愣，全部都摸不到头脑。随后众人就见纯小白嘴角直接咧到后脑勺，搓着手屁颠屁颠的朝着方圆跑了过去，熟练的从方圆手中拿过2个储物袋。随后众人才反应过来，全场寂静，落针可闻。这也行？说好的剑修对决呢？尼玛，太不要脸了吧，竟然搞偷袭！赵无缘看着纯小白咧着一口大白牙，像个地主老财一样捧着2个储物袋，脸色瞬间黑如锅底，当即站了出来，指着他怒斥道：“你这是作弊！作弊！”纯小白脸上的笑容一收，怒目一瞪：“你小子哪只眼睛看到本大？我作弊了？你这属于偷袭取胜，这不叫作弊叫什么？”对，周围众人也纷纷附和。他们大老远跑过来，就是想观摩学习一下高手的剑法对决，可这个家伙倒好，一开场就搞偷袭，结束了战斗，搞得他们白跑一趟。放屁！纯小白暴喝一声，一把将旁边那位还处于猛圈状态的年轻执法弟子薅了过来，大声道：“这位执法大哥，你来给我评评理，开战前我是不是再三询问过规则？”他又扭头对着众人吼道：“咱们宗门挑战的规则里有没有写着不许偷袭这一条？”周围众人一愣，这好像还真没说过。那名年轻执法弟子也下意识的点了点头，老实巴交的回答：“对，确实没有这一条。”那不就结了吗？纯小白一拍大腿，本大王将他击倒，又没有伤他性命，既合情又合理，还合法，怎么就成作弊了？赵无缘被他吼得一愣一愣的，吼得无话可说，可他还是不服，憋了半天挤出一句：“可你堂堂一名剑修，怎么能干出这种偷袭之事？谁他妈规定剑修就不能偷袭了？好像确实也没人规定过。”行了，纯小白不耐烦的摆了摆手，你要是觉得不服，你也可以过来挑战我，咱们也拿拳附加，当彩头。他故意晃了晃手中那2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赢了，这些就全都归你。这句话一下就把赵无缘想说的话给堵回了肚子里。他知道论正经的剑法，自己绝不是这个家伙的对手，但若论修为，他刚才在旁边观察了半天，依旧没从此人身上察觉到任何灵力波动，此人身上很可能有一件能遮掩境界的法宝。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眼皮一跳，这个家伙想激怒我上钩。我看了看还躺在地上毫无动静的程浩轩，他就是前车之鉴，被这个家伙激怒，拿出了全部家当。担心自己着了他的道，赵无缘赶紧压下满腔的怒火，跑过去将已经停止抽搐、彻底昏迷不醒的程浩轩扶了起来，灰头土脸的朝着山下走去。纯小白撇了撇嘴：“你别怂啊！我本以为这个家伙会出手再次挑战自己，说实话，只要防备自己偷袭，自己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他。”纯小白收回目光，随后嘴角一咧，看向那些还未散去的吃瓜群众，热情的招呼道：“对了，你们有谁想挑战的，随时欢迎哦，搏一搏，这些家当可能就是你们的了。”那些吃瓜弟子齐齐翻了个白眼：“你这还叫剑修？叫剑修还差不多。”纯小白就当没看见他们鄙夷的眼神，一把搭上方圆的肩头，将自己洞府的镇符色在他手上：“来，给本大王把门打开。”是。方圆接过镇符，立刻将神识探入，打开了阵法。2人抬步踏了进去，阵法光幕随之合拢。刚一进院子，方圆的马屁声就拍得震天响。“纯师兄！”
你可别听说外面那些人瞎说，这哪叫偷袭，真爱是兵者，鬼道也，这才是真正领悟了战斗真谛。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方袁氏是受教了，受教了。说着，他还拱了拱手。我去，这胖子的嘴巴抹了蜜吗？这么甜。纯小白被他夸的骨头都轻了3两，有些飘飘然了。不过这个胖子说的确实没错，偷袭也是一种兵法，这些都是他当年在飞风寨当山大王时从血与火的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生存智慧。真正生死危机时刻，谁跟你讲究什么偷不偷袭，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在这帮温室里长大的修仙者，看来都没受到过修仙界的毒打。纯师兄，您这次击败陈浩轩，实力排名就能直接进到外门前100了。方圆提醒道。只不过他没说，虽然是偷袭，那个家伙战力能排进前100。纯小白有些意外。方圆重重的点了点头，解释道：咱们外门36峰有一个天才弟子榜，专门记录整个外门战力排名前100的天才。这陈浩轩虽然只是炼气8层，但他可是一名领悟了剑意的剑修，排在第95名已经3个多月了。3个多月了，才95名没有挪动过。纯小白撇了撇嘴，扭头看向方圆：你呢？你排名多少？方圆尴尬的挠了挠头，脸上的肥肉挤成一团。我排在3万名开外。纯小白知道这个胖子是炼气7层，刚好属于炼气后期，那也就是说，光是这外门的炼气后期弟子，至少就有10万多人。不过他对此倒不怎么担心，只要修炼资源管够，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把这个什么狗屁天才弟子榜从头到脚踩个遍。纯小白看了看方圆，随后抬手一挥，从陈浩轩的储物袋里摸出几本功法丢了过去。这个赏你的。方圆赶紧手忙脚乱的接过，定睛一看，发现是2本剑法，1本掌法，都是黄阶中品功法。功法分为天、地、玄、黄4个等级，至于天阶之上还有什么，他就不知道。但就这几本黄阶功法，在宗门里用功勋点去兑换，1本至少也需要200点。青云宗的功勋点1点就差不多等于1枚灵石，也就是说，这位纯师兄随手就赏了他价值近1000枚灵石的功法。他猛地瞪大眼睛，激动的浑身肥肉都在颤抖。多谢纯师兄，多谢纯师兄。纯小白大手一挥，匪气十足的说道：你小子以后就跟着本大王混，本大王有一口肉吃，就绝对有你一口汤喝。多谢大王。方圆想也不想，脱口而出。大王这个称呼已经好几天没听过了，现在冷不丁再听一下，竟然让他找到了一股久违的熟悉感和亲切感。纯小白当即嘴角一咧，拍了拍方圆的肩膀：不错，本大王看好你，从今以后你就是本大王手底下的2当家了。啊，你还真当过山大王啊？方圆直接愣住了，他原本以为本大王只是这位师兄的口头禅，结果听这意思，难不成他以前真是个那个山头上打家劫舍的土匪头子？他愣了愣，随后一甩头，管他呢，反正跟着这条金大腿有肉吃就行了。他进入青云宗之前，他老爹曾拉着他的手告诉过他，像我们这样天赋平庸、没钱没背景的修士，想在这弱肉强食的修仙界混出点名堂，除了靠那虚无缥缈的机缘，最大机会就是路遇贵人。他人虽然笨，但一直将这句话记在心里，也一直在寻找他老父亲口中所说的贵人。他在这外门混了近10年，抱过无数大腿，但那些也只是当他一个打杂的，从来没有谁赏过他哪怕一颗灵石。他知道这些人充其量是他的一个老大，直至今日，他才发现他终于找到了此生最大的贵人，正是眼前这位纯小白。第一次得到奖赏，就是价值近1000灵石的黄阶功法。这以后自己要是再立点什么功，那奖赏这不比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做任务闯秘境来的强？这不就是他爹所说的贵人吗？纯小白看着这胖子，两眼竟然红了，当即愣了一下。哎，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还说哭就哭了呢？没有，我就是太激动了。方圆赶紧抖了抖肥油油的肚子，甩开脑子里的思绪。行了，你先回去吧，记得把本大王的院门带上。是，大王。方圆重重的点了点头，随后晃着水桶腰，小跑着退了出去。不错，这个胖子虽然圆滑了一点，但架不住人勤快，嘴巴甜。纯小白摸了摸下巴，让他暂时当个2当家也不错。这出门在外的，总得有个能使唤的人不是？纯小白背着手，哼着不成调的曲儿，溜达到修炼室，盘腿坐下，抬手一翻，刚才迎来的储物袋便出现在他手心。这储物袋跟从那对野鸳鸯身上扒下来的比，要精致不少，应该属于中品。储物袋也分下品、中品、上品，再往上就是稀罕的储物戒指。不过那种宝贝在外门应该见不到，想要搞到，估摸着得去内门溜达溜达。储物袋和储物戒指最大的不同，除了空间大小不一样，再一个就是储物袋只需要精神力沟通就能随意存取物品，谁拿到就是谁的，根本不需要认主。但储物戒指就不同了，不仅需要滴血认主，还需要强大的神识才能催动。纯小白把玩了一下储物袋，
随后心念一动，将里面的物品哗啦一倒，眼前直接出现一座亮晶晶的小山。卧槽！那家伙醒过来不会直接被气死吧？纯小白看着眼前那堆积成山的各种丹药瓶，足足有100多个，光是各种色泽的长剑就有10几把，但最多的还是灵石。晃眼一看，少说也有6000多块，其中装着灵药的玉盒也有10来个。这些东西加起来，价值至少是那对野鸳鸯家当的10倍不止。你妹的，这榜上大哥也太肥了吧！从方圆排名3万开外，看到几本黄阶功法都激动成那样，能看出来这宗门里实力低微的弟子个个都穷得叮当响。看来想要大干一票，就必须把目光放在这天才弟子榜这些大哥头上。那发财就先从刷榜开始吧。纯小白嘀咕一句，立刻开始整理起来。各种剑法、功法、灵技之类的玉简有10多本，全都是清一色的黄阶中下品。这些功法灵技研究过，不仅威力不咋地，而且还需要灵力催动。他现在一拳下去，力道都5000斤了，比这些花里胡哨的灵技杀伤力大多了。所以这些黄阶功法灵技对他来说完全就是垃圾。他将这些功法整理了一下，先丢在一旁，然后开启通宝法眼，看向那些灵药盒子。很快他发现其中一个盒子正冒着一股浓郁的绿光。他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一株形似小草的灵药，但它散发的绿光比之前从那对野鸳鸯身上搞到的2株要绿得多，显然品阶应该更高一层。他将这株灵药单独收了起来，随后又将那些丹药瓶整理了一下，给那些药性温和能当饭吃的回灵丹、聚灵丹归到一旁，来历不明的则单独收好。最后他又清点了一下灵石，不多不少，一共6500块。纯小白看着这一堆亮晶晶的灵石，有些发呆。如果每天都这么拿灵石兑水喝，喝多了先不说会不会得肾结石，肠胃消化不良是肯定是没得跑。琢磨了一下，纯小白抓起一把灵石，攥在手心，使劲一捏，随后运转通宝法眼，锁定住这些绿色的光芒，再以武神诀推动，将这些光芒牵引至体内炼化。果不其然，这些从灵石中溢散出来的微弱本源之气，只要被他的通宝法眼锁定，再配合武神诀，就可以随意驱使调动炼化。你妹的，总算不用天天啃石头喝凉水了。纯小白长舒了一口气。其实这些丹药也蕴含着本源之气，甚至比灵石还要精纯，只不过丹药数量太稀缺，而且丹药往往1颗就能顶几颗至数百颗灵石。他暂时还舍不得，目前丹药只能当饭吃，不能像灵石一样直接吸收炼化。接下来纯小白将所有的物品一一归类，随后留下2000块灵石，准备一举冲击到炼血3层，这样才能方便他接下来刷榜。纯小白抓起一把灵石，像捏核桃一样捏碎，然后直接运转功法，吸收其中飘散的本源之气。就这样以此反复，半个小时后，2000块灵石被他吸收一空。此刻他的境界也顺利进入了炼血3层。然而他不仅没有半点高兴，反而有些怀疑人生。尼玛，本大王是属吞金兽吧？这么费钱？2000块灵石都够一个资质尚可的弟子从炼气1层直接冲到炼气5层了，而他呢，仅仅只是进阶了1层。他感受了一下体内的力量，好在力量比之前强大了1倍不止。此刻再让他对上那个赵无缘，他感觉只凭自己的拳头也能跟他硬碰硬刚一波。费钱是费钱了点，但得到的力量也比一般人强得多，这个倒也算公平。继续。纯小白一咬牙，再次拿出剩下的4500块灵石，花了足足2个小时将它们全部吸收殆尽。他的脸彻底黑了，这4500块灵石吸收下去，距离炼血4层竟然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奶奶的，这尼玛是个无底洞啊！剩下的300块灵石远远不够他冲击到炼血4层，因为炼血4层是前期和中期的一个分水岭，卡在这个节骨眼，不上不下。没办法，纯小白只能黑着脸，颤抖着手，拿出了那个冒着浓郁绿光的玉盒。他将里面的灵药拿出，眼含热泪的塞入口中，嘎巴嘎巴几下嚼碎，一口咽下。随后，一股磅礴的暖流在他腹中炸开。他立刻开启通宝法眼，死死锁定住那团精纯的本源之气。以这团绿光的精纯度来看，纯小白意识到这株灵药搞不好是珍贵的2阶灵药。随着这条绿光在他体内游走炼化，经脉里血液竟然发出了流淌的声，好似款款溪流。紧接着，他体内的经脉猛地一抽搐、扩张、拉扯，像有人在对正进行着剥皮抽筋，疼得他满头大汗。他知道这是功法所述肾脏被打开的过程，此刻不能有任何其他动作，否则轻则前功尽弃，重则经脉俱断。不到片刻，他整个人好像刚从大河里捞出来的一般，这种痛苦一直持续了1个时辰，直到最后一丝本源之气被吸收殆尽，痛苦才慢慢缓解，同时境界也来到了炼气4层。呼！纯小白猛地吐出一口带着血腥味的浊气，感觉浑身一松。此刻他周身也出现一滩水渍，这些都是他身体里排出的汗水，散发一股腥臭味。
但身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舒适的松弛感。这种舒适并非境界突破带来的好处，而是从血脉深处迸发出的舒畅，仿佛挣脱了某种无形的枷锁。这个难道就是打开体内神藏的好处？纯小白站起身，对着空气挥出炼血4层的一拳，拳风带起一股震鸣。砰！昨天才修好的那堵墙，在这拳风的震荡下轰然坍塌。这么强，纯小白能感觉到，以他现在的实力，如果再对上赵无缘，绝对能吊打他。本大王终于踏入炼气中期了！哈哈！纯小白的狂笑声在洞府中回荡不休。突然他鼻尖一抽，有些作呕，这才发现整个训练室中都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腥臭，这个应该是体内排出的杂质。他赶紧打开修炼室大门，跑到院子里的水井旁，打起一桶水，直接当头淋下。冰冷的井水浇在身上，皮肤上那层常年风吹日晒形成的健康黝黑正在慢慢褪去，露出原本的肤色。果然，修仙才是最好的美容方式啊！他抬头看了看天色，发现这一修炼竟然就过去了1天1夜。难怪都说修仙无岁月，古人诚不欺我。这1天1夜的感觉对他来说就像只过去了1个时辰。好在时间没有白费，总算将自己的实力拉到了炼气中期的门槛上。不过接下来想要再提升，恐怕就不是几千块灵石能够解决的了。他正发愁呢，院子的阵法忽然闪烁起来，紧接着院门处传来敲门声。我去，这是榜上大哥来了！他嘴角一咧，搓着手就跑了过去。打开院门一看，果不其然，门口乌泱泱围满了吃瓜群众。领头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男弟子，生得浓眉大眼，气势不凡。而他左边站着脸色阴沉的程浩轩，右边则是脸上挂着冷笑的赵无缘，就像是一对哼哈二将。他们就这么盯着纯小白，本以为能看到他吓得屁滚尿流的怂样，结果纯小白大嘴一咧，像是见到了失散800年的好大儿一样。哎呀呀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你们都是来挑战我的吧？领头那个浓眉大眼的弟子名叫石磊，他向前一步，声如洪钟。对，本少就是来挑战你的。看出来了。纯小白依旧咧着嘴，扫视了一圈，在人群中又看到了方圆那个胖子，甚至还看到了几日不见的白姐儿。只是这个小姑娘明显不怎么相信他的实力，小脸上满是浓浓的紧张。她对着人群高声问道：“你们呢？也都是来挑战我的吗？”“我们不是。”那些弟子直接摇头。随后人群中冒出一句：“我们是来看你这个卑鄙小人怎么被打残的。”“谁说本大王是小人来着？”“对，就是你！别以为我没听见。”纯小白直接指着人群中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你给本大王出来！你告诉我，什么叫大人？”那家伙也不怕，直接从人群中钻了出来，指着石磊得意洋洋地说道：“我告诉你，这位可是石磊师兄，咱们外门天才弟子榜排名第80，上剑修榜排名第3。”“什么？”纯小白忽然露出一副惊恐的模样，看着石磊，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声音带着几分颤抖：“第80名？”他一脸惊骇地看着石磊：“这位师兄，您都是排名第80的大人物了，来挑战我这个第95名的小角色，这个怕是不太公平吧？”众人看到他那夸张的惊恐表情，齐齐白眼一番。昨天你可不是这个样子的。石磊看到他这秒怂的样子，昂首向前一步，冷笑道：“宗门里可没有规定，排名高的不能挑战排名低的。你要想投降也行。”石磊眼中闪过一丝轻蔑，交出洞府阵符，再将你昨天赢走的我兄弟的储物袋还回来。啊，这个也要交出去啊？纯小白一脸的为难，随后又弱弱的问道：“那个宗门有规矩说，赢到手的东西还要回去吗？”这句话直接把石磊问得愣住了。他琢磨了一下，摇了摇头：“这个倒是没有。”那行。纯小白忽然一拍大腿，直接将手里的洞府阵符往石磊怀里一塞：“我剑法不如你，我认输，算你赢了。”石磊看着手上的洞府阵符，整个人都给干懵了。不对啊，来的时候赵无缘不是根据这家伙的性格分析过了吗？不是说这个家伙脾气火爆，肯定会接受挑战，然后想办法故技重施，偷袭自己取胜吗？赵无缘也皱了皱眉，觉得这个家伙肯定是在装傻。他瞥了一眼石磊，张了张嘴，本想提醒一句，但转念一想，这个家伙就算再能装，难道还能抵得过石磊师兄？这可是在整个外门剑修榜上都能排进前3的剑道天才，不仅仅领悟了剑意，而且剑意已经小成了。这个姓纯的家伙连剑意都还没影子呢，即便靠偷袭，也不可能是石师兄的对手。石磊侧头看了看身旁一脸期盼的程浩轩，再想到那珠炼制住鸡丹的主要之一2阶灵药紫阳草，纯师弟，要不这样，你接受我的挑战，本少要是赢了，你只需要将那个储物袋还回来，这洞府嘛就不需要了。纯小白站在那里听着，等了片刻，发现这家伙竟然没有下文了。你妹的，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完了？难道你就不认为本大王有可能会赢？
他终于忍不住自己问出了声：“那我要是赢了呢？”不可能！石磊想也不想，直接断言道。他傲然挺立，一股自信的气势油然而生。本少剑意早已小成，对你这种才摸剑意门槛的剑修，有着天然的压制。你只需要返回储物袋，以后你在这外门，本少罩着你。你可以打听一下本少的威望，包你在外面没有任何人敢欺负。此话一出，不少人露出羡慕的眼神。外门前100名的天才是必然会进入内门，有这一句话，几乎是可以在外面横着走了。我去，你这是吃定本大王了吗？这么大的口气！纯小白心里有些火了，他直接道：“那万一？”本大王说的是万一，要是你输了呢？万一？石磊想了想，剑修的剑意一旦小成，战力就不是单纯以境界可以衡量。理论上，只要是比剑法，他是不可能输的。他看了看纯小白，发现这个家伙的怂样不太像是装的，他肯定是知道打不过自己，才会推三阻四。于是他嘴角一勾，直接解下自己的储物袋，这里是本少全部的身价，你要是能赢，这些就全都归你。纯小白等的就是这句话。这些家伙不是傻子，如果太过明显，这个榜上大哥那就只能吃一次，只能表现出每次别人都能感觉刚刚打得过，才能细水长流。他当即开启通宝法眼，只见一团浓郁的快要滴出水的绿光从那储物袋上爆射而出，比程浩轩那个储物袋散发的光芒要浓郁1倍。我去，果然是个榜上大哥，口袋扎实。好，纯小白一口答应，随后冲着人群中的白姐儿招了招手：“小白，赶紧过来。”白姐儿愣了一下，回头看了看，发现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唰的一下盯住了自己，他这才反应过来，这个家伙喊的是自己。白姐儿小脸瞬间涨得通红：“你这个混蛋，自己惹得一身麻烦，还要把我拉下水！”但没办法，自己已经被所有人注意到了，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低着脑袋，挪着小碎步走了出来。随后，纯小白便将他那2个储物袋一股脑塞到了白姐儿手上。“你呢？”他对着石磊一抬下巴。石磊轻松惬意地取出一把长剑握于手中，随后将自己的储物袋往白姐儿手上一放，动作潇洒至极。围观的人群见状，自觉地向后退开，在院门前让出了一大片空地。这一次，所有人都发誓，绝对不往天上看了。石磊也谨记这一点，一双冷眼死死锁定着纯小白的一举一动。这场挑战可没什么规矩，就算他不顾忌重施吸引注意力，万一这家伙又使出什么下三滥的暗器呢？纯小白撇了撇嘴，本大王好歹也是一方山头的扛把子，怎么能总靠偷袭取胜？他猛地一抱拳，声如洪钟：“师弟，请赐教。”听到这一句师弟，石磊的脸色顿时有些挂不住。自己好歹是排名第80的天才弟子，这一句师弟，他竟然能喊得如此自然顺口，真不知道哪来的胆气。他手中长剑一转，剑尖斜指地面，冷声道：“请赐教。”周围所有人瞬间屏住了呼吸，紧紧盯着纯小白的一举一动。今天他们就要亲眼看看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怎么被石磊师兄按在地上摩擦。然而2人谁都没有立刻出招。石磊倒不是怕了纯小白，而是看着这家伙双手握剑的姿势，感觉不伦不类。剑法讲究的是轻灵飘逸，因此一般都是单手握剑，双手握剑沉重笨拙，怎么可能施展得开？这家伙真的是个剑修吗？然后下一秒，纯小白将全身力量汇于双臂之上，紧握长剑，口中低喝一声：“看剑！”一个闪身，他便如猛虎下山般冲到了石磊身前，手中长剑高高举起，以一个力劈华山的姿势朝着他的头顶狠狠斩下。石磊嘴角勾起一抹不屑，不急不慢，手中长剑一个横扫，一道凌厉的剑气脱壳而出，朝着迎面而来的剑锋而去。枪！一声巨响，2人竟各退一步。石磊心中大骇，强行忍着发麻的虎口，死死盯着纯小白。这小子好大的力气，而且他竟然没有从他的剑上感觉到丝毫灵力波动，纯粹是靠着肉身力量就将自己震退了。纯小白倒没有丝毫意外，这个炼气8层的榜上大哥，如果真没有2把刷子，又怎么能在这50万外门弟子中脱颖而出，排在第80？众人看到纯小白没有偷袭，这才松了一口气，瞪大眼睛看向场中。人群中的白姐儿眼中之前的担忧已经完全变成了好奇。这个家伙明明还没真正踏入炼气期，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本事？他可是真真切切的看到纯小白一剑就将石磊给逼退了，这简直不可思议。纯小白缓缓勾起嘴角，咧嘴一笑：“不错，你有资格做本大王的对手。”石磊看到他那淡然的模样，心中警铃大作，知道自己绝不可掉以轻心。这个家伙确实有2下子，不说剑法，单是这份力道就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他立刻提高警惕，目光紧紧地锁住纯小白手中的长剑。然后下一秒，纯小白再次暴喝一声：“看剑！”声音未落，他大步向前，原本的双手握剑忽然变成左手单手持剑，以一个极为刁钻的角度朝着石磊的胸口刺去。
石磊立刻运转灵力，手中长剑一挑，这一剑他却没有感受到那种预想中的巨力，反而因为用力过猛，直接将他手中长剑挑飞，并且惯性导致身体的重心都向左侧一偏。然而就是这么一偏，眼前露出一个破绽，一股劲风从这个破绽进入，直扑面门。不好！一个砂锅大的拳头结结实实的落在了他的左眼之上，砰！他整个人直接被击退数米。纯小白抓住这个时机，饿虎扑食般直接贴脸上前，口中大喝：“看剑！”石磊强忍剧痛抬眼一看，看向他握剑的手拿的是什么？又是一个砂锅大的拳头，砰！这一拳结结实实的砸在了他的右眼眶上。这家伙不愧是榜上大哥，体质也异于常人。一拳下去，只是打得他眼冒金星。石磊下意识抬剑阻挡他进攻路线，眯眼一看，发现这个家伙已经贴脸，自己的长剑根本施展不开。就这个时候，他怎么可能还不明白，这个家伙一开始在玩虚张声势，吸引自己的目光，目的就是找到近身的机会。石磊只能仓皇后退，试图拉开距离，可纯小白的双拳就像长在了自己脸上一样，左眼一拳，右眼一拳。他被打得眼前发黑，彻底蒙圈了。纯小白见这家伙已经彻底成了瞎子，立刻一个扫堂腿，直接将他放倒在地，紧接着一个泰山压顶，稳稳地坐在了他肚子上，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顿猛锤。看剑！看剑！看剑！你！石磊也不知道是被打的还是被气的，忽然四肢一蹬，身体一软，直接没了动静。纯小白咧着大嘴，从他身上站起，对着周围拱了拱手，承让，承让。周围所有人都石化在了原地。这个家伙作弊！吃瓜群众中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瞬间打破了洞府前的死寂。一阵微风吹过，拂过咧着大嘴的纯小白脸上，吹得他脸色一黑。谁他妈说本大王作弊的？给老子站出来！你，就是你！他一手指着一个气呼呼的女弟子，我赤手空拳顶着他的剑法，给把他干趴下了。你说老子作弊？还有没有天理了？还有没有王法了？都在这欺负老实人士了！他这一嗓子吼得极度委屈，听得那个女弟子都有点过意不去了，仿佛真的是自己冤枉了好人。嗨嗨，说好的比剑，你怎么能用拳头呢？有人在人群中小声嘀咕道：“你妹的！”纯小白被气得脸皮狂抽，宗门哪条规矩说了，老子不能用拳，非得用剑？那人一脸尴尬。这确实没有明文规定，可是人家是来找你切磋剑法的啊，一身注意力全在你的剑法上，你这突然弃剑用拳，这不是不讲武德吗？人群中的赵无缘与陈浩轩脸色铁青，他发现这个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说好的比拼剑法，结果他用剑法当幌子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然后突然用拳头打了人家一个措手不及。这跟之前用宗主来了吸引人注意力，在背后下黑手有什么区别？纯小白压根就不在意他们的看法，搓了搓手，嘴角再次一咧，走到还有些发懵的白姐身旁，一把抓过2个储物袋，在手里使劲掂了掂。发财了！咯吱咯吱，那些石磊的小迷弟小迷妹们看到他这副守财奴的模样，牙齿都要咬碎了。对了，纯小白晃了晃手上的储物袋，对着人群喊道：“你们还有没有人接着挑战？赢了，我身后的洞府还有这些，可都是你们的哦！”声音一落，所有人不约而同的齐齐后退了一大步。这个家伙太阴了，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太他妈不要脸了！谁敢挑战？见周围没有一个硬气的，纯小白撇了撇嘴，随后将洞府的阵符往白姐儿手上一拍：“小白，给本大王开门！”白姐儿感受到周围那些异样的目光，红着俏脸，赶紧贴过头，放出一道神识打入阵符中，打开洞府防御阵法，赶紧将阵符还了回去。随后，纯小白便大手一挥：“来，胖子，进来陪本大王进去喝2杯。”好嘞！方圆搓着手，屁颠屁颠的跟在纯小白身后。小白，跟上啊！纯小白见白姐儿还愣在原地，回头瞥了他一眼。你！白姐儿气得跺了跺脚。这个惹祸精，这下好了，自己以后在这外门想不出名都难了。恭喜您晋升外门弟子天才榜第80名。方圆一进门就开始了熟练的拍马屁。白姐儿听到大王这2个字，脚步猛地一顿，目光从方圆那肥硕的身躯上挪开，落在了纯小白身上。这个家伙真是土匪！原本他不相信这世上竟有如此嚣张跋扈的土匪，可是连大王都叫得这么顺畅，这家伙是把山大王那套路全都带到宗门里来了吗？纯小白大大咧咧的一摆手，第80名算什么？本大王过几天兴致来了，给你们刷个榜1看看。好！啪啪啪！方圆使劲鼓着掌，带动他那满是肥肉的肚子一颤一颤，十足一个小迷弟。纯小白忽然察觉到少了一道欢呼声，他回头看去，发现这个小姑娘还傻站在门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自己。
小白，你这是怎么了？难道被本大王的王霸之气给迷住了？纯小白自恋的摸了摸下巴。呸！白姐儿白了他一眼，忍不住开口道：“天才榜第1名，那可是早就进入筑基期的师兄，可不是炼气期弟子能比的。不就筑基期吗？”纯小白不屑的撇了撇嘴，等本大王再修炼几日，照样给他刷下来。紧接着他又吩咐道：“对了，你们2个没事儿，去帮本大王将天才弟子榜前80名的弟子名单给弄过来。”啊！方圆一愣，大王，您真要刷榜啊？纯小白也不含糊，抬手一挥，直接从储物袋中取出20本功法秘籍。这些都是从程浩轩那里搜刮来的，他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一看书就脑袋大，于是豪横的往方圆手上一拍：“这是本大王赏给你们的，拿去分了。”方圆低头一看，只见书页上写着疾风剑诀、幻影步、碎石拳，这竟然全都是黄阶极品功法，可都是传功堂2楼的珍藏品啊！最少1本都需要500贡献点才能兑换。多谢大王，多谢大王！方圆激动的连连道谢，见白姐儿还站在一旁发呆，赶紧拉了拉她的衣袖：“白师妹，你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谢谢大王！”啊！白姐儿将目光从那些功法上艰难的挪开，看向纯小白，呆愣愣道：“谢谢大王。”不用谢。纯小白大方地挥了挥手：“本大王说过，跟着我混，本大王有一口肉吃，你们就绝对有一口汤喝。这些汤拿去喝了吧。”白姐儿俏脸一红，自己可是堂堂青云宗弟子，这转眼间怎么就成了土匪小弟了？行了行了，胖子你去隔壁将外门弟子天才榜单给我抄写一份。是。方圆抱着拳，随后拉着还处于懵逼中的白姐儿来到院子的凉亭中，将那20来本功法往石桌上一摊：“来来来，白师妹，你先挑。”这白姐儿微微一顿，刚才没细看，此刻看到这桌子上品阶最低的都是黄阶中品，这在宗门中可是需要300贡献点才能换到，还有好几本黄阶极品，那可都是1000贡献点以上的宝贝，这20本加起来差不多要15000贡献点了，换做灵石的话，怕不是要2万左右。这个家伙说送就送吗？当土匪的都这么富有的吗？方圆见他不动，直接将桌子上5本黄阶极品功法拿出3本分给他，随后又随便挑了7本普通的功法。来，师妹，拿着，这些适合你修炼的就拿着练，不适合的可以拿到宗门外的集市上卖了。我估摸着这些功法差不多能值个7、8千灵石呢。见白姐儿站在那里还不动，方圆直接将这10本功法拿起，塞到他手上，劝解道：“白师妹，咱们认了这位大王，以后就要好好办事。你要知道，就大王这随手一赏，拿到外面黑市上卖，至少能卖1万灵石。咱们在宗门里吭哧做10年任务，都不一定能赚到这个数。”被他这么一说，白姐儿也才反应过来。是啊，像他们这种炼气5、6层的弟子，接一个普通任务，报酬也就10-20块灵石。当然，也有那种200-300的，可那种任务大多都是9死1生。而纯小白这个家伙，随手就送了自己10本价值近万灵石的功法。这做土匪的都这么赚钱的吗？这搞得他一个文静的女弟子，竟然都有些心动了。哈哈，发财！修炼室中，纯小白坐在地上，看着眼前堆成一座小山的各种宝物，那嘴角直接咧到了后脑勺，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那咆哮般的笑声，听得远处亭子里的白姐儿直翻白眼。这榜上大哥还真不是一般的肥啊！纯小白粗略的清点了一下，发现单是灵石就有1万块，各种丹药瓶子50多个，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材料和10来个装着灵药的木盒。通宝法眼，起！纯小白开启神眼，扫视一圈，面前的宝物中9成9都是冒着黄光，只有3个木盒隐隐透出绿光，但那光芒的浓郁程度远不如昨日从程浩轩身上获得的那只，但有总比没有强。肚子饿了，先垫个底儿。他直接拿起10瓶丹药，拔开瓶塞，哗啦啦全倒在一个大碗里，抱在怀中，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就跟吃糖豆一样。干完1碗丹药，他打了一个饱嗝。这丹药虽然味道苦了点，但吃下肚，浑身舒坦。而且他能感觉到，这丹药里的本源之气不仅可以炼化，其中的药力还能被自己的身体吸收，增强他的体质。他如今这6000斤的巨力，功劳全在这些丹药身上。填饱肚子后，他将眼前堆成小山的宝物一一清点归类，装入储物袋中。突然，他发现程浩轩的那个储物袋居然装不下了，以后得弄个储物戒指才行。一个储物戒指最小的空间都有10立方，而储物袋极品也不过5立方，像这种中品储物袋只有2立方。他吐槽一句，直接将所有东西全部倒出来，丹药单独放一个储物袋，各种兵器、看不懂的符箓以及那些功法单独放入一个储物袋，剩下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则胡乱往最后一个储物袋里一塞，等有时间再找个当铺将这些用不上的垃圾全当了，换成看得见的灵石。处理完这些，纯小白看着眼前的整整1万灵石，二话不说，直接取来5000块灵石，准备一举突破到炼血5层。
啪啪啪，现在境界上来了，手劲也大了。他直接在那堆灵石中胡乱拍了几下，将这些灵石全部震碎，然后一屁股坐在那些灵石残渣上，打开神眼，运转起武神诀。正在外边凉亭抄写天才榜单的方圆与白简儿猛地一愣，突然感觉全身毛孔都不由自主地舒张开来。这好浓郁的灵气！他们赶紧看向灵气的源头，发现是来自纯小白的修炼室。这大王拿着灵石在干什么？以二人的境界，一眼就能分辨出这些灵气来源于灵石。灵石只要捏碎，灵气便会挥发出来。一般人使用灵石都是一点点吸收，但这股灵气明显是从大量灵石中挥发而出，却没有去吸收，任由它逸散，这不等于白白浪费了吗？二人一脸的懵逼，摸不着头脑，而且他们能感受到这股灵气的数量还不少，至少得有2000块灵石以上。师妹，别发呆了，这应该是大王奖赏给我们，赶紧吸收这灵气，免得白白浪费了。方圆急忙提醒道。哦，二人当即盘腿而坐，抓紧时间修炼起来。而纯小白这边，他的体内传出一阵阵江河奔腾般的声响，那是武神诀正在淬炼他精血的过程。半个时辰后，5000块灵石全部被他吸收完毕。他检查了一下境界，发现堪堪动了那么一小步。我去！纯小白的脸色当即黑了下来，这个修炼也太尼玛烧钱了吧！他掰着手指头算了算，最终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他从炼血4层突破到炼血5层，竟然需要足足5万灵石。我的妈呀，这才炼血4层到5层啊！这要是炼血突破到炼脉境，那还得了。好在这5000灵石吸收进去后，他的整体实力倒是增加了不少。他能感觉到，以他现在炼血4层的境界，再去对付赵无缘那种货色，应该能做到碾压性胜利。不过要对付石磊那种炼气8层的榜上大哥，应该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差的这一点就是灵技。毕竟目前为止，他还从没见过这些家伙真正使用灵技。这也是为什么他跟这些人决斗时不选择正面硬刚，而是用一些偷袭、转移注意力之类的套路。他主要就是担心对方突然使出一个什么铺天盖地的大招，自己招架不过来。可他也尝试过修炼那些功法秘籍，有一些低阶的武技，他看一遍就能使用，但杀伤力小得可怜，还不如他随手一拳来的痛快。但有些功法他就完全修炼不了，比如说一本黄阶下品的火球术，他照着法诀凝聚了半天，别说火球了，连一点火星子都没见着。对了，修炼神识，他抬手一翻，摸出一本石灵诀，这就是青云宗常规的神识修炼功法，需要达到炼气中期才可以修炼。他刚好炼气4层，正是修炼神识得时候，有的神识往后开张的时候一放。方圆10里内的动静一清二楚，肥羊就好找多了。刚好往后加班加点用得上。再一个，他脑子里多少是有件东西，必须得将神识修炼出，好好看看脑子里到底藏了个什么宝贝。纯小白盘腿而坐，当即默念口诀，走你！嗡！功法运转的一瞬间，他的灵台便涌上一股清明之感，整个修炼室中的景象瞬间映入脑海之中。茶杯上那一片全曲的茶叶，木架上积攒的薄薄尘埃，全都看得清清楚楚。紧接着，他的神识便透出修炼室，落到修炼室前的花坛中，追着一只翩翩起舞的小蝴蝶绕了一圈。我去，这个神识果然牛逼，跟雷达一样。紧接着，他又看到了凉亭中的方圆与白简儿，两人正襟危坐，全身气息涌动。这两个还挺卷，一闲下来就开始修炼。他的神识继续向外，轻松透出了洞府的防御阵法之外。这已经达到了常规炼气4层修士神识200米的距离。纯小白想试试自己神识的极限，于是念头一动，让自己的神识再次往前延伸。300米、400米、1000米，神识一路势如破竹，竟然穿过了山顶那座风烛府邸的大阵，直接进入了其中。风烛府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他又看到了一座高大的竹楼，于是将神识探了过去，这才在竹楼后方发现了一个人影。准确来说，是在竹楼后方那个冒着热气的水池里有一个人影，还是一个女人，竟然没穿衣服。我去，这是送福利吗？不过只能看到一个背影，但单从这背影看，这个女人的身材好得有些不像话。这一下勾起了他的好奇心，准备看看这个娘们儿长得怎么样。于是他操控着自己的神识再次延伸，就在神识即将绕到这个女人身前的瞬间，什么人？突然，那个女人猛地转过头，抬手一挥，一套罗裙便裹在了她身上。紧接着，一股恐怖的气息从她周身爆发开来。纯小白只觉得脑袋里传来一股针扎般的刺痛，神识便如潮水般急速回笼。草率了！他大汗淋漓地抱着脑袋，显然是遭到了反噬。神识可不能乱放，这是修仙界的大忌。幸好他在被发现的第一时间就切断了神识，否则这一下很可能会伤到他的神魂。不过我这神识距离好像有一点点长啊，按照刚才的感觉推算，
他的神识范围好像达到了足足5000米，也就是方圆10里。按照功法所述，这个神识距离好像只有筑基期的修士才具备。最关键的是，神识是穿透不了防御的，然而他的神识却可以直接穿透。你妹的，我就说本大王是个绝世天才吧。这神识还有谁？纯小白顶着惨白的脸色，嘴角直接咧到了后脑勺。不过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感觉可不行。想了想，他直接抬手一挥，取出一个木盒，盒中盛放的是一株带着莹莹绿光的灵药。他也懒得研究是什么灵药，直接往嘴里一塞，嚼吧嚼吧就咽了下去。随即开启通宝法眼，运转武神诀，控制着那团精纯的本源之气，朝着自己的脑袋而去。那道绿芒自腹部一路延伸，直达胸腔，再透过胸腔涌入天灵盖。嗡！到达天灵盖的一瞬间，那昏昏沉沉的感觉瞬间褪去。紧接着，他的识海之中再次传来一股空灵之感，而且这种空灵感比之前更甚。根据识灵诀记载，这是神识之力增加的征兆。在这股绿芒全部消耗殆尽后，纯小白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感知能力又上升了一个档次。不错不错，没想到神识还可以这么练。不过他也知道，这种奢侈的修炼方式恐怕只有自己的武神诀能办到。武神诀本就是一套打开人体神藏的功法，而识海便是神藏之一。刚才那股本源之气正是滋养了他的整个识海。现在就让本大王看看，脑子里到底藏了个什么玩意儿。话音一落，纯小白心念一动，运用神识内视自己的识海。果然，一个古朴的青铜色小塔正静静地悬浮在他识海的正中央。那小塔共分6层，塔身之上刻满了晦涩难懂的纹路，散发着一股苍凉古老的气息，仿佛自亘古便已存在。然而纯小白对此却没有太过意外，因为通过几次开启狂暴模式时脑袋先是一闷的感觉来看，他早就察觉到自己脑袋里肯定有个什么东西。进入识海中也只是为了验证，但让他没想到的却是一个小塔，而且只有6层。9为级数，一般的塔包括修士的境界、功法等级都是以9为级，然而这座小塔只有6层。纯小白有些不解，不过现在开了，之前脑袋之所以会传来闷胀感，很可能就是自身达到了可以开启这座小塔的条件，小塔便强行开启，结果实力不够又主动暂停了。本大王脑袋里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个小塔？为什么以前没发现？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心中一震。难道那个红衣娘们是看中了老子这个宝物，所以才盯上老子？他觉得很有可能。这种宝物很可能从小就长在自己身上，只是自己修为不够，识海还没有成型，所以才取不出来。只能等自己修炼到金丹期之后，识海稳固，他才可以直接闯入自己识海中，将宝塔取走。想到这里，纯小白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女人长得无话可说，这心就有点问题了，竟然惦记老子的宝物。必须抓紧时间修炼，一定要在10年之内强到能干得过那个女人，不然这宝贝很可能就要被她抢走了。纯小白在心中暗暗给自己加了把劲，随后将神识直接探入到那座小塔之中。刚一触碰到这座小塔，他便确定了之前的神秘空间就是这座小塔。纯小白扫视一眼四周青铜色的墙壁之上，依旧是那些熟悉的武功图谱以及正中央那套功，武神诀消失了。纯小白走上前去，发现墙壁上原本的功法字体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幅人像。简单来说，是一个美女的图像。而且看这个美女的年纪，好像还不大。怎么长得跟那个红衣娘们有点像？他仔细看了看，发现这画像上的女子，除了脸上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婴儿肥之外，真的跟那个红衣娘们长得一模一样。你妹的，这不会是在提醒我要小心那个娘们吧？他仔细一想，觉得很有可能，不然好端端的将她的画像刻在这上面干嘛？于是他又在心里加了把劲儿，10年之内一定要突破到元婴之上，只有拥有那等神力，估计才能挡得住那个娘们。紧接着，纯小白又侧过身，继续看向之前自己没看完的那些武功，后边不是拳法就是腿法。很快，他停在了一幅好似鹰爪功的图案下，这难道是什么少林龙爪手？腿法、拳法这些东西他样样精通，但这爪法他还真没学过。要不练一练？来都来了，那就练一练吧。打定主意，纯小白立刻做出图像上的第一个动作，右手画爪，向着前方探去。然而就是这一个动作，他的神魂猛地一震，脑子里瞬间浮现出一名为司天手功法。此法只是第一层私人，后续的都没有。我去，这功法听着就屌炸天啊！纯小白满意的直点头。不过这私人不是真的给人活撕，而是专攻人体经脉与骨骼连接的薄弱之处。炼制大成，可于瞬息之间将人身365块骨头尽数拆散，顺便给人家经脉打个截断。简单一点讲，就是一套分筋错骨手。
学完第一幅图，所有运行口诀就这么全部浮现在了他脑中。这学习起来还这么简单，跟武神诀差不多，只要做出外形就能自动领悟精髓。只不过这里只有第一层专攻人体，想要这套功法的第二层，很可能要去到小塔的第二层才行。紧接着他又看向第二幅图，同样如此，只要摆出那个动作，脑子里就会自动浮现出这个动作的口诀和招式要点。一共36幅图，也就是36式，对应人体306根骨头，720条经脉。前18幅图是拆人，后18幅图是拆各种外物，只不过这种外部是以节点形式呈现在的脑海中。无论是什么机关阵法，都有相应的节点，按照功法运转，将力量汇聚于手上，便能探寻这些节点。半个小时后，这套司天手第一式司人便被他给学了下来，并且达到了现学现用的地步。不错，不错，这下往后谁再不长眼，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给他拆了。而且这好像是某种功法的一部分。纯小白抬头看了看头顶，很可能这个功法后续再上一层。学完这一招后，他继续往前走，发现前面就到了尽头，而这尽头之处正是他之前看到的那套指法。他目前对指法不感兴趣，不过之前他记得有一种步法。很快他就来到之前见过的那个图案之下。这套步法图案一共就只有3幅图。第一幅图上的人影身体前倾，足尖点地，体态轻盈飘逸，姿态像极了传说中的凌波微步，似乎下一刻就要乘风而去。纯小白立刻照着第一幅图的样子摆出姿势，身体微微下沉，右脚向前探出，做出一个俯冲的动作。果然，同样的感觉再次出现，一股关于功法的玄奥要诀瞬间涌入他的脑海。这确实是一套顶尖的步法，名为踏天步。此步法共分3式，每一式都精妙绝伦，各有神妙。第一式踏影千寻，此式一出，身形便如鬼魅，与阴影融为一体，不仅能大幅提升速度，更能让自己气机隐于阴影，是前行偷袭的不二法门。第二式踢云，此式乃能化为登天之梯，让人一步踏出，直上云霄，跟御空术倒是差不多。第三式缩地成寸，此式最为高深，涉及到空间法则的皮毛，炼制大成，一步踏出，山河倒转，咫尺天涯。卧槽啊，这个强啊！纯小白直接惊呆了，他能感觉到这3幅图也只是这踏天步，仅仅只是前3式。但是前3式就如此逆天，后面肯定还有更厉害的招式，只不过藏在了小塔的更高层。光是这最后一式缩地成寸，就已然是不得了的神通了。这要是学会了，以后打不过就跑，这天底下谁他娘的还能追得上本大王？他本以为这座塔里的武功都是些花架子，随着这些图看着画，学完之后还真不一般，可以说完全吊打那些灵技功法。纯小白美滋滋嘀咕一句，随后沉下心来，开始全力领悟第一式的法诀。搞定完第一幅图，他又接着领悟第2幅踢云纵。最后当他将目光投向第3幅图时，才发现这一式的难度远超前2式，他就足足花了半个多时辰，可见其复杂程度之高。纯小白本想试一试效果，脑袋忽然一沉，他知道这是待在小塔里的时间到了极限。这次是自己主动进入，没有像前几次那样有特殊照顾，停留的时间竟然比之前更短。不等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踢出去，纯小白便主动退出了出去。眼前景象一转，他便出现在修炼室之中，随后又是一个极致虚弱感传来，肚子饿得咕咕叫。于是他抬手一翻，又取出30瓶，像磕豆子一样，3下5除2全部磕完。打了一个饱嗝后，这种疲惫感在驱逐。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一下子得到了2大绝招。纯小白发现自己有点坐不住了，很想找个人练练手，K 2个人庆祝一下。要不今晚上出去干他一票？不过他觉得还是先忍一忍。今天在那座风主府邸里看到的那个娘们，10有8九是这青竹峰的峰主。这娘们被自己看了个精光，很可能要……他刚这么一想，就听到方圆在修炼室外嘀嘀咕咕，好像在说什么峰主，他心中咯噔一下。卧槽，不会真在抓偷窥狂吧？他一把拉开修炼室的门，方圆立刻迎了上来：“大王，大王，您接到通知没有？峰主召集我们青竹峰山顶的弟子，现在立刻去往峰主殿。”不对，这个胖子为何问我接到通知没？他心中疑惑，问道：“峰主通知你了？”方圆拿出自己的身份令牌，晃了晃：“大王，咱们得身份令牌除了存放功勋点，还具备传音功能。刚才峰主已经传音了。”嗨嗨，纯小白面不改色的点了点头：“对对对，忘了。”一旁的白姐儿偷偷瞄了他一眼：“忘个屁！这个家伙搞不好连身份令牌都没有，这要是被峰主发现了，可就麻烦了。”他不禁有些紧张起来。这位峰主听说是在内门得罪了某个大人物，才被发配到外门来当个峰主度日。平时脾气大的不行，前2年有个弟子就因为多看了他几眼，就被他一脚踹下了山，贬为了杂役弟子。这要是发现他一个土匪跑来冒充外门弟子，
可就不是被踹下山那么简单了。纯小白倒是不怕，偷窥狂又没刻在自己脸上，只要自己不说，谁知道呢？什么时候过去？方圆焦急道：“大家都早就过去了，我在这里都等您半刻钟了。”啊，那还不赶紧走？你们去吧，我先回去了。白姐儿小声地说道。别呀！纯小白直接拦住了他，将洞府的阵符往他手上一塞。你就在本大王门口守着，要是有榜上大哥来挑战，你就给他沏杯茶，让他等一会儿。白姐儿一愣，这家伙是想靠这种方式发家致富，不过这样倒也比他出去打家劫舍要好。白姐儿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家伙压不住骨子里的匪性，跑出去学着其他弟子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这要是被抓住了，他这冒充外门弟子的身份绝对会被当场揭穿。看着两人勾肩搭背远去的背影，他忽然觉得这个家伙似乎比宗门里那些眼高于顶的天才师兄师姐要好得多。他身上有一股子鲜活的劲儿，没什么架子，除了那挥之不去的匪气，倒也亲切。白姐儿撅了撅嘴，想到他赏赐的那些功法，他鬼使神差的拿着洞府阵符走了出去，站在门口，还真的帮他看起了大门。来到峰顶，风竹府邸的大阵已经撤去，一名名着一丝忧虑弟子带急匆匆朝着里面走去。纯小白觉得有些不对劲，冲着身旁的方圆问道：“这些家伙搞得那么紧张干啥？大王，你有所不知。”方圆凑过来，左右看了看，见没人注意他们，这才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低声道：“听说咱们这位峰主这里有点问题。”啊，他是个神经病？说不准，我也只是从小道消息得知。据说他以前是内门的一位绝世天才，后来得罪了一个大人物，根基被废，脑子也受了刺激。啊，他喜欢废人？我尼玛！纯小白心里一紧，搞得他都有些紧张起来了。这要是被发现自己就是那个偷窥贼，那可就麻烦了。主要是对方是个神经病，不像对付红衣女子之前那样，这个然是个疯子，但是好忽悠啊。不行不行，今天怎么也不能露馅。边走边聊，二人一同踏入风竹府邸，见那些弟子都朝着演武场的方向而去，纯小白二人便跟着他们来到了演武场。占地100亩的演武场中央，已经集聚了不下1000人，都是来自青竹峰峰顶的天才人物。纯小白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竟然能清晰地感知到这些人的境界，而这些人的境界清一色全是炼气8层、9层，唯独他看了看身旁的方圆，就这个家伙炼气7层。不对啊，你一个炼气7层的，是怎么住到峰顶来的？纯小白一愣，感情搞了半天，你丫就是个看大门的啊，难怪嘴巴那么甜，看到谁都想舔2口，原来这是职业病。不过他现在也明白了，自己能看透这些人的气息境界，应该是神识修炼有成的缘故。二人在广场中等了片刻，场中忽然一静。纯小白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位身穿青衣罗裙的少女正缓步朝着这边走来。那女子生着一副冰山巨人的清冷气质，却又偏偏长了一具令人血脉奋张的火爆身段，尤其是那张仿佛由上天亲手雕琢的绝美面孔，竟看得纯小白两眼发直。这气质与身材的强烈反差，非但没有一丝违和，反而催生出一种致命的诱惑。我去，这女人果然长得带劲。这是他见过除了那个红衣女子之外最好看的女人。原本排第2的白姐儿，现在只能屈居第3了。把数据观察了一下，发现自己竟然看不透这个女人的境界，他当即提高警惕起来。那峰主云火月来到人群前，目光一扫，第一眼就锁定了纯小白。为什么？因为全场上千名弟子，只有这个家伙敢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纯小白感觉自己的手臂被人撞了一下，侧头一看，发现是方圆在疯狂使眼色。他这才反应过来，此时所有人都低垂着头，唯独他还在肆无忌惮地欣赏着峰主的身段。哼！云火月哼一声，却没有计较。他目光清冷地在所有弟子身上扫过一遍，眉头微微皱了皱，随后抬手一挥，众人面前便凭空出现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大腿粗的白萝卜，还有一把明晃晃的大刀。云火月缓缓开口，声音清脆悦耳，却带着一股寒意。本峰主一直以来只吃素，但最近想吃兔子，你们排队上来，给我用萝卜雕刻一只兔子。雕刻兔子？用这把大砍刀？这峰主的脑袋果然有问题啊！想吃兔子就雕一只兔子吃。当然众人心里都在腹诽，却没一个敢表露出来。紧接着云火月再次抬手一挥，拿出一个玉瓶，此乃筑基丹。只要你们雕刻的兔子能令本峰主满意，这枚筑基丹便是你们的了。什么？众人呼吸一致。筑基丹，这是在场的每一个人做梦都想得到的丹药。这东西虽然可以用功勋点兑换，但排队至少都是3年起步。他们这些天赋一般的弟子，一旦错过最佳的筑基时间，往后的仙路便会越来越难走。他们现在就算有功勋点，也没那个时间去等。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机会。纯小白原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但筑基丹
他听方圆这个家伙说过，这丹药在黑市上拍卖，能卖到3到5万灵石。这不就是给本大王送钱吗？本大王的刀法，那可是上可雕龙画凤，下可剁骨剔肉，保证给你雕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不过他又犹豫起来，因为来此的弟子全是男的，一个女弟子都没有。这个娘们，难道是想用这个方法试探出那个偷窥狂？方圆则是一脸的兴致缺缺，别说用刀雕兔子了，他平时切个菜都容易切到手指。云火月扫视一圈，直接指着那些激动到发抖以及像方圆这样兴致缺缺的弟子，冷声道：“你们滚！”啊！那些家伙直接傻眼了。不是，峰主，给个机会啊！我已经领悟到雕刻的精髓了，绝对可以雕出你喜欢的兔子。一个弟子哀求道。砰！下一秒，那个求机会的弟子便被他一掌拍飞，直接轰出了演武场之外。纯小白心中一紧，这个娘们确实脑子有点毛病，一言不合就动手。他粗略一点，发现直接清走了800多人，只留下了200来个，他正是其中之一。云火月直接指着队伍最前面的那名弟子，过来。那名外门弟子心中一喜，赶紧上前接过大刀。刀锋刚一闪过，还没等落下，云火月直接开口：“滚！”啊！那名弟子一愣，刚想问为什么，可一想到之前那些被拍飞的弟子，他又生生忍了下来，撒开脚丫子就跑。紧接着是第2名弟子，这位学聪明了，面无表情的接过刀，直接落下。咻！一道萝卜皮飞了起来，可还不等萝卜皮落地，又是一句“滚”，他的动作一顿，丢下刀就跑。这个娘们果然有大病。纯小白在人群后忍不住嘀咕着。紧接着是第3个，这位弟子刚接过刀，姿势都还没摆好就滚了。第4个，刀落了下去，但还没碰到萝卜，又是一句滚。纯小白看着云火月，原本以为这个娘们是想试探偷窥狂，可看着前面的弟子连表现的机会都没有，又觉得不像。一连20多个，最多的一人也只下了2刀就滚了。轮到第21个，这人一上来没有任何啰嗦，手腕翻飞，刷刷刷刷，不到10个呼吸就雕出了一只肥像狗的兔子。随后期待地看向云火月，云火月只是淡淡看了一眼，又是一句滚。他再次拿出一只大萝卜，下一个。就这样一连过去了100位，几乎全是刚落刀就滚。在第101位弟子时，这位弟子一上来便集中精神，手中长刀舞出残影，7、8个呼吸就雕出了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这只兔子栩栩如生，看得人食欲大开。剩下的90多名弟子看得心都凉了，完了，这株鸡丹要没了。云火月的目光也落在那只兔子上，看了几个呼吸，最终还是吐出一个字：滚！啊！那名弟子直接傻眼了，这可是我祖传的厨艺雕工啊，这您还不满意？当然，他没敢问出来，放下刀就跑了。你妹的，这个娘们还挺难伺候。纯小白算是看出来了，这个娘们压根不是在试探偷窥狂，10有8九是被自己看完后生气了，在这折腾人呢。很快，又有几只栩栩如生的兔子被雕刻了出来，其中甚至还出现了起跳、打架、咬人、卖萌等各种造型。但云火月依旧不满意，最后都只奖励了一个滚字。云火月猛地侧过头，看向一直打量着自己的纯小白，冷冷道：“你过来！”纯小白左右看了看，既然没人站出来，他才反应过来这个娘们儿喊的是自己。他赶紧跑了上去，脸上压抑着兴奋：“就让你们看看本大王的艺术吧。”这些人雕工是不错，但在他看来缺少了点艺术成分。他直接拿起那把大砍刀，手腕一抖，刷刷刷几下，刀光闪烁，萝卜屑纷飞。转眼间，一群兔子立刻成型。对，没错，是一群兔子。看得周围的人全都一愣。这……云火月也是眉头微微挑了挑。纯小白见状，不等他开口，直接介绍道：“峰主，我雕的这道菜主题叫做团团圆圆。您看，这位是爷爷奶奶，这位是父亲母亲，这位是儿子，这位是闺女。”这确实是把云火月给惊到了。然而，纯小白话音刚落，周围的空气温度却猛然骤降。纯小白心中咯噔一下，这种感觉他体会过，那是杀意。完犊子，本大王不会真被这个娘们发现了吧？眼见这个娘们就要发飙，他当即开口道：“峰主，您要是不满意，没关系。弟子还有更厉害的。”他直接捡起之前被切剩下的萝卜块，刷刷刷又是几刀，一个新的造型便雕刻了出来。同样是兔子，但这次却是一公一母，正头挨着头，腻歪在一起秀恩爱。但周围的人却没心思去欣赏，一双双眼睛都死死盯着云火月。毕竟这个女人可是个疯子，万一动起手来，谁跑得慢谁倒霉。云火月看了那一堆兔子，目光微微一动，随后再次看向纯小白。沉默2秒后，他又莫名其妙地将那一身杀气收敛了起来，随后指着剩下还没展示的弟子，冷声道：“滚吧！”好嘞。纯小白一点头，抬脚便准备跟着那些如蒙大赦的人一起脚底抹油。
谁知云火月突然冲着纯小白背影开口道：“你留下。”完了，这个娘们八成是认出我来了。不过他头有些不解，自己从头到尾没有放出任何神识，他是怎么认出自己的？云火月绕着纯小白转了一圈，忽然开口道：“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那个封主，我修炼的就是青云诀。入门多久了？不到10天。纯小白老实回答。什么境界？炼气4层。住在峰顶？对。为何窥探本座府邸？好奇。纯小白一愣，赶紧改口：“那个啥，封主，我刚才没听清，您再问一遍。”你在我府邸里看到了什么？没有，我什么都没看到。纯小白再次猛地一愣，卧槽，这个女人怎么给我绕进去了？不是说这是个神经病吗？这脑子比自己转的都快。你叫什么名字？云火月又继续问道。纯小白。纯小白全身力量绷紧，死死盯着这个女人的一举一动，做好了随时跟她拼命的准备。行了，你走吧。云火月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搞得纯小白再次一愣，刚才还觉得他不是神经病，现在又觉得他就是个神经病了。这个都已经锁定自己了，居然又让自己走。不过让他走，他肯定不会留下。当然他也没有放松戒备，小心翼翼地绕过他，一步步朝着大门外退去。直到走出了府邸大门，也没发现那个娘们追上来，他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去，这个女人果然有大病。忽然想到那颗筑基丹，他就是亏麻了。早知道这个女人不追杀自己，就该将那枚筑基丹带出来。他回头瞅了瞅，在黑风寨养出来的老毛病，看到宝物不搞到手，吃饭不得劲，睡觉不安稳，浑身难受啊。纯小白抓耳挠腮地琢磨了一下，随后回头看了看风主府，云火月依旧站在演武场上，看着纯小白离开的方向，久久未动。直到一道微风吹过，吹起他脸颊的发梢，露出脖颈，一道道奇异的纹路，他才轻声自语道：“天生神魂异禀，难道我等的人就是你？”咦，云峰主，你在等谁？突然一道渐渐的声音在他耳旁响起，他侧头一看，发现本应该离去的纯小白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侧。他眉头微微一皱，不等他开口询问，纯小白就咧起嘴角的：“那个弟子是有个东西落在这里了，过来取一下，过来取一下。”其实此刻的纯小白慌的一批，踏天步已经做好了随时缩地成寸逃命的准备。见他没发怒，他便蹭到情侣萝卜那桌子旁，抬手将桌上那颗筑基丹往怀里一塞，随后拱手道：“多谢云峰主赏赐。”不等云火月开口，他脚下一动，像是画面卡壳一样，一步一个位置，眨眼消失在他身前。云火月又看到他那步伐，瞳孔一缩，这是瞬移？不对，纯小白几步就到了他洞府的那条小道，再次回头看了看，见那个神经病娘们确实没有跟过来，再次松一口气。我去，这缩地成寸确实牛逼，只是距离太短，一步只能缩几米，跑路还可以，用来装逼那就差远了，而且消耗还有点大，就这一点距离，虽然消耗了他1%的力量，也就是说以他现在的实力，使用缩地成寸也只能跑10里路。随后他又看向下山的路，要不要直接开溜？他之所以大着胆折回，考虑的就是想拿个路费，因为他感觉自己被这个娘们盯上了，往后可能会没好日子过。可自己返回后拿了筑基丹，这个娘们竟然没追过来，他忽然又不想走了，因为他意识到那个娘们儿明明已经确定自己就是那个偷窥贼，却没有动怒，反而温柔地放过了自己。对，就是温柔，毕竟其他弟子得到的都是一个滚字，相比之下让自己走吧，已经算是很温柔了。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心里咯噔一下，我去，这个女人不会也盯上我了吧？他摸了摸自己的脸颊，本大王这是什么体质？怎么这么容易招美女惦记？不过这一位倒还好一点，境界应该没那个红衣娘们高，对自己的图谋应该也没那么大，不然他不会自己那么客气，更不会没有任何条件就放自己离开。难道他是看上我了？仔细一想，他觉得还真有点像。毕竟一开始他可是从这个女人身上感应到了杀气，但最后盯着自己看了几眼，那杀气便收了起来，态度也变得极其温柔。这不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吗？管他呢，总之他能确定这个女人目前对自己的威胁不大，不然他不会脱裤子放屁，直接放了自己，也不会2次折返，他也不发怒，毕竟以他的修为，有什么目的直接来不就好了。既然如此，纯小白看了看自己的洞府，又看了看山下，最后嘴角缓缓勾起，那就好办了，自己现在也算是有靠山的人。随后他便背着手大摇大摆地朝着自己的洞府走去，刚一到洞府门口，就发现外面围了不少人。这是榜上大哥来了，他直接走过去，扒开人群，就见几个男弟子正站在白姐儿与方圆身前，嘴里吼着什么，吼得他2人低着头默不作声。
白姐儿注意到纯小白，立刻迎了上来，解释道：“纯师兄，这些师兄是来挑战你的。”挑战？纯小白心中一喜，赶紧走了过去。你们都是来挑战我的？对。为首的弟子直接将腰间的储物袋一摘，吼道：“赢了，这里面的东西都归你；输了，就把你这2天赢的储物袋，还有这座洞府都交出来。”这么爽快的吗？纯小白搓了搓手，赶紧开启通宝法眼，一眼看过去，发现眼前这5个挑战者手上的储物袋只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黄光，这点财气还不如他黑风寨的2当家旺呢。你妹的，原来是跑来空手套白狼的！这些储物袋里8成都是空的。他当即怒目一瞪：“滚！你！”那几人顿时怒了，刚想动手，旁边的2位执法弟子便紧握住了手中长刀，站了出来。今日他已经接受过挑战，宗门规矩1日之内接受过挑战，便可以拒绝第2次挑战。5个家伙硬生生压下心中的火气。纯小白不管不顾，直接拉着白姐儿打开洞府的防御阵法，一步踏了进去。你妹的，什么阿猫阿狗都想来挑战本大王？他直接冲着身旁的白姐儿问道：“3当家，难道你没告诉他们，本大王只接受榜上大哥的挑战？”白姐儿听到这声3当家，愣了愣，随后又支支吾吾地道：“我说过了，但是他们都不走，非要说挑战你。”纯小白看着这小姑娘那老实巴交的样子，一看就是受人欺负的主。只是他有些好奇，论这小姑娘的样貌，在这外门绝对是拔尖的存在，怎么会没人欺负她？还有这个胖子，平时走到哪都有人跟他打招呼行礼，搞得跟个大哥一样。不过他现在心里烦躁的很，也没那个心情去问。如果每天都要应付这些阿猫阿狗的挑战，别说修炼，光是跑来跑去都能给他累死。再一个，原本以为今天会有很多榜上大哥来挑战，结果等了个空，搞不好是被自己吓住了。他之前故意装弱，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实力展现得太高，免得给他们吓到了。但无论怎么说，这一个一个储物袋的攒还是有些慢，这完全不符合本大王勤劳致富、快速发家的战略方针。而且1天才进账一个储物袋，还是这种没几两油水的穷逼，这速度，猴年马月才能凑够招兵买马，去抢占一座山头，重操旧业。纯小白回到修炼室，立刻拿出方圆交给他的外门天才榜，开始一一研究起来。他发现排名前10的，竟然清一色都是筑基初期的修为，前10往后也基本都是炼气大圆满。他忽然明白了过来，为什么之前来挑战自己的都是一些剑修。在修仙界，同一领域的修士之间竞争最是激烈。比如丹道，如果一个宗门同时出了2个丹道天才，这2人肯定是谁也不服谁，非要争个高下不可。剑道也是如此，因此来挑战他这个剑修的，自然也都是剑修，其他道的修士才懒得没事干来找他切磋。咦，不对啊！纯小白看着名单上的一个名字，皱起了眉头。这个石磊不是落霞峰的吗？怎么也跑来我青竹峰挑战，我得动府了。他拿着名单，疑惑地走出修炼室，发现白姐正一个人坐在凉亭里，埋着头翻看着自己送给他的那些功法。嗨嗨！他故意干咳了2声。白姐听到声音，回头一瞅，就见纯小白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身后。他俏脸一红，像只受惊的小兔子，赶紧转过身去，下意识地用身体挡住桌上的功法，结结巴巴道：“大王，你有何吩咐？”这个小姑娘送他宝物的时候犹犹豫豫，这个拿到手上又真香。纯小白瞥了他那此地无银300两的动作一眼，也不点破，直接问道：“3当家，我问你，这挑战洞府不是只能同峰弟子之间挑战吗？怎么其他峰的人也跑来挑战我的洞府了？”那个大王，白姐说到大王2个字，还是感觉浑身别扭，怎么说怎么尴尬。自己堂堂青云宗弟子，竟然要在宗门喊大王，搞得跟入了山寨一样。他小声解释道：“是咱们峰的峰主，他从来不管我们这些弟子的事，所以其他峰的人只要想来，都可以随意挑战我们青竹峰的洞府。其实咱们青竹峰上至少有几千名弟子，都不是我们青竹峰原本的人。”你妹的，那这不就是谁想来都能来踩一脚的公共厕所吗？纯小白气得差点跳起来，这个峰主占着茅坑不拉屎，就任由自己峰下的弟子被人随意欺负。纯小白在心里给云火月主吐槽了一遍，随后又问道：“那我能去其他峰挑战吗？”白姐摇了摇头：“不行，其他峰都严令禁止外峰弟子踏入，更别说入内挑战了。”纯小白闻言，脸色顿时漆黑如墨，一屁股坐在凉亭的石凳上，气不打一处来。那岂不是说待在这里就只能任人欺负？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娘的，自己的财路断了。那些榜上大哥几乎没有一个是青竹峰弟子，这自己怎么刷榜上大哥攒钱？白姐看着他那一脸不爽的神色，瞬间就明白了他在想什么。这个家伙肯定是又惦记着让别人来给他送钱了。突然他想到了什么，眼前一亮，小声道：“大王，其实您如果想挑战别人，可以直接去演武台挑战天才榜上的师兄们。”啥玩意儿？
纯小白一惊，猛地站了起来。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什么天才榜可以随便跨峰挑战？白姐儿点了点头。不过天骄榜的挑战越往上越厉害，榜上的师兄们很多人都可以越阶挑战。这个纯小白倒不意外，能从10几万外门弟子中脱颖而出，排进前100的，要是没点越级战斗的本事，那这青云宗也太水了。那挑战需要什么条件吗？挑战没有条件，不过只能低排名向高排名挑战，而且被挑战的师兄必须刚好在宗门内。哦，对了，每位上榜的师兄每个月都有一次无理由接受挑战的要求，如果这次机会用掉了，其他人再想挑战，他就可以随意拒绝，不受宗门处罚。这个好办，你妹的！早知道有这么好的刷钱平台，老子还用得着辛辛苦苦等在洞府里迎客吗？行，不错。纯小白重重的点了点头，心情大好，习惯性的伸手朝着白姐儿的肩头一拍，砰的一声闷响，直接把人家那瘦弱的小身板拍得一个踉跄，眼看就要摔倒。他赶紧眼疾手快的一把扶住，入手只感到一片惊人的柔软和温热。啊！白姐儿站稳身体后，像是被电到一样，赶紧后退一步，一张俏脸瞬间红得能滴出血来。江湖儿女，不拘小节。纯小白却脸不红心不跳的收回手，若无其事的挥了挥，就好像刚才摸到的不是一个娇滴滴的姑娘，而是一个5大3粗的糙汉子。随后他背着手哼着小曲，就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白姐儿站在原地，又羞又气的撅着嘴，好似一个翘嘴鱼。不拘小节，吃亏的不是你是吧？紧接着他又嘀咕道，本姑娘这么一个大美女，被你占了便宜，你脸不红心不跳，完全没反应。还是说我长得……他忽然对自己的样貌产生了丝丝怀疑。纯小白回到修炼室，摸了摸手，暗自嘀咕道，没想到这规模还挺大。不过他很快便将这些杂念甩开，他追求的目标是先立业再成家。只有自己建立起一个足够安全的港湾，才能让跟着自己的女人不受委屈。当他将这些纷乱的情绪甩开，把储物袋里的东西倒腾出来，发现剩下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般的武器，弹药也都是些不知名字效果的低阶货色，零食更是一块没有。翌日一早，纯小白就精神抖擞地叫上了方圆，与已经跑回自己洞府却又被他强行拉来的白姐儿，美其名曰让他帮自己拎包。白姐儿狠狠地翻了个白眼，心里有些后悔昨天为什么要嘴快告诉他天才榜的事。这个家伙搞不好现在连引气入体都没完成，完全就是凭借一身蛮力在战斗，这怎么可能斗得过那些天才榜师兄师姐？不过让他去碰碰壁，找找教训也好，免得他一天到晚不知天高地厚，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纯小白敏锐地注意到了他那低落的神色，没好气的道，三当家，咱们寨子可不兴你这种胳膊肘往外拐啊，本大王马上就要上战场了，你这眼神搞得跟哭丧一样，多不吉利。对对，旁边的方圆赶紧小声附和道，白师妹，你要相信咱们大王，大王出征寸草不生，那些所谓的天才在大王面前都是土鸡瓦狗。白姐儿懒得搭理这个傻胖子，如果让你知道，你口中的大王到现在可能还没入道，你要是还能说出这句话，就算你厉害。很快三人晃晃悠悠的来到了演武场，抬眼望去，巨大的演武场上人声鼎沸，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场中分成了数十个区域，弟子们两桌对厮杀，剑气纵横，法术乱飞。不时有弟子被击倒在地，灰头土脸的离开，也有弟子获胜后引得周围观战者高呼呐喊，好不热闹。纯小白扫视一圈，目光最终落在了演武场正中央那个最高最显眼的擂台上，随口问道，那个就是天才台？对对，方圆连连点头，随后又指着高台旁边一块巨大的石碑道，那个就是天才榜。大王，咱们先过去看看最近排名有没有什么变动。三人挤过人群，来到天才台边缘。纯小白抬头在石碑上从下往上找了一下自己的名字，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不由得奇怪道，本大王不是排名第85吗？怎么这上面没有本大王的名字？方圆凑过来小声解释道，老大，在青竹峰挑战洞府战绩是不算数的，只有在这里登记并且在天才台上获胜才能登上天才榜。说着，方圆指向远处一位坐在高台下的身着长老服的老者，那位就是演武场的管理者副长老，平日里除了负责看管演武场接收弟子的挑战申请，剩下的就是维护着天才榜。这天才榜可是咱们宗门激励弟子的一大手段，毕竟只要能上了天才榜，未来的成就一般都不会低，这样的弟子在宗门内无论是待遇还是地位，都远非我们这些普通弟子可以比拟的。纯小白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难怪昨天一个榜上大哥都没来找自己，感情自己的名声只在剑道那一个小圈子里传开了，其他领域的天才压根就不知道有自己这么一号人。那打响名声就从今日开始。他目光锁定远处那个高台下的登记处，那里摆着一张桌子，桌前还坐着一个昏昏欲睡的老头，正百无聊赖地看着台下那些弟子的比斗。
纯小白快步跑了过去，冲着老头抱拳道：“副长老，弟子要挑战天才榜的师兄。”副长老闻言，懒洋洋的抬起头，浑浊的眼睛在纯小白身上打量了一下，露出一丝疑惑。这天才榜上的100名弟子，每一位他都了如指掌，甚至排名前1000的名字他都熟记于心。可眼前这个家伙面生得很，从未见过一来就要挑战天才榜的弟子。你要挑战谁？纯小白琢磨了一下，既然要刷榜，那肯定要一名一名地刷啊，刷得多才能赚得多。他直接道：挑战第100名。副长老悠悠地来到桌前，翻看了一下名单预测。他知道这肯定是一名新来的弟子，很多进入宗门前具备一些修为的弟子，自以为天大地大，老子最大，膨胀到一进宗门就想挑战天才榜弟子来展现自己。于是柿子捡软的捏，直接挑战第100名。可第100名也不是这些初入茅庐的小子能对付，这样也好，让他尝尝记性，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他头也不抬地回道：不在宗门。啊！纯小白一愣，出师不利啊。他接着道：那就第99名。副长老再次翻动预测，随后道：不在。98名。副长老终于抬眼看了纯小白一眼，似乎有些不耐烦，但还是继续翻了几页，才开口道：第95名，陈浩轩，在宗门，可以挑战。这手下败将，家当都被我掏空了，跟他挑战有什么用？纯小白撇了撇嘴，直接道：这个太弱了，长老，帮我往前翻一翻。副长老抬起头，瞪大眼睛看了看纯小白，这家伙膨胀到没边了。第100名你都没领教到，你就敢说第95名太弱了？他没有多言，似乎也习惯了这种事，再次往前翻了几页，开口道：后20名里只有第85名石磊可以挑战。纯小白有些意外，自己唯二能挑战的2个竟然都是自己的手下败将，他心里有点不爽，干脆道：长老，您就帮我往前翻，谁能挑战我就挑战谁。原本想慢慢往上刷的，现在看来自己想的太简单了。这些榜上大哥要么不在宗门，要么就是已经被别人挑战过了。副长老嘴角跟了一抽，原本他是想劝解几句，但一听这个口气，今日非得让你尝尝记性。他抬起手，手指在预测上一路翻飞，一连翻了10几页，最后手指停下，开口道：目前第50名陆莽在宗门，且可以接受挑战。那老头抬起头，露出一个你小子现在后悔还来得及的眼神。纯小白抓耳挠腮，一脸的难受，这可亏麻了呀。如果直接从第50名开始挑战，一旦赢了，那排名在他之后的51、52直到100名就不可能再上来找虐了。按照规矩，他也没法再回头去挑战低排名的，这就意味着他最多只能拿到50个储物袋。不行不行，太亏了，这买卖不划算。副长老，您再帮我好好看看，就真没有了。这前50名就一个都不能挑战了。副长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若有若无的冷笑。你小子现在知道怕了，晚了。不过这话他也没当面说出来，只是不耐烦地摇了摇头，回答道：没有了。本长老每天守在这里，有哪些弟子能接受挑战？门儿清。50名往后的，要么不在宗门，要么就是已经被人挑战过了。你妹的，这运气怎么这么差？纯小白下意识地看向一旁的白姐儿，心里嘀咕：都怪这个小娘们，大早上就摆出一副扫兴的脸，搞得本大王运气都变差了。白姐儿被他瞪得莫名其妙，愣了愣。副长老以为纯小白这下总该打道回府了，刚准备挥手让他们滚蛋，结果纯小白猛地一拍大腿，像是下了什么重大决心。行吧，就挑战他了。副长老眉头微微一挑，再次打量起眼前的少年。虽然他看不透这家伙的具体境界，但单从其散发出来的气息判断，明显比那些身经百战的天骄榜弟子要差了不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罢了，让你尝尝记性也好。副长老暗自摇了摇头，随后抬手一挥，取出一枚青铜令牌，手指掐动，一道法诀瞬间打入其中。等着吧。纯小白搓了搓手，一脸兴奋地来到一旁等待着。半刻钟后，一位身着青袍、身材魁梧如熊的弟子气冲冲地走上了天骄台。他环顾一圈，当即咆哮道：是哪个不开眼的家伙要挑战老子？给老子站出来，看老子不把你屎都打出来！他这一嗓子瞬间惊动了演武场周围那些正在切磋的弟子。有天才榜弟子发起了挑战，快过去看看，这天才榜挑战可不多见啊！看热闹去！众弟子纷纷停下手里的比试，潮水般朝着天骄台围拢了过来。远处正跟方圆聊天打屁的纯小白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走了过来，一眼就看到那个站在台上脸气得跟猪肝似的家伙，口中还在骂骂咧咧：赶紧给老子滚出来！老子打完你好回去修炼，再不出来，信不信老子让你1年下不了床！我去，这么嚣张！纯小白当即扒开人群，一步走上前，瞪着眼吼道：是你爷爷我挑战的，怎么了？你！
陆莽侧过头，上下打量了一下纯小白，发现这小子面生得很，从来没见过，心里的火气一下更大了。他们这些天骄榜弟子最看重的就是脸面，那些实力高强、威名赫赫的师兄师姐，自然没人敢去挑战。只有他们这些排名中下游、实力稍弱或者不稳定的，才会经常被人当作软柿子来捏，因此被挑战的次数也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面子问题。要是发现谁经常被挑战，就会被榜上其他的师兄师姐嘲笑，说他们是天骄榜守门员。周围的弟子也看纯小白一脸的陌生，不由得议论纷纷起来。这家伙谁啊？你们认识吗？不认识，看他这样子，不会是这次刚入门的新弟子吧？很有可能，毕竟每年都有那么几个愣头青，不知天高地厚，一来就想挑战天骄榜。此话一出，当即引起一阵哄堂大笑。那可是天骄榜排名第50，号称狂刀的陆师兄，等一下看这个嚣张的家伙怎么哭。纯小白听到这些刺耳的议论声，面子当即就有些挂不住了。他直接走到陆莽之前，上下打量了他一下，随后不屑地撇了撇嘴。看着也不怎么样嘛，块头是大，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中看不中用。陆莽被气的声音都打结了，手指着纯小白，抖得跟得了帕金森似的。他平生最恨别人拿他的个头说事，被那些师兄师姐拿来开涮也就算了，你一个乳臭未干，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冒出来的臭小子，竟然也敢瞧不起老子！他怒吼一声，抬手一挥，掌中凭空出现一把寒光闪闪的虎头大刀。纯小白也不怂，直接袖子一撸。干什么？干什么？副长老突然走了过来，他那浑浊的老眸一瞪，一股无形的威压瞬间扩散开来，整个嘈杂的演武场都安静了下来。他走到近前，沉声道：“天才台下禁止私斗，要打就上台去打，谁敢坏了规矩，直接废除修为，逐出宗门。”陆莽只好强行压下心中的火气，恶狠狠地瞪着纯小白：“小子，等一下上了台，老子就教教你怎么做人。”纯小白撇了撇嘴，毫不示弱地回怼：“等一下，老子就让你亲身体会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中看不中用。”行了，都闭嘴，给你们1刻钟时间准备。副长老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长老，我不用准备了。”陆莽立刻说道。他目光死死瞪着纯小白，感觉让这家伙多在自己眼前站一个呼吸，就是多一份对他天才之名的不尊重。副长老又看向纯小白，纯小白也摇了摇头，轻蔑道：“就他这货色，还需要准备？”副长老看到他这嚣张的样子，花白的胡须抖了抖。他堂堂一位长老，竟然也有些看不下去了。镇守这演武台100余年，就没见过这么膨胀的弟子。行，既然都不需要准备，那就过来登记。在众吃瓜弟子的目送下，纯小白与陆莽2人来到天才台上，那巨大的天骄榜石碑之下。陆莽直接拿出自己的身份令牌，递给副长老。副长老随手打出一道法诀，与自己手上那个青铜令牌碰了一下，一道光芒闪过，算是完成了登记。纯小白看到这一幕，心中顿时咯噔一下，完犊子了，本大王还是个黑户呢，这可咋办？见他站在那儿发愣，副长老当即瞪眼道：“你还在那愣着干什么？赶紧登记啊！”纯小白挠了挠头，找出一个万金油借口：“那个副长老，弟子的身份令牌忘带了。”站在人群后的白姐儿听到这话，一颗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小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他也将这一茬给忘了，这一下可麻烦了，万一副长老要仔细查他的身份，那他一个杂役弟子混进外门的事可就瞒不住了。然而副长老现在满脑子都是想看这个嚣张的小子被教训，根本就没往别处想。毕竟像这样初入宗门的弟子，丢三落四的也不是没有过。叫什么名字？纯小白。纯小白直接回道。副长老再次抬眼看了看他：“你看着也不纯啊。”心里嘀咕一句，他收回目光，抬指打出一道法诀，随后在青铜令牌之上虚空写下纯小白3个字，将其打入其中。呼，纯小白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你妹的，这最后一关总算是糊弄过去了。松气的还有白姐儿，他刚才吓得小脸都白了，手心里全是冷汗。副长老收起令牌，继续面无表情地宣布道：“天骄擂台比试，不准服用任何丹药，只看个人实力，也不得使用2阶及以上的法宝、符箓及一次性阵盘。”这些规矩倒也正常，毕竟无论是内门还是外门，总有那么些家里有矿的富二代。要是那个家伙爹娘给他塞了一身2阶、3阶的防御法宝，站那让别人打都打不动，那还比个屁！那叫什么天才？副长老继续道：“比试点到为止，不可伤及对方性命，不敌可以直接投降，将对手直接击败倒地，亦或者击出擂台算作取胜。”纯小白看了看左侧的擂台，差不多有500平，4个足球场那么大，那这个就好办了。副长老最后问道：“你们2人有没有问题？”陆莽摇摇头：“我没问题。”随后他的目光挑衅地看向纯小白。纯小白突然举手道：“长老，我还有个问题，这个偷袭限制吗？”周围看热闹的弟子听到这句话，当即一愣。
你妹的，搞了半天，你小子是想靠偷袭取胜啊？这也太不要脸了吧！副长老的嘴角也是微微一抽，但规矩就是规矩，他还是开口道：“只要是凭借你个人实力，无论是偷袭也好，下黑手也罢，都算是你本事的一部分。”那我就放心了。纯小白满意的点了点头。副长老刚想抬手喊开时，纯小白又举起了手：“长老，那个赢了有啥好处？”好处？副长老刚到嘴边的开始2个字，硬生生给噎了回去。不等他回答，周围那些早就看不下去的弟子们直接替他吼了出来：“你还想要好处？能登上天骄榜，这本身就是整个外门弟子最大的荣耀。有了这个名头，你才可以代表宗门去参加各种试炼和比武，到时候的奖励能拿到你手软。”纯小白撇了撇嘴，一脸嫌弃：“闹了半天，这上了天骄榜，还得先给宗门当牛做马，才能拿到奖励啊！”他挠了挠头，露出一副极其难受的表情。随后，他看向副长老，试探着问道：“那个长老，我可以不挑战了吗？”啥？周围人群瞬间一愣，搞了半天，你小子是来这儿耍猴？副长老的脸色也彻底沉了下来，额角的青筋都蹦了蹦。在这儿唠了半天课，把人也叫来了，名也登了，现在都站到台上了，你跟老子说不想打了？他都想亲自上去给纯小白一顿老拳。但纯小白还是理直气壮地说道：“我不是怕他的意思，主要是这上了天骄榜也没啥立竿见影的好处，白费力气，划不来啊。”陆莽看着他这副见钱眼开、被蓝耍滑的样子，脸色当即黑得跟锅底一样，怒极反笑道：“你想要什么好处？直说。”纯小白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当即精神一振，开口道：“不如这样，咱们加点彩头。”陆莽现在只想立刻揍他一顿，只要能光明正大的把他按在地上摩擦，什么都好说。他直接将手中的虎头大刀一扬：“行，我这把黄阶极品大刀就当彩头，你赢了归你。就这破刀，还不如本大王的拳头硬。”纯小白一脸嫌弃的摇了摇头：“不如这样，咱们干脆点，就拿全部身家当彩头，谁赢了，对方的储物袋就归谁。”说着，他随手一掏，直接拿出3个干瘪的储物袋，在手心里抛了抛：“诺，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赢了都归你。”他这爽快的举动，反而搞得副长老微微一愣。他看了看2人，有些迟疑。这天骄台上的彩头以前不是没有过，但也不过是一些丹药或者武器，这拿全部身家出来当彩头的还是第一次。不过他看纯小白那一脸嚣张欠揍的样子，越看越来气。这种弟子一看就是刚入宗门找风头，现在打不过又想退缩，故意让别人知难而退。他胡须一吹，直接点头道：“既然是你们自己决定的，那行，就依你们的意思来。不过事先说好，立下彩头，概不反悔。”啊！纯小白当即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实则心里乐开了花。这什么这？赶紧的！陆莽脸上直接乐开了花。他娘的，今天运气真好，竟然有人主动将家当送上门来。原本他看纯小白怎么看怎么来气，现在再看，只觉得这小子格外可爱，就像看到了自己失散300年的亲爹。既然你小子这么主动的把家当送上门来，那行，等会儿老子就让你少在床上躺几个月。白姐见状，急得想上去劝一劝纯小白，结果被旁边的方圆一把拉住：“白师妹，你别急啊。”方圆压低声音，满眼兴奋：“就算不相信大王的武力值，你也要相信他的偷袭能力啊！之前的2次，咱们又不是没见过。”纯小白则是一脸痛苦的表情，将手上的3个储物袋恋恋不舍地交到了副长老手里，演得跟真要割肉一样。副长老接过储物袋，看到他那吃瘪的模样，脸上也露出一副解气的神色：“今日就让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好好尝尝记性。”随后他目光看向陆莽，陆莽唰的一下摘下腰间的储物袋，直接往副长老手上一拍，然后大步流星地朝着天骄台中央的擂台走去。唉，纯小白重重的叹息一声，随后拖着步子，一副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的样子跟了上去。他这副模样，引得周围看热闹的弟子们都捂嘴偷笑，而人群中的方圆则激动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当即振臂高呼道：“大王加油！大王威武！”啊！周围人一愣，纷纷侧目。什么大王？这家伙难道是哪个凡人国度的皇帝？啊！方圆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喊顺嘴了，赶紧改口道：“纯师兄加油！纯师兄必胜！”随后他用肩膀撞了撞身旁的白姐儿，示意他赶紧也一起助威。白姐儿此刻却是一脸的紧张，哪有心情喊加油？在他看来，纯小白连引气入体都够呛，这对手可是天骄榜排名前50的弟子，是真正的天才，怎么可能是靠偷袭就能取胜？2人来到演武台中央站定，纯小白依旧是那副死了爹娘的难受表情。没办法，为了能在这天骄台上一波吃肥，他只能先装孙子。万一不小心把这些家伙给吓跑了，自己还上哪儿发大财去？
他有司天手和踏天步这两大底牌，只要不碰到筑基期的弟子，他都有十足的把握，能把这些所谓的天才按在地上摩擦。毕竟自己好歹也是个正儿八经的炼气中期修士了。最关键的是，现在单臂纯力量已经来到了将近1万斤，这要是还干不过他们，那以后还怎么在这修仙界混？怎么重镇山大王的雄风？准备好了吗？陆莽撸起袖子，抬起手中的虎头长刀，咧嘴问道。纯小白也依葫芦画瓢的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把破烂长刀，一脸紧张地点头道：“能不能再等一会儿？”等。陆莽狞笑一声，只当他是害怕了，来到这天骄台上可就没有等的机会。早点把你打趴下，老子早点发财。说着，他脚下猛地一踏，魁梧的身形如炮弹般冲出，手中长刀划出一道凶猛的弧线，当头就劈了上去。啊！纯小白发出一声夸张的惊呼，然后想也不想，掉头就跑。哈哈哈！他这副怂样，立刻引来台下那些吃瓜弟子的一阵哄堂大笑。然而，人群中的方圆看到这一幕，却是双眼放光，愈发有了信心。对了，就是这个节奏。之前那2个倒霉蛋可不就是这么中计，最后被大王按在地上摩擦的吗？他攥紧拳头，激动的低吼：“纯师兄，加油啊！”副长老看着擂台上一前一后，一个追一个逃，绕着台子不停的转圈圈，看得老脸直抽抽。这家伙还真是来丢人现眼的。小子，你跑得还挺快。陆莽一边追一边咋呼道，但他并不着急，就像一头戏耍猎物的猛虎，享受着对方在恐惧中挣扎的快感。然而追着追着，他就发现不对劲了。别看他长得5大3粗，但心思却相对细腻。他突然发现，无论自己加快速度还是放慢脚步，竟然始终跟前面那个家伙保持着一个固定的距离，怎么也碰不到他的衣角。纯小白捕捉到了他微微皱起的眉头，心里清楚，这家伙显然是看出了问题。他当即停止运转踏天步，身形故意微微一顿，露出一个破绽。陆莽果然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时机，瞬间将脑中的疑惑甩开，手中长刀猛地一翻，朝着纯小白的后背悍然斩出一道刀芒。那刀芒带着刺耳的破空声，在空中逐渐放大，眨眼间就变成了一把3米多长的血色灵刀。我去，终于看到玩法术的了！纯小白见状，眼中闪过一丝兴奋，当即将一股无形之力汇于刀身，猛地一个转身，将长刀横在胸前。枪！血色刀芒狠狠斩在他的刀背上，瞬间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不过也仅仅只是一声巨响而已，纯小白身子晃都没晃一下。这好像也不行啊，他心里嘀咕了一句。不过为了防止对方看出破绽，他借着那股冲击力道还没泄完之际，身形猛地向后滑去，双脚在擂台擦出10几丈远的划痕，才勉强稳住身形。那些吃瓜弟子只看到纯小白被陆莽一刀斩飞，当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和呐喊：“陆师兄加油！陆师兄威武！砍死他！”陆莽尝到了甜头，立刻乘胜追击。他一个闪身就到了纯小白身前，手中虎头刀再次卷起一片血光，又是一道凌厉的刀芒斩出。纯小白当即在地上就是一滚，以一个极其狼狈、常人根本看不出破绽的角度，刚好避开了这势在必得的一刀。那刀芒狠狠斩在坚硬的青钢石擂台上，瞬间爆出一团耀眼的火花。纯小白带着一脸惊恐，再次发出杀猪般的惊呼，连刀都不要了，抱着脑袋转身就跑。台下的副长老看到这一幕，也是一脸的舒爽，胡子都翘了起来。这小子天赋不错，但心性太过浮躁。他能看出纯小白有着一身高超的身法，却又没用刀点子上，只能用来逃命。让你小子长记性也好，免得以后膨胀的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就这样，他们在擂台上追一圈砍一刀，砍2刀追一圈，往往复复，折腾了差不多半刻钟，累得陆莽气喘吁吁，心里不断骂娘：他娘的，这个家伙是属兔子的吗？怎么跑得这么快？他也能看出纯小白有一身不错的身法，但手头上的力度差远了，真实境界应该也就炼气7层。如果不是就身法，他早就给这小子砍死了。而此时的纯小白为了发大财也是拼的，此刻他的模样狼狈至极，身上那件崭新的青袍弟子服已经被刀芒的余波划成了一根根布条，挂在身上随风飘荡，活像个丐帮帮主。他的狼狈引得台下的吃瓜弟子们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嘲笑和欢呼。陆师兄，别跟他耗了，直接用大招废了他，这哪是来挑战的，分明是来给咱们演猴戏的。纯小白见铺垫的差不多了，嘴角悄悄一咧，脚下一个滑步，故意将自己逼到了擂台边缘的一个角落。此地正好是一个直角，他往那一站，再无退路。陆莽一看这小子的退路终于被自己封死，脸上顿时露出一副狰狞的暴怒之色。原本他想着3个呼吸就能把这小子轻松搞定，没想到这家伙一身的本事全都用在了逃命上。今天他非要把这家伙的双腿打断不可，看他以后还怎么跑。你小子跑啊！陆莽一步步逼近，脸上的横肉都在颤抖。
今天老子看你还往哪里跑！纯小白背靠着角落，喘着粗气，一脸惊恐地喊道：“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陆莽的脚步猛地一顿，这要是让他自己跳下去，那就等于直接认输了。那自己还怎么光明正大的打断他的双腿？怎么找回之前被戏耍所丢失的面子？想认输，晚了！陆莽在心里怒吼一声，手上长刀一收，直接伸出一只蒲扇般的大手，朝着纯小白的脖子就抓了过去。他准备先把这家伙抓到擂台中央，先来一顿胖揍，揍爽了再说。纯小白要的就是他这种失去理智的暴脾气。见他那大手猛探过来，他当即暗中运转踏天步第三式，缩地成寸。陆莽眼看着自己的手即将要捏住纯小白的脖子，忽然眼前一花，发现那小子的身影诡异地向旁边偏移1尺，刚好抓了个空。而纯小白则发出一声怪叫：“我跟你拼了！”随后手腕猛地一翻，在与陆莽错身而过之时，直接用上了司天手分筋。只见他顺势肩膀一甩，手指在陆莽的后腰上一掠而过，不轻不重的在他那支撑全身力量的核心经脉上轻轻一拨。陆莽只感觉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腰部猛地一酸，体内运转的灵力就像岔了气一般，瞬间一滞，整个身形不受控制的朝前扑去。砰！他庞大的身躯直接从擂台上飞了出去，在台下摔了一个人仰马翻，四脚朝天。周围那些吃瓜弟子看到这戏剧性的一幕，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举起欢呼的手也尬在了空中。这是怎么了？陆师兄怎么自己摔下来了？众人一脸懵逼，在他们的视角里，刚才就是陆莽俯身向前去抓人，结果不知怎么的脚下一滑，身形没稳住，自己跌下了擂台。副长老那布满皱纹的老脸也是猛地一僵，只不过他比台下那些弟子看得要更多更清楚。刚才纯小白那小子身体突然诡异一偏，甩动的手刚好碰到了陆莽的后背，疑惑点就在这里，那动作轻飘飘的，根本不足以将他给击下擂台。可这家伙却实实在在从擂台上跌落了下来，所有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了陆莽的身上，似乎想从他脸上看出些答案。陆莽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爬起，刚想怒吼着冲上去，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掉下了擂台。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完全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刚才也不知怎么的，腰沿子那块一下子就没了力气，完全没稳住身形，结果被俯身的惯性带着，一下子就栽了下来。难道是最近这几天生活不太检点，有点肾虚了？刚才那不算，是我自己没站稳。陆莽涨红着脸，冲着擂台上大吼：“啥玩意儿？你还真是自己没站稳啊！你全部身家都顶在脑门上了，你跟我们说你没站稳？”副长老也是气得嘴角直抽抽，心里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这个蠢货。没想到还真被他猜中，这个家伙还真是自己狡猾。他现在觉得这个家伙比纯小白更可恶，大家都等看你怎么把这个嚣张的小子按在地上摩擦。结果你他娘的竟然说狡猾了！啊，我赢了吗？一个贱兮兮的声音打破了现场的寂静。纯小白一脸疑惑地走到擂台边缘，看着台下寂静的人群，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随即他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猛地一拍大腿：“对，出了擂台就算输了，我纯小白赢了啊！”副长老的脸色漆黑如墨，但还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点头道：“纯小白胜。”副长老，刚才陆莽还想争辩。住口！副长老直接一声怒斥打断了他。规矩就是规矩。他能在这演武场一守就是100余年，拿到宗门各种荣誉奖励，除了他平时待人还算随和外，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向来秉公办理，无论是什么样的比试，他从不偏袒任何一方。输了就是输了，哈哈，那我岂不是发财了？纯小白的声音再次欢快的响起，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随后，只见他直接从擂台上跳了下来，咧着大嘴，蹭蹭蹭的跑到副长老面前，搓着手问道：“副长老，咱们的彩头呢？”副长老黑着脸，花白的胡须气得直抖，极不情愿的抬手一挥，将那4个储物袋递了过去。纯小白一把将4个储物袋紧紧抱在怀里，亲了一口，放声大笑：“哈哈，发财了！多谢陆师兄厚爱，多谢各位师兄师姐赏脸啊！”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恨不得把发财2个字刻在脸上的嘴脸，周围众人只觉得胸口一阵憋闷，像是吞了一只苍蝇，气得咬牙切齿。尤其是想到自己刚才还像看傻子一样嘲笑他，现在更难受了，可偏偏又拿他没办法。而陆莽则双眼通红的站在原地，都快哭了。他辛辛苦苦攒了这么多年的全部家当啊，就这么没了。恭喜纯师兄，贺喜纯师兄！马屁金方圆第一时间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眼睛笑成一条缝，腰都快弓到地上去了。纯小白大喇喇的摆了摆手，捧着储物袋，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白姐儿则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心里嘀咕道：“运气好而已。”不过他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这惊心动魄的一关
总算是过了。纯小白瞥了一眼那边双手握拳，眼神恨不得扒自己皮、吃自己肉的陆莽，眼中却没有丝毫同情。在他看来，这些天才榜上的弟子没一个是什么好鸟。这些家伙身上这些丰厚的财物，哪一件不是靠着宗门地位压榨那些底层修士得来的？土吃人一回，人吃土一辈子。这个弱肉强食的修仙界，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他今天这么干，也算是替天行道，帮那些被欺负的底层弟子讨回一个公道。这也太菜了，赢得一点成就感都没有。纯小白收回目光，掂了掂手里的储物袋，一脸意犹未尽的咂了咂嘴。这一句话瞬间点燃了火药桶，气得陆芒脚下猛地一动，差点就要不顾规矩的跳上来跟他拼命。周围那些弟子也被他这副嚣张的气厌气的不行，有人终于忍不住高声质问道：“你不过是运气好赢了一场，有本事你再接着挑战。第49名的王师兄刚好在宗门。”纯小白佯装自己说错了话，赶紧捂住嘴，眼神躲闪，一副心虚的样子。他这破绽立刻被周围那些早就看他不爽的吃瓜弟子抓到，当即有人帮腔道：“对，你有本事就接着挑战，别以为赢了陆师兄就了不起了，看王师兄怎么收拾你就完事了。就是敢不敢啊？怂了就直说。”这样的挑衅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纯小白被众人逼到墙角，终于忍无可忍，硬着头皮，脖子猛地一扬，吼道：“不就是什么狗屁王师兄吗？有本事你们叫他过来，看本大王不打得他满地找牙！嚣张，太他妈嚣张了！你有本事别跑！”有弟子放出狠话：“跑！”纯小白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直接将怀里那4个沉甸甸的储物袋往旁边的石桌上啪的一拍，匪气十足的吼道：“你们随便找，有一个算一个！今天谁要是能击败本大王，本大王这全部家当就全他娘的是他的！”啊！众人被他这副狂妄到没边，仿佛已经天下无敌的嚣张自信气得差点当场修为倒退，心魔滋生。一名被气得脸蛋通红的女弟子当即转向副长老，高声申请道：“副长老，这位纯师兄还要接着挑战。”副长老走上前，皱着眉看着纯小白：“真要接着挑战？”纯小白又挠了挠头，露出一副犹豫不决的表情。众人一看他这架势，以为他马上又要怂了，立刻加大力度拱火：“怎么不敢了？刚才的豪言壮语都喂狗了？我就知道他是个怂包，只会耍嘴皮子。快答应啊，让我们看看王师兄怎么把你打成猪头！”纯小白听到这些话，被气得猛地一拍大腿，彻底豁出去了。挑战，今天必须挑战！本大王就让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好好看看老子是怎么把那个什么狗屁王师兄按在地上摩擦的！副长老听到他这嚣张至极的话，气得咬牙一咬，直接拿出青铜令牌，开始联系排名第49的王师兄。今天必须要治一治这小子，不然临退休之际会落下一个心结。不多时，一位身穿青袍、面如冠玉的青年男子，在一群义愤填膺的弟子的簇拥下，来到了演武场边缘。他气质出尘，步履从容，腰间悬着一柄古朴长剑，浑身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锐气。此人正是天骄榜第49名王善。他来到场中，目光冷冽地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那群聒噪的弟子身上，淡淡开口道：“听说有一个嚣张的家伙要用全部身家当彩头来挑战我。”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了演武台下那个正坐在长凳上抱着储物袋傻乐的身影。然而纯小白在接触到众人目光之后，眼神立刻一躲，扭过头假装没看见。众人既然他又怂了，立刻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嘲讽：“怂了，看他怂了，刚才不是还叫嚣着要打得王师兄满地找牙吗？现在怎么变缩头乌龟了？我就说嘛，全凭运气，真本事一点没有。谁说我不敢的？”纯小白蹭的一下从长凳上站了起来，梗着脖子吼了回去：“我是在问，家当带来了吗？”王善在来的路上，已经从旁人口中大致明白了前因后果，也知道这个叫纯小白的家伙运气好，白捡了一个大便宜。现在居然还有人抢着给自己送来2份家当，这要是不来，那不成傻子了吗？他直接拍了拍腰间鼓鼓囊囊的储物袋，傲然道：“我的家当向来随身携带，只看你敢不敢过来挑战了。有什么不敢的？”纯小白脖子一扬，直接掏出那4个还带着体温的储物袋，重重地往副长老身前的桌子上一拍。王善见状，心中一喜，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腰间的储物袋解下，同样往桌子上一放。周围的弟子看彩头以下，这才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总算可以报仇雪恨了。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脸上露出了畅快淋漓的笑容，仿佛像是他们自己抱走纯小白一样。而纯小白则偷偷打开通宝法眼，瞥了一眼王善的储物袋，只见那上面赫然冒出2尺多长的浓郁绿光，顿时心中大喜。他奶奶的，这些榜上的大个果然个个都是肥羊，但他脸上依旧装出一副后悔莫及、骑虎难下的表情。
还没等他反悔2个字说不出口，周围那些师弟师妹们就一拥而上，七手八脚的将他往擂台上推，生怕他下一秒就脚底抹油溜了。王善当即拿出自己的身份令牌交给副长老。副长老登记完毕后，抬头看了看已经被推上擂台的纯小白，想了想，还是忍不住提醒了一句：“点到为止。”是。王善恭敬地应道。作为一个新入门的弟子，先不说武力值如何，光是那一身神鬼莫测的逃命本事，就不是一般人能练得出来。那些弟子看到王善走上擂台，立刻将之前积攒的所有怒气全都化作了嘴上的呐喊，疯狂地为王善欢呼助威起来。而另一边，方圆与白景儿则被一群愤怒的弟子团团围住。因为刚才就这2个家伙叫得最欢，如果不是碍于演武场的规矩，他们高低也得把这2个人按在地上先打一顿解解气。此刻他2人缩在人群里，哪里还敢出声助威，只能在心里默默为自家大王祈祷了。纯小白大马金刀的往擂台中央一站，立刻冲着王善拱手道：“王师弟，请赐教。”王善笑了笑，根本没计较他言语中的那点不敬。一个上赶着来给自己送大礼的人，他感谢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在意这点细枝末节？他淡然地点了点头，随即将手中长剑缓缓抬起，剑尖直指对方。纯小白则手腕一翻，直接从储物袋里摸出一沓黄澄澄的符箓。这么一看，少说也有50-60张。王善的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他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个家伙赢了陆莽的全部家当，怎么可能不直接利用上？台下那些弟子看到这小子居然拿出一沓符箓，脸上的笑容也是猛地一僵，当即怒骂道：“这家伙太不讲武德了，太不要脸了，太不要脸了，竟然想用符箓取胜！不过宗门规矩只规定了比试中不能使用超过自身一个大境界的2阶符箓，但同阶的1阶符箓是可以随便使用。毕竟这玩意儿可不便宜，最垃圾的成本也要20灵石1张，而那些能对他们这些天才弟子造成威胁的高品质符箓，更是动辄200-300灵石1张。这都是那些炼气初期弟子执行9死1生任务才配备得起的宝物。因此，在天骄榜的挑战中，极少有人会用符箓砸人，毕竟赢了也不光彩。可今天这个家伙不一样，他完全是被众人逼得下不来台，用什么手段都显得合情合理。王师兄，看招！纯小白怪叫一声，直接抽出2张火球符，神识一动，瞬间激发，符箓化为2道灵光。哗啦，灵气一荡，2个脸盆大的火球凭空凝聚，呼啸着就朝着王善砸了过去。王善身形一晃，轻松惬意的一个横移，便躲开了那2个火球。可紧接着又是2道凌厉的锋刃破空袭来，他再次侧身退出。谁知纯小白手中又甩出4张绕藤符，4根由灵力凝聚而成的粗壮树藤破土而出，如灵蛇般朝着他脚下缠绕而来。不等他挣脱，那2道锋刃再次改变方向，呼啸而至。当然，他天才榜第49名的位置可不是吹出来的。只见他迅速掐动法诀，口中低喝一声“起”，声音一落，一股雄浑的灵力从他体内迸发而出，在他周身瞬间凝出一道罡气护盾。那2道锋刃砸在护盾上，只爆发出砰砰2声闷响，便瞬间消散。抓住这个空隙，王善脚下猛地一顿，灵力鼓荡，直接震碎了脚下那几根灵力凝结出的树藤。可不等他发动攻击，又是10枚脸盆大的火球从各个刁钻的角度再次朝着他砸了过来。就这样，王善被纯小白手中那些不要钱似的符箓给逼得手忙脚乱，丝毫没有喘息的机会。其实纯小白心里也是肉痛的一批，但他没办法，为了放长线钓大鱼，现在还不能暴露他真正的实力，只能先用这些小钱来麻痹对手。台下的弟子们看得咬牙切齿，卑鄙、无耻，太不要脸了。而人群中的陆莽则脸色漆黑如锅底，这可都是他的符箓啊！他辛辛苦苦攒了3-4年，才攒下这么几十张宝贝，结果全被这个败家子给当糖豆一样挥霍了。原本他还想着等比试结束就抽空找到这个家伙，好好给他揍一顿，亲自让他把自己的储物袋乖乖交还回来。可现在看来，到时候能余下一半就不错了。副长老也是看着擂台上的场景，老脸漆黑。这个家伙太不讲武德了，他现在都有点后悔刚才提醒王善那一句点到为止。如果再有机会，他一定会提醒一句，下手重一点，往死里打。擂台上的王善也已是一脸的暴怒，毕竟这些一阶符箓中混杂着不少上品乃至极品，这样的符箓威力都相当于炼气后期修士的全力一击。虽然对于他这种外门排名第49的天才弟子来说，单张造不成致命威胁，但架不住数量多啊。他很清楚，要是一直这样躲下去，灵力迟早会被耗尽，到那时可就真的麻烦了。正在此时，他眼中金光一闪，抓住一个时机，身形宛如鬼魅般从一道锋刃的缝隙中穿身而过，手中长剑化作一道寒芒，直刺纯小白胸口。纯小白猛地发出一声惊呼，掉头就跑，边跑还边不要命地往后甩着符箓。王善一边狼狈地躲避着袭来的锋刃火球，
一边紧追不舍。雷电术，看招！纯小白抓到一个绝佳时机，直接从益达符箓中掐出一张灵光最盛的一阶极品雷电符，朝着身后追来的王善激发而出。王善当即一个急刹车，可还没来得及后撤，那道刺目的电光已经爆射而至，精准地落在他前刺的剑尖之上，顺着剑身直达全身。滋了，他一头精心打理的长发瞬间根根倒竖，直接炸成了鸡窝，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他瞬间明白自己上当了，这个该死的家伙手中肯定早就捏着这张雷电符，就是故意引诱自己追击近身，在来不及躲避的距离发动偷袭。可还不等他展开报复，又是几个脸盆大的火球劈头盖脸的射了过来，他只能狼狈的一个闪身躲开。随后他又被纯小白手中不要钱的符箓逼得一步步后退，再次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之前还高声欢呼的人群，此刻一个个咬牙切齿，拳头都捏出了火星子。王师兄加油！今天一定要弄死这个小子！王善注意到他手中那沓符箓在飞速消耗，剩下不足20张。他知道自己只要再坚持一下，将这个家伙手中的符箓耗尽，胜利就唾手可得。然而这剩下的符箓居然全是一阶上品，不仅威力巨大，覆盖范围也广得吓人。在艰难的又扛过了5张之后，一个巨大的火球擦着他的护体罡气爆开，虽然没能直接落在身上，但狂暴的冲击力还是将他的罡气护盾震出了一道裂纹，导致他体内灵力一阵剧烈翻涌。而台下那些弟子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心中默默念道：王师兄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啊！10张了，5张了，3张，狼狈不堪的王善也终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最后一张雷电符被纯小白激发而出，却被早有准备的王善险之又险地躲了过去。纯小白心中有一些惊讶，这排名第49的天才弟子确实不是吹出来的，要是换做之前那个排名第80的陆莽，恐怕早就被自己这连环符箓给轰成焦炭了。哼，现在看你怎么死！王善眼中凶光一闪，压下心中的暴怒，一剑递出，准备彻底了结这场闹剧。突然，纯小白再次往储物袋里一掏，手上居然又出现了一沓崭新的符箓。他二话不说，直接连发5张火球符，狂暴的火浪硬生生将王善前冲的身形逼得连连后退。他这一通骚操作，瞬间引起台下一片山呼海啸般的咒骂：不要脸，太不要脸了，竟然带了这么多符箓！副长老，这不公平，他这是作弊！闭嘴！虽然副长老也是气得脸色漆黑，但他还是不得不出声，怒视着众人，维持着现场的秩序。王善不停后退，一个招架不及，又被一张上品火球符砸中，整条袖子呼的一下烧了起来，冒着黑烟。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堂堂天骄榜第49，竟然会被一个新入门的弟子用符箓逼到这个地步。他只能死命抵抗，可他越是抵抗，就越是狼狈。打到现在，体内的灵气已经不足以支撑他时刻开启护体罡气了。而一旦打不开护体罡气，只要被那火球术或者锋刃术擦中，身上立刻就是一道血淋淋的口子。火球术、锋刃术、雷电术、冰锥术、地刺术，纯小白越打越起劲，嘴里还怪叫着49名，怕不是走后门上来的吧？一张接一张的符箓像不要钱的雪片一样往王善头上撇。王善气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呼吸越来越乱，脚步都有些不稳了。这是愤怒至极，内家灵力即将耗尽的症状。而纯小白看王善越来越气，肺都快炸了，他那咧开的嘴角弧度却越来越大。最终忍无可忍的王善牙关猛地一咬，眼神一厉，死死紧握手中长剑，竟是硬顶着2张锋刃符，朝着纯小白猛扑过去。吃！身上瞬间爆出几道血花，但他不管不顾，终于冲到了纯小白身前，抬起手中长剑，一道凌厉的剑气悍然斩出。卧槽！纯小白看到眼前那森然的剑气，当即发出一声惊呼，撒腿就跑。而王善好不容易近身斩出的这道剑气，竟然就这么诡异的贴着他的头皮斩了过去。你给我站住！王善持剑继续追击，就在将纯小白逼到擂台边缘时，纯小白忽然脚步一顿，一个刁钻，猛地一侧身，堪堪躲开王善势在必得的一道剑气横斩。来王善身后，纯小白直接抓起一把符箓，一点这个通道，完了，最后10张极品雷电符了。他想都不想，往头顶上一扬，口中暴喝道：雷电符，去！王善看着头顶那密密麻麻的符，当即亡魂皆冒。以他体内所剩无几的余力，别说10张极品雷电符，就是1张也未必顶得住。这雷电符虽然要不了他的命，但其中蕴含的狂暴雷霆之力，必然会重创他的经脉，轻则导致他境界倒退，重则可能让他道基受损，永远止步于炼气期。此时他的退路已经被纯小白封死，唯一的生路就是擂台之下。他来不及犹豫，趁着纯小白没有激发之际，身形猛地一转，纵身朝着擂台之下跃去。在王善双脚落地的那一瞬间，耳边忽然传来一道悠悠的声音：
说错了，是下品火球符。王善听到这句话，喉头一甜，胸中一股逆血再也压制不住，猛地喷了出来。整个擂台下的众人看到那喷洒而出的鲜血，动作猛地一顿，全部僵立在原地。他们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擂台边缘那个手扬符箓的身影，不敢相信这个结果。王师兄主动认输了。他们擦了擦眼睛，再次看去，发现真的是他们的王师兄，而不是他们想象被打下擂台的纯小白。咦，王师兄呢？纯小白等到那几张飘落的火球符化作青烟消散后，才一脸懵逼的四处打量。见擂台上没人，他又走到擂台边缘往下探头，一脸疑惑地道：“咦，王师兄，你怎么在下边站着？”哎呀，纯小白突然想到了什么，又猛地一拍大腿：“我想起来了，主动跳下擂台就算认输。”哎呀，这随便打打，怎么就不小心又赢了呢？他那嘴角直接咧到了后脑勺，露出一口锃光瓦亮的大白牙，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刺眼的光泽。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样，看在那些弟子眼里，就像是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他们心口上。他们一个个脸色涨红，青筋暴起，拳头捏得嘎吱嘎吱作响，恨不得冲上去把他那张得意忘形的脸给捶烂。副长老站在那儿，看到他这副欠揍的模样，一张老脸也忍不住狠狠一抽。终于有人实在受不了了，直接站出来大声道：“副长老，这个应该不算，他这根本没出一点力气，完全是仗着外物取胜，胜之不武。”众人立刻纷纷附和点头。纯小白当即不满了，瞪着眼吼道：“你们什么意思？什么叫不光彩？什么叫没有实力？难道你们不知道底牌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吗？没有实力，上哪儿去搞来这么多底牌？刚才我把那个姓陆的打下擂台，是用实力赢来的底牌，再用这底牌去取得胜利，这难道不叫实力？这还叫不光彩？”他这一套歪理邪说，吼得那些弟子一愣一愣的，竟一时找不到话来反驳。确实，没有相应的实力，怎么可能获得这些底牌？底牌再深，不就是实力？副长老死死压下心里翻腾的怒气，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开口宣布道：“纯、小、白、胜！恭喜纯师兄，贺喜纯师兄再一次取得胜利！”方圆的手掌鼓得啪啪作响，声音在寂静的演武场上给众人伤口上撒上一层盐。他拍完之后抬头一看，才发现广场上上千双冒着火光的眼睛正死死地锁定在他身上。另一边，白姐儿原本兴奋的小手已经竖起来准备鼓掌，当看到这阵仗，赶紧触电般的缩了回去，藏在了身后。纯小白从擂台上一跃而下，3步并作2步跑到副长老身前，搓着手，眼睛放着光，嘴里不停念叨：“发财了，发财了！”副长老吹着胡子瞪着眼，没好气的将桌上那5个储物袋一把抓起，直接丢了过去。纯小白手忙脚乱的接住，从中翻出属于王善的那个，迫不及待的将神识探入进去，紧接着当场就发出一声夸张的惊呼：“我的乖乖，竟然还有一把玄阶下品法剑，这运气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啊！”噗！不远处的王善听到这句话，嘴角再次溢出一缕鲜血，身体都晃了晃，差点没一头栽倒在地。扫视一圈，正在寻找将他忽悠过来的那几个狗腿子。那几个狗腿子见状，脖子一缩，大感不妙。周围那些弟子看到纯小白那副得了便宜还卖乖，恨不得昭告天下的德性，气得眼珠子都红了，感觉自己的5脏6腑都在被他那张破嘴反复炙烤。终于，一个脾气火爆的弟子再也忍不住，直接站了出来，指着纯小白吼道：“我要挑战你！今天我们既分高下，也决生死！决你妹！滚！”纯小白直接将那5个储物袋死死护在胸口，跟护崽的母鸡似的，生怕别人上来抢了一般。接着，他朝着人群中的方圆挤了挤眼，方圆瞬间心领神会，清了清嗓子，大声道：“纯师兄，这天才榜上的钱既然这么好赚，不如再挑战一个试试。反正来都来了，这天色也还早着呢，是吗？”纯小白挠了挠脑门，煞有介事的思索了片刻，随后重重的点了点头：“我也觉得挺好赚的。”周围人闻言又气又喜，这报仇的机会又来了呀！他们立刻纷纷围了上来，七嘴八舌的开始怂恿：“对，纯师兄，这天才榜的钱就是非常好赚，你这就是天命所归。”“没错，师兄你今天气运加深，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不多赢几把，对不起老天爷的眷顾。”“就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直接杀进前30。”纯小白被他们捧得晕晕乎乎，听得入了神，飘飘然的问道：“真的吗？既然如此，那要不再挑战一个？”方圆立刻点头附和：“我看行，必须再挑战一个。”白姐儿瞥了这2人一眼，嘴角微微一撇，他哪里看不出来，这2人一唱一和，又在挖坑勾引别人往里跳呢？副长老直接一步站到纯小白面前，沉声问道：“你确定要继续挑战？”不等纯小白回答，周边的那些弟子已经迫不及待地帮他喊道：“挑战！纯师兄运气爆棚，接着挑战！
一定要挑战。纯小白被他们夸上了天，只感觉自己现在就是天选之子，不自觉的就跟着重点了点头。纯小白连胜2场天才榜弟子的消息，在这些弟子愤怒的宣扬下，迅速传遍了外门。整个宗门数十万弟子，天才榜上只有100个名额，每一次排名变动都备受瞩目。平时观摩这些天骄的战斗，本身就是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能从中窥得精妙的法术运用，凌厉的斗法经验，对自身修行大有裨益。但今日闻讯赶来的弟子们却不是为了观摩学习，他们都是来看纯小白是怎么被打死的。很快，一男一女在一群弟子的簇拥下，从演武场入口朝着这边缓步而来。二人看到天骄榜石碑下那乌泱泱的人群，也不由得愣了愣。这等盛况，除了前10名的挑战日，平时可不多见。二人目光很快就锁定了石凳上那个翘着2郎腿，正美滋滋翻着储物袋的家伙纯小白。听说那个家伙是靠符箓赢下的。那名女弟子徐薇，她收回目光，当即皱着眉问道。他身旁的弟子立刻咬牙切齿地回道：对，这家伙从头到尾就没出过一招半式，全靠着别人储物袋里的东西砸人，太不要脸了。徐师姐，韩师兄，今日一定要好好教训他。此人是什么境界？韩非冷声问道。一名站在他身旁的炼气后期弟子立刻躬身回道：师兄，此人境界看不真切，但他方才动手时散出的波动，最高不过炼气7层。快看，是韩非师兄和徐薇师姐来了。拥挤的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通道，韩非与徐薇2人穿行而过，径直来到纯小白身前，居高临下的打量着他。他们2人并未表现得急不可耐，常年稳居天骄榜前40的弟子，除了实力，脑子也绝不欠缺。路上听说的彩头也并未让他们冲昏头脑，因为他们深信能连胜2场，绝非单靠运气那么简单。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直到现在看到纯小白紧紧捂着几个储物袋，那副活脱脱的守财奴模样，身上更是没有半分强者的沉稳气度。这时他们才在心中松了口气。不过2人脸上并未表现出任何欣喜之色，毕竟身为天才，自要有天才的风度。韩非上前一步，温声问道：这位师弟，听说你点名挑战我？对对对。立刻有弟子跳出来，指着纯小白殷勤地介绍道：纯小白，这位乃是天骄榜第40名的韩非师兄，这位是第39名的徐薇师姐。纯小白这缓缓抬起头，目光在2人身上打量起来。他们眼中那抹极致的贪婪虽然藏得很深，但依旧被他捕捉到了。我最喜欢收拾的就是这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纯小白心中冷哼一声，通宝法眼悄然开启。这2人虽然穿着普通弟子服，但在神眼之下，一抹纯粹的绿光足足冲起3尺多高，凝而不散。这光芒居然比王善和陆莽那2个倒霉蛋加起来还要盛。这2人虽贵为天才，但毕竟也只是一个外门弟子，就算全年无休的去做宗门任务，也不可能积攒到这么多财富。可他们偏偏有这么多财富，那途径就只剩下一个了，从那些师弟师妹身上压榨而来。好啊，那今天本大王就替天行道，把你们的家当都给收了。不过这要从第49名直接跃到40名，中间可是跳过了足足8个名次，那得少收多少个储物袋啊！这不亏麻了。众人看他半天不吭声，只顾着在那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还以为他又怂了，立刻此起彼伏的开启了激将法。怎么不敢了？刚才不是还挺狂的吗？现在见到韩师兄和徐师姐就蔫了。也是靠运气赢了2场，还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碰到真正的强者还不是得乖乖认怂。谁说我怕了？纯小白猛地站起，脖子一梗，却又支支吾吾起来。只是他看了一眼韩非和徐薇，忽然换上了一副淡然表情，拱手道：两位师兄师姐气度不凡，一看就是人中龙凤。虽然我也不差，但毕竟刚打完2场，灵力亏空，状态不佳。若是以此等状态迎战，2位赢得也不光彩不是。这番高帽子一戴，韩非和徐薇原本有些不悦的声音一下缓和了下来。纯小白趁热打铁道：不如容我歇息2天，养精蓄锐，再来挑战，如何？休息2天，能让你多嘚瑟1秒，大家都浑身不得劲儿。哼！立刻有人当即嘲讽道：说白了还不是怕了？找这么个由头是想拖延时间好开溜吧？而人群中的副长老却是眼皮猛地一跳，觉得眼前这个套路怎么看怎么眼熟。他想起来了，刚才对付陆莽的时候，这小子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先认怂，再激将，大赚一笔。怎么能叫找由头呢？纯小白脸色一板，理直气壮地指着韩非和徐薇道：你们看，以这2位师兄师姐的身份地位，他们是何等的人物？那是咱们外门弟子里的标杆，让他们跟我这么一个刚打了2场灵力亏空的师弟打，就算赢了，这说出去也不好听吧？而且就算我输了，也不会输得甘心吧？韩非和徐薇闻言，还真不好再强行逼迫了。正如纯小白所说，这要是赢了，恐怕真会在宗门里落下一个恃强凌弱、逼迫同门的名头。
可要是不让这个家伙挑战，他身上揣着的那一堆宝物，恐怕就白白便宜他人了。这时，终于有个弟子忍不住怒道：“行，你要是不想挑战，就把刚才赢的2个储物袋还给王师兄和陆师兄。”凭什么？纯小白猛地将储物袋往怀里一藏，跟护食的野狗似的。这可是我凭真本事赢来的。说着，他偷偷给方圆使了个眼色。方圆抱了近10年的大腿，哪能不明白这个时候这个点需要做什么？他立刻心领神会地站了出来，劝道：“那个纯师兄，要不您吃点丹药恢复一下，勉为其难挑战一下。反正今天运气这么好，说不定就又赢了呢。”这纯小白挠着头，一脸的犹豫不决。周围那些弟子见状，以为有戏，赶紧七嘴八舌的帮衬起来：“对，纯师兄，灵力消耗怕什么？吃了丹药不就恢复了？而且你今天气运冲天，趁着这股势头，说不好真能再下一场。”韩非依旧风度翩翩的站在那里，没有说话，但眼神中却透出几分期待。副长老在一旁看着，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纯小白看看韩非，又看看徐威，煞有介事的琢磨了一下，随后下意识的点了点头，好像确实是这么个理，吃2颗丹药确实能恢复。他话锋一转，忽然又皱起了眉头。不过我怎么感觉有点亏啊？他掰着手指头大声算道：“我现在全身家当可是有5个天骄榜弟子的储物袋，就为了换一个人的储物袋。那我要是输了，岂不是亏惨了？”算了，纯小白直接一摆手：“等我什么时候把这些宝物都用完了再说。”啊！众人全都愣住了，这小子怎么反应过来了？其中有几个脾气暴躁的弟子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将腰间的储物袋往下一摘，往前一伸：“加上我的，总可以了吧？”“对，也加上我的。”又有几个人跟着把自己的储物袋拿了出来。纯小白心中一喜，赶紧打开通宝法眼扫了一眼，下一秒兴致缺缺，这几个储物袋上的绿光财气薄得跟纸一样，最多不过1寸左右。太穷了，他当即一脸嫌弃的说道：“我这5个储物袋里装的可都是天骄榜上人物的宝物，拿你们这几个穷光蛋的储物袋来凑数，你当本王傻吗？”众人脸色一黑：“你这家伙看着确实不傻，不然会接受挑战。”“不对！”有人立刻抓住了话里的漏洞：“你明明就只赢了陆莽和王善师兄，哪来的5个天骄榜储物袋？怎么没5个？你们没去打听过我的名头吗？”纯小白昂着头道：“名头？”众人一脸懵逼。正在此时，一个背着长剑的弟子从人群中钻了出来，弱弱解释道：“这位纯师兄说的没错，前几日天才榜第98名的程浩轩师兄和第80名的石磊师兄确实挑战过这位师兄，结果都输了。”啊！众人心中大惊，那2位可都是外门鼎鼎有名的剑修，竟然也输给了这个家伙。我们怎么都没听说过？又有人站了出来，大声道：“什么挑战？这家伙靠的全是偷袭。对决程浩轩师兄那场，他借着宗主吸引大家注意力，然后从背后把人打晕了。跟石磊师兄比剑，说好了比剑法，结果他突然改用拳头贴脸偷袭，打了石师兄一个措手不及。这不说还好，一说众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娘了！难怪这家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确实做得出来。对，堂堂青云宗弟子，竟然专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什么偷袭？纯小白脖子一梗，嚷嚷道：“挑战规则里谁规定不能用脑子了？谁规定不能用拳头了？”这众人一时语塞，暗自点了点头，好像确实是这么个理。不过这也越发证实了，这个家伙根本就没什么真本事，完全就是靠着这些歪门邪道和外物取胜。纯小白扫了一眼面前这些眼睛发红的家伙，不就是红眼病犯了？看本大王赢了这么多宝物，心里不平衡。不过他这人向来有个规矩，只喜欢劫富，从不欺负穷鬼。都回去吧。纯小白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等下次本大王再来挑战，提前通知你们过来观战就是了。还观战？今天不把这家伙打残了，我们回去打坐都静不下心来。纯小白刚想抬脚走人，就被人给拦住了。哼，我看你就是怂了。怂？纯小白撇了撇嘴，我纯小白这辈子都不知道怂字怎么写。有本事你们凑齐5个天才榜的储物袋，老子立马就跟你们打。此话一出，立刻就有弟子抓住了话头，这可是你说的。这次都不用副长老动手，不少弟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掏出传讯令牌，开始联系各自的老大。纯小白想走也走不了，在这些弟子的呼朋引伴下，很快演武场入口又走来几位神色傲然的年轻男女。他们一过来，听完前因后果，目光便齐刷刷地落在了纯小白身上，打量一番后，眼中不约而同地露出一抹喜色。靠偷袭和运气取胜的货色，这不就是送钱吗？其中一人将韩非和徐威叫到一旁，低声道：“韩师兄，徐师姐，不如我们凑一凑。”他们这些人都排在50名开外，按规矩已经没有挑战纯小白的资格，现在看看能不能入股分一杯羹。韩非依旧一副风度翩翩的模样，
闻言，佯装犹豫了一下，随后才点了点头。既然王师弟愿意成人之美，那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徐威则更是干脆，直接点了点头。他们这几位，哪个不是能越级挑战的主？对上那些筑基初期都有几分胜算，更何况是这么一个靠投机取巧赢上来的家伙，这不等于白给他们送资源吗？要知道，这可是天骄榜弟子的全部家当，到手一份就够他们奋斗好几年了。不要白不要！很快，有弟子再次站了出来，大声道：“看好了，现在5份天骄储物袋已经凑齐，你还有何话可说？”这纯小白挠了挠头，假装出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只是什么？有本事就接受挑战，没本事就把赢来的储物袋还给人家。对，凭什么？这是老子凭实力赢来的。纯小白死死护住胸口的储物袋，你说凭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把这几位师兄师姐喊来，你丫的又不打了，耍我们玩呢？我，纯小白看向眼前新来的7位天骄弟子，通宝法眼悄然一扫，嚯，好家伙，这些家伙身上的财气最低的都有1尺绿光，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比刚才那一群穷光蛋凑起来的强。但他表面上还是露出了一副畏惧的神色。那7位弟子中还有3位没来得及拿出储物袋入股，这白捡的财富竟然没赶上趟。他们已经有些后悔出手慢了。其中一个长得尖嘴猴腮的家伙眼珠子一转，立刻凑了过去。韩师兄，你看我这来都来了，不如也让我们参与一下，多加点彩头，说不定这小子就动心了呢。韩非琢磨了一下，纯小白明显是回过味来了，正萌生退意，但没人不爱财，加码确实是个好办法。于是点头道：“好。”那名尖嘴猴腮的弟子名叫侯亮，立刻跑到纯小白跟前，循循善诱道：“这位纯师兄，现在可是有7个天才储物袋当彩头，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要不要挑战试一下？万一就又赢了呢？7个！纯小白假装眼睛一红，但又瞬间强行把贪念压了下去。他看看眼前的7人，结结巴巴地说道：“这……”紧接着，他脸上又露出一副实在压抑不住的贪婪神色，一咬牙，一跺脚，豁出去了似的喊道：“那好吧。”一直站在一旁默不作声的副长老总觉得大感不妙，这小子看着傻，但这玩的明显是套路。可仔细一想，这小子身上又看不出什么蹊跷之处，难道他又藏拙了？虽然修仙界不乏掩盖气息的功法，让人看不清具体境界，但方才战斗械露出的气息，以他的眼力可以断定这小子绝超不过炼气7层。他到底凭借什么勇气敢吞下这么多储物袋的大赌注？副长老带着满腹疑惑走上前，沉声问道：“纯小白，你想好了，确定要继续挑战？”纯小白看看韩非，又看看徐威，最后指着徐威说道：“那我挑战这个女的吧，看着好像弱一点。”此言一出，徐威柳眉当即一蹙，自己可是天骄榜第39名，比韩非还高一个名次，竟然被他当成了软柿子。行，我接受你的挑战。他冷冷的应道，声音里透着一股寒气。啊，这就接受了？纯小白露出一副意外的表情，随即又咬了咬牙，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好吧，不过这位师妹，我可先告诉你，等一下我绝不会手下留情的。你……徐威俏脸一寒，差点当场发作，周围那些弟子更是气得牙痒痒。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但他们又担心这无赖小子会撂挑子不干，硬是把骂人的话给憋了回去。徐威将自己的身份令牌交给副长老登记。等副长老登记完毕，纯小白则在几个储物袋里翻翻找找，再次掏出一大叠符箓，少说也有100来张，在手里掂了掂。众人看到他手上那厚厚一沓符箓，心里猛地一惊，这不行，这第2次不能再用符箓了。对，老师用符箓算什么本事？有意思吗？纯小白当即不满了，梗着脖子嚷道：“凭什么不能用？这都是我靠实力抢，不对，赚来的，赢来的。”众人定睛一看，他手上那叠符箓里竟然有20-30张都泛着不同寻常的灵光，分明是极品符箓。这么多符箓砸出去，虽然未必能将徐威击败，但绝对能消耗掉他大半的灵力。徐威也是一脸的愤怒，但他却没有吱声，因为有人比他更急。侯三他们几个可是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压了上去，这要是让纯小白赢了，他们可就血本无归了。侯三赶紧上前一步，挤出笑容道：“纯师兄，咱们这次不靠符箓，堂堂正正打一场，行不？”“那凭什么？你怎么不说徐师妹不用武器？”纯小白瞪眼道。众人一听这话，瞬间来了主意。徐威修的乃是玄冰诀，双掌便是最强的武器，出掌间寒气彻骨，冰封万物，用不用法器对他而言根本没什么损失。要不然这样，徐师姐你不用武器，他也不准用符箓，怎么样？这很公平。纯小白假装犹豫了一下，随后道：“这个，那可是你们说的。”众人齐声应道。徐威冷冷的点了点头。
纯小白原本是想再击一击，让他们加注更多的储物袋。不过，当他看到徐薇身上那古隐而不发的冰冷气势时，心里也清楚，这个女人绝非王善、陆莽之流可比。想单靠投机取巧赢下来，可能性不大，只能先给她上一点限制。毕竟要放长线钓大鱼，就不能一次把底牌全露出来，不然只收割这一波太亏了。那咱们就说好了。纯小白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道：“徐师妹不得使用任何武器，包括防御法器。我也保证，绝不使用任何一张符箓。谁要是违反了，就算自动认输，行不行？”哼，都这个时候了，还想找借口？有弟子立刻起哄，催促地看向徐薇。徐薇想都没想，直接点头：“好。”副长老也在此时再次开口确认：“你们二人都确定好了？这种私下的口头协定，只要双方当众同意就算数。以往的比试中也常有类似情况，比如有人专精拳法，双方就会协定不准动用兵器，一旦违反也算是输。”纯小白重重的点了点头，将自己身上的5个储物袋一股脑全解了下来，交给了副长老。韩飞那边也没啰嗦，动作利索的将凑齐的7个储物袋一并交到了副长老手上。副长老看着手上这沉甸甸的一大捧储物袋，心里那种不妙的预感越发强烈。一次两次是巧合，可这接二连三的示弱、激将，再引诱众人拿出全部家当来对赌，这小子的套路分明就是冲着他们身上的财物来的。不过他只是一位负责比斗的执事长老，安排弟子比试是他的职责，至于弟子间的恩怨与赌局，只要不违反宗规，他也不便插手。最终他还是把心中那个念头给强行压了下去。既然如此，二人上台吧。一声令下，台下瞬间炸开了锅。徐师姐加油，打死这个家伙，让他知道天骄榜第39名不是他能碰瓷的，把他打得满地找牙，让他把吃进去的都吐出来。愤怒的助威声此起彼伏，几乎要掀翻整个演武场。方圆也不甘示弱，2只蒲扇般的大手在嘴边围成一个喇叭形状，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道：“纯师兄加油！”可惜他一个人的声音如何能抵得过现场几千名弟子的声浪，瞬间就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二人来到台上，纯小白也不含糊，手腕一翻，直接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剑。众人一看，顿时卧槽出声，这家伙身上怎么还有储物袋？不过他们很快就看出，他腰间别的那个储物袋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黄阶下品，而之前迎来的那几个玄阶储物袋，此时都还在副长老手中。小师妹，请赐教。纯小白剑尖斜指地面，摆出一个自认为潇洒的起手式。徐薇眉头皱了皱，却根本没搭理他耍宝，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周身寒气弥漫，不动。那你就没机会碰到本大王了。纯小白双手握住剑柄，低喝一声：“小师妹，看剑！”徐薇这才缓缓抬起手，准备御气抵挡。然而等待他的并非纯小白凌厉的剑招，而是一柄脱手而出的长剑，如同一道惊鸿，撕裂空气，发出一声尖锐的爆响，直奔他的眉心扎来。徐薇瞳孔猛地一缩，他能清晰捕捉到这柄长剑的轨迹绝不是寻常的御剑术，而是一种纯粹到极致的物理力量。他脚下灵力一动，身形如柳絮般向旁侧飘开，险险避过。紧接着又是一柄长剑破空而来，角度刁钻，直取他的腰腹。台下众人看着纯小白将一柄柄法器长剑当成暗器飞镖，不停地朝着徐薇抛出，一个个看得脸色发黑。这家伙太无耻了，哪有这样比斗的？此子好大的力气！副长老的眉头也是微微一挑，以他的眼力，自然能看出那一剑抛出的势头绝非胡乱扔出，而是融合了纯粹的力道与精妙的手法，一气呵成。那威力和速度丝毫不亚于炼气后期的全力一击，更何况这扔的还是法宝加持，寻常炼气期的护体罡气根本防不住。徐薇只能不断闪躲，他刚躲过一剑，又一剑已然射到身前，他再次侧身闪避，枪！那柄长剑狠狠扎在他身后足有200米远的擂台边缘石板上，剑身嗡鸣不已。然而纯小白的攻势根本不给喘息之机，一柄接着一柄。那些弟子看得脸色涨红，咬牙切齿，这个家伙太会钻空子了，不让你用符箓，你就拿法器当符箓用，太不要脸了。他们都恨不得冲上去把这家伙按在地上，让徐薇师姐狠狠暴揍一顿。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纯小白就抛出了20多柄长剑，其中甚至还有2柄大刀也被他舞得虎虎生风，呼啸着扔了出去。当然徐薇这天骄榜39的名次也不是白给的，他在一边躲避的同时，一边飞快地摸索着纯小白的攻击路数。很快他就找到了破绽，这种抛掷法器的方式虽然杀伤力惊人，但也正因法器太过笨重，他每次抛出一柄都需要一个短暂的停顿，从储物袋中取出。再者，这种抛射方式需要一定的距离才能发挥最大威力，只要自己能近身，这种攻击便会立刻失去作用。他死死盯着纯小白持剑的手，突然
他捕捉到了他手腕那一个微不可察的抬起动作，瞬间脚尖一点，身形如电，瞬息而至。不等纯小白将手中的长剑抛出，徐威已抬手一挥，一道晶莹剔透的冰锥凭空凝聚，直刺纯小白眉心。啊！纯小白夸张的大叫一声，脑袋猛地一歪，冰锥擦着他的脸颊飞过，带起几根断发。唰唰，又是2道冰锥射出，封锁了纯小白左右闪避的空间。徐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直接欺身而上，准备一掌将他拍出擂台。然而纯小白等的也正是这个机会，看徐威那带着森然寒气的手掌拍来，他直接发动踏天步，脚下诡异步伐一动，以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致命一掌，身形从他侧边划过，而他那只空着的手直接施展四天手，不偏不倚的在他结实修长的大腿上飞快的摸了一把，实则是用巧妙指法在他大腿上的经脉波动了一下。哎呀，大腿好软！你，徐威俏脸瞬间涨得通红，凤目含煞，转身又是一掌拍了过去。啊！纯小白吓得掉头就跑。然而当徐威准备追击时，突然感觉右大腿一阵诡异的酸麻，动作不由得一顿，就这么一瞬间的迟滞，让纯小白直接拉开了距离。这是怎么回事？不等他找出原因，纯小白那长剑又一次破空而来，他只得仓促间凝聚出一道冰墙，砰！那冰墙直接被长剑击碎，剑势不减，径直朝着他射来。他只能用另一条腿发力，狼狈的侧身躲开，然后强忍着右腿不适，再次提气闪身而上，又是几道冰锥封住纯小白的去路。但终究因为右腿的麻木影响了他的速度和平衡，几个身法变换间被纯小白轻松躲过，甚至又在他左大腿上顺手摸了一把。哎呀，你怎么老是伸腿让本大王摸？你！他气急攻心，刚准备再给他一掌，却发现左腿也传来一阵酸麻，身体一软，险些跪倒在地。不对，这家伙用毒！他心中一惊，可不等他细想，一柄长剑已经呼啸着朝他丹田射来。他想要躲避，但双腿酸麻，根本使不上力。徐威洁白的额头瞬间冒出一层冷汗，这一剑要是扎实了，虽然要不了他的命，但绝对会刺穿气海丹田，让他一身修为付诸东流，沦为凡人。电光火石间，他眼角瞥见身旁不远处，地上正插着一柄之前纯小白扔出的长剑。这时候还管什么输赢？保住修为才是第一位。他当即抬手一挥，施展御物术，将那柄长剑吸入手中，横在胸前格挡。枪！势大力沉的长剑狠狠斩在他仓促格挡的剑身上，爆出一阵刺眼的火星子。还不等他松口气，紧接着就是一声夸张的怪叫传来。哎呀呀呀！许师妹，你这太不讲武德了，不是说好的不准动武器吗？你怎么能动武器？你！徐威被他这倒打一耙气得差点吐血，台下瞬间死一般的寂静，所有欢呼声、加油声全都僵在了脸上，而韩非、侯三等7人更是额头冷汗直冒，心凉了半截。完了，我的家当，完了，全没了。台上的徐威似乎想到了什么，当即冷哼道：“卑鄙无耻！你竟然给我下软筋散！什么软筋散？”纯小白一脸的茫然不解。师妹，做人要凭良心啊！你这违反规则就是违反规则，输了就输了，何必耍赖呢？你！徐威气得脸色涨红，话都说不囫囵了。恰在此时，他注意到副长老走上了擂台，当即如同抓到救命稻草般跑了过去。副长老，这个家伙给我下毒！下毒！副长老眉头猛地一挑，对同门正派弟子下毒，那是魔道行径，在宗门内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大罪。他身上一股凛然气势放出，盯着纯小白，沉声问道：“他给你下的什么毒？”徐威当即指着纯小白道：“他给我下了软筋散，使我双腿无法动弹，只能被迫捡起武器抵御。”软筋散！副长老闻言，目光落在徐威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又重点看了看他的双腿，疑惑道：“你确定你中了软筋散，脚下无法动弹？”周围几个跟着走上擂台的弟子也是一脸懵逼的看着徐威。徐威一愣，刚才气急攻心没有注意，现在仔细感受了一下，才惊愕的发现双腿那股酸麻的感觉竟然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这怎么回事？不对，他刚才双腿明明使不上力，那感觉跟中了软筋散一模一样。对啊，纯小白在一旁插嘴道：“你一直站在台上凶巴巴的，哪有软的样子？”徐威当即反驳道：“肯定是他刚才趁乱给我解了毒，又在欺负老实人是吧？”纯小白当即就怒了，双手一摊，嚷嚷道：“我刚才碰都没碰到你，怎么给你下毒？一指格折你8丈远，又怎么给你解毒？”他转头看向众人，大声道：“再说了，你们有听说过隔空下毒解毒的吗？你们有听说过中了软筋散还能这么精神抖擞站着的吗？”周围众弟子虽然极度讨厌纯小白，
但心里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这种隔空下毒中了软筋散还能站着的借口也太离谱了，这不就是将他们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吗？你……徐威气得眼眶通红，晶莹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眼看就要哭了。副长老见状，走到他身前，抬手搭住他手腕，将一丝灵力探入其体内。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后，他才面无表情地收回手，当即开口宣布：“纯小白胜！”啊！周围众人瞬间一愣，紧接着一个个老脸变得漆黑，怒气冲冲地瞪着徐威。说好了的规矩，你怎么能忘了呢？我没忘，就是这个家伙使的阴谋。徐威气得直跺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纯小白当即站了出来，一脸被冤枉的委屈。难道你是在说副长老老眼昏花，没检查出你中毒的迹象？众人又是一愣，副长老一张老脸瞬间漆黑如锅底，只能冷冷的开口道：“老夫已经检查过，你的身体没有任何中毒迹象，更没有任何经脉损伤的痕迹。如果你不服，可以去药师堂再做检查。”徐威银牙紧咬，他确确实实是在被这个家伙摸了2下之后，腿上就使不上力气，这点绝不会错。但他能100%确定，就是这个家伙在自己腿上使了什么阴损招数。可副长老的实力在这里，他都看不出来，去药师堂也没用。无耻！他恨恨地骂道。纯小白瞥了他一眼，懒得搭理。这个娘们就不是什么好人，看着一副冰清玉洁的模样，结果一点矜持都没有，跟着一群男弟子来欺负他一个老实人。而另一边，韩非、侯三等7人则站在那里死死地盯着徐威，脸色一个比一个黑。他们现在严重怀疑，就是这个娘们故意放水，坑他们好，让他们把家当输光，免得资源超过他，争抢一个历练名额。那个，突然，一道贱兮兮的声音打破了现场的沉寂。众人侧头看去，就见纯小白搓着手，两眼冒着金光，正一脸期待地看着副长老。长老，那储物袋是不是该给我了？副长老老脸一抽，果然被他猜对了，这个家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悍匪，来这演武场就是来抢钱的。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抬手一挥，12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飞向纯小白。纯小白一把将所有储物袋紧紧抱在怀里，嘴巴直接咧到了后脑勺，一边掂量着分量，一边嘴里碎碎念着：“发财了，发财了！从炼气到筑基的资源，这下应该够了吧？”何止是够！这位弟子不停翻着白眼。这可是12位天骄榜弟子积攒了数年的底蕴，换做一般人，修炼到金丹的资源都绰绰有余了。但此刻看着纯小白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他们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紧接着，纯小白抱着一大堆储物袋跑到方圆跟前，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眉飞色舞地说道：“方师弟，你还真说对了，这天才榜的钱就是好赢啊！真没想到出来转一圈，直接发财了。”他说着，还故意把12个储物袋在空中抛了抛，不停咂嘴。周围弟子的拳头全都捏得嘎嘎作响，除了生气，更多的是无法抑制的嫉妒。也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是真有实力，还是装疯卖傻，竟然让他连续赢了3场。此刻已经有些脑子灵光的弟子反应过来，从陆莽到王善再到徐威，前面这几个家伙怕是都中计了。这个家伙来此的目的就是敛财，但心中的那口恶气不出，总感觉憋得慌。有人不甘心的挤兑道：“既然你觉得好赢，要不再接着挑战？”好啊！纯小白想都没想就一口应下，拍着胸脯道：“你们尽管去联系，只要是凑够天才榜的12个储物袋，随时来找我。”这话一出，众人只觉得一股气血直冲脑门，太嚣张了，太不要脸了！谁能一下子凑出这么多储物袋？这分明就是故意找借口避战吧？纯小白压根不管身后的叫嚣，直接大大咧咧的把胳膊搭在方圆的肩头，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儿。走，回寨，不对，回洞府。众弟子虽然恨得牙痒痒，却也只能眼睁睁的目送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背影大摇大摆的走出玄武场。人人气，人人恨，却又人人无可奈何。但这事儿显然还没完。明日排位第20的碎骨手李狂师兄就历练回来了。不知是谁在人群中高喊了一声，众人的目光瞬间被吸引了过去。听到这个名字，大家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一个身材魁梧如铁塔，满脸横肉，背着一把巨型开山斧的凶悍形象。没错，李狂师兄每次历练回来都会去横扫一遍天骄榜末留住性，而且每一次都是一力降10会，一招制敌。对，他绝对能治得了这小子。而且那个死胖子方圆不就是李狂师兄的小跟班？这李狂师兄几个月没回来，他就叛变了。听说李狂师兄最讲义气，要是知道自己曾经的狗腿子背叛自己认了新主子，肯定会出手清理门户。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原本憋屈的心情瞬间一扫而空，眼中重新燃起了期待的火焰。比起徐威这种技巧型的，李狂那种绝对的力量碾压才是克制这无赖小子的不二法门。还有没有挑战者？
副长老战在台上厉喝一声，驱散了还在意淫的一众弟子。没有挑战者就散了。其实看着纯小白离去的背影，他心里也憋着一团火，怎么想怎么气。这样一个看似毫无章法的无赖家伙，竟然能将这些天才弟子欺负得这么憋屈，还没人能收拾得了。不过转念一想，倒也不奇怪。身为长老，阅人无数，他能感觉到这个纯小白今天展示出来的手段，无论是符箓轰炸，还是法器抛射，亦或是最后的心理战，看似花样百出，看似不讲道理，赢得委婉，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个人能将套路玩得这么花，用套路制胜，可比那些只知拼天赋的人更加恐怖。不过这些还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小子压根就没动真格。他知道纯小白是在藏拙，还在钓鱼，把饵撒下去，让那些自以为是的天才一个个送上门来，把全部家当都吐出来。哼哼，有意思。副长老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回到青竹峰洞府，纯小白轻车熟路地带着两人来到院子的凉亭中，随手将12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往石桌上一摊，发出一阵沉闷的碰撞声。他搓着手，满脸红光，活脱脱一个刚抢完钱回山寨分赃的大当家。发财，这次是真发财了啊！白姐儿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死死盯着桌上那堆储物袋，眼珠子骨碌碌直转，根本挪不开窝。他实在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这么奸诈。这些储物袋的主人平日里哪个不是鼻孔朝天，竟然被他这个套路将他们家长全都坑了过来。真不愧是干土匪这一行的。胖子方圆则恭恭敬敬地候在一旁，脸上的肥肉笑成了一朵花，那是一种找到了坚实大腿的安心感，活脱脱一副忠犬模样。纯小白也不小气，直接抓起桌上2个财气稍微短一点的储物袋，随手往2人身上一抛。来，2当家，3当家，这是赏给你们的，拿着赶紧将实力提升，以后本大王可是要靠着你们开疆扩土。方圆手忙脚乱地接住储物袋，根本没看里面有什么，直接来了一个极其标准的90度深鞠躬。那肥硕的身体在这一刻显得异常灵活，没有丝毫累赘感，显然这鞠躬的动作早已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多谢大王赏赐，大王威武霸气，将来我们一定能一统修仙界。反倒是白姐儿手里捧着那沉甸甸的储物袋，小脸涨得通红，一边摇着头一边小声嗫嚅道：这怎么好意思，太贵重了。然而他那支攥着储物袋的纤细小手却压根就没有松开，还回去的意思。这毕竟是天骄榜弟子的储物袋啊，里面随便漏点丹药零食都够他们这种底层弟子苦哈哈的混上10几年了。让你拿着就拿着，怎么看不起本大王是吧？纯小白眼睛一瞪，匪气十足。听到这话，白姐儿这才像是找到了台阶，红着俏脸声如蚊呐道：多谢大王。他心脏砰砰直跳，他原本以为跟着这家伙就是个坑，没想到这坑里埋的竟然全是金子。虽然这人无耻了点，下流了点，不要脸了点，但他给钱的时候是真的帅啊。纯小白心情大好，抬手一挥，豪气干云的吩咐道：3当家的去外面整点酒菜，咱们今晚好好庆祝一下，吃顿好的。他这都半个多月没有沾酒了，根本没有沾米，嘴里都淡出屎来了，今日说什么也得满足一下。白姐儿重重的点了点头，小心翼翼的收好储物袋，脚步轻快的转身跑了出去，那背影还透着一股子欢快劲儿。方圆见白姐儿走了，立刻凑上前谄媚的问道：大王，您还有其他吩咐？其他吩咐？纯小白摸着下巴琢磨了一下，随后道：你去给本大王打听打听，天骄榜前39名里还有哪几个是人傻钱多还在宗门里的？无论强弱，只要有钱就是好肥羊。好嘞。方圆心领神会，抖着圆滚滚的肚子跑了出去。等人都走了，洞府内只剩下纯小白一人。他美滋滋将剩下的10个储物袋往怀里一揽，冲进自己的修炼室。几息后，修炼室内便传来一阵叮叮哐哐声，那是各种灵石、法器、丹药被粗暴地倒在地上撞击产生的声音。紧接着便是一声比一声高亢，一声比一声癫狂的怪笑。哈哈，本大王这次是真的发大财了。今日的3场比斗，在那些弟子愤愤不平的恶意渲染下，如同瘟疫一般，不出半日便传遍了整个外门。什么？刚入门不到半个月就击败了天骄榜上5位师兄，一跃成为了第39名。有人惊愕，也有人不解。什么第39名？那就是个笑话。有人腹诽，传播者们唾沫横飞，开始添油加醋。你们不知道，那家伙纯粹靠的是偷袭、下毒，仗着身上宝多、符箓多，才赢下了这3场挑战。对，我也听说了，听说他还用了软筋散，让徐师姐站着挨打。你说下不下作？我们青云宗这种名门正派，竟然出了这种邪修，岂止是邪修，简直是无耻之尤，卑鄙下流。纯小白的形象直接在众人嘴里彻底黑化，什么禽兽不如、暗箭伤人、
道德沦丧的帽子全扣在了他头上。那些没现场之人，光听描述就已经对他恨之入骨。甚至有些正义感爆棚的弟子自发组成讨伐团，写上万言书上报给了宗门高层，要求严惩这个败坏门风的害群之马。然而那些宗门高层的大佬们只是扫了一眼，便是大手一挥，一股灵力将他们连人带书全给轰了出去。滚！人家有没有下毒，是不是用手段取胜，人家副长老就在台上看着，这不是在质疑副长老瞎眼吗？讨伐团只好灰头土脸的散了，但心里的火却烧得更旺了，只能聚在一起暗戳戳的咒骂，发誓要亲眼看着这恶人遭报应。当然除了愤怒，更多的是贪婪。12个天骄榜弟子的储物袋啊，消息灵通之辈第一时间不是骂娘，而是眼珠子发绿。那可是12份身家，恐怕某些长老看了都得心动。很快外门各个角落乃至内门的一些低阶弟子圈子里都开始暗中串联，琢磨着怎么把这只肥羊给宰了，把那12个储物袋给爆出来。这纯小白就是个移动的宝库。而此刻的宗门高层，包括一些峰主乃至执事，一肚子恼火，被这些弟子像苍蝇一样嗡嗡嗡的烦了一整天，动不动就有人上来举报，还说的有鼻子有眼。他们被迫记住了纯小白这个名字，一个刚入门半个月的小家伙，凭一己之力让整个外门鸡飞狗跳，也算是个人才了。当然这也让他们把青竹峰的峰主云火月给恨上了。这云火月整天就知道当甩手掌柜，再不管他封上那些无法无天的弟子，我看这小子迟早要走上邪道了。外界的纷纷扰扰，纯小白一概不知。他此刻正把自己关在修炼室里，足足花了2个小时才将那10个储物袋里的东西分门别类的整理完。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物资，他感觉自己呼吸都带着灵石的香气。各种攻击防御法器足足100多件，堆得像个废铁铺。符箓300多张，花花绿绿铺满了一地。各种功法秘籍也有50多本，虽然大多是黄阶，但也聊胜于无。最让他惊喜的是丹药竟然多达300多瓶，从疗伤的回春丹到增进修为的聚气丹，应有尽有。还有30多株散发着浓郁药香、冒着莹莹绿光财气的灵药，这可都是硬通货。这下接下来1个月的伙食有着落了。纯小白抓起一瓶丹药，像吃糖豆一样直接干完一瓶。不过唯一令他有些失望的是灵石的数量远低于他的预估。原本想着这些天天把脑袋扬到天上去的天才弟子，怎么这人均也得有个10万灵石傍身吧。结果倒腾到底朝天，才发现这些家伙一个个穷的有些不正常，身上最多的也不过1万灵石，平均下来一人也就7000左右，全部加在一起才堪堪凑够5万灵石。不应该这么穷啊。纯小白撇了撇嘴，一脸嫌弃。他现在进阶最大的缺口就是灵石。通宝法眼虽然能让他看到财气，但修炼那门武神诀是正经功法，可是个真正的无底洞。不过好在还有这30多株灵药，他看着那几株冒着绿光的灵植，心里总算平衡了一些。明天还有更大的肥羊等着他去宰呢。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先把这些东西消化了，将实力提上去才是硬道理。再将那个天骄榜刷穿了再说。纯小白豪横一挥手，5万灵石哗啦一声堆成一座小山。他抬手如同拍碎大蒜一般，就是咣咣咣一通乱拍，几个呼吸就将那堆灵石尽数拍成了粉末。一股浓郁的白色灵雾在室内炸开。纯小白往中间一盘腿，通宝法眼锁定这股磅礴本源之息，牵引着他们朝着身体百骸涌去，随之运转武神诀开始炼化。那些被他排除在外的灵气溢出窗缝，院子里那些枯黄的野草接触到这溢散出的灵雾，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舒展枝叶，散发出这一股淡淡的莹润光泽。仅仅过1炷香的功夫，纯小白睁开眼看着满地暗淡无光的石粉，无奈的撇了撇嘴。坑爹啊！这5万灵石砸下去，就像一瓢水倒进水缸里，就掀起一个浪花。他炼血4层的境界，距离第5层就差那一步之遥。你妹的，这武神诀强归强，但这吞金的能力也无人能及。好在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本来也没指望这5万灵石就能填满这个无底洞。他抬头看了一眼天色，发现三当家还没把韭菜买回来，那就一鼓作气给他冲开。纯小白直接掏出10株冒着绿光的灵药往嘴里塞，喉咙一滚，一口吞下。灵药入腹后，他赶紧心念一动，开启法眼锁定腹中那股绿芒，随后默念武神诀，炼化本源之息。轰鸣的声音从他体内传出，在这股轰鸣下，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慢慢变红，气息也在一分分凝实起来。这是体内神藏正在逐一被打开，直到最后一丝药力被吸收完，一股禁锢被打破。纯小白吐出一口浊气，当即站起身，一个动作带起一道空气的炸响声。纯小白甩了甩拳头，拳风呼呼作响。虽然败家，但这货真价实的力量感得劲儿啊！他能感受到，此时纯粹的肉身力量已经彻底突破了1万斤大关。即便是筑基期修士，
单凭肉身之力也不过几千斤，也就是说，他现在的肉身已经达到了筑基水准。但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他那恐怖的恢复速度。今日白天的3场比斗，他看似赢得轻松惬意，实则脚下的踏天步1秒都没停过。这种踏天步对力量的消耗本可是能恐怖来形容，换作寻常炼气4层，半刻钟就能将一身灵力榨干。可他前脚耗空力量，后脚体内气血一滚，瞬间回满。这就是迈入炼血中7境的核心优势，生生不息，只要血液流淌，力量随时在补充。而且他身上那层皮肤此刻隐隐泛着古铜色的光泽，显然防御力也跟着上了一个大台阶。只是需要验证一下具体防御力有多少。原本想自己给自己来一刀试试，但他觉得还是算了，这钱花的也值。纯小白满意的点了点头，转身去了隔壁净室，将身体里排出的黑色杂质冲洗掉。随后清清爽爽的走出洞府，抬头望去，天色已经彻底黑透了，月亮都爬上了树梢。这都过去3个时辰了，纯小白皱了皱眉，这2人身上又没传讯玉符，真出了事儿自己都不知道。纯小白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只能出门找找了。再怎么说，那俩也是自己亲自任命的2当家和3当家，刚发完第1笔工资，准备当核心骨干培养，不能就这么让人给霍霍了。他走到院门口，拉开院门，一步跨了出去，下一秒吓了他一大跳，洞府门口站了一大群人，将他的院子围得水泄不通。这群人一个带着义愤填膺的模样，但那闪烁不定的目光却出卖了他们心底的贪婪。明眼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院门口那棵歪脖子老树下，方圆和白景儿被五花大绑，像2个粽子一样吊在树杈下。白景儿小脸煞白，眼眶通红，鼻子还在不停抽动，显然是吓坏了。方圆的身体像个巨大的钟摆，在空中荡来荡去，压得那棵老树发出呻吟，眼看就要被他活活压断。纯小白的脸瞬间黑了，这谁干的？他怒吼，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好胆，你这个败类，邪修终于肯出来了。为首的几个弟子看见他，恶狠狠地围了上来。你妹的！纯小白虎躯一震，炼血5层那凝实的气血之力透体而出，直接将围上来的几人震得踉跄后退。紧接着他身上那在黑风寨当了10年山大王培养出的王霸之气瞬间爆发，两眼一瞪，怒视着所有人。你们敢在本大王的地盘撒野？纯小白眉头一挑，身上爆发出一股匪气，使得周身众人呼吸一滞。这种王霸之气，他们这些弟子只在外门门主身上感到过，众人条件反射的后退一步。不会是门主私生子吧？纯小白眼神一瞥，直接指着树上吊着的2人，眼里喷着怒火，说：这谁干的？我干的。怎么了？一个手持折扇的男弟子从人群中走出，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此人正是天骄榜上排名第35，号称玉面书生柳长青。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纯小白脸色一沉，袖子一撸，直接上去就要揍他一顿。纯师兄，别冲动，他们还没把我们怎么样。方圆赶紧扯着嗓子劝解。纯小白迈出去的脚步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他迅速环顾一圈，这么多人堵在他门口，竟然连一个执法队的影子都没有。显然这里面有道道，不过他最拿手的事就是盘这些喜欢玩道道之人。纯小白非但没退，反而一步跨出，那如铁钳般的手臂猛地一伸，精准地掐住了柳长青的脖子，直接将他提离了地面。动作快如闪电，一气呵成。啊！白姐儿看到这一幕，吓得失声尖叫。方圆更是肥肉乱颤，死命喊道：大王，别啊大王！宗门规定不许私下斗殴，要被废除修为，逐出山门的。被掐住脖子的柳长青涨红了脸，却不见丝毫惊慌，嘴角反而勾起一丝得逞的笑意，等着他动手。宗门内不允许私自斗殴没错，但还有一条潜规则，如果真把人打了，只要赔得起，那就随便打。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纯小白嘴角一咧，露出一副让人心底发毛的笑容。他手腕一松，松开了柳长青。很好，纯小白拍了拍手，就这么看着他，本大王就喜欢你这种不怕死的人。柳长青咳嗽了2声，整理了一下衣领，从容地晃着手中的折扇，慢条斯理地笑道：匹夫之勇，终究是上不得台面的粗鄙手段。纯师弟，你抢了别人的东西，现在又想动手伤人，看来你这匪徒的名头是坐实了。咦，你这看人的眼光还挺准。纯小白煞有介事地表扬了他一下，随后笑容一收。那本大王今天要是不揍你一顿，岂不是对不起你这份眼光了？话音一落，他突然一步跨出，那蒲扇般的大手啪地一声搭在了柳长青的肩头。柳长青不闪不避，嘴角依旧挂着那副置诸在握的笑意，巴不得他赶紧动手，这样他就能顺理成章地拿回所有的储物袋了。然而下一秒，咔嚓一声清脆至极的骨裂声陡然在他耳边炸响。
柳长青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一股撕心裂肺的剧痛从肩膀传来，随即化为极致的扭曲，口中爆发出不似人声的惨叫。啊！周围的弟子们一惊，这家伙真敢动手！他们早就收到了柳长青的命令，只要他受伤，就立刻一拥而上，将对方拿下。到时候人证物证俱在，怎么拿捏还不是他们说了算？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然而，他们刚踏出一步，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生生止住了脚步。只见纯小白的大手在柳长青身上如同鬼魅般游走起来，手掌每拂过一处，便会传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骨头断裂声。咔嚓，咔嚓，咔嚓！柳长青口中的惨叫也一声比一声高亢凄厉，最后甚至破了音。还不等那些人靠近，柳长青整个人就仿佛被抽掉了骨头，像一滩烂泥般瘫软在地，嘴里只能发出呵呵的漏气声，连惨叫都发不出了。那些原本气势汹汹的弟子们脚步齐齐一顿，看到这诡异至极的一幕，当场亡魂大冒。这是怎么回事啊？此刻的柳长青整个人软绵绵的堆成一坨，再无半分先前文质彬彬的风采。纯小白刚刚那一套行云流水的私人手，已将他全身360块骨头尽数拆解开来，体内再无一块硬骨头作为支撑，只能像一滩死肉般瘫在地上，口中发出无意识的呜咽。纯小白拍了拍手，回头一瞥，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现在该你们了。那些弟子看到他这笑容，不亚于凡人见到了从九幽地狱爬出的索命恶鬼，本能地猛地往后一退，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惊恐地看着他。吊在树上的方圆看到这一幕，则一脸的感动，没想到他的大王这么讲义，竟然能为了自己直接废了这个家伙。白姐儿也是瞪大眼睛看着纯小白，他是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这么大胆，竟然敢在外门公然废掉天才榜第3。那些弟子看着纯小白一步步靠近，有人终于绷不住，惊恐地大喊道：你不要过来！私自重伤同门，轻则逐出宗门，重则废除修为。重伤同门？纯小白疑惑地挠了挠脑门，我什么时候重伤同门了？此话一出，不光是当事人，就连远处一些偷偷看热闹的弟子都愣住了。你这是当我们都瞎了吗？人全身骨头都被你打断，就在你脚底下躺着呢。纯小白嘴角再次一勾，走到柳长青身旁，一把将那瘫软如泥的柳长青抓起，随后双手舞出一道残影，在他身上各个关节处不停游走。咔咔咔，一连串密集的骨骼复位声响起。仅仅3个呼吸的功夫，他又将这家伙一身散乱的骨头严丝合缝地给接了回去。原本已经疼到半昏迷的柳长青突然感觉身体一松，仿佛从极刑中解脱出来。他猛地睁开眼，就发现纯小白那张脸正对在自己面前，咧着一张大嘴，笑得像地主家的傻儿子。柳长青猛地一惊，之前那份胸有成竹、置诸在握的淡定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极度恐慌。你！周围的人看到这诡异的一幕，再次惊得合不拢嘴。这怎么回事啊？他全身的骨头不是被打断了吗？怎么还能自己站着，还能抬手？然而纯小白根本不等柳长青把话说完的机会，双手再次啪地一声搭在了他的肩头。等柳长青求饶之话还没说出来，又是一道咔咔咔从他体内响起。哇！柳长青还没来得及反抗，便被纯小白拆成一坨，瘫软在地，发出一声声怪叫。周围那些弟子看到这骨碎、复原、再骨碎的诡异过程，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窜天灵盖。这是什么手法？竟然能精准无误地将一个人全身的骨头全部拆开。纯小白像欣赏艺术一般看了看柳长青，满意的点了点头。别说，这一招简直是给老子量身打造啊！嘀咕一句后，他才慢条斯理地拍了拍手，转过身，冲着那些狗腿子嘴角一咧，露出森然大白牙。你们有没有谁也想体验一下？那些狗腿子虽然平时没少学过折磨人的手法，但也见识过这种将骨头一块块拆开，再给你接上，然后再拆开的折磨。光是想想就让人两腿发软。不用了，纯师兄，不用。纯小白眉毛一挑，那你们还不给本大王将他们放下来？他指了指歪脖子树下吊着的方圆与白姐儿。好。那些狗腿子这才反应过来，赶紧连滚带爬的跑到树下，手忙脚乱的解开那麻绳，小心翼翼的将二人放了下来。方圆一落地，立刻扯掉身上的麻绳，一瘸一拐的跑到纯小白面前，一脸感动：“大王威武！大王，您就是小的再生父母，是我黑暗人生里唯一的光。”白姐儿脸上的惊恐之色也褪去了几分，只是依旧心有余悸。她感激又担忧的看着纯小白，嘴唇动了动，却不知道该说什么。纯小白不耐烦的挥了挥手，先是看了一眼地上还在像毛毛虫一样蠕动，嘴里发出呜呜声的柳长青，又扫了一眼那30多个狗腿子，发现这些家伙竟然趁机想偷偷开溜。你妹的！他直接开口喝道：“谁他妈今天谁敢踏出这个圈，
本大王保证他这辈子都别想再站起来走路。那些刚挪动脚步的弟子身形猛地一顿，脸色煞白，赶紧挤出一副比哭还难看的笑脸，转过身连连摆手：“不敢，不敢！纯师兄，还有何吩咐？”吩咐。纯小白搓了搓手，随后道：“你们是不是忘了还有流程没走？”流程？那些弟子一脸懵。什么流程？方圆眼珠子一转，瞬间明悟过来，当即道：“你们打了我们，吊了我们，难道就没一句道歉的话？不用赔的医药费吗？赔钱？”那些弟子一愣，但看到纯小白那又要抬起的手，哪敢多耽搁一秒，纷纷哭丧着脸，将自己腰间的储物袋摘了下来，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方圆那张胖脸笑成了一朵菊花，毫不客气地一个接一个地收下。他别的不行，但察言观色的本事早在娘胎里就点满了。反倒是白姐儿在一旁看得越来越着急，因为他知道这柳长青的身份可不简单，他哥哥可是内门天骄，根本不是他们这些刚入门的弟子能得罪得起。而那群交了钱的弟子见纯小白脸上的匪气下去几分，心中暗自松了口气，转而眼中却泛起一丝冷笑：“拿吧，拿吧，一会儿等执法堂的师兄来了，看你怎么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的吐出来。”纯小白瞥了一眼方圆怀里那满满一堆储物袋，通宝法眼下虽然冒出的绿光稀稀拉拉，不太茂盛，但也聊胜于无，蚊子腿再小也是肉。他又看了看地上瘫软如泥的柳长青，迈步走了过去，一把将其薅起，大手在他身上快速游走了一番。咔咔咔，又是一阵密集的骨骼复位声。不到3个呼吸，他就将一具被拆散的骨架子给重新拼装完毕。柳长青刚一回过神，那钻心的剧痛还未完全消退，就看到纯小白那张可恶的脸，当即气血上冲，一脸狰狞的吼道：“你找死！”纯小白怒目一瞪，两只手掌摩擦的滋滋作响。“你丫的还想再体验一遍？”“没有。”柳长青直接下软。刚才那种痛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那是硬生生将他全身360处关节一个个活活拆解开来，期间拉扯到的经脉和神经的痛苦，那是直接烙印在灵魂深处的痛楚，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第二次。我看你就是想再体验体验。纯小白双手一搓，做事就要再给他来一遍。柳长青在中猛也混了10多年，看他这个架势，哪还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心中虽在滴血，但脸上却不敢有半分迟疑，直接从腰间一摘，将自己的储物袋取了下来。方圆见状，毫不客气的一步上前，伸手一把接过，还掂了掂分量。“不错，不错。”纯小白这才收拾，在他肩头不轻不重的拍了一下，吓得柳长青浑身一哆嗦，差点又瘫下去。“你这眼力见，果然不错，让一让，都让一让。”正在此时，一队身穿紫色服饰，胸口绣着一个金色直字的队伍拨开人群，大步走了过来。其中领头的是一个面容冷峻的中年男子，扫视一圈，最后沉声问道：“刚才接到举报，说此地有人私下斗殴，都有谁？自己给我站出来！”柳长青一见执法队来了，心中顿时大喜，后台终于到了。他赶紧走过去，指着纯小白，添油加醋的说道：“李队长，就是他！这个新来的弟子无故殴打同门，还抢夺我们的财物，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李队长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目光落在纯小白身上，上下打量了一下，下一秒便不耐烦的直接一挥手：“给我拿下！你妹的！”纯小白一步站出，当即暴喝一声：“等等！”那一声怒喝中气十足，竟让那几名正要上前的执法弟子脚步都是一顿。“你凭什么拿本大爷？”李队长当场一愣，他当执法队长20余年，还是第一次听见有弟子敢在他面前自称本大爷。他脸色一沉：“凭什么？宗门有规矩，任何人不得在宗门内私自斗殴，击伤他人。就凭你在此地聚众斗殴，目无门规，击伤他人。”纯小白笑了：“那我就要问问你这位李队长了，请问我击伤了谁？你有什么证据？总不能是他说我击伤，我就击伤了吧？那我明天还举报说这个家伙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把我给击杀了，那你是不是也要把他抓起来，定他的谋杀罪？”他指着柳长青，一脸正经的反问道：“这套歪理邪说当场把李队长给干沉默了。周围那些吃瓜弟子更是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随即又赶紧捂住嘴，怕被执法队长惦记上。李队长脸上挂不住，面色铁青的转向柳长青，冷声问道：“他刚才是如何击伤你的？你详细说来。”柳长青一听，立马来了精神，指着纯小白，咬牙切齿的说道：“他刚才将我全身的骨头都给拆开了，现场这么多人全都看见了，都可以作证。”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几个想抱柳长青大腿的弟子跳了出来。“对，李队长，我们都看到了，他把柳师兄全身骨头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一共拆了2遍。”“哼！”李队长当即冷哼一声，
看向纯小白，眼中满是寒意。人正在此，你小子还有何可狡辩的？你妹的！纯小白被他这简单的断案逻辑搞得一愣。他妈的，自己当山大王的时候，黑吃黑火，并都要讲究个证据确凿，记住是确凿。到了这仙门大宗，反倒凭别人一句话就能定罪了，这他妈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有没有天理了？纯小白当即怒眉一挑，指着自己的鼻子，又指着柳长青，冲着李队长吼道：“你不妨先睁大你的狗眼看看，他身上有一根毛的伤吗？那老子现在还说，他刚刚瞪我那一眼，把我给气出那伤来了。你是不是也要把他抓起来带走审问啊？”李队长勃然大怒，心中的火焰蹭蹭往上冒。这小子不仅在他面前自称大爷，现在还敢指着鼻子骂他是狗，简直无法无天。不过他强压下怒火，目光狐疑地落在柳长青身上。这一看，他也发现不对劲了。只见柳长青站在那儿，除了脸色白了点，气息有点不稳之外，确实是心不跳，气不喘，衣服整整齐齐，连个褶子都看不见，哪有半点像是被人打伤的模样。柳长青自己也是一愣，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手脚，发现除了心里那份恐惧外，身上确实毫无伤势，连一丝疼痛感都感觉不到了。还不等他想明白，纯小白已经一把将他拽了过来，跟拎小鸡仔一样，直接推到众人面前。来，都看看，都他妈给老子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他身上有伤吗？这好像确实不像受伤的样子，可他也确实是打人了啊！纯小白瞅了一眼这些懵逼的众人，双手一摊，继续开炮。连个伤口都没有，你们就上下嘴皮子一碰，说我打人了？他突然一指人群中一个看热闹的女弟子，那刚才这位师妹还看了我一眼呢，我该感觉她看上我了呢，那我是不是要接受她？这话说的，那个女子俏脸一红，狠狠瞪了他一眼。饶是李队长见多识广，也被他这番道理说的脸色黑如锅底。他们执法堂办案，虽然背地里有很多见不得光的门道，但明面上也得讲究个证据确凿，拿贼拿赃，无证不成铁案。总不能真凭几个人七嘴八舌一通乱指，就把一个弟子给废了吧？不过，李队长抬头看了看山顶上那片巍峨的建筑群，那是宗主大殿的方向。这青竹峰的峰主历来是个甩手掌柜，底下弟子的死活从不过问。既然如此，这事儿怎么定性，还不是他们执法堂说了算？他当即冷哼一声，将那股怒火强压下去，不冷不热地说道：“行，我看他确实毫发无损，这达人重伤一事，就算你清白。”柳长青一听这话，当场就愣住了。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今天这被他拆过来装过去，这千刀万剐的活罪就这么白受了？周围的众弟子也是一愣，刚才虽然没看到血淋淋的伤口，但那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声，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他们心有余悸。他们不由自主地看向柳长青，就见他原本白净的脸庞此刻漆黑如墨，气得嘴唇子都在颤抖。原本他们的计划就是故意激怒纯小白，引诱这个愣头青出手，只要柳长青身上挂点彩，哪怕是破点油皮的小伤也好。到时候人证物证俱在，怎么炮制他还不简单？可现在受了最极致、最痛苦的拆骨酷刑，结果对方手法太绝，连个红印子都没给留下。这还不等于让他们空有一张诬陷的嘴，没地方可污。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纯小白逃过一劫时，那李队长却是话锋一转，语气陡然变得阴冷。不过，我们执法堂还接到另外一起举报，说你暗中给同门下毒，手段极其卑劣。现在就跟我们走一趟，回执法堂好好配合调查一下吧。下毒？纯小白眉头猛地一拧。好家伙，本大王还是低估了你们这帮所谓的名门正派。这偌大的宗门，水竟然比他那黑风寨还要黑，还要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今日这是铁了心，不将他押进执法堂的大牢，誓不罢休啊！本来还气得浑身发抖的柳长青，听到这话，嘴角勾起了一抹阴冷的弧度。他已经不在乎能不能在这个家伙身上捞到什么好处了，现在只要把这个家伙押进执法堂大牢，将自己受的罪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就行。给我拿下！李队长冷着脸，手臂猛地一挥。纯小白眉头猛地一挑，浑身的匪气再也压不住了。你妹的，给脸不要脸，本大王不受你们这个鸟气！那些满脸冷笑的执法队员刚拔出法器，脚步才迈出半寸，纯小白脚下便是一跺，踏天步骤然发动，空气中轰地爆开一团低沉的气浪。只见他人影一闪，如同鬼魅般直接穿透人群，瞬间杀到了李队长身前。李队长瞳孔骤缩，连体内的灵力都还没来得及调动，就见纯小白骤然抬手扣在了他的肩头上。咔咔咔咔，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骨骼脆响声突从李队长体内传出。下一瞬，李队长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整个人就像是被抽掉了几辆，扑通一声瘫软下去，堆成了一坨烂泥。那些刚举起兵刃的执法队员看到这一幕，直接呆愣在原地。
周围那些看热闹的弟子们更是惊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个新来的小子连执法队长都敢拆，执法队那可是宗门规矩的维护者，是悬在所有弟子头顶的底线，不可触犯，更不可忤逆。可这个愣头青拆起来连眼皮子都不带眨一下。方圆与白姐儿也是傻在原地，而一旁的柳长青此刻不仅没有半点幸灾乐祸，反而感到了一股寒意猛地从骨髓深处渗了出来。他意识到自己这次是踢到了一块铁板，连执法队的队长都敢当众拆成一滩烂肉，这已经不是实力强弱的问题了，这根本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绝世悍匪。一旦今日让这疯子逃脱了，那自己日后很可能要遭大殃。你妹的！纯小白拍了拍手，随后他目光一斜，看向那些执法队员。那些执法队弟子接触到他的目光，下意识地往后一退，生怕这煞神冲上来给自己也拆了。还有谁？纯小白往胯前一步，淡定问道。唰，周围那一大圈人不约而同地再次后退一步，就连方圆与白姐儿也有条件反射地后退了半步。呜呜！那瘫在地上的李队长口中涌出大团的白沫，发出痛苦的呜咽声。那声音听起来像是求饶，又像是咒骂。正在这当口，人群外围有一名执法弟子终于从极度的惊恐中回过神来，他冷汗浸透了后背，哆嗦着手，赶紧从袖口内摸出一枚传讯玉符，用力一捏，咔嚓！你妹的！纯小白见状，抬脚又在那一坨烂泥上补了一下，砰！重获自由的李队长直接被这股巨力踹飞了出去，像个破麻袋一样撞进了那群执法队员的人堆里。纯小白拍了拍屁股，压根不理会身后那一道道惊恐呆滞的目光，转身就朝自己的洞府大步走去。老子他妈的不陪你们这群傻逼玩了，找个山头插旗继续当我的山大王，不比在这受鸟气舒坦。说话间，他已回到自己的洞府，一步跨进修炼室，将这2天刚到手的战利品一股脑全部打包塞进储物袋里。拎着重新变得鼓鼓囊囊的储物袋，他正准备跑路，可当他刚一踏出洞府，脚步却猛地一顿。洞府外不知何时来了一个穿着灰袍的糟老头子，正蹲在那堆烂泥旁边，一边伸手在李队长身上摸索捏动，一边皱着眉头嘀咕着什么。怪哉怪哉，经脉完好，骨骼完好，这手法这力度，那凶手是怎么做到的啊？纯小白心里顿时咯噔一下，暗道不妙，因为他在通宝法眼下看到那老家伙身上竟然透着绿色财气，这是财大气粗，有这等财气必然有对等的实力。就在此时，之前那个看他的女弟子见到纯小白出来，为了博一个脸熟，立刻指着他大喊：张堂主，快，凶手就是他，他出来了！纯小白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又看了看那张激动的脸，脸色瞬间一黑。妈的，早知道刚才就应该冲过去先把他给拆了。那灰袍老者缓缓站起身，顺着众人手指的方向，凌厉的目光落在纯小白身上，板着脸问道：这是你干的？纯小白丝毫不怂，挺着腰杆直接对了回去：我说不是，你信吗？有意思。那张堂主不但没生气，反而饶有兴致的上下打量了纯小白一番，最后竟然还点了点头。手法有点意思，人更有意思，跟我走一趟吧。纯小白猛地后退一步，警惕的看着他：你想干什么？我可告诉你，我这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张堂主那张古井无波的老脸终于绷不住了，嘴角抽了抽。他在这外门执法堂当了整整一个甲子的副堂主，行凶者见过无数，但还是头一次听说把执法队长打成一滩烂泥之后，还敢理直气壮说是正当防卫的。那张堂主淡淡的扫了他一眼，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无论你是不是正当防卫，先跟我去执法堂一趟，把事情说清楚。周围的人听到这话都齐齐一愣，这张堂主的脾气，他们这些外门弟子可是如雷贯耳。此人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往日里只要有弟子违反门规被他撞见，那都是二话不说，一掌拍晕之后直接拖走，哪可能会像现在这样说这么多废话。柳长青心思活络，立刻就察觉到了不妙。很显然，这张堂主是看上了纯小白那神乎其神的拆人手法。若是让这小子将此法贡献出去，博得了张堂主的好感，那自己就算有个内门天骄当哥哥，恐怕也要吃不了兜着走。他刚想张嘴说点什么挑拨一下关系，可纯小白却比他快了一步，猛地后退数步，直接从储物袋里掏出了一柄雪亮的大环刀，刀尖直指张堂主鼻尖。老杂毛，我告诉你，小爷可不是吃素的。哟呵，那张堂主直接被他这一手给气乐了。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被人指着鼻子骂过老杂毛，这小子属实是开天辟地头一个，难怪敢当众拆他执法堂的队长。这家伙怕不是从小吃雄心豹子胆长大的。也不见他动怒，只是随意的抬手凌空一抓。纯小白只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大力从刀身传来，手中的大刀竟是瞬间脱手而出，嗖的一声飞了过去，被张堂主稳稳地抓在了手中。小子，你可别逼老夫动粗，
卧槽，这怕不是个金丹？纯小白心里叫苦不迭，刚才就应该趁着这老家伙还没来，直接开溜。以自己的踏天步，只要跑下山，随便找个山疙瘩躲上几天，天大地大，谁还能找得到自己？张堂主向前踏出一步，纯小白便往后退一步。张堂主见他油盐不进，脸色终于彻底一板，缓缓抬起了手掌，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锁定了纯小白。纯小白瞬间意识到大事不妙，自己这要是被这老家伙给抓住带走，今天怕是真的要交代在这个宗门里头了。电光火石间，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猛地暴喝一声：“老杂毛，你想干什么？我可警告你，我跟青竹峰的峰主云火月可有一腿的。”那张堂主正准备拍下去的手掌，听到这句话，竟是猛地一顿，整个人直接傻在了原地。此言一出，周围所有弟子皆是身心俱震，看纯小白的眼神，活像在看一个已经死了7天的猛人。这个家伙难道不知道青竹峰云火月的脾气吗？那可是狠起来连外门门主都敢当众废掉的绝世疯婆子。据说上一任外门门主就是因为给他青竹峰下达了一个强制任务，打扰到了他在峰顶睡大觉，结果他当场杀出，把那位门主按在地上来回摩擦，硬生生打折了一条腿。最后还是惊动了内门，连宗主都亲自降临调停，最后让那位外门门主晋升为内门长老，这才算把这事给平息下去。就这么个狠人，这家伙真跟云峰主有一腿。放屁！你们听他瞎咧咧，云峰主是什么人？连宗主都不正眼瞧一下，怎么可能看得上这种地痞无赖？我看这小子是真活腻歪了，敢拿那位峰主开玩笑。周围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嘀咕声，不过所有人的声音都下意识地压得极低，生怕惊动了峰顶上那位喜怒无常的女煞神。那张堂主也不由自主地抬头，朝着雾气缭绕的峰顶方向看了一眼。他之所以没有对纯小白下重手，第一就是不想惊动峰主，第二就是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拿到他手中的拆人秘法。结果倒好，这小子胆儿是真肥啊，一开口就语出惊人。纯小白见自己随口胡诌的一句话，竟然真的把这老杂毛给镇住了，当即精神一振。他最怕的就是对方软硬不吃，只要有招，那就好说了。他当即昂首挺胸，说得更来劲了：“老杂毛，我可告诉你啊，我家小鱼鱼昨晚在我怀里可是说过了，谁敢在这外门欺负我，他就扒了谁的皮。老杂毛，我劝你现在想清楚了。”此话一出，现场猛地陷入了一片死寂。那张堂主整个人也是猛地一僵，额头唰的一下就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当然，他这汗并不是被纯小白这番天雷滚滚的话给吓出来的，而是因为就在纯小白口沫横飞的时候，人群外不知何时多了一道火红色的绝美身影。那身影的主人，一双冷若冰霜的凤眸，正死死地盯着纯小白的后脑勺。可怜纯小白对此一无所知，见这老杂毛被自己彻底吓住，直接乘胜追击。我告诉你，不想死就赶紧滚蛋，不然等我们家小云云来了，我这嘴巴可是管不住，到时候有什么不该说的说了出来，你可能要倒大霉了。唰，话音未落，那张堂主竟直接将身法运转到极致，身形一闪，凭空消失在了原地，连地上还堆着执法店李队长都顾不上了，那速度主打一个六亲不认。他这一跑，直接给纯小白整不会了。卧槽，这就跑了？这么怂的吗？不对，纯小白这才发现周围安静的有些过分了，若真可闻。他缓缓一抬头，发现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像是见了鬼一样，死死盯着自己的身后。纯小白心里咯噔一下，带着一丝不祥的预感，缓缓转过身去。下一秒，他心中一突，只见他昨晚搂过的那道红影，不对，他胡扯的那道红影，不知何时已经俏生生地立在了他的身后。周围那些弟子见张堂主都吓得当场跑路，他们哪里还敢多待，一个个悄咪咪的转身就向脚底抹油开溜。这位云峰主狠起来，那可是连弟子都敢随便废的疯子。然而就在这人人自危、仓皇逃命的当口，纯小白却突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他猛地转身冲进人群，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一把抓住了正准备跟着溜走的白景儿，捧起他那柔弱无骨的小手，满脸深情地说道：“小鱼鱼，谢谢你啊！别说，你昨晚跟我说的办法还真挺好用，那个老家伙还真被我一句话就给吓跑了。”啊！白景儿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一愣，紧接着一股滚烫的热意直冲脑门，整张俏脸瞬间浮现出一抹醉人的酡红，又惊又羞，一颗心更是小鹿乱撞。那些正准备开溜的弟子们也是脚下一顿，齐刷刷的停了下来。这个家伙也太他妈不要脸了吧！竟然直接张冠李戴，拉着另一个女弟子的手喊小云云。就在所有人都在骂他厚颜无耻之时，纯小白忽然像是才发现云火月一般，露出了一个无比惊奇的眼神，夸张的叫道：“咦，云峰主，您什么时候过来的？”不等云火月回答，他便立刻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满脸感激的躬身行礼。“哦，
弟子知道了，您一定是来为弟子主持公道的，多谢云峰主。众人这一连串的骚操作，直接把所有人都看傻了。不过大家脸上也不约而同的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他们倒要看看这个胆大包天、脸皮比墙壁还厚的家伙，现在到底会怎么死。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云火月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便移开了目光，落在了不远处趴在地上还在微微抽搐的李队长身上。他莲步轻移，缓缓走了过去。众人脸上那幸灾乐祸的表情瞬间凝固。这不是应该像往常那样一掌拍死这个家伙吗？然而云火乐俯下身，只是随意的扫了一眼。以他的境界，自然一眼就看穿了李队长此刻的状态，全身骨骼尽数脱臼，经脉错位，偏偏皮肉完好无损，连个红印都找不出来。一抹难以掩饰的惊诧自他那双清冷的凤眸中闪过，这种手法即便是他都不一定能做到如此细致入微。拆骨移脉对他来说不难，但想在做到这一切的同时还让对方毫发无伤，这需要的可不仅仅是手法，而是对自身力量极致到恐怖的控制力。而修士的控制力往往来源于强大的神念，需要做到传说中的一念入微之境。他再次侧目，深深地看向纯小白，那清冷的眼眸深处竟透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希冀。天生神魂异禀，难道我等的人真的就是他？纯小白被他这审视的目光看得心中一紧，后背直冒凉气。这个疯娘们的名头好用是好用，但这后坐力看样子好像有点难顶啊。就在他惴惴不安之时，云火月却收回了目光，清冷的声音响彻全场：即日起，任何非本峰弟子胆敢踏入我青竹峰半步，后果自负。留下一句霸道无比的警告后，他便直接转身，化作一道火红的流光，朝着峰顶飘然而去。只留下一众弟子在风中彻底傻眼。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他了？难不成这小子真跟云峰主有一腿？甚至还因为他立下了不准任何外峰弟子踏入此峰的规矩，这不就是偏袒吗？众人想到这里，心中齐齐一沉。在看向纯小白时，眼神里已满是后怕，当然还掺杂着几分嫉妒。这个小子长得也不是特别出众啊，难道云峰主就喜欢这种痞坏的人？尤其是柳长青那伙人，刚才的嚣张跋扈不可一世，此刻已荡然无存，眼中只剩下惊惧和悔恨。这可不是抱上了峰主的大腿，这是跟峰主本人有一腿啊！以后别说他们这些普通弟子了，恐怕就是其他峰头的峰主见了这家伙也得客客气气的吧。突然扑通一声，柳长青竟是双膝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一边颤声道：纯师兄，实在不好意思，之前是师弟我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我滚！不等他说完，纯小白便直接对着他那张猪头脸怒吼了一声：好，我滚，我马上滚！柳长青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站起来，立刻带着他身后那群同样吓破了胆的狗腿子，屁滚尿流的朝着山下跑去，生怕再慢了一步，峰顶上那位得知他们针对纯小白，直接跳出来给他们废了。纯小白看着那帮人落荒而逃的背影，气得想打人。当然他气的并不是自己吹牛吹到了正主面前，而是这些人彻底打乱了他低调发育、闷声发大财的计划。他这一身拆骨头的本事今日暴露出去，以后那些榜上大哥必然会对他生警惕，再想扮猪吃虎可就难了。他想过宗门内会有勾心斗角，但万万没想到这里的人心竟然能比他黑风寨的土匪还要黑。他黑风寨抢东西，那好歹还讲究个师出有名，只是收过路费，有时候甚至能抢得对方心甘情愿，感恩戴德。可这帮所谓的名门正派弟子，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竟然无所不用其极，钓鱼执法，栽赃陷害，蛇鼠一窝，从弟子到执事，竟然烂到了骨子里。这一刻，纯小白算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修仙界的残酷。这也就是换了他，要是换个实力稍弱、脑子笨一点、胆子小一点的，怕是早就被这帮家伙玩死800回了。不过他也知道，柳长青这些人只是表面，根子早就烂了，皮自然好不到哪去。纯小白拳头一捏，骨节发出脆响，目光冰冷的扫向那些还留在原地探头探脑的吃瓜群众，冷声道：怎么，你们也想老子帮你们松松骨？没有。那些人吓得一个机灵，赶紧疯狂摇头摆手。就在这时，之前那个为了在张堂主面前博好感、出卖纯小白的女弟子却突然站了出来，脸上挤出一个自认为甜美的微笑，娇滴滴的说道：纯师兄你好，我叫张嫣，能不能认识一下？我认识你妹啊，给老子滚！纯小白差点没忍住上去给他一顿大逼斗。这臭娘们想什么他能不知道？无非是看自己跟云峰主有一腿，想过来攀关系罢了。妈的，万一那个疯婆娘真当老子跟他有一腿，回头找我算账怎么办？其他人见纯小白脾气如此暴躁，不敢再抱他大腿，纷纷掉头，作鸟兽散，
一溜烟的朝着山下跑去。你妹的，不学好，一个个都学着当舔狗。纯小白看着那女弟子落荒而逃的背影，低声骂了一句。他知道这些天赋低下的弟子心态都跟方圆差不多，拼了命的想抱上一条大腿，好在这吃人的宗门里有个靠山。他下意识的骂出声，一抬头却发现方圆和白姐儿正一脸尴尬的看着自己。纯小白老脸一热，赶紧摆了摆手，可本大王说的不是你们。方圆挠了挠头，憨笑道：大王没事，就算您说的是我也不介意。白姐儿站在一旁一言不发，只是那张俏脸从耳根到脖颈都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红晕，又尴尬又羞怯。行了，进去。纯小白挥挥手，率先走进了洞府。刚一进门，方圆立刻凑了上来，激动地竖起一根大拇指，将那拍马屁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大王，不愧是大王，您可是我们外门有史以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弟子啊！入门不到1个月，连封主都被您搞定了。小弟，不对，二当家我对您那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往后我一定以您为榜样。我纯小白老脸一抽，听得恼人疼，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行了，少贫嘴，赶紧修炼去。白姐儿看着这一幕，心中也是一阵感慨。自从认识这个家伙之后，他的一颗心就跟忽上忽下，一刻都没安生过。当然，他心里清楚得很，这家伙跟云峰主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昨天就在这东府院子，压根就见纯小白没出过洞府。可他偏偏就敢当着所有人的面胡说八道，甚至还拉着自己的手来掩饰谎言。想起刚才那被他紧紧攥着手喊着小云云的一幕，白姐儿的俏脸又忍不住滚烫起来。纯小白可没空理会这两人的心思，他挥手将两人赶去修炼，自己则回到修炼室，抛开所有杂念，砰的一声四仰八叉的躺在了冰冷的石板上。怎么办？这下好了，榜上那些大哥是肯定刷不下去了。原本他都计划好了，把榜上那些大哥挨个刷一遍，捞足了本钱，然后直接脚底抹油，找个山清水秀的山头继续逍遥快活去。可现在全被柳长青那个不长眼的蠢货给搅黄了，自己这一身拆骨手艺彻底暴露，以后谁还敢傻乎乎的凑上来送钱？就这么走了，那也太他妈亏了！不行，绝对不行！他纯小白做生意向来就没有亏本这一说，冒着这么大的生命危险，辛辛苦苦混进这外门，要是不把本捞够了，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那他黑风寨大当家的脸往哪儿搁？他来只能主动出击，干他一票大的。纯小白眼珠子一转，侧头透过修炼室破碎的墙壁，看向外面凉亭中那一胖一瘦。他眼珠子一转，瞬间计从心头来。不过他并未着急，先将之前震他那几个缝隙堵上，随后心念一动，再次进入神坛。因为他打算大干最后一票，这一次你一定要学个适合夜黑风高的绝学。纯小白在墙壁上扫视一圈，上面有不少拳法、步法，不过上面招式步骤太多，按照上一次学习4天手和踏天步的时间，都很可能坚持不到学完就会被踢出去。想了想，他走到一套指法前，这套指法只有3指。纯小白立刻按照第一幅图的动作，伸出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遥遥向前一点，封天指第1层。同样，一股关于功法的要诀便映入脑海。这套指法第1指封人体大穴，一封气血；第2指封断根基，第3指封生机。怎么跟葵花点穴手有点像？紧接着是第2幅图，而第3幅图上则只有一个简单的动作，双指并拢，指向自己的眉心。这套封天指有些神奇，不仅能对他人使用，对自身竟然也有用处，只是对自己使用不知会有什么效果。不过他发现这个指法竟然比4天手更为深奥，领悟完他竟然足足花了1个小时。纯小白本想研究一下，脑袋忽然一沉，时间到了极限，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接将纯小白踢了出。他赶紧拿出20株灵药，一咕嘟的塞在嘴里。恢复完那股虚弱感之后，纯小白好好休整了1日，毕竟要大干一票。翌日，他跑出修炼室，来到凉亭，冲着白姐2人问道：“你们俩谁会针线活？”方圆闻言，脖子一缩，直接把目光投向了白姐儿。让他舔人还行，拿绣花针还是不献丑了。白姐儿愣了一下，怯生生的点了点头：“纯大王，我会。您的衣服破了吗？”纯小白听到这句大王，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3当家没有白收，对，有套特殊的衣服需要稍微加工一下。随后神秘兮兮的招了招手：“跟我来。”两人来到修炼室，只见纯小白随手一挥，哗啦一声，从储物袋里倒出一堆杂乱的衣物。他在里面扒拉了几下，挑挑拣拣，最后拎起几套颜色漆黑如墨的长袍，一股脑塞进白姐怀里。按照夜行衣的样式，帮本大王改一套舒适贴身行头。白姐儿抱着那堆黑衣服，整个人微微一僵。夜行衣，那可是月黑风高杀人夜，飞檐走壁做贼时的标准配置啊！他这是想去做贼？你3当家不该问的别问。他刚吐出一个字，便被纯小白直接打断，
语气里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匪气。只要你把这套衣服给本大王改舒适了，算你大功一件。大功一件？白姐儿看着手里的黑布，这家伙八成是要出去干那种无本买卖。他本想劝两句，可话到了嘴边，脑海里却鬼使神差地浮现出之前那些他10年都混不到的资源，不知为何又将劝解的话给压了回去。今天只是随便帮他拿了一下储物袋助助威，反而很大王就赚了那么多宝物。要是缝了这套衣服，那岂不是……哎呀，我怎么能这么贪钱？他在心里狠狠掐了自己一把，这可是助纣为虐啊！万一要是被人抓了，赶紧的！纯小白不耐烦地催促了一声：“哦。”白姐儿身子一抖，本能地点了点头。下一秒，他熟练地从储物袋中取出针线包，嗖嗖引线穿针。良心还在挣扎，手却已经很诚实地动了起来。别说这针脚走得又快又准，完全没有丝毫违和感，在他手上更看不出半点助纣为虐的愧疚。不到半个时辰，一套夜行衣便被他改好了。纯小白拿起来抖了抖，又用力扯了扯接缝处。行，针线活不错，很结实，算你大功一件。白姐儿尴尬地搓了搓衣角，低着头不敢看他。纯小白没让二人走，他这洞府够大，几百号人都住得下，于是随便指了2间偏房，二人自然不会拒绝。在这山头修行1日，抵得上在山下苦修10日，尤其是这被灵石洗涤过的院子，夜黑风高，乌云蔽日，星星都看不到一颗，整个外门封顶好似涂上了一层墨，伸手不见五指。这种天气在文人眼里是死季，可在纯小白眼里那可是商机。他抬头看了看黑漆漆的天空，你妹的，这老天爷都在给本大王打掩护，要是不出去干他一票，岂不是不给老天爷面子？说干就干，他将白姐儿缝制的那套夜行衣往身上一套，紧接着他从怀里摸出一个物件，一个只露2只眼睛的黑色头套。这是他当年在黑风寨时的吃饭家伙，上面承载着他无数光辉岁月的痕迹，一直戴在身上。纯小白往脑袋上一套，走到铜镜前，镜子里一个只露着2只贼眼的黑衣人冲着自己挑眉。他立刻感受到一股久违的气息。纯小白满意的拍了拍胸口，不错不错，这修仙界的料子比当年本大王在黑风寨穿的看着还要帅上几分。纯小白也没跟方圆与白姐儿打招呼，独自一人悄无声息的钻了出院子，来到洞府外，他展开神识扫视了一圈。大晚上洞府区没看到几个弟子在外晃荡，不过却让他看到了几名当值的执法弟子正聚在远处的山道拐角，一人拎着一壶小酒，喝得不亦乐乎。他黑风寨的第一原则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这青竹峰的买卖可不能做，毕竟自己这外门弟子的身份还是个冒牌货，动静一旦闹得太大，很容易被人顺藤摸瓜给查出来。纯小白打定主意，收敛气息，施展他的踏天步，朝着山下前行而去。这里毕竟不是他的黑风寨，修士的感知不是凡人那种只能靠眼睛的货色，动静可不能闹得太大。当然，有这踏天步，即便是那些驻击巡逻弟子，恐怕都难以捕捉到他。纯小白没有走大路，而是贴着山壁阴影，每前行一段距离便会遁入某个角落，如同捕食的猎豹般耐心等待片刻，确定没有异常后才继续前行。就这样，他一路摸到了山下，又看到了守山门的那对野鸳鸯。这大晚上的，山门口一个人影都没有，就这2个家伙竟然当众搂搂抱抱，腻歪在一起。你妹的！纯小白心里暗骂，上次本大王给你上了一课，你还不长记性。他一看那个叫林月的女人就不是什么好鸟，要是这守门的小子不是个富二代，估计早就不鸟他了。趁着二人感情深厚，难舍难分之际，纯小白一个闪身，直接从侧边的悬崖飘了过去。这2日，他也抽空学了下御剑术，虽然还做不到御剑飞行，但借着风势滑行个数百米还是没问题的。来到山下后，路上的人影明显多了起来。这个外门是建在深山野林之中，中间是公共区域，四周环绕的36座山峰便是宗门的36峰，而这座群山的那一头便是人人向往的热门区域。当然，以纯小白现在的境界，肯定不会去那门找死。他直接沿着山岩间的阴影往前穿行，很快他便停在了丹霞峰之下。这个丹霞峰，他可是眼馋很久了。毕竟这世上会炼丹的有几个是穷人，不来这里拜访一下，对不起他山匪这个职业。纯小白瞅准那2名守山弟子打瞌睡的间隙，身形一晃，直接沿着陡峭的山体潜了进去。很快，他便来到了山脚下的洞府区域。他想了想，没进去。这地方跟青竹峰的山脚差不多，住着的都是些穷鬼，真正的肥羊都住在山顶上。于是他直接调整方向，朝着山顶摸去。来到丹霞峰顶后，他看到了一片与自己洞府规模差不多的洞府区。等着2名巡逻的执法弟子走远后，他便攀上一棵大树的背阴面，如同一只夜枭，静静地等待起来。干他们这一行的，别的可以没有，但耐心绝对不能缺。现在只要专心等待猎物上门即可。不到半刻，他
他在树杈上就看到了2名身穿丹霞峰服饰的弟子，有说有笑着并排走来。纯小白立刻开启通宝法眼，一眼扫过，2名弟子头顶都冒着幽幽绿光，虽然不如石磊那种耀眼，但也绝对称得上一头合格的肥羊。纯小白像一只盯着耗子的夜猫，悄无声息地顺着树干滑下，随即脚尖点地，如幽灵般贴了上去。来到近前，他双臂肌肉骤然紧绷，尽力汇聚于拳锋之上。砰砰，2声闷响几乎同时响起。那2名弟子只来得及鼻孔里哼唧一声，双眼一翻，身子便软得像面条一样瘫了下去。纯小白顺手一抄，一边一个扛在肩头，3步并作2步窜回大树下的阴影里，先把人往地上一扔，那一双贼手熟练地在2人身上游走。不到3个呼吸，2个沉甸甸的储物袋就被他摸了出来，直接往胸口里一塞。刚做完这一切，他耳朵微微一动，又听到一道微弱的脚步靠近。看来今晚这丹霞峰的生意不错。他再次抬眼看去，只见一名年轻弟子正大步走来，步伐虽有些虚浮，但这丝身上的绿光竟然喷涌而出，足足有1米高。你妹的，这是一条大鱼！纯小白心中狂喜，下意识地搓了搓手。然而，就是这衣料摩擦的细微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那弟子脚步猛地一顿，眉头倒竖：“谁？给我出来！”纯小白心中一惊，刚想硬着头皮杀出去，前方街口阴影处突然传来一道笑声：“哈哈，徐师兄，你这耳朵还真是灵，这都被你听出来了。”纯小白动作一致，缩回了树后，吓老子一跳。我就说我的龟息诀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发现？那徐姓年轻弟子转过身，就见一位干瘦的青年正挂着一脸讨好的笑朝他走来，眉头当即皱起，不悦道：“你大晚上的跟踪我干嘛？”“不干嘛，就是想跟师兄做个交易。”徐师兄眉头挑了挑，随后压低声音道：“什么交易不能白日说，非要大晚上一路跟踪我到这里？”那干瘦弟子也不废话，直接凑近几步，压低声音道：“师弟只是想向师兄求一份蚀骨销魂丹。”“蚀骨销魂丹？”躲在树后的纯小白撇了撇嘴：“你妹的，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药。”看来这宗门里的弟子平日里一个个道貌岸然，背地里却是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坏水。那徐师兄听到这话，紧绷的脸色反而松弛下来。这种药乃是宗门明令禁止的违禁品，一旦被发现，无论是炼制者还是购买者，轻则面壁思过，重则直接废除修为，逐出宗门。难怪要像做贼一样大晚上来求药。徐师兄左右看了看，低声道：“你需要多少？”“不多，10份就够，501一颗，规矩我都懂。”干瘦弟子显然是有备而来，直接掏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储物袋：“师兄，您点一点。”徐师兄接过储物袋，神识一扫，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手腕一翻，收起灵石的同时，将一个小瓷瓶连同对方的储物袋扔了回去。“你这是看上哪位师姐了？”干瘦弟子打开瓶色闻了闻，脸上顿时涌现出一股猥琐的狂喜。“你应该听说过青竹峰白姐儿。”“是他？”徐师兄眉头微微一皱。询问使用者，这是他贩卖丹药的规矩，主要是为了不给自己添麻烦。不过他还是好奇道：“你就不怕那个家伙找你麻烦？”那弟子撇了撇嘴：“这个就不劳徐师兄费心了。”说完，他一抱拳：“合作愉快。”留下一句话，干瘦弟子便转身钻入黑暗的小道。徐师兄掂了掂刚到手的储物袋，心情大好，哼着小曲，背着手转身朝着自己的洞府走去。可刚迈出一步，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沉闷的扑通声，那是人跌落的声音。徐师兄眼神一凝，猛地回头，瞳孔一缩，只见刚刚离去的师弟已经像死猪一样躺在地上，而一道黑影正携着一股恶风直扑自己面门。好胆！徐师兄毕竟是内门精英，反应极快，怒喝一声便展开了招架。然而纯小白根本不给他机会，身形在空中硬生生一扭，一记带着风声的鞭腿横扫而出，狠狠踢向徐师兄的胸口。砰！一声爆响，徐师兄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10几米，狠狠撞在后方的大树上。噗！徐师兄张口喷出一道血溅，脸色瞬间惨白，但眼中的狠戾却未散去。他强忍胸口剧痛，立刻从怀中摸出一张泛着红光的灵符。你妹！纯小白暗道不妙，这是传讯符，只要激发出来，这一山的执法队都会被惊动，到时候别说抢劫，自己能不能落个全尸都难说。眼看徐师兄嘴唇微动，灵力已经涌入符转，红光爆闪。千钧一发之际，纯小白脑中灵光一闪，想起自己刚学会的指法封天指。来不及犹豫，他脚下猛地一蹬，地面炸裂，身形如离弦之箭瞬息而至，来到徐师兄身前，他两指并拢，力量压缩于指尖，对着徐师兄的脑门一指点去。风！指尖点在徐师兄胸口的瞬间，荡起一圈肉眼可见的涟漪。徐师兄原本正在催动灵符的手指瞬间停滞，一动不动，整个人像是被按了暂停键，浑身僵硬，右手捂着胸口，左手拿着灵符，瞪大眼睛保持着即将激发的姿势，甚至连那一面惊恐的表情
都凝固在了脸上。纯小白不敢多耽搁，一把将那徐师兄扛在肩头，发现这家伙依旧梆梆硬，像根人形木桩。他又走回去，像拎小鸡一样拎起那个猥琐的干瘦弟子，3两步窜回树下，将两个家伙往地上一扔。砰！一声闷响，纯小白警惕的左右看了看，见刚才的动静没有引起他人注意，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你妹的，差点玩脱了！他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这些修仙者的本事。当然，主要还是自己的沉淀太少，很多修仙者的套路他完全不懂，比如说这符箓差点栽在这个玩意儿身上。回头有时间一定要好好补补课。莽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善于找出自己的缺点，去优化自己的莽劲儿。好在纯小白做到了这一点。这些年他在黑风寨干的每一票买卖，打的每一场仗，他都会花时间坐下来复盘，找出缺点，进而优化。这正是这些年他一个2000人不到山寨能横扫800里流寇，在三国之间对抗的原因之一。纯小白蹲下身，伸出2根手指在那徐师兄的鼻子前晃了晃，发现还有气。你妹的，还以为一指头给他点死了。不过纯小白忽然勾起嘴角，这封天指好像是专门为打劫越货、杀人放火的而生。这一个不留神给人家来一下，直接给这个人封住，那不就任人宰割了吗？我去！纯小白直接高兴坏了。他搓了搓手，贼手摸向这位徐师兄的腰间，一把将他的储物袋摘了下来，随后目光又落到那个猥琐的干瘦弟子身上。这家伙竟然敢打他3当家的主意！你妹的！纯小白越想越气，抬脚就朝着那家伙的裆部狠狠踹了过去，直踹得他整个人一抽。通过这家伙刚才所言，他也大致明白了过来，白姐儿那个小姑娘背后应该有人罩着，只是那人最近似乎不在，所以这些家伙便坐不住了。难怪以那小姑娘的姿色，在这弱肉强食的宗门里竟然没被人惦记上。纯小白撇了撇嘴，在他腰间一摸，扯下储物袋往怀里一塞，但他仍不解气，反手又给了他2个大逼兜，紧接着又对着他裆部来了一脚，直踹的那家伙喉咙里发出咯咯的怪声，这才心满意足的作罢。他再次小心翼翼地摸回树上，静待下一个猎物。很快又有一个落单的弟子晃悠悠地走了过来，身上冒着1米多高的莹莹绿光。纯小白嘴角一勾，等那家伙走到树下近前，一个闪身飘然而下，如鬼魅般出现在他身后。风一指点出，那弟子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瞬间变成了一座人形雕像。纯小白直接将他扛起来，往树下一立，熟练地往他腰间一掏，又是一个储物袋到手。这封天指果然好用啊！改天再进入小黑塔里边找找有没有牛逼的身法，这个指法配合上顶级身法，整个外门完全可以横着走了。就这样，他守株待兔，乐此不疲。不到1个时辰，这大树后面就站满了雕像，一个个瞪大了眼睛，脸上保持着一副生动的惊恐。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纯小白的胸口已经被储物袋塞得鼓鼓囊囊，而他藏身的大树后也排起了一条壮观的雕塑长队。粗略一数，竟然有20多个，再加上地上躺着的那4个倒霉蛋，整整30人。这一晚上，纯小白那张大嘴就没合上过，两眼爆红，双手都快搓秃噜皮了。行了行了，差不多了，收工。这一波肥。随后他展开神识，趁着天还没大亮，按照来时规划好的线路，一步步摸下了山。不到半个时辰，他便来到了青竹峰之下，发现守门的那对野鸳鸯竟然又不见了。你妹的，不会又钻哪个小树林了吧？纯小白撇了撇嘴，也懒得再躲藏，直接大摇大摆地朝着山上走去。翌日一早，丹霞峰便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雕塑欣赏大会。此刻，纯小白昨夜藏身的那棵大树下站满了乌压压的人群，而在人群中央便是那27座整齐排列的人形雕像。这些弟子有的保持着前跨的姿势，有的脸上凝固着惊恐的表情，有的则张大了嘴巴，似乎准备呐喊。除了那徐师兄是面朝下跪在地上，其他人都是站姿。一名白胡子老头站在雕塑前，捻着胡须，满脸的不可思议。真是稀奇，真是稀奇啊！竟然有人能将封印阵法如此巧妙地用在人体之上。此人正是丹霞峰峰主丹臣子，他一身丹术闻名整个天南界，医术同样登峰造极，更是一位成名500余年的金丹真人。本以为这些弟子是中了什么高深的定身术，可按照定身术解了一早上没解开，最后使出浑身解数，才惊骇地发现这些人竟然是被人给封印了，而且从内到外给封印了。如果不是他刚请教了一位老友，甚至都看不出这是阵法所为。要知道，寻常阵法即便是罕见的封印阵，大多也只能封印些死物。就算有些稀有的秘术能封住活人，那也只是限制行动，绝不可能像这样把人体封印的邦邦硬。妙啊，当真奇妙！丹臣子摸着胡须，双眼放光，不停地点头赞叹。可他这副模样，却给周围那些围观弟子看得一愣一愣的。不是啊，丹长老，我们10万火急的喊您过来，是让您救人的，
不是让您搁这儿开学术研讨会，一个劲儿的称赞凶手手艺好。正在此时，嘈杂的人群突然被一股无形的气势推开，一位面色冷峻、蓄着络腮胡的中年男子带领着一队杀气腾腾的执法弟子走了过来。来人乃是外门执法堂堂主雷啸，他目光锐利如鹰隼，先是扫过那些千姿百态的雕像，随后一脸不快地看向丹臣子。丹臣子，这不就是被人用定身术给定住了吗？你一大早火急火燎的叫本执法过来，不会就是为了这个吧？丹臣子瞥了他一眼，没好气地指着那些弟子：“那你去挤一个试试。”雷啸看着他那幸灾乐祸的眼神，觉得事情可能不太对劲。他抬起手，两指并拢，一道灵光咻地射在领头的一名雕像弟子身上。然而那弟子纹丝不动，屁用没有。奇怪，雷啸上前一步，将手搭在那名弟子的手腕上，灵力探入其体内。片刻后，他眉头紧锁，脸色越发凝重，竟然发现此人身上没有任何灵力静止的痕迹，经脉通畅，压根就不像中了定身术。这会不会是身体出了什么毛病？你能不能有点脑子？丹臣子气不打一处来，就算一个人生病，能27个人同时生一样的怪病，而且还都是昨天晚上生的。你再看看这些人身上的储物袋，一个不剩，财物全被洗劫一空。什么？雷啸眉头一挑，眼中爆出骇人寒光。那岂不是有人行凶，给这些人下了阴招？丹臣子点了点头，不错，而且他们是被人给封印了。封印？雷啸一愣，他自然也知道封印术，但寻常封印术虽然能限制他人动作，但绝不会导致人体像石头一样邦硬。他再次将手探过去，灵力仔细探查，这才倒吸一口凉气。他发现这些弟子身体从内到外仿佛被一层无形的枷锁牢牢锁死，灵力、气血，甚至连神识的波动都陷入了绝对的静止。好胆！雷啸怒喝一声，凌厉的目光扫视一圈，那些围观的弟子接触到他的目光，吓得猛地后退一步，齐齐脖子一缩，甚至有几个胆小的弟子直接哆嗦着开口：“不是我干的，雷堂主，真不是我。”雷啸自然知道不是他们干的，他只是习惯性的检查周围环境。这种诡异的手段闻所未闻，绝不是一个炼气期弟子能做到的。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在我青云宗地盘上公然洗劫！行了，先别发火了，赶紧给他们解开吧。丹臣子嘀咕一句，自顾自伸出一指，施展劫灵，指点在领头那名弟子身上，准备。行了。然而他手刚收回，准备给第二个弟子解开时，却突然发现那名刚被他施法的弟子还站在那里，眼珠子都不带转动一下。丹臣子一愣，急忙将手搭在这名弟子的手腕上，神识探入其身体，发现他的身体依旧被一股神秘之力给封印着。他又打出一道劫灵指，点在这名弟子身上。封印阵法虽然万物可封，但也并非无解。只要截断他的灵力补给，没了能量来源，这封印阵自然就无法运行，会自动瓦解。这跟他们平时所用的护山大阵是一个原理，没有天地灵气供给，这些阵法便会自动停止运转。然而此刻，他明明已经截断了这名弟子周遭所有的灵气供给，这封印阵法却丝毫没有瓦解的迹象。死！怪哉！怪哉啊！周围那些弟子听到这句话，脸都绿了。这句怪哉，他们都听了一早上了。雷啸看着他那吃惊的模样，没好气的开口问道：“丹长老，你别告诉我，这封印你解不开？”丹臣子听到这句话，老脸一黑：“来，你厉害你来解。”雷啸不屑的撇了撇嘴。他雷啸好歹是外门第3高手，对于阵法也精通1、2，而且他能感受到控制这些弟子的封印阵，品阶也不过是个2阶阵法而已，他就不信解不开。他指尖一动，同样打出一道劫灵指，点在那名弟子身上。那弟子周身的灵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直接隔断。2息过后，他眉头一皱，发现这名弟子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赶紧将手探过去，再一次打出一指。这次他直接用自己的灵力将这名弟子周身的灵气彻底隔绝。可探查之下才发现，这种封印阵完全不需要外界的灵气补给，它竟然能自行运转，竟然还有自成一体不需外力的封印阵。周围的弟子看着这2个外门大佬，一个执法堂堂主，一个丹霞峰峰主，此刻却像2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围着一堆雕塑惊叹连连，左一口怪哉，右一口怪哉，让一众弟子想笑又不敢笑，一个个憋得脸都红了。丹臣子不死心，开始尝试其他手段。他一会儿甩出一张破镜符，在那名弟子身上啪地一贴，一会儿又凝聚出一道化灵诀，给他全身化一遍。不行，最后干脆拿出几瓶丹药，掰开那名弟子的嘴，就往里边倒，还是不行。于是他直接上手，在那弟子身上不停地拍打，拍的那弟子在静止中白眼直翻。最终，怪哉，怪哉，这天底下竟然有这等封印阵。另一边，雷啸也直接带住一名倒霉的弟子，在他身上这里戳一下，那里点一下，
灵力左冲右突，点的那名弟子脸色由白转红，由红转紫，煞是好看。待到所有手段全部尝试了一遍后，他也瞪大了眼睛，一脸惊奇。不可思议，当真不可思议！竟然能自成一体，以人体自身的气血作为阵眼，形成封闭循环，简直是天才般的构想。行了行了，丹臣子注意到周围那些弟子憋笑的嘘嘘声，老脸有点挂不住了，赶紧将他那滔滔不绝的赞叹给打断了。随后他压低声音提醒道：快，让天阵峰的陈玄过来看看。雷啸如梦初醒，立刻拿出一块传信石，掐动法诀，一指点在上面。很快便有一个仙风道骨的老头背着手慢悠悠地走了过来，此人正是外门36峰中专修阵法之道的天阵峰峰主陈玄。据说他的阵法曾将一个元婴老祖活困死过，其名声早已响彻整个东境，提到阵法必然会有人想到陈玄。陈玄走到近前，先是扫了一眼这些雕像，捋着胡须不以为意道：小事一桩，不就是中了定身术吗？丹臣子和雷啸对视一眼，异口同声：你话别说得太早，先看看吧。陈玄胸有成竹的上去试着解了一下，没解开。他又仔细摸索了几个呼吸，这才脸色一变，发现竟是封印阵，当即露出和前两位如出一辙的惊讶表情。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竟然有人能将封印阵法直接烙印在人体经脉之内。他手指点上去，细细感应。怪哉，怪哉！这个封印阵竟然能自成一体，不假外求。这里的动静很快也惊动了其他各峰峰主，不到半个时辰，就呼啦啦来了10几位峰主。他们得知这诡异的封印阵后，像是发现新玩具的孩子，立刻开始在这些雕像弟子身上采用各种他们压箱底的研究方法，这里拍拍，那里打打。周围聚集的吃瓜弟子也越来越多。当他们看到这群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长老们，一个个双眼放光，埋头研究的投入模样，都不禁为那些被当成实验品的师兄师姐们捏了一把冷汗。这封印阵可是一道惊天宝藏，如果能将它研究透彻，往后无论是用于对敌还是守护宗门，都将是一大杀器。其中一名长老正埋着头，对着一名女弟子身上的穴位点啊点，点啊点。那女弟子虽然身不能动，但眼珠子却疯狂上翻，甚至有几个已经口吐白沫，眼看就要不行了。此刻那些被封印的雕像弟子们虽然身体梆梆硬，但那敲在他们身上的痛苦，丹要往肚子的撑死感却是实实在在。此刻他们看到眼前这群峰主，比看到昨晚那个歹徒更可恶。这些长老修为最低者都是一位金丹，金丹的力道哪是他们炼气弟子可以承受？再不停手，他们要么就这样活活被他们点死，亦或者直接被这些丹药撑死。忽然不知哪个围观弟子惊恐地喊了一声：快看，李师兄好像没气了。那群玩得正嗨的峰主们一愣，赶紧停下手中的动作，跑到一名摆着风骚金鸡独立造型的弟子面前。只见那位弟子脸上已经泛起一层死人白，众人手忙脚乱地将手贴上去，果然这弟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气息全无。有人不信邪，扒开他的胸口一看，只见上面青一块紫一块，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指印。他们这才反应过来，这2名弟子还是被他们活活给点死了。那位刚刚还戳得起劲的长老赶紧心虚的用衣服把人家胸口盖住，和其他峰主对视一眼，一个个尴尬不已。一个活生生弟子竟然被他们给研究死了。丹臣子尴尬的轻咳一声，打破了这死寂的气氛，随后赶紧挥手吩咐道：来人，快把他们都抬到我丹霞峰上，不许任何人再靠近。随后这些平日里眼高于顶的峰主们一个个脸色漆黑的围在一起，气氛凝重的能拧出水来。因为他们都想到了一种可能，一个让他们不寒而栗的名字：天煞谷。也只有那个常年跟阴损秘术打交道的邪门歪道，才能在人体中一下打出如此诡异的阵法。更关键的是，30年前天煞谷就曾用一种上古封印术将一位元婴上人活活封死。那元婴上人被定住后，同样是查不出任何法术痕迹，体内也没有任何异常，只有一股无法化解的神秘封印之力。其宗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也没能解开。最后那元婴上人就那样瞪着眼睛，在众目睽睽之下活生生战死了。丹臣子率先打破沉寂，声音干涩道：你们说这是不是天煞谷那帮疯子所为？10几位峰主瞬间沉默下来，虽然没有说话，但那一张张难看到极点的脸已经给了丹臣子答案。天煞谷一直以来都是青云宗的死对头，他们不敢去高手如云的内门撒野，就专门跑来他们外门作妖。丹臣子此刻的脸色瞬间黑如锅底，他想起了3年前自己的亲传弟子出门历练，跟天煞谷的一个弟子因为阵法材料的交易起了冲突，被对方坑骗不成，反下黑手，直接打残了丹田，双方从此结下了死仇。再看看眼前这些被定住的丹霞峰弟子，被故意留在这里，显然是在给他一个下马威。青竹峰，方圆一早起来就做好了他抱大腿该做的事，他将纯小白院子那3亩灵田浇了浇水，还贴心的从自己先前洞府里搬来2棵灵果树，往后院里一种。
白姐儿也没闲着，他正将纯小白前日练功时轰碎的那座假山残骸清理掉。毕竟在这里享受着底层修士梦寐以求的待遇，还得了那么多好处，最重要的是，那个家伙竟然喊自己三当家。这要是不做点什么，他自己都过意不去。正在此时，洞府的大门被人敲响。白姐儿放下手上的活，来到门口，透过阵法打开院门，却发现一群身穿执法服的弟子正在这条街道挨家挨户的敲门。他心里隐隐觉得不妙，刚走出去，一名执法弟子就朝他走了过来。那弟子目光落在他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随即收起那有些猥琐的目光，清了清嗓道：“外门门主有令，最近夜晚，任何弟子不得擅出洞府，若非有要事，必须5人以上结队而行。”白姐松了一口气，他还以为是纯小白冒充外门弟子的身份被揭穿了。多谢执法师兄特来相告，我知道了。就在这时，好奇宝宝一样的方圆挺着个像10月怀胎般的肚子，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一把拉住那名执法弟子问道：“师兄，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不让出门了？”那名执法弟子倒也没有隐瞒，直接开口道：“我们外门混进了一位劫修，昨日夜里在丹霞峰公然洗劫，抢了30名弟子。”白姐儿心中猛地一震，瞬间就联想到了某个家伙。他早上起来时就隐约听到隔壁修炼室里不停传出本大王发财了，这些大肥羊太肥了呀之类的话。本以为那个家伙是睡着了，习惯性做发财梦，现在看来，不过白姐儿还是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是，我知道了。看着执法队走远，他立刻回到洞府，目光死死盯住那间紧闭的修炼室。此刻他还能隐约听到里面传来噼里啪啦像是保护碰撞的声音，这搞不好是在清点赃物。他赶紧压下心中的慌乱，朝着修炼室的门口跑了过去。刚到门口，修炼室的大门就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只见纯小白咧着一口大白牙，看到二人后，大手一挥，豪气干云地喊道：“来来来，本大王昨天晚上发了一笔横财，人人有份。”方圆眼中金光一闪，赶紧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双手抱拳，一脸谄媚：“师兄，您昨天晚上干啥去了？发了这么大一笔？”而白姐儿则愣在原地，竟然真的是他干的，也没干啥，就是出去薅了30头肥羊。纯小白随口道：“大王威武！”方圆立刻竖起大拇指，但话刚出口，他那肥猪般的笑脸猛地一僵，忽然想到了什么。等等，30头肥羊，这数目怎么跟那执法师兄说的如此贴近？他赶紧试探性地问道：“大王，您说的那30头肥羊，不会是住在丹霞峰的吧？”“咦，你怎么知道？”纯小白一愣，狐疑地看着这死胖子。方圆额头冷汗唰的一下就冒出来，肥肉堆成的脸挤成一团，像个发苦的包子。这个大王胆子是不是太肥了？真当这青云宗是个土匪窝啊？他赶紧擦了一把，做贼心虚的左右看了看，生怕院子里藏着什么其他人，随后一把拉住纯小白的胳膊，压低声音道：“大王，您小声点，如果您昨天真去了丹霞峰，那可是捅了天大的娄子。”他赶紧将刚才执法队上门警告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纯小白脸上的笑意淡了下去，摸着下巴，眉头微皱：“你的意思是，现在整个外门都戒严了？”“何止是戒严，我看这架势，怕是惊动了上面那些老怪物了。”方圆急得直跺脚。然而纯小白却摸着下巴，一脸惋惜：“这下麻烦了，还准备今天晚上加个班，再干他一票呢。”白姐儿猛地瞪大美眸，难以置信地看着纯小白：“这个家伙不要命了吗？”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跑路，或者想办法销毁证据。这家伙倒好，竟然还想着再干一票，果然是个悍匪，不要命的疯子。而方圆原本下的亡魂大帽，准备了一肚子36计走为上的计策，可听到纯小白这句匪气冲天的话，他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就像被人猛地踹了一脚，咚的一声，反而落回了肚子里。他想起了老爹曾跟他讲过的一句话：天才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里出了个天才。这种人天生便不被规矩约束，因为他们生来就是打破规则，与天争与的斗。跑？如果是在之前，他看到这种人确实得跑，但现在这种比天才更天才的人是他的大贵人，是他的山大王。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金大腿，这个时候怎么能怂？他知道以自己的天赋，如果不搏一把，这一辈子可能也就这样。方圆沉默几秒，随后猛地一拍自己的粗大腿，把旁边的白姐吓了一跳。大王不愧是大王。那是，想当年本大曾被10万大军追杀，我还杀了个3进3出，杀得他们不敢往前一步。纯小白心情大好，随后抬手一挥：“对了，你们也有份。来来来！”白姐儿此刻吓得小脸发白，这赃物他可不敢用。他刚想开口拒绝，就见纯小白直接从怀里掏出个鼓囊囊的储物袋，抬手一挥，哗啦啦，一阵清脆悦耳的碰撞声响起，紧接着
他们面前就出现了2堆小山似的宝物，每一堆宝物中都有20几本各式功法秘籍，10几瓶品相不凡的丹药，1000多块闪闪发光的灵石，以及一把流光溢彩的黄阶上品法器。诺，这个是你们的。方圆看到那2堆宝物，眼珠子瞬间瞪得溜圆。老爹说的话果然靠谱啊，回去一定给他上2炷香。紧接着他肥油油的肚子一抖，直接来了一个90度深弓。多谢大王赏赐，多谢大王赏赐。他手忙脚乱的一挥手，将其中一堆宝物尽数收入自己的储物袋中，喜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而白姐下意识的后退了半步，理智告诉他绝对不能碰，碰了就等于把自己和这个疯子彻底绑在了一起，就是背叛宗门，万劫不复。可身体却很诚实，不仅将卡在喉头，具体的话咽了下去，小手竟不自觉地抬了起来，学着方圆的样子抬手一挥，地上那价值约莫3万灵石的宝物瞬间被他收入储物袋中。做完这一切，他那张俏脸腾地一下红透了，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悄悄捏了捏自己的衣角。哎呀，我怎么能这么贪财呢？他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肯定是被这个家伙惯的。纯小白看到2人都接下了分红，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不错，有前途。行了，你们俩在外面盯着点，有什么状况记得及时通知本大王。纯小白挥挥手下了命令。是，大王。这次白姐儿竟然也难得的跟着方圆一起脆生生的喊了一声大王。纯小白咧着嘴笑了，转身再次回到自己的修炼室。这2个家伙现在算是彻彻底底上了他的贼船，这也算是为他将来插旗立棍、建立山头、招兵买马打下的第一根桩子。毕竟他是要抢先帝位置的男人，班底人才肯定是要从小开始培养才最靠谱。而且在他看来，方圆与白姐这2人那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看中的第一点就是这2人身上的毛病足够多。第一，天赋差；第2，贪财；第3，出身低，没啥背景，受尽了白眼。没错，他用人的第一标准就是毛病要足够多。那种一身正气，挑不出半点毛病的人，只适合自己当老大，不适合给他做小弟。因为人有缺点才有欲望，有欲望才有目标，有目标才有那股不顾一切往上爬的冲劲，做事才会带着一股破釜沉舟的勇气。换一个天赋好、家境好、不缺钱不缺资源的公子哥来试试，他什么都不缺，凭什么要跟着你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卖命？如果他非要死心塌地跟着你，那只能说明一件事，这小子心思绝对不纯，图你点什么更大的玩意儿。当然，他收小弟除了身上需要具备这些特有的坏毛病外，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胆气。毕竟他将来这条船卖的可都是随时可以掉脑袋的票。而方圆那个死胖子，虽然外表看起来唯唯诺诺，但骨子里却藏着一股狠劲儿，还有一种莫名其妙近乎愚蠢的勇气，这一点是他最欣赏的地方。至于白姐这个小姑娘，看着老老实实，胆子小得可怜，别人看不出这个小姑娘的为人，她10几年山大王的眼光怎么能看不出来？这小姑娘就是一个妥妥的小财迷，比方胖子还贪财。从第一次送她筑基丹以及后边的几次赏赐，她就看出来了，她就没见过谁接受她的赏赐能那么顺手自然。每次自己送她东西，嘴上说着不要不要，背地里那小手伸得比谁都快，那叫一个熟练。不过她就喜欢这种人，她将来的山寨也最欢迎这种人，贪财才跟他有共同语言，这种人在他这条船上才做得更稳。有了这2大人才，以后办事就方便多了。纯小白用他那套独特的悍匪思想，在心里给2人打了个高分，随后才将目光重新投向眼前还没整理完的战利品。此刻修炼室中已经堆起了一座小山般的灵石，他刚才粗略数了一下，足有5万多枚。各类丹药更是有500多瓶，各种法器也有40多把，长枪、长剑、长刀琳琅满目。只不过这些法器的品质实在太低了。他随手抄起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试了试，轻飘飘，完全不趁手，抡起来还不如自己的拳头来得快。这些储物袋里最多的就是丹药，可惜全都是1阶丹药，连1颗2阶的都没有，品质参差不齐，跟那些榜上大哥的身家比起来差远了。收起所有战利品后，纯小白盘腿坐在修炼室中，开始复盘昨晚的经过。他现在发现了，这封天旨就是为打家劫舍量身定做的神技。只要速度够快，别管你是炼气大圆满，还是刚入门的炼气1、2层，都得乖乖给他立在那儿当雕像。只是他有些疑惑，讲道理，他只是劫了几个储物袋，又没有伤人性命，怎么会惊动那些封主长老呢？他可不相信这帮眼高于顶的老家伙们有这么好心，会为了几10个外门弟子的储物袋大动干戈。看来这宗门是混不下去了，必须得在他们没发现自己那伪造的杂役弟子身份之前开溜。不对，开溜之前得先把这些见不得光的东西处理掉，万一真被抓住了，估计就算小云云在世也顶不住。作为一个专业的悍匪，想活得久，
那就得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头可断，血可流，买卖绝不能亏本。他可丢不起黑风寨的人，必须先把这些赃物都消耗掉，进了自己肚子，那才叫真正的落口为安。就算到时候被抓了，他们想要也只能等老子拉出来再说。想到这，纯小白不再犹豫，直接将这段时间所有的收入一股脑的全部倒在了修炼室的地上。哗啦啦一阵响动，地上瞬间堆起了几座小山，法器零零总总加起来足有60多件，一阶的攻击、防御符箓足足240张，各种乱七八糟的丹药更是超过了600瓶。至于灵石，一共不到6万枚。除此之外，还有60多本功法秘籍，以及整整30株上了年份的灵药。要是指望老老实实当个宗门弟子，苦哈哈的奋斗100年，恐怕也攒不出这么多家当。这要是在黑风寨有这么多资源，他现在说不定孩子都满地跑，后宫佳丽3000了。一阵感慨过后，纯小白麻利的开始分拣。他将所有的法器、符箓、功法以及那些用不上的材料，全部打包塞进从一个倒霉蛋身上扒下来的上品储物袋里，刚好装满，剩下的便都是可以直接装进肚子里的硬通货，灵石、丹药和灵药。这下山找山头插旗，实力才是旗杆的高度。那先将修为境界拉起来再说。说干就干。纯小白直接站起身，对着那堆成小山的6万灵石，运足气力就是击掌。砰砰砰，坚硬的灵石在他掌风下应声而碎，化作最精纯浓郁的灵气粉末，瞬间将整个修炼室的灵气浓度推到了一个骇人的地步。他深吸一口气，盘腿坐下，当即运转武神诀，双目一凝，通宝神眼瞬间开启。嗡！精纯无比的灵气本源仿佛受到了某种吸引，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洪流，顺着他的皮肤毛孔逆流而上，疯狂涌入四肢百骸。血液在这一刻瞬间沸腾。他所修的炼血之道，不同于普通的炼气法门，乃是以天地本源之气铸就无上神躯，开启人体神藏。而炼血第5层到炼血第6层，正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随着那翻滚的灵气本源不断纳入体内，他的皮肤开始渐渐泛红，体内血液奔腾咆哮，竟发出了如同江河决堤般的嗡嗡轰鸣。半刻钟后，地上那厚厚一层灵石粉末彻底化为了一片暗淡的灰烬。然而，纯小白的境界依旧死死地卡在炼血5层，动弹不得。你妹的！纯小白气得想骂娘。他早就料到自己这个体质是个吞金巨兽，却没想到这他妈是壮年期的吞金兽。6万灵石入体，竟然只够塞个牙缝的。别说摸到炼血6层了，连6层的门槛都还没摸到。纯小白的目光落在了地上那600多瓶丹药上，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抓起几瓶，拧开盖子，就像是嗑瓜子一样，一把把地往嘴里塞。咯吱咯吱，清脆的咀嚼声在安静的修炼室里格外响亮。片刻之后，他的肚子便肉眼可见的鼓胀起来，宛如怀胎8月。他立刻收敛心神，再次全力运转武神诀。丹药入腹虽然麻烦，但其中蕴含的本源之气却远非灵石可比。毕竟这些丹药都是由灵药炼制而成，能称之为灵药，本身就是吸收天地灵气、日月精华长成的天才地宝。100瓶各式丹药下肚，那停滞不前的修为终于激起了一丝水花。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在100瓶丹药和6万灵石的加持下，他此刻体内的力量竟然暴涨了1倍有余，直达2万斤。这个力道早已超出炼气期，达到了筑基期的水准，而且还是法术打出的力道，不是纯粹的力量。他忍不住隔空轰出一拳，呼！狂暴的拳风瞬间引爆了室内的空气，将整个修炼室震得猛然一晃。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把守在门外的白姐儿和方圆吓了一大跳。不错，这才像点样子嘛。纯小白满意的点了点头，再次抓起那些丹药，不要钱似的往嘴里塞，感觉撑不下了，就立刻停下来炼化。就这样，他花了足足2个时辰，将整整600瓶丹药消耗得一干二净，而他的修为也终于堪堪触摸到了炼血6层的门槛，只差那临门一脚。就在这关键时刻，纯小白却突然想到了什么，脸色大变，猛地惊叫出声：“完犊子了！”他赶紧伸出手指，发了疯似的往自己嗓子眼里猛抠。哦！他突然想起来，这帮炼丹师喜欢他娘的玩脏活赚外快。之前徐师兄用来对付白姐儿的发情丹，不就困在这里面？他能玩这种脏活，这就说明丹霞峰其他的炼丹弟子估计也差不到哪里去。自己可是把所有丹药都磕得一干二净，这万一要是被毒死了怎么办？他抠了半天，脸都憋紫了，却连点丹药渣子都没吐出来，都他妈消化完了。突然他又反应过来，咦，不对啊，这要是毒丹入肚，要发作早就发作了，哪还能等到现在？纯小白忽然想到了什么，脸上顿时一喜，难道老子的体质是传说中的百毒不侵？死，那我岂不是打也打不死，毒也毒不死了？你妹的，这是小强命格啊！
纯小白赶紧从储物袋里翻出一面铜镜，对着自己左照右照，发现脸色红润，没有半点发黑的迹象。又伸出舌头看了看舌苔，同样一切正常。果然，老子就是小强命格，不然以那些家伙炼制的丹药里那乱七八糟的丹毒，自己早就被毒死800回了。只是这事儿还得再确认一下才行。可问题是，所有的丹药都被他吃完了，现在上哪儿去找毒丹来验证？总不能故意跑出去找人，求着别人毒自己一下试试吧？这也太嚣张了。高兴了一会儿，纯小白暂时将这事甩到脑后，目光投向了地上那30株冒着莹莹绿光的灵药。这些灵药每一株拿出去都能炼制出几10颗相应的丹药，像他这样直接生啃，虽然有些浪费，但眼下也没办法了。时间不等人，他对那些宗门大佬的手段还不太清楚，万一要是有什么监视法宝照了出来，那辛辛苦苦抢来的东西可就成别人的了。想到这里，纯小白不再犹豫，直接打开那些装着灵药的玉盒，抓起一株就往嘴里塞去。5株灵药下肚，那层窗户纸依旧坚挺；10株灵药下肚，窗户纸总算变得薄了一些，但还是没破。纯小白的脸又黑了下来，连发现自己是小强命格的好心情都被压了下去。他心一横，牙一咬，直接将剩下的20株灵药全部取出，一把塞进了嘴里，嚼吧嚼吧，囫囵吞了下去。紧接着，他体内便传来一股江河奔腾、山洪爆发般的恐怖声响。嗡！武神诀自行运转，一股无形气浪猛地从他体内迸发而出，将整个修炼室的石壁都震得嗡嗡作响，尘土簌簌而下。而此刻纯小白的体内经脉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抓住，疯狂拉扯，凝成了麻花，疼得他额头冷汗直冒。你妹的，这就是开启神藏？这他妈是要人命吧？这种痛苦简直像是有人将他全身的经脉都抽出来，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然后再硬生生塞回去一般。也就是他这身体耐造，换了任何一个人，怕是都顶不住这种非人的折磨。好在当最后一丝药力被吸收殆尽后，他体内经脉猛地一震，爆发出一丝金色的光芒。紧接着，一股极致的舒爽感瞬间涌遍全身，仿佛浸泡在温暖的泉水中，飘飘欲仙。纯小白忍不住呻吟出声，这酸爽。他缓缓站起身，扬起拳头，准备试试自己现在的力量。可他这拳头才刚刚抬起，便惊骇地发现，眼前的空气竟被拳风带出了一层清晰可见的波纹。牛逼啊！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现在就算是那些筑基期的榜上大哥站在面前，他也有信心一拳将其干趴下。果然，花这么多钱是有道理的。他也懒得再慢慢验证自己的实力，直接将满地的瓶瓶罐罐全都扫进一个储物袋里，随后将7、8个大小不一的储物袋往腰间一挂，叮铃当啷地推开了修炼室的大门。走到后院，他却发现方圆和白姐2人坐在院中的石亭里，席地而坐，专心致志地打坐吐纳。这么节约的吗？纯小白看得直皱眉，不是送了你们那么多丹药资源，还打什么坐？他直接大步走过去，一巴掌拍在了方圆的肩膀上，起来了。方圆毫无防备，直接被他这一巴掌拍得气血逆流，张口就喷出一丝鲜血，脸色煞白，哭丧着脸道：大王，您这力道，我差点被您一巴掌送走了。白姐儿也被惊醒，及时收工，看到方圆的样子，秀眉微蹙，忍不住开口道：修炼最忌打扰，大王这般鲁莽，很容易让他走火入魔的。纯小白看着2人惨白的脸色，这才反应过来，一拍脑门。他们的修炼道途跟自己的武神节可不一样，自己的功法想停就停，随心所欲。那个，不好意思啊。纯小白干咳2声，为了掩饰尴尬，大手一挥，豪气干云地说道：为了补偿你们，本大王决定带你们下山发大财去。发大财！一听到这3个字，刚刚还气血翻涌的方圆瞬间来了精神，两眼放光，连经脉发裂的痛感都感觉不到了。果然是跟对人了，这才混了几天，就要带着自己去发大财了。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凑上前去，兴奋地问道：大王，咱们去哪儿发财啊？然而一旁心思细腻的白姐儿却瞬间觉得不妙，这所谓的发大财，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肯定不是去干什么好事。但他硬是忍住了，没有插嘴。别问，你们只管跟着本大王就行了。纯小白大手一挥，故作神秘。好。方圆立刻点头，随后像是想起了什么，又道：大王，那咱们这次需要下山多久？我这就去宗门事务堂报备一下。报备？纯小白闻言斜着眼瞥了他一眼，报备个屁！不用报备了，你们俩直接退出宗门，以后就跟着本大王混。此话一出，方圆和白姐儿直接愣在了原地。退出宗门？开什么玩笑！以他们的天赋，当初能进这青云宗，那都是祖上烧了8辈子高香换来的。现在竟然要他们直接退出？纯小白见2人在那犹豫不决，当即眉头一挑，脸色沉了下来。怎么？你们不乐意？
那个方圆憨憨的抖了抖满是肥肉的肚子，尴尬道：“大王，不是我不乐意，而是咱们只要加入了宗门，那生是宗门的人，死是宗门的鬼，压根就没有主动退出这一说啊。”纯小白也愣了愣，还有这种霸王条款，本大王怎么不知道？不过纯小白很快便大手一挥，满不在乎的说道：“不打紧，宗门不让退，只要你们的心退出了就行。”这方圆眼中闪过一抹挣扎，但也仅仅是犹豫了片刻，他突然猛地一拍大腿，像是下了某种决心。好，听大王的，从今天起，我方圆就退出宗门了。这两个家伙都疯了吧？白姐儿彻底傻在了原地。即便退出宗门，那也是青云宗弟子的头衔，万一，只是说万一，将来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这可是要被当成叛徒处决的。而且其他宗门也绝对不会招收他们这种叛徒弟子。再说了，谁知道你是不是别家派来的细作？况且在这东境，但凡是个像样的宗门，动辄都是100万弟子，根本就不缺他们这1-2个。可一想到纯小白那出手阔绰的大方劲儿，他又开始犹豫了。三当家的，赶紧的，给个痛快话，跟不跟本大王一起干？纯小白催促道。白姐儿脑子还是一团乱麻，直接摇头，然而嘴巴却像是有了自己的想法，冒出2个字：好吧。这才像话。纯小白脸上顿时一喜，这2个元老总算是彻底敲定了，一个有勇，一个有谋，这班底稳了。只是白姐儿这边在点头之后，就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我不是要拒绝的吗？怎么又心口不一了呢？难道是他给的太多了？行了，纯小白满意的点了点头，那你们俩赶紧去收拾一下，半刻钟后在我洞府门口集合。老大，我不用收拾了。方圆直接道，他本就是寄人篱下，除了身上这套衣服和刚到手的储物袋，压根就没什么东西。随后2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白姐儿。白姐儿接触到纯小白的目光，俏脸一红，也跟着摇了摇头。我也不用收拾。他那山下的洞府除了一张硬邦邦的石床，啥也没有，收拾什么？总不能把那石头床也扛走吧？纯小白上下打量了白姐儿一眼，发现这小丫头片子确实长得水灵，难怪之前那些家伙会打他的主意。原本他还想等那些家伙出手的时候狠狠敲他们一笔，不过现在看来是没时间了，只能等以后再看有哪个不长眼的倒霉蛋再打这个水灵的丫头的主意。3人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洞府，一边聊着一边朝着山下而去。当他们走到青竹峰山脚时，注意到入口处黑压压的站满了人。他们好奇地走了过去，扒开人群一看，发现是几位胸口绣着人字的人物堂弟子，正将一个册子交给了守门弟子无量。随后便驾继续朝着下一座山峰而去。那些围观的弟子见执法堂的人离开后，立刻将无量围了个水泄不通，七嘴八舌地好奇道：“吴师兄，这是征召令吗？”征召令。纯小白看了一眼旁边的方圆，方圆立刻秒懂，当即压低声音解释道：“大王，这所谓的征召令就是宗门下派的强制任务，每个山峰都必须派出一定数量的弟子去参加。”方圆摇了摇头，这征召令每年都有，一般都是招募100人左右，整个外门差不多能凑个1万人。任务也是五花八门，大多数都是攻打某个敌对宗门，或者发现了某处洞天福地，去争抢资源，搜刮灵药。纯小白一听到这4个字，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他直接扒开人群，在无量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把就将那还没打开的征召令夺了过来。无量刚准备发火，可一看来人是那个传说中跟云峰主有一腿的纯小白，那到嘴边的火气瞬间就给憋了回去，脸上立刻堆满了谄媚的笑容。纯师兄好啊，这就是那个纯师兄，就是他，那个敢跟执法堂硬刚，还跟云峰主不清不楚的猛人。那些弟子一见来人是整个外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纯小白，一个个眼睛都瞪直了，眼神里满是敬畏和八卦。纯小白可没工夫搭理他们那羡慕嫉妒恨的目光，直接打开了手中的征召令，只见上面写着：青竹峰派弟子10名，随人物堂孙长老参加荡魔大会。荡魔大会？纯小白一愣，随后冲着无量问道：“这荡魔大会是个啥玩意儿？”啊！此言一出，众人全都瞪大了眼睛，像看怪物一样看着纯小白。不是，纯师兄，您连荡魔大会都不知道？看着他们这惊奇的眼神，搞得纯小白也有些尴尬。他直接眉头一挑，梗着脖子道：“老子刚入门才多久，不知道很稀奇吗？稀奇？这肯定稀奇啊！有弟子脱口而出，只要是我东境之人，谁不知道魔乃是我东境第一境界啊？”纯小白直接被这句话给搞得不会了。对于魔这种东西，他只在黑风寨听说书先生讲过，故事里都是些魔修血迹，一记一个村。这不就是血腥恐怖了一点吗？怎么到了这里，魔反而成了禁忌？方圆看出了他的不解，赶忙凑到他耳边小声道：“大王，这个魔
乃是天地不容的阴碎之物，人人得而诛之。在我们东境，凡是斩杀了魔头的，都可以去荡魔联盟领取极其丰厚的奖励。据说5年前，咱们内门有位长老斩杀了一个魔宅子，就在联盟那儿领了足足50万灵石的赏金。啥玩意儿？50万灵石？纯小白当即两眼冒出金光。乖乖，这魔头这么值钱？对，魔头可不就值钱吗？只是现在已经很少能碰到了。立刻有弟子附和点头。咱们青云宗这10几年来，也就前几年那位长老撞大运，才斩杀了一个魔头。啊，这话一出，纯小白刚燃起的兴致瞬间被浇灭了大半。不对啊，这不是荡魔大会吗？魔头都这么少了，还当个屁的魔？嗨嗨！无量干咳一声，也学着方圆的样子，伏在纯小白耳旁，神秘兮兮的说道：“纯师兄，这种事您听听就好，反正咱们这些做弟子的，听命令行事就成了。”什么意思？纯小白一眼瞪过去，你丫的，能不能给老子讲清楚点？老大，我来给您解释。方圆赶紧把无量挤开，再次凑了过去。这是那些所谓的正道宗门玩的潜规则，他们看哪个敌对势力不爽，就直接给他安一个与魔头勾结的罪名，然后邀请整个荡魔联盟的高手名正言顺的一起去灭了他们。纯小白嘴角一抽，好家伙，这宗门之间也搞霸凌这一套。他原本还以为能过去砍几个魔头换点赏钱，这下彻底落空了。对了，纯小白忽然想到了什么，冲着他们问道：“那参加这个荡魔大会有什么奖励吗？”有，当然有啊。方圆立刻点头道：“老大，这荡魔大会有任务点，比如说斩杀一个跟魔头有染的敌对势力弟子，就能奖励100任务点，到时候就能去功勋堂换100灵石，而且还有一个功勋点排名，第1名听说能奖励一件玄阶法器。”对，我也听说了。另一个弟子也激动地插话道：“而且我听说这次因为有魔头潜入咱们宗门，还打劫了丹霞峰的弟子，导致高层震怒，直接将第1名的奖励加码到了一件地阶法器，还额外有10万灵石和1颗筑基丹。”地阶法器，周围的弟子听到这个消息，全都倒吸一口凉气，猛地炸开了锅。然而纯小白却听出了一丝不对劲的味道。魔头打劫丹霞峰弟子，你妹的，那不是本大王的功劳吗？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要是真把老子当成魔头，还开什么荡魔大会？直接全宗门通缉不就完事了？他脑子一转，瞬间就琢磨明白了，这肯定是丹霞峰那帮老家伙找不到凶手，觉得丢了面子，干脆就随便找了个仇家来顶锅，直接将这口黑锅死死地扣在人家头上，好借着联盟的名义跑去攻打人家。想到这里，他老脸猛地一抽，这帮老家伙玩的可是真他娘的阴啊！自己这一票干的，到底是给别人做了嫁衣，还是在给那帮老家伙屏障？不过这个所谓的荡魔大会，好像也可以去干他一票，自己去找地方插旗骊山为王，那得等肥羊一个个送上门来。可这直接去人家地盘上，那满山不都是待宰的肥羊？想到这里，他心中一热，你妹的，就算不冲着那些任务点，单是冲着这帮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这浑水也得去趟一趟。行了，纯小白抓着那征召令，直接道：“这荡魔大会的任务，本大王接了。”周围的那些弟子听得一愣。嗨，方圆赶紧出来打圆场，解释道：“啊，这个是我们纯师兄的外号。”哦，原来如此。那些弟子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搞得他们还以为这群人中混进个什么土匪。随后无量站了出来，一脸期盼的说道：“纯师兄，这次的名额不多，只有10位，想来应该不是什么攻打厉害宗门的危险任务。我和林师妹可不可以跟您一起加入？”纯小白看了一眼无量，又看了看他身旁那个名叫林月的女弟子。林月迎接到纯小白的目光，俏脸一红，立刻娇羞的低下了脑袋。纯小白一愣，你妹的，这是什么眼神？搞得老子好像能看上你一样。但他还是点了点头。上次江湖救急，从他们身上借了点钱，这次就当是带上他们，连本带利地的还给他们了。其实无量也是没办法了，正是因为他与林月的全部家当，前段时间钻小树林被一个蒙面歹徒给抢了个精光，现在连洞府的阵法都快维持不住了。要是有别的办法，他绝对不会想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参加这种任务。就在这时，又一道声音从人群中冒了出来：“那个纯师兄，我能不能也跟你一起参加？”纯小白听着这声音有点耳熟，侧头看去，发现正是那个被自己抢了洞府的倒霉蛋李玄风。行，算你一个。我师兄，还有我。这一下仿佛捅了马蜂窝，又有10几名弟子凑了过来，争先恐后的举起手。纯小白干脆直接打开通宝神眼，在这些弟子身上扫视了一圈，发现冒的都是些暗淡的黄光，瞬间就觉得索然无味。他只得随手指了几个看起来长得比较凶悍顺眼的男弟子：“行了，就你们几个，正好10个人。后天早上还是在这里集合。”“好的。”
多谢纯师兄。被选中的弟子顿时大喜过望，而那些没被选中的则一脸失望。其实他们倒不是多想去参加这个狼多肉少的任务，主要是想借这个机会跟这位传闻中与云峰主有一腿的纯小白搞好关系。这要是真能搞好关系，抱上这条粗壮无比的大腿，那以后在宗门里不就能横着走了？人群散去，方圆悄悄拉着纯小白来到一旁，小声问道：“大王，咱们不叛出宗门了？”先不急，干完这一票，存够了家底，咱们再扯旗单干。纯小白解释道：“行，反正大王您说了算。”二人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一听暂时不用退出宗门，心里多少都松了口气。毕竟背靠着青云宗这棵大树，以后在外面真出了什么事，也好歹有个靠山般救兵不是？而且那阿云峰主跟纯小白有一腿，谁敢欺负他们？行了，咱们现在回去好好休整一下，你们俩也把境界再提一提。是。方圆和白姐儿齐齐点头。其实这几天得了纯小白给的庞大资源，两人的境界都精进不少。方圆已经稳稳踏入炼气8层，再加上纯小白送他的那些法器功法，如今真动起手来，就算是对上那些老牌的炼气9层弟子，也敢碰一碰了。不过进展最大的还属白姐儿，她虽然有时候心口不一，还有点小贪财，但深知资源只有真正消化了，才算是自己的。这几天，她将纯小白送的丹药全部磕完，境界直接从炼气5层一路窜到了炼气7层圆满。要知道，炼气6层和7层，那是中期与后期的天壤之别，战力何止提升了5倍。这一切放在10天前，他们想都不敢想。直至现在，他们都感觉像做梦一样，偶尔会掐一下自己，询问一下是不是在做梦。也正因如此，白姐儿今日下山时，可把之前那几个小姐妹给羡慕坏了。当然，风言风语也随之而来，不少人都在背后骂她不要脸，胆大包天，居然敢挖云峰主的墙角，搞得他昨天差点就跟人动手。这不，他们刚顺着山路往上没走几步，迎面就撞上几个女弟子。那几个女弟子一看到白姐儿，便齐刷刷的冲她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嘴里还嘀咕着什么。这一幕直接就引起了纯小白的注意。咦，你们几个得了白内障了？他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子匪气。这个主可不仅仅是跟云峰主有一腿，关键是他狠起来连执法堂都敢拆啊。2日后，青竹峰山脚，这2天纯小白算是难得地老实了2日，倒不是他性子转了，而是他出去转了一圈，发现连个落单的肥羊都找不到了。显然是被他前几日那一通操作给吓怕了。这几天他嘴里就一直念叨着这句后悔话，一次性把人吓出了心理阴影。现在天一黑，低于5个人都不敢出门，而且个个手上都死死掐着一张传讯符，随时准备摇人。经过风险评估，纯小白是硬生生放弃了趁机再干最后一票的打算。就连那些平日里牛气哄哄的榜上大哥，一听到他的名号，也一个个跟耗子见了猫似的，全都躲了起来。坊间传言，惹上纯小白，打不过自家的家当要被洗劫一空；打得过，万一被那云峰主知道了，心疼他的小白脸，回头把自己给废了，那更是亏到姥姥家了。纯小白听到这传言，气得1天1夜没睡着觉。好不容易盼到了可以出发的日子，他一大早就爬了起来，拉着无家可归的方圆和白姐儿跑到了山下。好在他还不算起得最早的，之前约好的那7人早已在此等候。以往像这种强制征召令，向来是无人问津，最后都由人物堂随机点名。当然，说是随机，其实早就被某些人内定，专门挑那些没背景没靠山的弟子去当炮灰。今日人物堂来人，看到纯小白一行人齐刷刷的站在这，还吃了一惊。这青竹峰什么时候这么自觉了？不过等看到纯小白后，那人物堂弟子便瞬间了然了。8成是这家伙想在云峰主面前立功表现，博取好感吧。毕竟区一个炼气7弟子，能傍上峰主的大腿，可不得好好珍惜机会。那人物堂弟子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纯小白，也没多言，便带着他们一行人往主峰广场走去。当他们来到主峰广场时，那里已经黑压压的集合了4、5千名弟子。外门一共30-20峰，每峰100人，就是3200人，再加上宗门各个堂口凑的人数，差不多正好4000来人。什么时候出发？纯小白看到这么多肥羊，都有些等不及了。现在浪费时间，就是浪费他的金钱。快了，快了，大王别急。方圆连忙安抚道。他和白姐儿也是整装待发，脸上既带着对未来的期待，又透着几分紧张。这毕竟是荡魔，他们还是头一遭参加。纯小白话音刚落，天空中一个巨大的阴影便笼罩下来。众人纷纷抬头看去，只见一艘遮天蔽日的巨型飞舟正缓缓从内门方向驶来，悬停在广场上空。显然，这艘飞舟是接完了内门弟子才来到这里的。当他们登上飞舟，才发现这艘100丈长的巨舰，内里的船舱早已被那些身穿内门服饰的弟子霸占，而他们这些乌泱泱的外门弟子则被堵在外面，只能挤在冷风呼啸的甲板上。纯小白见前面的路被堵死了，
眉头一皱，直接扒开拥堵的人群走了过去。眼尖的方圆查明情况后，立刻向纯小白汇报道：“我去，这么霸道！”纯小白最见不得这种膨胀的家伙，他直接大步流星地挤到最前面。只见非洲前方那座小宫殿般的船舱入口，站着2名筑基初期的内门弟子，正双臂交叉，斜着眼，满脸不屑地看着这群外门弟子。纯小白二话不说，抬脚便要往里走。站住！2人立刻向前一步，手臂交叉，将纯小白的去路死死挡住。里面是我们内门弟子的地盘。纯小白立刻怒目一横，睁大你的狗眼看看，看看老子是谁！这一嗓子直接把那2个弟子给吼得一哆嗦。你是谁啊？他们仔细打量着纯小白，一身外门弟子的服饰，平平无奇。可当他们注意到远处那些外门弟子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这边，眼神里满是敬畏，却没有一个人敢上来多嘴，心里顿时就犯了嘀咕：这小子身份绝对不低，就算不是门主的亲儿子，搞不好也是某个封主的私生子。正在此时，外门执法堂副堂主雷啸注意到这边的动静，一眼就认出了纯小白。这几日他可是回去觉都睡不好，真怕那个疯女人将他的腿给打断。不过现在他想到了什么，当即背着手朝着闹哄哄的那边走了过去，当即沉声道：纯师侄，怎么回事？纯师侄？那守门的2名的内门弟子听到这个亲切的称，心头一震。难道自己猜对，这个家伙真是盟主的儿子？纯小白也认出了这个，当即道：还有什么事？这2个不长眼的家竟然不让老子进去！雷啸当即眼瞪过：没有，我们只是问一问他的身份。那2名弟子被雷啸吓得一哆嗦，赶紧放下了交叉的双臂。纯小白冷哼一声，直接带着方圆和白姐儿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雷啸也背着手跟在后面走了进去。他们这一进去，吴亮、李玄风等人也想跟着往里挤。毕竟这船舱里灵气充裕，可以打作修炼，外面甲板上人多眼杂，风又大，万一修炼时被打扰，走火入魔都有可能。然而他们刚一上前，又被那2名内门弟子给拦了下来。你们不会都是哪位封主的儿子吧？其中一名弟子没好气地问道。那倒不是。吴亮赶紧摇了摇头，随后挺起胸膛，指了指里面：我们是纯师兄的小弟。纯师兄？纯师兄是谁啊？那弟子依旧趾高气扬。吴亮不敢大声，赶紧凑过去，在那弟子耳边飞快地嘀咕了一句。那弟子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什么？他还跟云火月有一腿？对。吴亮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当初云火月可是亲口承认的。云火月这个名字瞬间让2个内门弟子如遭雷击。纯小白倒不是非要争这口气，非进这船舱不可，只是他之前听方圆吹嘘过，像这种级别的非洲，那都是地阶法宝，能缩能放，玄妙无比。尤其是船舱内部，外面看着不大，实则别有洞天。果不其然，一踏入船舱，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哪是什么船舱，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方式。里面乌泱泱的挤满了人，有3、5成群凑在一起吹牛打屁的，有2人一旁切磋道法的，甚至还有人支了个小桌，在一旁对弈下棋。四周则是一条条深邃的回廊，回廊2侧开着无数个小单间，门上灵光闪烁，显然就是非洲上的休息室。而这仅仅是非洲的第1层。不行，这玩意儿必须得搞一艘，以后跑长途拉活，一次性就能带着所有兄弟跋山涉水，这多带劲！纯小白越看越是眼热，他们这一行人的进入很快就引起了那些内门弟子的注意。那些内门弟子相互在耳边低语，随后看向纯小白，眼中既是羡慕又是忌惮。这个云峰主看上了他那点，不会是门主儿子的身份吧？不可能，那云火月当初可是连宗主的面子都不给，怎么能看得上外门门主这个身份？纯小白没有搭理他们的目光，领着众人直接拐进一条回廊，随意找了个无人的休息室，便一头扎了进去。一进去，纯小白就摸着下巴，眼神滴溜溜地转了起来。而方圆与白姐儿则一脸兴奋，这种待遇放在以前，他们想都不敢，这跟着带娃混就是不一样。不仅修为跟做飞剑一样，到哪里都有面子。突然，一旁的白姐儿注意到纯小白露出一副熟悉的眼神，心里顿时大感不妙。这家伙不会是看这里人多，又想干一票吧？这可不是在外门，这里全是内门弟子，修为最低的都是筑基期，那些厉害的师兄师姐更是筑基中期、后期的高手。在这里动手，那不是找死吗？好在纯小白也只是琢磨了一番，便收回了他那贼兮兮的目光。在这里干一票，风险太高，没被发现还好，一旦被发现，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档魔大会既然叫联盟，那就不可能只有一个青云宗。青云宗派了近万名弟子，那说明其他宗门也差不多是这个数。10个宗门就是10万人，100个宗门，乖，那就是100万人啊！到时候随便在外面转一圈，都能碰上18000个行走的肥羊。
何必急于一时？最终分析下来，他认为还是得忍一手，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对了，二当家，纯小白收起心思，冲着方圆吩咐道：“你去外面打听打听，这次的荡魔大会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搞？”好嘞，方圆立刻点头，屁颠屁颠的就跑了出去。方圆前脚刚走，休息室里便安静了下来。白姐儿站在一旁，心里忽然紧张的七上八下。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而眼前这个家伙，名义上可是个土匪头子。虽然他不是真正的土匪，但小时候谁没听过几个山贼的故事？山大王没粮食了，就下山劫掠；想女人了，就下山去抢人家的黄花大闺女。这个纯小白正是气血方刚的年纪，万一他要是对自己……想到这里，白姐儿的心跳得跟打鼓似的。哎呀，三当家，你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纯小白忽然开了口，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白姐儿猛地回过神，抬头看向纯小白，就见他正指着自己的肩膀，一脸的理所当然。他心中猛地一紧，果然那些说书先生编的故事不是骗人的，这该怎么办？反抗？还是……可一想到纯小白那挥金如土的豪爽劲儿，他的身体就像是有了自己的想法，条件反射般的凑了过去，伸出两只小手，在他肩膀上笨拙的捏了起来。纯小白的嘴角当即一抽，行了，行了，他赶紧挥手打断，你这点力气跟揉面团似的，一边歇着去吧。这手法哪是按摩，简直是受罪。他不禁有些怀念起以前在黑风寨的日子了，还是七当家的手法好啊，那叫一个舒坦。等以后山头立起来了，看能不能想办法把兄弟们都接过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一晃5日过去，这一日，他们脚下的非洲速度明显减缓，显然是即将到达目的地，开始减速了。纯小白立刻起身，带着方圆和这几天一直闷闷不乐的白姐儿，走出了休息室，来到了船舱之外。抬眼望去，远处青山绿水，灵气缭绕，一座座山峦之间飞瀑流泉，宛如仙境。闷了5日的纯小白猛地深吸一口气，即便他这种不善于感应灵气的人，都感到一阵神清气爽，胸中的浊气都一扫而空。就这种福地，能有魔头？狗屁！这分明是看上了人家的地盘，找个由头跑过来明抢。他现在算是发现了，这些所谓的仙门正道，跟他娘的黑风寨压根就没多大区别。不对，应该说比他黑风寨还要黑。他黑风寨想抢谁，那都是明刀明枪的干，磊落。可这些家伙明明是抢，却偏要给人家安个罪名，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一点都不坦荡。纯小白不屑地撇了撇嘴，一把将还在甲板上东张西望的方圆给揪了过来。二当家，让你打听的情况怎么样了？大王都打听清楚了。方圆揉着眼睛，声音都有点虚。纯小白定睛一看，却愣住了。这几日他为了不引人注目，好好大干一票，一直窝在休息室里养精蓄锐睡大觉。可眼前这个胖子5天没见，怎么跟被800个老娘们炸了几遍似的？眼窝深陷，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一张胖脸都憔悴的脱了相。再看旁边的白姐儿，那双捏了他几天肩膀的小手竟磨出了好几个水泡。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纯小白定睛一看，却愣住了。这几日他为了不引人注目，好好大干一票，一直窝在休息室里养精蓄锐睡大觉。嗨，方圆干咳一声，眼神躲闪。大王，我们这几日找了个地方勤加修炼，可能失恋过头了。纯小白脸上的笑意一点点冷了下去。修炼能把人搞成这副鬼样子，这明显是在内门弟子那里被人当牛做马使唤了5天。他声音陡然一沉，二当家、三当家，你们俩都给老子听好了。方圆和白姐儿浑身一震，入了老子黑风寨的门，就是我纯小白的兄弟。纯小白怒视着他们，一字一顿的喝道：以后谁他娘的敢欺负你们，就给老子打回去，打不过就告诉老子，要是再敢给老子忍着，就给老子滚蛋，老子丢不起这个人。方圆和白姐儿心里猛地一颤，这几日他们的确被那些内门弟子当成了牛马使唤了整整5天。毕竟对方都是筑基期的内门弟子，他们根本反抗不了，为了不惹麻烦，他们也不能反抗。可此刻看着纯小白那双满是怒火的眼睛，听着他那霸道又不讲理的喝骂，两人心里没来由的一酸，眼眶竟有些发热。他们在宗门底层摸爬滚打了近10年，何曾被人如此护着过？方圆眼眶一热，差点没当场跪下来。老爹果然没说错，这个大腿自己抱对了。他猛地一抱拳，声音都有些发颤：大王，以后不会了。白姐儿也悄悄瞄了纯小白一眼，那双总是带着怯懦的眸子里第一次透出一丝坚定，用力的点了点头。把欺负你们的人都给本大王记下来。纯小白冷哼一声，这笔账等会本大王帮你们讨回来。他原本是想讲讲江湖道义，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些家伙太不长眼，竟敢欺负他的兄弟。这一次下了非洲，他可就只认储物袋不认人了。是。
两人当即应声，眼中同时燃起一股狠劲，那是一种被人撑腰后终于敢于亮出爪牙的凶光。行了，纯小白收回目光，重新望向前方那片连绵的山脉，说说这几天你们都打听到什么了？大王，该打听的都打听清楚了。方圆立刻凑了上来，我从那些内门师兄那儿打听到，这次的荡魔大会是围剿一个叫天煞谷的宗门。天煞谷？纯小白嘀咕了一句，这名字一听就不怎么正经，是个魔宗。方圆下意识的左右看了看，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的凑到纯小白耳边：大王，这个天煞谷以前不是魔宗，但现在是了。纯小白直接傻眼，你妹的，这不就是硬给人安了个魔宗的名头吗？行，说说这天煞谷什么来历，有多少人马，有没有钱？大王，这天煞谷的来历可不小。方圆立刻正色道，据传这个宗门已经有3000年历史，算是咱们东境最古老的宗门之一了。其宗门弟子号称有100万之众，而且他们最擅长的是各种傀儡术，核心理念就是以多欺少。他们弟子一出手，往往就是几具傀儡围上来，根本不跟你玩单挑，上来就是群殴，所以一般宗门都不敢惹他们。也正因为如此，这天煞谷在咱们东境隐隐已是各大宗门之首，位列千宗前10。难怪要搞什么荡魔联盟，这不就是看人家家大业大，眼红人家的傀儡术了吗？纯小白一边心里嘀咕着，一边眼睛红了起来。别的他们听进去了，但听出了这天煞谷乃是个有钱宗，只需要这一点，这次就不算有白来。随后他抬眼望向前方，此刻在云海的另一头，又有好几艘大小不一的巨型飞舟，正与他们一样，朝着远处那座被云雾环绕的巨大山峦聚拢。在那座山峦周围的云层中，已经隐隐绰绰地停靠了数十艘飞舟，飞舟上不断有人影飞出，朝着山峦顶部那片巨大的露天广场而去，那场面搞得跟参加什么蟠桃盛会似的。很快，他们脚下的飞舟也驶入了那片巨型飞舟的队列，跟周围那些动辄数百丈、造型华丽的飞舟一比，他们青云宗这艘就显得寒酸了不少。纯小白又是一把将方圆给薅了过来，咱们青云宗在这万宗里头排行老几？方圆顶着肥油油的肚皮，想了半天，才有些尴尬的说道：大概应该在1000名开外吧。啥玩意儿？纯小白当场就愣住了，青云宗不是号称有100万弟子吗？怎么这么惨？那个大王，白姐儿突然怯生生的插了一句嘴，他倒不是非要插嘴，只是再不开口，他总觉得自己这个三当家当的实在有些不好意思。纯小白点了点头，说：我们这东境横跨100亿里，其间宗门数量无人能够统计，也无法统计，因为每日都有宗门衰落灭亡，也每日都有新的宗门崛起。所谓的万宗，指的便是这片土地上历史最悠久、底蕴最深厚的1万个宗门。纯小白算是听明白了，这不就跟他们那些土匪窝一个意思吗？江湖排座次，看的不是谁家小弟多，而是谁家山头的资历老，谁家能扛得住官兵一轮又一轮的围剿，能屹立不倒，那就说明这个土匪窝够硬，是块难啃的骨头。本大王这要是想立个山头，自己当家做主，好像有点难度呀。不过只要启动资金够了，不怕培养不出人才。纯小白打定主意，先好好干他一票，等存够钱再招兵买马，好好培养人才，到时候再跟这些家伙慢慢收保护费。就在这时，非洲的船舱大殿中走出了几位气息深沉的长老，为首的是一位青衣老者，他目光如电，扫视了一圈甲板上的弟子，看到众人眼中那混杂着期待与紧张的神色，他暗自点了点头。老者抬了抬手，他身后一名中年男子立刻会意，上前一步，沉声开口：此次荡魔大会非同小可，天煞谷之名想必你们都已听说，本长老便不多赘述，但切记危险与收益成正比。此次荡魔除了宗门本应有的奖励之外，还会有联盟下发的额外奖励。什么？还有联盟奖励？这话一出，甲板上的弟子们顿时一阵骚动，个个喜上眉梢。看到弟子们情绪高涨，那中年长老抬手虚压，等喧哗声稍落，他再次开口，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据说此次联盟奖励的头筹乃是一件天阶法器。天阶法器？我的天，那不是金丹真人才配拥有的宝物吗？甲板上瞬间炸开了锅。以往参加这种联盟任务，虽然也有联盟奖励，但他们青云宗向来是陪跑的角色，从来没拿到过。但这一次一上来就是天阶法器，这刺激可太大了，不少人都暗自握紧了拳头，决心这次一定要把握住机会。眼看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那中年男子再次扬声道：想要拿到奖励，就都给我好好准备，等我们长老前去议事之后，再来给你们分派任务。是。万名弟子齐齐抱拳，声震云霄。为首的青衣老者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脚下轻轻一点，便带着身后的8名长老化作数道流光，朝着山峦顶部的露天广场飞射而去。而人群中的纯小白看着离去的9位长老，双眼却直冒红光。
这几个老家伙身上居然都泛着一股绿得发黑的财气，这说明他们身上个个都揣着重宝啊！可惜实力不允许啊！一旁的方圆注意到纯小白眼中的激动，当即道：“大王，我们也得准备了。”准备个锤子！纯小白瞥了他一眼，真当老子是来当魔赚奖励的？这天阶法宝说的好听，不过是掉在驴嘴前的那根胡萝卜，引着他们这些炮灰弟子去卖命罢了。信这个的就是傻子，因为天阶法器即便到手，也不可能落到他们这些外门弟子头上。纯小白朝着山峦顶上的露天广场瞟了一眼，便收回目光，一把将方圆和白姐拉到一旁，下巴朝着那几个长老离去的方向点了点。那几个长老，你们认识吗？方圆开口道。那领头的长老我倒是听说过，其他的就不认识了。那位长老是咱们内门的一位核心长老，名叫陆青山，是我们青云宗此次荡魔的总领队。听那些内门师兄说，这位陆长老在内门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为人宽厚，亲传弟子就有300多，门下但凡有出息的都会主动孝敬他，在宗门威望极高。难怪身上绿油油的，纯小白嘀咕了一句。随后目光在甲板上一扫，便看到无量那几个家伙正围着几名内门师兄溜须拍马，献媚的嘴脸都快贴到人家鞋面上了。二当家，你过去问问无量他们，是跟咱们一起行动，还是跟那些家伙混？是。方圆当即抱拳应下。方圆当即屁颠屁颠的跑了过去，在那些内门弟子不善的目光下，他硬是挤开人群，将无量拉到了一旁，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无量下意识的朝着孤零零站在远处的纯小白看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犹豫。他心里清楚，自己能结识这几位内门师兄，说到底还是沾了纯小白的光，要不是纯小白带他们进了船舱，他连跟这些师兄说句话的资格都没有。想到这，他正准备点头答应，一旁的道侣灵月忽然娇嗔的瞥了他一眼，暗中扯了扯他的衣角。无量那刚刚要点下去的头，瞬间就变成了摇头。他脸上挤出一丝歉意：“那个方师兄，我已经跟这几位师兄说好了，一会儿就跟他们组队。”方圆的眉头当即就是一挑，脸色瞬间黑了下来。好你个无量，大王好心带你进来，你他娘的转头就玩起了背刺。不过他终究没有当场发作。方圆低声嘀咕了一句，便转身回到了纯小白身边，愤愤不平地说道：“大王，别理那个叛徒，他投靠那帮内门弟子了。”纯小白的脸当场就黑了下来：“你妹的，竟敢背叛老子！”他黑风寨向来最讲义气，别说叛徒了，连个2星都没有。现在倒好，刚下山进了宗门，就让人挖了墙角，这让他这张大王脸往哪儿搁？纯小白二话不说，直接撸起袖子就冲了过去，一把扒开围着的人群，揪住无量的衣领子，吼道：“你丫的刚才说什么？再给本大王说一遍！”无量被他这粗暴的动作吓得一哆嗦，他身旁的灵月也吓得脸色煞白，尖叫一声，躲到了那几名内门弟子身后。“你干什么？”一位面容冷峻的内门弟子当即一步上前，怒视着纯小白。纯小白侧过头，在他身上下扫视了一眼，脸色更黑了：“你他妈混哪儿的？竟然连本大王的墙角都敢挖！”你……那弟子一听这口气，当即就怒了。他身后刚刚组好的队伍也瞬间围了上来，一个个看着纯小白这个外门弟子，眼中非但没有怒火，反而带着一丝戏谑。真是胆大包天，找茬居然找到那门弟子头上来了。李玄风他们几个也默默地走了过来，见纯小白为了这事发火，一个个站在那儿，连大气都不敢喘。纯小白看着眼前这气势汹汹的一群人，脸上却没半点惧色。反正已经到这儿了，大不了干他们一顿，然后跳下非洲，脱离宗门。天大地大，老子最大！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一名弟子快步走到那冷峻师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那师兄听完，心中猛地一惊，门主儿子还跟云火月有一腿。他目光如电，猛地射向无量，沉默了几秒后，脸上的怒气突然一收，嘴角一咧，冲着纯小白笑道：“纯师弟，不好意思，误会，这纯粹是误会，我是被这几个家伙给骗了。”说着，他抬手就要一巴掌朝无量脸上抽过去。然而他的巴掌还没落下，手腕就被一只铁钳般的大手给死死攥住了。“你他妈想干什么？老子的人你也敢打？”纯小白冷冷地盯着他。那内门弟子脸色一变，使劲抽了抽手，却发现自己的手腕像是被焊在他手上一般，无论怎么使劲都纹丝不动。好大的力气，难怪连云火月那疯女人都看得上他。光凭肉身力量就有如此蛮力，这要是动用灵力，这非洲上除了那几个筑基后期的顶尖弟子，谁还是他的对手？他当即换上一副笑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师弟，我这是一时激动。”纯小白一把甩开他的手，怒目一瞪：“给老子滚！”那内门弟子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但终究不敢发作，带着自己的人屁颠屁颠的灰溜溜走了。他们倒不是真怕了纯小白，而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除了实力就是靠山。云火月那个不讲理的疯子，连内门长老都敢顶撞，真惹了他，恐怕都没人敢为自己出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来日方长，下了非洲有的是机会教训这小子。吴亮等人看着眼前这一幕，全都傻眼了。他们虽然被纯小白的气势吓得不轻，但看到他竟不惜当面得罪内门师兄，也要护着自己，心里没来由的一阵感动。他们在宗门底层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受过多少欺凌，何曾有人这么护过他们？一时间，众人心头都涌上一股悔意。他们实在没想到，纯小白竟然这么讲义气。尤其是林月，那双桃花眼中倏地泛起一抹异样的神采，他竟然主动跑了过来，挤出几分楚楚可怜的模样。纯师兄，对不起，我原本是想跟您一对的，可是吴亮说人多力量大，所以才……吴亮听到这话，当场一愣，心里瞬间凉了半截。但看到林月那娇柔的模样，他又一咬牙，硬着头皮接话道：“对，纯师兄，对不起。”纯小白上下打量着林月，眼睛瞪得老大，跟没见过女人一样。你妹的，这茶艺有点段位啊！他刚才可是看到这个娘们儿站在吴亮身旁的小动作，纯小白真的很想一巴掌把这个娘们从非洲上拍下去。但看到吴亮那副舔狗的样子，又想到他能混进外门，还是靠他们身上的启动资金。虽然这个娘们不行，但他身大王，不能不讲义气。看在这个舔狗的面子，先饶了你一次。紧接着，纯小白目光落在被内门弟子孤立的李玄风等人身上，猛地一吼：“都他妈给老子滚过来！”那几人不敢有丝毫犹豫，老老实实的跑了过来。你们都给本大王记住了！纯小白指着他们，一字一顿的说道：“在老子这里，没有背叛这一说，只有牺牲一说。”众人听到这话，心中一紧，但看到纯小白既有实力又讲义气的做派，他们又目光一定，齐刷刷的抱拳道：“是，纯师兄，我们错了，再也不敢了。接下来我们全听您的。”哼！纯小白冷哼一声，这才转身回到了原地。他倒不是真有多稀罕吴亮这几个歪瓜裂枣，只是这口被背叛的鸟气，他咽不下去。上了他纯小白的贼船，就他娘的没有半道想下的道理。不管怎么样，这一票，这几个家伙必须跟着干。要不是这帮家伙动背刺，他本来还真打算问问他们的意见，毕竟大伙儿一起发财嘛，好商好量。现在嘛，想下船？行啊，除非是光荣牺牲，否则门儿都没有。纯小白压下心中的火气，直接冲着方圆和白姐吩咐道：“一会儿你们俩吩咐下去，给老子多打听些消息，最好能把这次参加荡魔大会的宗门名单搞到手，还有把那些刺眼的人物都给本大王记下来。”刺眼的人物？白姐一愣，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方圆却立刻心领神会，凑到他耳边解释道：“就是实力又强，钱又多的那种。”白姐瞬间就懂了，这家伙这是在提前物色肥羊啊！不愧是山贼出身，专挑肥的下手。大王您放心，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俩了。方圆拍着胸脯保证道。纯小白摸着下巴点了点头。方圆立刻把这项任务给吴亮等人布置了下去。他们听得一脸懵逼，刺眼的人物，这纯师兄是想干嘛？结交好友？怎么看着有点不像？纯小白吩咐完任务，自己也没闲着，直接开启了通宝神眼，目光开始在一艘艘停靠在附近的非洲上来回扫射。他如今的通宝神眼极限距离只能看到1000米之内，但即便是这1000米范围，也让他一眼就锁定了好几十个身上冒着发黑绿光的肥羊。你妹的，这趟果然来对了！纯小白心头一阵火热，连忙收起了通宝神眼，只要能摸清这些肥羊的密集程度就够了。接下来就是浑水摸鱼的时候了。此刻，山顶的露天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上百个宗门的代表，其中大多数是各宗门的核心长老，也有少部分是宗主亲自前来，并且还不断有新的宗门代表朝着这边汇聚。其实，像这种级别的荡魔任务，很少需要宗主亲自出马，能让这帮大佬不远万里亲自率队赶来，正是因为这次的目标是天煞谷。这天煞谷仗着自己底蕴深厚，向来不把东晋其他宗门放在眼里，平日里见了面，眼皮子都懒得抬一下，嚣张跋扈惯了。因此，这次来参加围剿天煞谷的上百个宗门，十有八九都跟天煞谷或多或少结下了一些梁子。就比如青云宗，早就看天煞谷不顺眼了。这次正好借着30名外门弟子被劫的由头，一咬牙就在荡魔联盟里头一通煽风点火，凑了这上百个宗门，准备给天煞谷来一次大扫除。说白了，这次的荡魔联盟看着兴师动众，其实也就是走个过场。这上百个宗门集结的100万大军，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能真把天煞谷给平了。如果此次扫荡能占到便宜，那就狮子大开口，多要些赔偿；如果讨不到便宜，那就当时拉出来练练兵，壮壮声势，让这天煞谷往后不要那么膨胀。而此刻的广场上，3、5个宗门代表正凑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只是话题压根就不在荡魔大会上，聊的都是谁家宗主的夫人腰圆屁股大，哪个宗门又出了个绝世天才。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人低呼了一声：“联盟张上时到了！”
所有人立刻齐刷刷地看向广场中央的高台。只见一名白袍男子正背着手缓缓走上高台。那男子面相儒雅，气息内敛，眉宇间却带着一股久居上位的威严。他走到高台中央，目光淡漠地扫视了一圈，眼中一闪而过一抹难以掩饰的不耐烦。众人不敢怠慢，立刻纷纷抱拳行礼：“张上使好。”张上使随意地抬了抬手，嘈杂的现场瞬间安静下来。他清了清嗓子，开口道：“这次荡魔联盟的细节，我就不多赘述了。还是老规矩，3级荡魔令只能出动金丹期以下的弟子，各宗不得有金丹修士参战。最终按照各宗功勋分发联盟积分奖励。像这样的联盟会议，几乎每个月都有，不是当这个宗门，就是当那个家族。有时候为了解决内部矛盾，他们联盟内部自己都会当自己一下。说到底，就是为了解决一些地盘纷争，或者说是分赃不均。但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在东晋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每个等级的纷争都有每一种解决办法。而这3级荡魔令便是最低等级，只准出动金丹期以下的弟子，主力是筑基和炼器。天煞谷那边也心知肚明，绝不会派出金丹弟子，因为一旦金丹修士下场，那就不是简单的纷争，而是不死不休的灭门之战了。大家都会派出金丹长老，甚至元婴级别的老怪物。那个级别的老怪物一出手，就是山崩地裂，很容易波及无辜，将所有势力都扯进这个泥潭。所以这种默契就成了所有宗门共同维系的底线。也正是因为这种小打小闹实在没什么意思，这位张上使眼中才会流露出那种不耐烦的神色。但这种荡魔大会又不能不开，联盟若是长期不活动，便没了威慑力，迟早要沦为摆设。那些宗门代表纷纷点头，随后有人按捺不住，高声问道：“张上使，我等听说这次的荡魔积分能直接抵扣联盟会费，而且头名还有一件天阶法器。”张上使点了点头，语气平淡的宣布：“不错。盟主体恤我东晋各宗的格局与不易，决定从今往后，所有3级荡魔任务，各宗门所获功勋皆可折算为联盟积分，最高可抵消1半的联盟会费。”哗！此言一出，广场上顿时一片哗然，所有宗门代表的眼睛都亮了。这个所谓的联盟会费，说白了就是交保护费，是撑起这个庞大组织的人头份子钱。每个宗门每10年都得上缴一笔不菲的零食，用以维持联盟的运转。交多交少，全看你宗门的地盘和势力。像他们这些宗门，最少也得是500万零食打底。那些地盘广阔的顶级宗门，动辄更是上亿。如果哪个宗门被欺负了，便可以上报，联盟会出面主持公道。宗门之间产生矛盾，联盟也会派人调解。现在这功勋积分居然能抵扣会费，无疑是给所有宗门省下了一大笔真金白银。不等众人消化完这个好消息，张上使继续道：“此次的头名最终奖励便是一件名为火灵剑天阶下品法器，以及500万零食的奖励。多谢张上使，此事还得多亏上使在盟主面前为我等多多美言啊。”上使高义，我等佩服。一时间，各种奉承之词如潮水般涌来。那些刚才还在聊人家老婆的宗门代表，此刻一个个都变成了最忠诚的拥护者。听到这些马屁，张上使紧绷的脸色才稍稍好看了些。行了，他挥了挥手，不再废话，立刻开始按照联盟掌握的天煞谷情报做起了针对性的部署。而非洲之上，纯小白等的都快长毛了。你妹的，开个破会要这么久？就在他抓耳挠腮、急不可耐之时，陆青山终于带着8位长老，一个个喜气洋洋地从山顶广场飘然而至，稳稳落在甲板上。陆青山身后那位中年长老当即站了出来，准备训话。此人乃是内门任务殿的一位执事长老，名为马威，对于任务安排那可是他的专业。他抬手间便取出了一本折子，清了清嗓子，当即开始部署。此次荡魔，我青云宗内外门弟子共计12000余人，你们可自由组队，但最终宗门奖励将以小队为单位进行分发。第1名，宗门奖励100万零食，地阶法器1件，2阶极品培元丹10瓶。第2名，奖励50万零食，玄阶上品法器1件，培元丹5瓶。第3名，青云宗这次为了激励弟子，给出的奖励直接拉满，听得甲板上的弟子们一个个眼珠子通红，呼吸粗重，摩拳擦掌，恨不得现在就冲上战场去砍他几个魔头。纯小白身边的方圆和白姐儿、李玄风也是听得呼吸急促，眼中满是幻想。砰！纯小白直接一脚踹在方圆屁股上，这种鬼话听听就好，出息！本大王带你们发更大的财。他都有些怀疑宗门能这么大方，搞不好的什么联盟给的奖励更多，被他们贪了大头。是。方圆被踹得一个趔趄，嘿嘿傻笑起来。吴亮等人也是憨憨一笑，发什么大财，能比这任务还多？他们也就当纯小白吹吹牛皮。不过他们就10个人组队，想拿头名确实不大可能。众人又瞬间清醒，收起了那不切实际的美梦。那只是长老马威将奖励宣读完毕，见弟子们士气高涨，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才开始安排真正的任务。此次荡魔的核心地点乃是万灵山。万灵山，听到这个名字，甲板上的弟子们先是一愣，随即一阵道吸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所有人眼神都变得狂热起来。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战略要地，而是一块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福地。因为一直被天煞谷霸占，外人根本无缘进入。而天煞谷之所以能在万宗之中隐隐有拔得头筹之势，正是仗着这福地之中上古遗留下来的各种天才地宝。长老，这难不成是要争抢这块地盘？有弟子结结巴巴地问道。马威长老嘴角一咧，露出一丝狠色。没错，这次我们荡魔联盟的目的就是抢下这块地盘。以半个月为期，只要我们能将天煞谷驻守的弟子清理干净，将那里占住，往后这万灵山就是我们联盟共有的药田。此话一出，人群彻底沸腾。那我们要是碰到天才地宝，捡到了算谁的？纯小白也立刻竖起了耳朵。开玩笑，他可是有通宝神眼的，论捡宝，谁能捡得过他？那执事长老大手一挥，豪气干云地宣布，无论捡到什么宝物，只需与宗门五五平分即可。好！弟子们爆发出震天的欢呼。以往参加这种联盟活动，捡到的宝物都得上交宗门，最终只发放一些可怜的积分。现在能分一半，那可是天大恩赐了。然而人群中的纯小白听完这话，脸色当即黑了下来。你妹的，老子辛辛苦苦找到的宝贝，还要分你们一半？你还不如直接明抢。他严重怀疑这宗门是将他们这些弟子当成了牛马，豁着命为他们赚钱来了。正当纯小白心里骂娘的时候，马威长老话锋一转，脸色倏地一厉，声音也变得凝重起来。不过那万灵山虽然是一块福地，但其中的危险可丝毫不比里面的天才地宝少。是。甲板上弟子们心头一凛，纷纷压下狂喜，屏息凝神。这块上古遗留下来的福地，即便是霸占了他多年的天煞谷，也未曾将其完全掌控。因为山内许多禁制和险地都超出了天煞谷自身的实力。不少弟子就曾听过一则传言：500年前，天煞谷在万灵山内发现了一座疑似大能遗留的洞府，因遮掩阵法磨灭显露了出来。当时整个宗门都高兴坏了，宗主当即便派遣了一位元婴老祖，带领一众精英长老前去探索。可谁曾想，这支队伍刚一进去，宗祠里代表他们性命的魂牌便在同一时间尽数熄灭。那一役直接导致天煞谷元气大伤，从此便对这万灵山又爱又恨。之后无论再发现什么洞府，他们都不敢轻易涉足。提起这事，又不得不说300年前的另一桩旧案。300年前，天煞谷又在万灵山中发现了一座因封印松动而显露的洞府。有了上次的教训，他们不敢再派高手前去，于是一合计，竟故意将消息散布了出去。当时正到联盟穷的叮当响，于是偷偷派了一支1000人队伍前去查探，结果这一去损失惨重，最终只有一人拖着半条命跑了出来。据那人说，那竟然是一位化神大能的洞府。此事当时在整个东境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但碍于天煞谷的实力，大家虽是眼馋，却也不敢直接上门抢夺，只是在暗中观察，时不时发动一些荡魔联盟来探探虚实。再一个，马威长老的声音再次响起，如同重锤般敲在每个弟子的心上。万灵山的危险不只是来自于谷内的禁制，还有其他宗门的弟子明刀暗箭。此话一出，甲板上许多弟子的眼神都瞬间变得警惕起来。是啊，像这种联盟任务，哪一次死人最多的不是死在所谓的自己人手上？一旦发现宝物，或者到了抢功勋的关键时刻，那些家伙可是六亲不认的。毕竟无论是宝物还是功勋，到手了那才是自己的。人群中的纯小白听着前方一些内门弟子的小声议论，也算是把这万灵山的渊源听了个七七八八。感情搞了半天是找了一群炮灰来探路，别人可能没听出这其中的猫腻，但他一个当了10几年山大王，怎么可能听不出里面的道道？什么抢占万灵山？说白了，其实就是让他们这些弟子去当探路的卒子，看看万灵山中是不是又有什么仙人洞府的封印松动了。再一个就是借机试探一下天煞谷那些筑基弟子的实力，看看天煞谷这些年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如果证实天煞谷实力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那他们就可以直接展开总攻，一举拿下这块肥肉。而他们这些人就是冲在最前面的炮灰，是那用来试探深浅的石子。难怪青云宗上100万弟子只派了这区1万人来。纯小白注意到身旁的方圆等人，两人脸上依旧是抑制不住的期待和兴奋。纯小白一个眼刀瞪了过去，其他人他管不着，但自己的人绝不能当牛马去送死。他来这儿只是为了求财，至于什么狗屁的宗门任务，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前方那马威长老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注意事项，直到口干舌燥，陆青山这才微笑着站了出来，开口道：行了，该说的马之事都已经说完了，希望你们此去都能将戮力同心，为我青云宗立下不世之功。弟子遵命。定不负长老所托，
扬我宗门神威！甲板上的弟子们被这番话激励得热血沸腾，齐齐抱拳高呼，声震云霄。不错，不错！陆青山笑眯眯地摸了摸胡须，一副欣慰的模样。这老家伙看着温和，其实才是最黑的一个。随着陆青山大手一挥，他们脚下的飞舟再次缓缓升空，汇入那支浩浩荡荡的舰队之中，朝着远方云雾缭绕的万灵山破空而去。飞舟破云航行，陆青山与马威等一众长老交代完毕，便身形一晃，消失在甲板上，退回了主控的飞舟内。长老们一走，甲板上瞬间炸开了锅，嘈杂声四起。那是弟子们在相互组队，拉拢各种人才的交谈声、许诺声混杂在一起，如同一个热闹的凡俗菜市。而纯小白依旧猫在非洲边缘，对那些热火朝天的组队人群视而不见，静心等待着。方圆左看看右看看，最终还是没忍住，凑了过来：“大王，咱们要不要多拉拢一些帮手？”“不用。”纯小白果断拒绝。他又不是真来抢什么狗屁功勋的，纯粹是为了发财。多一个帮手，说白了就是多一个分钱的，何必呢？不过他并未解释，这两个家伙一直在宗门里埋头苦修，在道上的经验聊胜于无，说多了他们也不懂。刚好可以借这次机会将这两个嫡系手下好好培养一下，等下次再碰到这种肥差，那就得心应手多了。一想到眼前这一艘艘非洲上满载的肥羊，纯小白就忍不住激动起来。半日后，急速航行的非洲舰队缓缓开始减速，前头有弟子按捺不住激动，高声叫道：“到了，到了！万灵山到了！”正靠着船舷打瞌睡的纯小白听到这句话，猛地站了起来，扒开人群，挤到非洲边缘。一股苍茫、古老，甚至带着一丝血腥的蛮荒之气扑面而来。这个就是万灵山。他原本以为会是一块鸟语花香的福地，谁曾想竟然是一片压抑的蛮荒山脉。之所以说是蛮荒山脉，正是因为眼前的山用高耸入云已经不足以形容，那是一片无边无际、黑压压连绵起伏的山脉之海。神识稍稍探出，便能到那高达数百丈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树带来的压迫感，林中还能依稀看到一些体型庞大的妖兽被舰队的动静惊动，正慌忙逃窜。有这么多妖兽，显然这就是一个人族的禁区。难怪说捡到天材地宝能分一半，这地方没两把刷子根本走不进去，可不就遍地是宝。这也难怪天煞谷没有完全霸占，这里边自然性的危险远比外来的威胁更大。纯小白这时才意识到，他最大的敌人可能不是那些组团的弟子，而是这片蛮荒山脉中潜藏的各种古老禁制与妖兽。轰隆隆！正在此时，远处那一艘艘非洲上的防御大阵开始缓缓打开，紧接着便是成千上万道流光从中御剑而出。他们来到山脉的边缘地带，随后才缓缓落地。而青云宗这边，在马威长老打开阵法后，弟子们立刻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纷纷祭出飞剑，如同下饺子一般，朝着山脉汹涌而去。大王，大王，赶紧的，我们跟上啊！方圆在一旁急得直跺脚。别急，纯小白的目光依旧在远处那一艘艘非洲上。他刚才观察了半天，发现这些宗门几乎都是以几十人为小队，100人小队都不多。毕竟最终奖励按小队评分，肯定是人越少越好。异想天开，纯小白嘀咕了一句，这才不紧不慢地搭着方圆的肩头，猛地一跃而下。哎呀，大王，我的飞剑还没拿出来！方圆在半空中发出一声惊呼。话音未落，二人即将落地之时，纯小白脚下在空中猛地一蹬，施展出踏天步，一个轻巧的移形换位，便带着方圆平稳地落在了地面。而他身后，白姐儿、无量等人正吭哧吭哧地御着剑，歪歪扭扭地跟了下来。白姐儿好不容易稳住身形，见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一张俏脸顿时涨得通红。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这10人队伍中修为最低的，就连林月都有着炼气8层的修为，自己跟来好像就是个凑热闹的。别说斩杀天煞谷的魔头，就是这林子里随便窜出来一只妖兽，他可能都打不过。但纯小白没有过多计较，他需要的人才恰恰是武力值不是排在第一位，而是脑子与心性。他收回目光，一双贼眼在那一对对扎进蛮荒古林中的弟子身上滴溜溜地转着，却不急着进去。等到所有弟子都下了非洲，他才拉着方圆等人走到一旁，跑到林边的一颗大石头上坐下后，低声问道：“让你们打听的是怎么样了？”方圆和白姐儿立刻拿出一个册子：“大王，上面记载的都是我们打听到的信息。”纯小白接过，随后又看一下无量等人，迎接到纯小白的目光，无量等人一脸尴尬。他们已经将非洲上面的人得罪干净了，那些人都不搭理他们，哪能打探到信息啊？同时也有些摸不到头脑，这个方胖子为何开口大王，闭口大王？而且好端端的让他们收集这些信息干什么？莫非这纯师兄是个山匪不成？不过这种当魔联盟的基本配置，他们也了解。无量想了想，直接开口道：“纯师兄，像这种任务，一般宗门都会安排一些天才弟子随行，这些人大多是核心长老的亲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历练。那你们都记下有哪些人了？”这个还没记下，
无量挠了挠头。纯小白瞥了他一眼，没再多问，目光继续在那涌入蛮荒森林的人群中扫视。他有通宝神眼，一眼望过去，哪些弟子天赋出众，身份高贵，基本上一目了然。毕竟身份越高，身上的宝物就越多，那财气自然也格外显眼。让他们去打听，主要还是想了解一下这些肥羊的所属势力，从而好决定从哪下手。然而正在此时，纯小白的眼前猛地一亮，他竟然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头顶冒着淡淡蓝光的人影，而且还是个娘们，一个美得不像话的娘们。尤其是那玲珑有致的身材，竟丝毫不输给云火月，看得他眼睛都直了。他赶紧捅了捅方圆，指着那个被众人簇拥的女弟子问道：“哎，认识那个娘们不？”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仔细一看，别说他们还真有几个人认识他。李玄风瞬间明白了过来，当即冲纯小白投去一个我懂的眼神，淡淡笑道：“纯师兄果然有眼光，这位乃是玄冰宫的圣女，名为秦若雪，在我们东境的美女排行榜上可是能排进前10的。”一旁的白姐听到这话，幽怨地瞥了纯小白一眼，哼，果然天底下的男人都是一个德性。而林月则眼睛一亮，他最怕的就是那种惊世不开的男人。说着，李玄风又从怀里掏出一本有些卷边的册子，献宝似的翻到第9页，指着上面那栩栩如生的画像：“纯师兄，可不就是他？”纯小白凑过去一看，画上的女子身段婀娜，眉眼如画，确实是方才那个女人。主要是那傲人的规模实在太显眼，想认错都难。他直接将册子拿过来，哗啦啦翻看了一下，这美女榜上的美人儿看得确实让人心头火热。不过后宫不急，等有了钱，先把山头立起来再说，不然找过来也没地方装啊。他随手将册子丢回给方圆，眼看人群差不多都扎进了林子里，这才拍了拍屁股站起身。他抬头看了一眼天上那些悬浮的非洲，此刻各大宗门的带队长老全都站在了非洲的甲板边缘，眼中透着几分漠然与审视，其中还伴随着难以捕捉的期待。收回目光后，纯小白便带着方圆等人混入人群，走向那万灵山。一进入丛林，一股潮湿中夹杂着腐烂草木的气息便扑面而来，方圆等人当即握紧了兵刃，高度警惕起来。他们心里清楚，以自己的实力，跟着这位外门排行前100的大王只会拖后腿，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要添乱。纯小白注意到众人脸上的紧张，当即摆了摆手，安抚道：“不用搞得那么紧张兮兮的，有本大王在，保你们安然无恙。”方圆立刻抱拳，心里踏实了不少。白姐儿也跟着轻声道：“多谢大王。”这2声称呼让李玄风等人感觉有些不大妙，这个家伙不会真是从哪里混进宗门的土匪吧？而纯小白则满意的点了点头，就这么吊儿郎当地，双手枕在脑后，朝着前方行去。刚走出不远，就听到前方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灵力爆响。众人凑过去一看，发现是2个宗门的队伍，正为了一株一阶极品的灵药打得不可开交。可惜等他们打完，那株灵药也早就在乱战中被轰成了一坨浆糊，最后2拨人只能怒气冲冲的不欢而散。看到这才刚进门就有一阶灵药，纯小白眼中的火热当即大盛，立刻带着方圆等人加快脚步朝着山脉中心而去。随着众人不断深入，渐渐与那些大部队拉开了距离，分散了开来。纯小白神识一展，方圆10里之内空无一人，就连妖兽都没见着一头。显然那些妖兽早就被那浩浩荡荡的先锋大军给惊跑了。林间寂静，古木参天，遮天蔽日，厚厚的落叶踩上去软得没有一丝声响，只有偶尔从叶隙洒下的光斑在随着微风轻轻晃动。纯小白四下打量了一番，找准一个方向便直接往前扎。片刻后，他们爬上了一座山峦，站得高，望得远，他一眼便将方圆百里的地貌尽收眼底。大王，大王，咱们赶紧去寻宝，斩杀魔头啊！在这儿干嘛？方圆看着那些早已消失在密林深处的队伍，急得抓耳挠腮。纯小白斜了他一眼：“你还真想去做任务？咱们不做任务就发财。”吴亮等人身体一僵，顿感不妙，这个家伙好像真是过来打劫的。好。而方圆则搓了搓手，抖了抖肥油油的肚子：“那大王，咱们抓紧点时间，别在这儿等了。”纯小白目光在吴亮、李向峰等人身上一一扫过，他知道这些家伙没当过土匪，不懂其中的乐趣，更不知道这才是修仙的正确姿势。他当即嘿嘿一笑，将众人拉到一旁，搓着手，压低了声音：“本大王就跟你们坦白了吧，咱们不做什么狗屁任务，也不去斩杀那些妖兽，更不去惹天煞谷那帮弟子，咱们就是来借点钱。”借点钱？众人真的要流下口水，随即脸色一迈。借钱？说的好听，直接说打劫不就完了？其实他们心中早有猜测，知道纯小白来这儿多半就是干劫道的勾当，只是没想到他会说的这么直接。他这是要把所有人都拉下水啊！这要是被宗门发现了，他们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得倒霉。有几个胆子小的已经开始控制不住的哆嗦起来。宗门里以前又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出个任务顺便干点劫道的勾当，
被抓到的连关押审讯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地处死。哎，你这是怎么了？得帕金森了？纯小白看着那几个抖得跟筛糠似的家伙，老脸不由得一抽。他见过怂的，但没见过这么怂的。纯师兄，我什么我？纯小白直接打断了他，眼神陡然一冷，一股浓烈的匪气瞬间从身上爆发开来。那几个家伙被这股气势一冲，当场腿肚子就软了。就连一旁的林月也吓得小脸煞白。他本以为跟着这位纯师兄，就算拿不到什么头名，至少也能大赚一笔。可谁曾想，他竟然是带着自己来打劫。上了老子的船，就没有下去的道理。想退出？可以。纯小白猛地一扬拳头，狠狠砸向身旁那棵大树。一声巨响，那棵一人合抱的古树竟被他一拳砸得从中折断，轰然倒塌，溅起漫天烟尘。众人看着眼前这堪称恐怖的一幕，无不倒吸一口凉气，腿肚子不光软，好像还有点抽筋。方圆见状，有些不快，这可是关系到他发家致富的大好机会，可不能让这些胆小鬼给搅黄了。他当即站了出来，沉声道：“在这弱肉强食的修仙界，心不狠，站不稳，胆小不过是懦弱的借口。干还是不干？一句话。”行了行了，纯小白直接打断了他。现在这帮家伙已经没有选择了，要么死，要么跟着自己干。这也算是他们之前背叛自己应得的惩罚。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小气之人，如果这些家伙有那个胆量，必然能在他这里拿到相等的好处。如果不是他正值用人之际，他才懒得那么麻烦。李玄风的脸色变了又变，他看了一眼身旁的方圆，这个家伙为人圆滑，胆大心细，而且在短短不到半月的时间里就突破了一阶。显然都是从眼前这位纯师兄这里得了天大的好处。弱肉强食，心不狠，站不稳，这句话没错。他心一横，当即站了出来，抱拳道：“大王，您想怎么干，直接开口，我李玄风听您安排。”不错。纯小白满意的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个家伙看着稳重，倒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抓住机遇。随后两人的目光齐刷刷的落在了吴亮等人身上。吴亮看了看身旁吓得俏脸惨白的林月，心中长叹一声，自己天赋有限，若是能跟着这位纯师兄干成这一票，或许什么都有了，也能给他带来更多的修炼资源。他深吸一口气，迎着纯小白的目光，重重的点了点头：“我们俩也听大王的安排。”林月吓得眼眶一红，迎接到纯小白匪气爆射的目光，他又吓得赶紧点头。纯小白点了点头，目光又落在了剩下的4人身上。这4人都是青竹峰的弟子，天赋不高不低，修为也都在炼气9层。几人迎上纯小白的目光，眼中满是恐惧。其实以他们的境界，再熬个几年，应该就能考入内门，完全没必要冒这个风险。砰！突然，其中一个叫做赵刚的家伙直接跪在地上，硬的不行，直接来软的。他当即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道：“纯师兄呐，我上有120岁的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儿，我不能踏上这条不归路啊！万一有个3长2短，我那老母怎么办呢？”这一幕直接搞得纯小白愣在原地。剩下的3个家伙见这一招有用，也砰的跪在地上：“纯师兄，我天生胆小，一干坏事就是哆嗦，很容易给你拖后腿，我完全不适合这个行。”“你妹的！”纯小白脸色当即黑了下来，直接冲着方圆道做出一个抹脖子的动作：“给本大王做干净一点！”方圆不带丝毫犹豫，抢的一声抽出一把长剑，唰！那4人看到这架势，猛地从地上站起来：“那个纯师兄，如果只是干一票，我也能勉强干一次。”“你妹的！”纯小白真想给他几巴掌。“你们给本大王听好了，这种退出的话，我不想听到第2次，否则下次我亲自动手。”听到他这冰冷的语气，赵刚4人这才收起小心思。他们知道上了这一条贼船，现在想下去几乎是不可能，只能硬着头皮走到底。只希望自己运气能够好点，不要碰到什么硬茬暴露了身份，否则不被那魔宗弟子打死，也要被他们的联盟军满山的追杀。纯小白见没了反对的声音，他的嘴角一咧，当即开口道：“既然咱们人多，那就大干一票，先弄点启动资金，为咱们将来设立山头做准备。”“设立山头？”李玄风闻言一愣，这家伙的心还真不是一般的大，这是要弄个土匪窝，跟天下宗门叫板不成？忽然有些后悔，答应的太快了。赵刚等人也是一愣，就这10人还叫人多？你怕不是不知道真正的劫修吧？像这样的联盟任务，哪一次都会出现集伙劫修，每一支队伍都是几百人，但即便是这样，也常常碰到硬茬，导致损失惨重。因此劫修就不是一个好的行当。但方圆已经迫不及待了，那大王，咱们什么时候开始？不急不急。纯小白晃了晃手指，老神在在的说道：“干咱们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现在进去的那些家伙还算不上肥羊，咱们得给他们点时间，先吃吃草，等他们吃饱了，长出肉了，咱们再去宰了。”大王果然专业。
方圆当即佩服的竖起一个大拇指。那可不。纯小白嘿嘿一笑，等他们将这万灵山里的各种灵药都采集到手，咱们再出手。到时候他们身上的宝物加上这谷里的灵药，不就都是咱们的了？现在动手，顶多抢到他们储物袋里原有的那点存货，而那些长在各个角落里的天材地宝，可就到不了自己手里了。白姐儿这下总算搞懂了，为何这家伙要费劲把他们带到这个山包上来，站得高，看得远，既能总揽全局，若是有哪个不长眼的小队摸到附近，刚好就等于送上门来的开张生意。见众人听得正热乎，纯小白当即开始细致的安排任务。二当家在，方圆立刻挺直了腰板。接下来你负责收集信息，只要是咱们碰上的队伍，必须把他们的身份、人数、实力给我摸得一清二楚。没问题。方圆拍了拍饱满的胸脯，满口答应。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项任务，更是大王对他的考验。这事要是办砸了，以后就没资格跟着大王混了。宗门都不养闲人，更何况这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悍匪团伙。好在他向来善于交际，收集信息对他来说倒不是什么大问题。紧接着纯小白又看向白姐儿，三当家的。白姐儿心头一跳，也学着方圆的样子应了一声，在。你就负责望风示警，你心细，又是女的，不容易引人怀疑。专门负责盯梢放哨，任何风吹草动，不管是人是兽，第一时间给我信号。白姐儿用力点了点头。他知道纯小白这是在因材施教。方圆为人圆滑，跟谁都能搭上话，而他天生细心，洞察力敏锐，望风示警确实是他的强项。这家伙果然专业。白姐儿心中暗道，看着熟练的安排，以前肯定没少干。李旋风等人诧异的看了看纯小白，这一下他们才发现这个家伙在匪道上确实是有两把刷子，这和他们以前道听途说见过的那些只知道打打杀杀的散兵劫修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分工明确，人尽其用，还有那股子从容不迫的架势，哪里像个临时起意的劫匪？他这劫匪的手艺不会是祖传来的吧？对了，我们呢？吴亮忽然发现过来，这纯师兄竟然给他们忘了。纯小白目光在这些人身上一一扫过，随后大手一挥，你们属于战斗部，跟着我就行。啊！众人一愣，那岂不是他们得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怎么？是不相信你们自己的实力，还是不信老子的实力？纯小白一眼瞪过去，没有。他们赶紧摇头，这个时候要说自己不行，他们绝不怀疑纯小白会跟他们翻脸，毕竟这种秘密即便是他们也不会让别人带出去。林月的脸色又白了，这家伙竟然让他一个女孩子跟着他一起去抢劫，记住！纯小白面色一正，再次提醒道，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们只要管好自己的任务就行。说到这里，他声音猛然加重，眼神也变得锐利起来。不是你们该管的闲事，别多看一眼，别多问一句。要是谁因为手贱多事把危险招来，那本大王可就真对你们不客气了。众人神色一凛，竟然被纯小白脸上那森然的神情给吓了一大跳。他们瞬间明白，这不只是警告，这是他们这个10人小队往后行事的铁律。是。众人不敢再多啰嗦，齐齐沉声应答。纯小白见状也没再多说什么，这些个家伙都是新手，而且信任度也不牢靠，将重要的事交给他们，那是他们这一行的大忌。他黑风寨800里的山头，9成9山头都是内部出现叛徒，亦或者用人不当，导致山寨覆灭。想打造成专业的班底，人需要慢慢培养，专业性需要慢慢磨。他一挥手，从储物袋里掏出一堆东西，往地上一放，哗啦，符箓、法器堆成了一座小山。众人看到那堆积如山的各种法宝符箓，呼吸顿时一促。你们一人选2把趁手的兵器，再各自挑50张用得上的符箓。纯小白随口吩咐道。啊，这……众人弄了半天才回过神，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出手这么大方。他们一个个激动地看着纯小白，这还没开抢就有福利拿。他们瞪大眼睛看到纯小白，突然感觉自己好像没有白来，这纯小白果然跟其他人不一样。讲义气不说，出手还这么大方。方圆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上去在这堆宝物里翻来覆去，很快就挑选了2件法器长剑以及50张一阶符箓。林月将目光艰难地从宝物堆上移开，落在纯小白的脸，顿时两眼泛桃花。赶紧的，别在这跟我啰嗦！纯小白猛地催促道。大王果然专业啊！众人没再啰嗦，纷纷争抢上前挑选各自能用得到的装备和符箓。拿到装备和符箓，这些家伙一个个嘴角也到了后脑勺，连连道谢。纯小白没再搭理他们，直接起身放开神识环顾一圈，方圆10里内的风吹草动尽收眼底。他冲着方圆努了努嘴，去搞点野味来，咱们先吃饱喝足再出发。好嘞！方圆立刻起身拍拍屁股，拿出一柄崭新的黄阶上品长剑，这是他刚刚从那堆物资里挑的，正好他练了几门剑法，
有了这把武器，战力起码能再涨2成。很快，他就拖着一头300来斤一阶妖兽爆裂猪回来。李玄风等人拿了好处，办事也利索起来了。他们纷纷上前扛过妖兽，立刻开始开膛破肚。纯小白打量了一下方圆，虽然有些狼狈，但并未受伤。看来这死胖子实力还是有的。当然，这也亏得这个家伙为人圆滑。像他这种人通常比较清醒，因为他们知道自身缺少什么，缺少的不就是实力。正因为没有实力，他才会去抱大腿。显然这个家伙为了让自己有点用，平时没少学习战斗技巧，给那些金大腿服务。处理完后，众人直接架起烤架，来了一场露天烧烤。整个现场烟雾弥漫，看起来真有几分土匪窝的味道。众人吃饱喝足，并没有着急赶路，他们就在山包上安营扎寨，休息了一整晚。翌日，纯小白才带着众人不紧不慢地掉在大部队的后方。一路上，他们发现了不少战斗的痕迹，甚至还看到了几十具尸体。显然，有队伍为了某件宝物跟其他小队起了冲突，实力稍弱的一方被灭了口。他娘的，这修仙界果然比黑风寨还黑！他们黑风寨劫道向来讲究个道义有道，越货从不杀人，杀人绝不动货。再看看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下手比土匪还狠。纯小白原本还想舔一下包，结果走近一看，发现满地的尸体比他的脸还干净，别说储物袋，连根毛都没剩下。他娘的，下手真绝！众人只好继续提高警惕。越往前走，像这样的战斗痕迹就越密集，其中也有不少是跟体型庞大的妖兽战斗留下的。参天古树被拦腰撞断，地面上满是巨大的爪印和深坑。看这破坏程度，出手的弟子实力都不弱。纯小白心里立刻对筑基期修士的战斗力有了个大概的了解。以他炼血6层的实力，跟那些筑基弟子正面硬刚，可能还差点火候。但如果仗着踏天步身法，再用封天指偷袭，即便是面对筑基中后期的修士，他感觉也有一战之力。不过他现在不着急，这一趟他除了想发笔横财，最重要的还是想趁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实力再往上拉一拉。不然肥肉都摆在眼前，自己却没一口好牙啃不动，那不白瞎了。三人路上没有停留，继续不紧不慢地向着万灵山深处行进。说来也奇怪，众人走了2天，愣是没在路上碰到过一头妖兽偷袭。大王，咱们这一路怎么一只妖兽都看不到啊？白姐儿终于还是没忍住，好奇地问道。纯小白撇了撇嘴，废话，本大王神识一直开着，方圆20里但凡有点动静都被老子绕开了，你能碰到危险？当然，这话他没说出口，因为他发现这2日他一直高强度的催动神识，这神识覆盖的范围竟然在不断扩大。原本以他神识只能覆盖方圆10里，可经过这2天的锤炼，竟然直接飙到了20里，整整涨了1倍。要知道，一个普通的炼气9层巅峰弟子，神识范围也不过3、4里地，他这开局就有10里，已经够离谱了。现在更恐怖的是，不用服用任何灵丹妙药，神识范围竟然还能自行增长，这就有点搞不懂了。要说是武神诀带来的好处吧，可他现在也只是打开了血气神藏，离那神海神藏还差着10万8千里呢。虽然没搞懂，但是他知道这个秘密万万不能透露出去，否则要是被那些言官知道，很可能要把自己当成小白鼠，被吊起来研究。纯小白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声，你们跟紧我就行。刚走出几步，纯小白突然脚步一顿，他身后的白姐儿正低头想着心事，压根没注意，结果一头撞在了他宽厚的后背上，只感觉一股大力传来，整个人被弹得向后倒去，一屁股蹲坐在了地上。哎呀，什么东西这么柔软？纯小白下意识地回头一看，正发现白姐儿俏脸通红地坐在地上，双手正下意识地捂着自己的胸脯，又羞又恼地瞪着他。嗨嗨！纯小白老脸一红，连忙上前一把将他拉了起来，嘴上还不忘占便宜。三当家的，走路要看路，还有收好你的凶器，可不能随便乱用啊！你，白姐儿那张俏脸腾地一下，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而一旁的林月看到白姐儿这娇羞的模样，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自己怎么就没想着站他身后呢？他再瞥了眼身旁的吴亮，满脸横肉，憨头憨脑，越看越觉得自己像是被猪拱了。行了行了，纯小白摆了摆手，露出一副大丈夫不拘小节的神色，随即压低声音道：前面有一队人，咱们先过去开个张。开张！听到这2个字，众人神色一震，呼吸当即急促了起来。这是外婆上花轿头一遭啊，这么快就要来了吗？2当家、3当家注意警戒，其他人注意隐藏气息，跟上我。纯小白知会一声，率先借着林木的掩护，朝着前方摸去。很快，他便带着众人在一处山谷的小河边发现了一队人马。这队人约莫20来个，看服饰应该是个外宗弟子队伍，其中筑基弟子3人，其他都是炼气期。而且那3个筑基弟子身上挂了彩，正盘腿坐在河边疗伤，剩下的一些人则在处理着猎物，准显然是在此地休整。纯小白第一时间开启通宝神眼，
好家伙，那整整25人，个个身上都冒着绿油油的财气。发财了！他当即回头，压低声音下令道：“准备干活。”说着，他自己先摸出一套黑色的夜行衣，3两下往身上一套。可一回头，却发现方圆、李玄风等人只是紧张地紧握着手中的法器，身上明晃晃的青云宗外门弟子服，在林间的光影下格外扎眼。你妹的！纯小白差点没一巴掌呼过去。我说你们身上就没带点别的行头？就你们这一身皮，只要不是个瞎子，一眼就能认出来。方圆尴尬地挠了挠头，那个大王，我们没准备这些东西啊。没准备就把这身皮脱了，用东西把你们的脸遮上。可是，方圆又指了指自己水桶一般的腰身，大王，我这体型怕是藏不住吧？众人看了一眼他那标志性的吨位，确实脱了衣服比穿着衣服还显眼。啊，行了，先随便换一套。是，众人纷纷散开，脱掉外门弟子服后，再次聚在一起。而方圆则按照之前白小纯的安排，立刻收敛气息，躲到一棵大树后，开始排查周围危险。白姐儿则迅速退后1里，放开神识开始警戒。只是他那张小脸涨得通红，这次倒不是因为害羞，而是紧张。这可是他第一次干这种打家劫舍的买卖，万一被人抓到，捅到宗门去，他以后还怎么见人啊？而李玄风等人则一个个紧握手中武器，手指关节都微微发白。纯小白见方圆打来安全的手势，又看了看李玄风那帮人抖得跟筛糠似的腿，眼角忍不住一抽。要不是初来乍到，人手不够，他真不想要这帮废物。收回目光，纯小白观察了一下地形，找到了一个适合偷袭的角度，随后抬手一挥，行动！声音一落，他则率先施展出踏影千寻，将自身气息与周围的阴影融为一体，悄无声息地接近到河边。就在距离那20人不足10丈之时，他猛然发动缩地成寸，身形一闪，一道黑影如鬼魅般在他们25人之中瞬间穿插而过。等李玄风他们追过来，抬眼一看，下巴差点没掉在地上。只见河边所有人都身体一僵，仿佛被施了定身法，变成了一座座雕像立在原地。其中一个正啃着妖兽大腿的家伙，嘴巴还保持着张开的姿势，被烫得直冒青烟。吴亮赶紧贴心地跑过去，帮他把嘴里的烤肉拿开，随后冲着纯小白竖起一个大拇指：“大王威武！您这速度也太快了！”纯小白看着姗姗来迟的众人，脸色一黑：“你妹的，是你们在他妈摸鱼吧？”注意到纯小白那嫌弃的眼神，众人心中一紧，这才发现他们纯粹就是来打酱油的。赵刚赶紧上前一步，讪笑道：“那个大王，下次不会了，这第一次手法有些生疏。”“行，就当你们生疏。”纯小白哼了一声，下次再这么磨磨唧唧，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赶紧的，打扫战场。是，打劫他们不会，舔包哪能不会？众人一拥而上，直接在那25座雕像身上摸索起来。很快，他们心中便泛起了嘀咕：大王这到底用的什么定身术？竟然如此霸道，瞬间就能将这么多人全部定住。而纯小白则立刻放开神识，方圆20里的一丝一毫动静尽收眼底，直到将河边这些人扫劫一空，他才收回神识，大手一挥，带着众人消失在密林深处。很快，他们便出现在100里外的一个山坳中，25个储物袋被随意的堆在地上，像一堆不值钱的破烂，众人却围成一圈，死死的盯着，呼吸声此起彼伏。这确实做什么狗屁宗门任务来钱快多了。方圆一双小眼睛里放着金光，激动的搓着手，这可是他头一遭干这种买卖，没想到收益竟如此丰厚。而白姐儿一张小脸依旧涨得通红，他怎么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这个循规蹈矩的宗门弟子，竟然会摇身一变成了打家劫舍的悍匪。纯小白将这帮家伙眼中的激动尽收眼底，心里暗自撇嘴。他二话不说，开启通宝神眼，在储物袋上扫了一圈，然后随手一抓，也不细看，就朝着眼前9人一人怀里丢去一个。众人下意识地接住储物袋，心中猛地一动，他们实在没想到纯小白竟如此大方，连看都不看就直接分了赃。要知道这些储物袋纯小白都没有打开查过，里面有什么东西谁都不知道，这可是纯粹的抽奖，这放在外面绝不可能。那些劫修队伍劫来的储物袋，给属下能分几颗丹药就不错了。就在1天前，他们还觉得踏上这条道就跟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一样，可现在他们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走对了一条通天大道。李玄风第一个迫不及待地将神识探入储物袋，下一刻他呼吸猛地一滞，袋子里竟然静静地躺着3把黄阶上品法器，还有10几瓶丹药和几张2阶符箓。发财了！就这一个储物袋的收获，顶得上他在外门辛辛苦苦干上10年了。一旁的赵刚也是倒吸一口凉气，他手里的这个储物袋，即便让他在外面奋斗20年，也不可能积攒起如此丰厚的家当。一时间，众人个个喜上眉梢，嘴巴都快咧到耳根子了。纯小白听到这话，只见那帮家伙一个个抱着储物袋，脸上那兴奋又满足的表情，
哪还有半点之前的紧张和不情愿？他老脸忍不住一抽，之前不是一个个要死要活的吗？现在知道香了。就在这时，以李玄风为首的9人仿佛商量好了一般，齐齐起身，整理好衣衫，对着纯小白郑重的躬身一拜。李玄风猛地改口，语气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坚定与狂热。纯小白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打断了众人的吹捧。他环视一圈，目光在每个人兴奋的脸上扫过，随后淡淡地道：“别高兴得太早，下一单活，谁他娘的再给老子摸鱼偷懒，战利品就没他的份儿。”不会不会，众人闻言，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刚刚他们已经亲眼见识到大王的专业和实力，只要他们自己机灵点，不去找那些人多势众、有筑基后期强者坐镇的硬骨头，这买卖简直跟在地上捡钱没什么区别。早知道来钱这么快，他们早就自己走上这行当了。纯小白抬手一挥，将地上剩下的15个储物袋全部收起，随即起身环顾一圈，言简意赅：“跟上。”尝到了甜头，这帮人此刻干劲十足，应答声都洪亮了不少。不过要说最过分的，还得是林月。没过多久，正带着队伍穿行在山林间的纯小白又发现了一群肥羊。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2拨人此刻正打得热火朝天，法术光芒与兵器碰撞的巨响此起彼伏。一处茂密的草丛中，纯小白收回目光，捏着下巴，眉头微皱，这人有点多啊。可他身后的李玄风等人却是一个个神采奕奕，仿佛丝毫没将那混乱的战场放在眼里。怕什么？他们大王厉害啊！不过他也没指望这些人有大用，只是看他们能不能培养出来，如果能培养出来，他另有其用。随后他再次打量起眼前的战，眼前这2支队伍人数加起来将近100人。虽然地上已经躺倒了不少，但他一眼就看出大部分人都是在地上装死，只有那些铁憨憨还在那打生打死，不可开交。突然，一直在警戒的白姐儿指着前方一棵巨大的古树，压低声音道：“大王，你看那里，他们应该是在争抢一株3阶灵药。要知道，3阶灵药那可是金丹真人才用得上的宝贝。”纯小白心头一动，赶紧打开通宝神眼，顺着白姐儿指的方向一眼望过去，果然，我去，这个值钱！他当即挥了挥手，让众人凑到一起，压低声音布置战术。李玄风等人越听眼睛越亮，最后实在没忍住，纷纷竖起大拇指：“大王，您果然专业！这一招以少胜多，妙啊！谁要是被发现了，自己去将那帮人给我挡住！”纯小白这才重新将目光投向山谷中的战场。那是2个不同宗门的弟子队伍，此刻已经打到了白热化阶段，不断有人倒下，躺在地上痛苦哀嚎。然而就在此时，其中一方队伍明显显弱，那领头的一名筑基中期弟子眼看就要落败，竟怒吼一声，直奔那棵古树冲去。老子得不到，你们也别想得到！我去，这是要毁了灵药，我得不到，谁也别想得到！来不及犹豫，纯小白直接将面罩往脸上一提，踏天步瞬间运转，一个缩地成寸变鬼魅般出现在古树下。他伸手一直点在那名筑基中期弟子身上，那家伙直接保持着摘取灵药的动作，猛地僵在原地。后方追杀而来的几名筑基初期弟子看到突然冒出一个黑衣人，先是一愣，随即眉头一挑，脸上露出狞笑。好啊，竟然还有不长眼的家伙敢在旁边捡漏！纯小白懒得跟他们废话，踏天步再次运转，身形在几名筑基弟子之间来回穿插。电光火石间，那几人也同样僵在了原地，动弹不得。直到此时，山谷里那些躺在地上哀嚎的弟子才发现这边的情况。瞬间，他们腰也不痛了，腿也不流血了，一个个猛地从地上蹦起来，死死盯着纯小白这个不速之客。你妹的，还看什么？纯小白冲着草丛方向大吼一声，李玄风等人这才如梦初醒，从草丛中一跃而出，手中的爆裂符不要钱似的往战场中央一丢。轰轰几声巨响，震得那些弟子脚步一顿。吴亮趁机挺着胸膛站出来，扯着嗓子大吼道：“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手中武器，饶你们不死！”不等那些弟子反应，远处林中又有几张爆裂符炸响，炸得树木横飞，碎石四溅。这下那帮弟子彻底不敢动弹了，一个个惊疑不定地趴在地上。纯小白抓住这个机会，再次运转踏天步，身形如电，在人群中来回游走了几圈，瞬间又定住了几十人。只是做完这一切，他体内的灵力也消耗了近半。他横眼扫去，发现现在还躺在地上的，那都是真的身受重伤，起不来了。他直接给李玄风使了个眼色，李玄风瞬间会意，一个手刀干脆利落的落在那名受伤最重的弟子脖颈上。很快，全场再无一个能动弹的人。打扫战场！纯小白大手一挥，赵刚等人这才从林中现身，一拥而上，开始在这些雕像腰间摸索起来。那些被定住的弟子眼睁睁看着这区区10来个人，竟然就把他们近100人给制住了，一个个气得瞪大了眼睛，心中狂骂：废物！
真他娘是一群废物！看什么看？纯小白注意到一个家伙的眼神尤其不忿，上去就是一巴掌，直接将那人的脑袋打得转向了天上。2个时辰后，一个不起眼的山沟沟里，方圆、李玄风等人看着眼前堆成一座小山的储物袋，一个个眼冒金光，呼吸粗重。发财了！这才是修仙的正确打开方式啊！谁他妈以后再让我去做任务，我跟谁急！赵刚忍不住兴奋的仰天长啸。砰！话音未落，一只脚已经狠狠地踹在他的屁股上。纯小白收回脚，脸色阴沉：“你他妈刚才为什么犹豫？你知不知道，如果那2个队伍再强一点，或者出现一个筑基后期，咱们都得玩完。”我错了。赵刚被踹得一个踉跄，连忙低头道歉。纯小白却脸色更沉，一步上前，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字字如冰。你记住，在本大王这里，没有错了这种说法。这次是没有酿成后果，否则你现在已经没机会站在这里。下次如果因为你的失误导致有兄弟流血牺牲，那你只有下辈子才能去说你错了。此话一出，山谷中骤然一静，众人脸上的喜悦瞬间褪去，一个个神色凝重。刚才的计划是由赵刚带着李飞、林月等4人在树林中用符箓制造被包围的声势，而李玄风则以此为号令前去支援。结果赵刚那边却半天没有动静。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纯小白有那逆天的身法和战力撑住了场面，他们这次搞不好真要栽在这里。这一刻，他们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团队，也更明白了其中有一种东西叫做信任。老大，给他一个机会，想必他已经长到叫以后不会了。李玄风赶紧上前劝解道。哼！纯小白一把将赵刚扔在地上，身上那股毫不掩饰的戾气吓得一旁的白姐儿俏脸都白了几分。他这才发现，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家伙一旦认真起来，竟然会如此恐怖。林月却不一样，他看着纯小白那霸道的身影，一双美目中异彩连连。这才是他林月心中的白马王子。而一旁的吴亮注意到林月眼中那毫不掩饰的桃花，心中咯噔一下，仿佛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正在离自己远去。纯小白扫视一圈，看着这帮神色各异的家伙，心中着实有些失望。赵刚之所以犹豫，只有一种可能，他还没有完全信任自己的兄弟。想想也是，这些家伙在外门摸爬滚打10几年，早就练就了一身自私自利的本事，除了自己，谁都不会轻易相信。看来是自己想的太简单了。纯小白在心中叹了口气，随即目光落向地上那堆成小山的储物袋。他随手一划，分出30个，直接吩咐道：“自己挑，每人3个。”看到那明晃晃的储物袋，众人心中一喜，立刻上前，一人拿了3个。赵刚揉着被掐痛的脖子，冲着纯小白憨憨一笑，将地上最后3个储物袋也拿走了。随后，众人异口同声，齐齐抱拳：“谢大王！”行了。纯小白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抬手一挥，便将地上剩下的70多个储物袋尽数收入囊中。继续进发。纯小白一副山大王的做派，抬手一挥，众人立刻激动地跟上。没走多远，他们忽然又听到了前方一阵激烈的打斗声，竟然连地面都震动了几。隐蔽！众人立刻收敛气息，蹲伏在地。纯小白放出神识，瞬间扫向动静传来的方向。20里外，他往前摸了几步，看清前方的景象后，瞳孔猛地一缩：“你妹的，是妖兽！”只见20里外，一头体型如山岳般的巨兽正追着一支近100人的队伍在蛮荒森林中疯狂冲撞，而那些弟子则使出了浑身解数，各种加速，防御的符箓不要命的往身上贴，逃跑的方向正好是这边。就这么几个呼吸的功夫，那头巨兽距离他们已经不到10里了。撤！纯小白毫不犹豫地调转方向。啊！方圆一愣，大王，听这动静，应该是好几支队伍在跟妖兽大乱斗啊，咱们不过去捡个漏吗？好，你去，我给你放哨。纯小白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的撒腿就跑。好！方圆一口答应下来，立刻展开神识，只是一眼，脸色百年刷的一白。我去，这是3阶妖兽，快跑！众人听到3阶妖兽4个字，吓得一个哆嗦，哪里还敢停留，当即玩了命的朝着纯小白逃跑的方向追了上去。好在足足折腾了1个时辰，他们总算是甩掉了那头暴躁的妖兽，而且运气还算不错，刚好让他们撞上了一支刚经历完一场大战正在分赃的小队。纯小白当即故技重施，指挥若定，顺利的将这些战利品全部收入囊中。分完赃后，继续前行。2日后，众人已经深入了万妖山脉5000里，再往里就是连筑基后期弟子都不敢随意探索的核心区域，那里的危险没有筑基实力，一旦碰上，十死无生。此刻，纯小白一行人趁着夜色找到一处相对安全的山谷，开始休整。这几日，纯小白的嘴角就没压下去过，因为他的储物袋都快要装不下了，主要是储物袋本身不能被放进另一个储物袋里，他只能将所有战利品都汇总到一个黄阶极品的储物袋中。
可即便那储物袋足足有10立方的空间，像这样的储物袋，他都已经攒了10个了。别说他装不下，就连方圆他们都快装不下了。短短几日，他们在纯小白的战术下，一行人横扫了上千名各宗弟子，无意失手斩获了900多个储物袋，每人都分到了30多个。这别说干10年，就算他们在宗门里混上100年，也不可能积攒下如此恐怖的资源啊！他们觉得这一趟是真的值了，就算被宗门发现了又怎样？大不了逃走，随便找个山沟沟，用这些资源闭关个几10年，等修为上来了，还怕没地方去？有了这种泼天的富贵撑腰，所有人做事都是自觉性拉满，胆子也越来越大。就连一向胆小的白简儿，这一路上不管看到什么人，都觉得像是一头头正在往他口袋里钻的肥羊。只是吧，纯小白瞥了一眼又一次不经意蹭到自己胳膊上的林月，心里直犯嘀咕。哎，他终于忍无可忍，在林月又一次无意撞过来时，直接一手顶住了他的胸脯，没好气地问道：“你怎么回事？怎么老拿凶器顶我？”听到这话，山洞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了过来。林月那张俏脸腾地一下红到了耳根，赶紧低下脑袋，一副娇羞无限的模样。纯小白老脸一抽，要不是看在她是个女人的份上，真想一巴掌拍死她。他扭头冲着不远处的无量吼道：“管好你的女人，下次她再用凶器砸我，我可跟你没完！”这话一出，连旁边的白简儿都臊得满脸通红，那无量更是尴尬的直点头：“是。”紧接着，他拉着林月走到一旁，眼中闪过一抹复杂之色。两人嘀嘀咕咕地说了几句什么，声音不大，但很快就演变成了争吵。纯小白懒得搭理他们，他直接摸出一把大刀，走到一处山壁前，手起刀落，刷刷刷几下，碎石纷飞。片刻后，一个5立方大小的独立山洞就被他开了出来。他二话不说，一头扎了进去，随后拿出一张2阶屏蔽符，封闭洞口。众人一看便知，大王这是要闭关提升实力了。大家互相对视一眼，纷纷四下散开。这里是一处险地，易守难攻，而且没什么妖兽气息，确实是个休整的好地方。所有人都找了个角落，盘膝坐下，开始打坐调息，顺便也想提升一下实力。因为接下来要进入的可是万妖山脉的核心区域，没有绝对的实力，他们这帮人进去只会拖后带腿。这躺着捡钱的活儿，谁也不想就这么放弃了。一时间，众人纷纷从储物袋里摸出丹药，跟吃糖豆似的，玩命的往嘴里塞。纯小白这边则花了足足2个时辰，才将所有的战利品整理了一遍。法器、符箓堆积如山，光是装这些东西就用掉了2个10立方的储物袋，其中各种符箓加起来足有5000多张。只不过整理完所有家当后，纯小白的眉头却皱了起来，因为他发现自己身上这600多个储物袋里，所有灵石加起来竟然不过20万。怎么会这么穷？好在灵药倒有不少，足足有2000多瓶。可再仔细一看，这些丹药99%都是疗伤用的，能用来提升修为的丹药1瓶都没有。他仔细一想，顿时明白了过来。大家来这里都是做宗门任务的，又不是来游山玩水，身上自然不会带太多的灵石。就算有点家当，也大多换成了保命用的符箓和疗伤丹药。你妹的，失算了啊！他还发现，光抢这些炼气期弟子，纯属浪费时间。这些家伙的储物袋里，平时根本就没几个子儿，丹药也是最次的1阶下品，甚至好些个连法器都没有。也就那些筑基弟子身上还算有点货，可有货归有货，他能用到的也不多，大部分都是些制式法器和防身符箓。这前前后后已经过去了3天，再过12天，这次试炼就要结束，所有人都得离开。也就是说，他只剩下10天左右的时间了。不行，好不容易撞上这么一个发家致富的机会，绝不能白白浪费了。纯小白在大腿上狠狠一拍，仔细盘算起来，这是一次大型联盟任务。按照之前李玄风的说法，他们联盟军和天煞谷的弟子正从万灵山脉的2头对向推进，而真正的决战区域就是这万妖山脉的核心地带。想要赚到宗门联盟发下来的奖励，就必须去斩杀天煞谷的魔头，拿他们的身份令牌去换取积分。那也就是说，真正的肥羊全都在核心区域。他猛地又一拍大腿，懊恼不已：“你妹的，搞错方向了！想发大财，必须进入万妖山脉的核心区，那里面的基本上全是清一色的筑基弟子，甚至那些被宗门寄予厚望的天才弟子也在其中。那些天才弟子身上的宝贝，搞不好一个就能顶外面1000个。越想越后悔，他觉得这几天时间全都白白浪费了。”想到这里，纯小白眼神一凝，再不犹豫，抬手便朝着地上那堆积如山的灵石拍去。几下之后，20万灵石被他尽数拍成齑粉，浓郁的灵气瞬间弥漫开来。他一屁股坐在这些灵石粉末中央，当即运转起武神诀。嗡！地上的灵石粉末瞬间化作浩瀚的灵气本源，被他的身体疯狂鲸吞，尽数吸入道体，血液当即沸腾起来。他的皮肤再一次变得通红，
那是经脉中的神藏正在被进一步打开的征兆。纯小白发现，这个过程竟然比上一次要痛苦10倍不止。此刻，他的经脉感觉就像被人当成皮筋一样，不断的拉扯、打结，再反复揉搓。这是炼血中期要突破到炼血后期的征兆。一旦突破到炼血第7层，他的实力将是一个质的飞跃。现在让他正面对付筑基初期弟子，其实还有些吃力。能取胜，他一直是仗着身法偷袭以及队友的战术配合。一旦突破到炼血后期，再让他对付那些筑基初期的家伙，应该就跟玩一样了。至于筑基中期，他虽然还没正面交过手，但感受着体内这撕裂般的痛苦，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预感。只要突破到炼血后期，正面硬刚那些筑基中期的弟子，好像也不是什么大问题。1个时辰后，纯小白的脸黑得像锅底。他妈了个巴子的，我这吞金兽体质怕死到了壮年吧？从炼血第6层突破到第7层，20万灵石竟然才刚刚满足他一半的神藏开启需求。也就是说，他想从炼血6层突破到7层，至少得50万灵石打底。他现在才算明白，为什么之前那个红衣女人说他10年内有望突破金丹。以他这体质，突破金丹根本就不是时间问题，而是资源问题。没有资源，别说10年、1000年，他都别想摸到金丹的边儿。50万灵石啊，这都够一个普通弟子从炼气期一路冲到金丹期了。纯小白眼里透着一股深深的无奈。原以为自己天赋逆天，体质爆炸，结果搞了半天，这他妈是个无底洞。这不是逼着我当修仙界的大悍匪吗？不过好在，他的实力从来不能用境界来衡量，付出越大，收获越大。如果真让他突破到下一个大境界，炼基境，恐怕青云宗内门之中都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想到这里，纯小白心里才稍稍平衡了些，但他还是跟死了爹一样，一脸肉疼的拿出搜刮来的所有灵药。灵药不多，1阶的110来株，2阶的10株，还有孤零零的1株3阶灵药。至于那些丹药，他现在根本没时间去炼化，时间就是金钱，必须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纯小白一把抓起那些1阶灵药，跟老牛吃草似的，一把一把往嘴里塞，嚼得嘎吱作响。100多株1阶灵药下肚，他再次运转武神诀，灵气奔涌。但吸收完毕后，他发现距离炼血7层还有1/3的路程。纯小白没有丝毫犹豫，又抓起那10株2阶灵药，吧唧吧唧几下吞下肚，再次运转功法。半个时辰后，他脸上一喜，这2阶灵药果然不是1阶可比的。1株最普通的2阶灵药，蕴含的灵气竟然堪比10株1阶灵药。此刻，他的境界已经稳稳地摸到了炼血7层的门槛，就差这临门一脚了。没有丝毫犹豫，纯小白的目光落在了最后1株3阶灵药上。他小心翼翼地捧起那株灵药，这一次他不敢再狼吞虎咽，而是细嚼慢咽起来。这可是3阶灵药，哪怕只是一滴药液，那都价值上千灵石。一整株3阶灵药下肚，他的血液瞬间再次沸腾，体内那股经脉蠕动的剧痛猛地又一次席卷而来，足足坚持了半个时辰。咔嚓一声脆响，他体内好像有什么东西应声破碎。纯小白顿感浑身一松，整个人神清气爽，力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站起身，随意挥出一拳，拳风呼啸，劲震的整个洞壁都为之一颤。牛批！他能感觉到自己原本2万斤的纯粹巨力，此刻直接暴涨到了5万斤。这力道已经堪比筑基初期修士全力一击的效果了，而且还是那种压箱底的大招。如果他再开启暴走模式，力量翻上几倍，恐怕就算是筑基中期都要掂量掂量了。感受到这实打实的实力暴涨，纯小白直接将破产的不快抛到了九霄云外，脸上露出满足的笑意。这体质虽然费钱，但带来的收益也是实实在在的。这要是再让他学几门合适的功法武技，那岂不是能吊着内门的那些天骄打？现在进入万妖山脉核心地带，算是可以手到擒来了。越想越是激动，纯小白立刻将山洞里没用完的各种灵药收拾干净，随后撤去洞口的屏障，走了出去。他抬头一看，发现天色竟然已经蒙蒙亮了。果然是修行无岁月，不知不觉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纯小白抬眼扫视一圈，发现那些家伙此刻都在各个角落里打坐修炼。别说有资源了，就是不一样。他发现除了林月的气息还在原地踏步，其他8个人的气息都凝实了几分，或多或少都有收获。其中进步最快的竟然是白姐儿，此刻赫然已经突破到了炼气8层，这跟他们平日里的修炼习惯脱不开关系。那林月修为之所以没有寸进，是因为他常年被无量送给他的各种丹药喂养，体内单独淤积，导致他根基不稳。这种人越往后修炼，晋级就越发困难。而白姐儿就不一样了，他平日里在宗门洁身自好，从不去巴结任何人，资源匮乏，一身修为几乎全是靠苦修打坐得来，根基扎实无比。如今有了大量的丹药辅助，修为自然1日千里，进阶神速。纯小白没有去打扰他们，而是一头扎进不远处的小溪中，将这几日的疲惫和身上的血污尽数洗去。
顺手还将身上那些储物袋全部藏在盒里，准备等完事后再回来取。藏好储物袋后，纯小白才神清气爽的起身，将还在打坐的众人强行一个个拉了起来。大王，不是跟你说了，修炼最忌讳被人打扰吗？方圆忍着体内的气血翻涌，一脸幽怨。这也就是他知道了纯小白的习惯，提前有所准备，否则被这么一搞，高低都得走火入魔。嗨嗨，忘了。纯小白干咳两声，一脸无辜，这不是太激动了，一时间给忘了。众人纷纷收工，站起身来。白姐儿感受到体内充盈的灵力，激动的小脸通红。短短几天时间，他竟然接连突破，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望向纯小白的眼神里，不知不觉间多了几分异样的光彩。而站在一旁的林月，眼看所有人的气息都凝实精进了几分，唯独自己吞了10瓶丹药下去，修为还在炼气7层，原地踏步，脸色当即阴沉了下来。来来来，集合！纯小白大手一挥，将所有人都召集过来。这外围已经没什么肥羊了。啊，没有了吗？方圆一愣，嘀咕道：“这100万弟子，咱们才找了1000来号人，怎么会没有呢？那也配叫肥羊？”纯小白当即瞪眼，一个个穷的叮当响，纯属浪费老子时间。本大王决定了，直接去中心的待宰那些大肥羊去。众人闻言，脸色齐齐一变。赵刚犹豫起来：“大王，我们这些人大多都还是炼气期，这要是去了核心区域，一不小心玩脱了可咋办？”对，刚刚突破的无量也连连点头，而且再往前就要碰到天煞谷那些魔头了。听说他们人人都有傀儡在身，碰上一个还好，要是碰上一群，那我们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你妹的，有没有点出息？纯小白吼了一句：“别跟本大王啰嗦，你们就说去还是不去？”大王，我去。方圆一挺胸膛，第一个表态：上刀山下火海，就您一句话。白姐儿也没有犹豫，向前一步，小声道：“大王，我也去。”李玄风稍作迟疑，也跟着点了点头。剩下的几人沉默了几秒，也都紧随其后，纷纷同意。只有林月站在原地犹豫不决。他现在是全队修为最低的，别说去打劫了，随便一个筑基师兄的一招，他都扛不住。无量见状实在不忍心，上前一步，柔声道：“小月，你放心，有我在，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就算死，我也会死在你的前面。”他这番深情表白，听得纯小白都愣住了。你妹的，本以为林月那茶艺已经登峰造极，没想到真正的大神竟然是无量这个沙雕，难怪这女人的毛病能这么多，感情全是这沙雕给惯出来的。然而一旁的白姐儿听到这话，眼中竟然闪过一丝感动，她忍不住偷偷瞥了一眼纯小白，心里想着什么时候她也能对自己说出这种话就好了。哎呀，我在想什么呢？她赶紧暗暗掐了自己一下，俏脸瞬间通红。行了行了，这地方秀恩爱不吉利。林月，你到底去还是不去？突然方圆好奇的：“老大，为什么这里秀恩爱不吉利？难道你没听说过秀恩爱死得快？”众人一愣，这有说过吗？行了行了，纯小白挥了挥手，打断了他的打岔，看向林月。他其实挺希望这女人直接拒绝的，然而事与愿违。林月迎上纯小白的目光，当即娇滴滴地点头道：“谢谢大王关心，我听您的。”听到那嗲嗲的声音，纯小白浑身泛起一层鸡皮疙瘩，他有些后悔了，后悔自己多嘴问了这一句。行了行了，纯小白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开始直接安排任务，接下来不需要你们参与战斗。啊，不需要战斗？众人顿时一愣，不需要战斗，那让他们跟着去干吗？我们不能呐喊助威吧？纯小白自然有他的考量，这几日带着他们在万妖山脉外围转悠，还大方地分给他们2成战利品，他可不是傻子。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人才，锻炼他们的胆量，让他们熟悉各种战局，好方便自己接下来的大计划。可除了方圆和白姐儿这2个天生是干这一行的料，其他人则一言难尽。所以他决定让这些家伙好好的发挥一下他们的余热，将自己这笔亏本买卖收回来。纯小白当即命令道：“接下来的任务，你们所有人分散进入万妖山脉核心区来，给本大王打探，寻找肥羊。”一听这话，众人顿时一惊，这个不战斗比战斗更危险的啊！跟纯小白在一起，起码他能扛住99的攻击防御任务。他们现在修为都到了炼气8、9层，可万妖山脉的核心区域，那是连金丹修士都不敢随意乱闯的地方，让他们这几个炼气期去，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纯小白眉头一横，厉声喝道：“你妹的！之前分了那么多宝物是干什么吃的？引气符、神行符，都是当摆设的吗？”众人瞬间醒悟过来，修为不够，宝物来凑啊！他们每个人都分了30多个储物袋，里面9成都是各种防御法器和保命符箓。有了这些东西，不说跟人战斗，在筑基期修士手下逃命，那绝对是绰绰有余的。明白了，
方圆当即点头，大王，我听您的。其他人也纷纷点头，反正只要再干上几票大的，损失的这点宝物很快就能加倍赚回来。那个，大王，我们需要怎么打探消息？纯小白一个眼刀甩过去，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只要能把大肥羊的消息给老子打听到就行。他顿了顿声，决定再抛出诱饵，免得这些家伙拿了好处跑路。接下来，你们的收益就按照你们带来的消息质量来分成，每提供一个有效消息，分红1成。其他的，你们什么都不用管。然而，1成的分红并未让众人露出喜色，因为这万妖山脉核心区域的危险程度是和收益成正比的。即便是浑身是宝，他们谁也不敢保证能100%安全。纯小白将众人的神色尽收眼底，果然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只想着进，却不想着出。幸亏本大王不是沙雕，拿了老子的钱，必须得付出相应的贡献。方圆、白简儿、李玄风和吴亮4人倒是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点头，异口同声地应了下来。赵刚等人见状，也只能硬着头皮同意。行了，都去吧。纯小白挥了挥手，有消息直接用传信符联系我，我会在你们身后照应着你们。是。众人抱拳一礼，随后化作几道流光，朝着万妖山脉核心区域飞驰而去。纯小白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忽然叹了口气，看来干咱们这一行的人才还真他娘的不好找。其实他来参加这个所谓的荡魔任务，除了想大发一笔横财之外，另一个目的就是想给自己找些班底。既然要重操旧业，在骊山头，那必然少不了一帮子得力的手下。他本想给那几个人一个机会，可结果却让他有些失望。这些家伙赚的钱越多，反而越是贪生怕死，总想着宝物还没用完，命不能先没了。这跟方圆和白简一比，简直天差的别。那俩人是越有钱赚，就越愿意豁出命去干。纯小白心里清楚，这是因为方圆和白简一直在底层摸爬滚打，吃过苦，受过罪，所以他们比谁都明白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道理。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死死抓住。李玄风和吴亮稍微好点，但剩下的那几个人，尤其是那个凌月，就完全是反过来的。这些人平日里生活滋润惯了，无论给他们多少资源，他们都不会真的豁出性命去拼。这也是为什么给他们分散开来，让他们去发挥余热，而自己单独行动。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都将是1顶1的高手，稍有疏忽，丢的可是他的老命。收敛思绪，纯小白身形一闪，直接扎进了万灵山核心区域，一路向前行进了上千里，除了惊险的避开一些2、3阶妖兽的地盘，倒也没遇到什么危险。但也没有收到方圆他们看到肥羊的信息，更没有碰到一个联盟弟子的影子，这搞得纯小白都有些焦急起来。现在距离任务结束只剩下10天左右了，时间紧迫，必须得狠狠上一票大的才行啊！就在此时，他耳朵一动，忽然听到前方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声响。纯小白想也不想，当即使出踏影千寻，身形与气息瞬间融入草丛的阴影之中，小心翼翼地向前摸了过去。只见100米开外的一棵大树下，正坐着1男2女，3人都是清一色的筑基初期。那男子长得白不呲咧，一副小白脸的模样，而2个小姑娘长得那叫一个身段凹凸有致，瓜子脸尖下巴，尤其是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更是惹人遐想。只是那2截小蛮腰上，此刻已经各自盘踞着一只不老实的大手。李师妹、王师妹，你们别怕，有我流氓在，保管你们在这万妖山脉里横着走。那年轻男子一边搂着2个小姑娘，一边警惕地扫视着四周。2个小姑娘娇羞地点了点头，其中一个看起来有些呆萌的姑娘仰起脸，好奇地问道：“刘师兄，听说你是灵月宗的候选圣子呢？”唉，被称作流氓的男子长叹一声，45度角仰望树梢，摆出一副高手寂寞的姿态。原本圣子是不想暴露身份的，不想让你们误会，我是想凭着背景与你们结下这段缘分。但既然你们已经猜到了，那我就坦白了吧。他清了清嗓子，傲然道：“我爹乃灵月宗宗主，我娘乃灵月宗大长老，我爷爷嘛是哇，刘师兄你好厉害啊！”那2个小姑娘一听，眼睛顿时变成了星星状，使劲往他怀里钻，恨不得整个人都揉进去。这一幕看得暗处的纯小白老脸一阵狂抽，你妹的，竟然让老子碰上一个比本大王还不要脸的货色，真他妈受不了了！眼看着流氓那张臭嘴就要朝着怀中娇俏的脸蛋盖下去，纯小白再也看不下去，一个闪身暴掠而出，砰砰砰，3声闷响接连响起，那流氓准备开油的动作瞬间僵在了原地。紧接着他2记手刀精准地切在那2个小姑娘的脖颈上，2个小姑娘白眼一翻，哼唧一声，软绵绵对倒在地上。搞定这2个沙雕女人，纯小白才将目光转向那个叫流氓的流氓身上，反手就是一巴掌抽了过去。啪一声脆响，这一巴掌直接将他那准备亲下去的动作抽得再次扬起了45度角。只是这一次他鼻孔里多了2条笔直的血线，
顺着下巴滴滴答答往下淌。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在这里伤风败俗！一巴掌不解气，纯小白拎着他的衣领，跟拎小鸡似的把他整个人提溜起来，找了根歪脖子树，直接吊了上去。紧接着便是一顿拳打脚踢，外加一套疯狂摩擦套餐。没一会儿，那张原本还算白净的小白脸就肿成了一个猪头。即便是他亲娘站在这里，估计也得迟疑半天才能认出来。直到把人揍得进气多出气少，纯小白心中的那股恶气才渐渐平复下去。他又踹了踹瘫软在地的两个小姑娘，嘴里骂咧道：“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蹲下身，直接在两人腰肢上摸索起来，很快就摸出2个黄阶上品的储物袋。纯小白将储物袋掂了掂，咂巴嘴，这手感确实不错。随后他才走到流氓跟前，在他身上一通摸索。摸了半天，他妈的就摸出来一个黄阶中品的储物袋。我去！纯小白愣住了，这家伙不会是童强吧？这他娘的哪是什么候选圣子，分明是从哪个旮旯里的乐乐园区跑出来冲业绩，盯上这种拜金小姑娘。他妈的！纯小白越想越气，感觉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他再次把流氓从树上拎下来，又是一顿疯狂摩擦。你他娘的就带这点东西，也敢出来装大尾巴狼，害老子白费这么大力气，只把他揍的舌头都从嘴里耷拉出来，跟条死狗似的挂在外面。纯小白这才解了心头之恨，心满意足的收了手。纯小白刚走出几步，却像是想到了什么，又猛地回过头，目光在那昏迷的流氓和2个拜金女身上来回打量。他注意到这2个小姑娘跟流氓明显不是一个宗门的，她们穿的衣服带着粉色，显然是某个只招收女弟子的宗门。而流氓身上的衣服则是一套标志性的月白色长袍，无论是款式还是布料，都比他自己那身青云宗的服饰奢侈得多。一看就知道，这个灵月宗是个有钱有势的土豪宗门。纯小白眼睛一亮，一个骚操作在他脑子里迅速成型。他呲溜一下又跑了回去，再次将流氓从地上提溜起来，唰的一下把他身上那套月白色长袍扒了下来，直接就套在了自己身上。别说，配上他这副匪气十足的长相，看着竟然比那流氓还要威风几分，就是皮肤黑了点。改天再找点高阶美白单科一下，好好捯饬捯饬，到时候去哪儿不得都有一帮小姑娘追着跑。纯小白对着铜镜照了照，美滋滋的嘀咕了一句，随后他将那2个小姑娘往树上一挂，拍了拍手。求财不求命，至于他们睡觉老不老实，会不会从树上摔下来摔断脖子，那就不关他的事了。反正以这20丈的高度，一般的妖兽是够不着。做完这一切，他一把抓起只穿着裤衩的流氓，直接施展踏天步，风驰电掣般奔出百里，找到了一个天然的山洞。他放出神识探查了一下，发现这是一个废弃的妖兽洞穴，于是他直接扎了进去，把流氓往洞穴深处一丢，随后甩出一张2阶遮眼符咒，将洞口封死。以他封天指的能力，这小子至少3天内是醒不过来。搞定这一切，纯小白便换了一副大摇大摆的姿态，哼着小曲朝着山脉中心走去。路上他又把自己的计划优化了一下，现在时间有限，加上人才不足，不适合打劫群体目标，必须专门找那些领头羊下手。毕竟在这里寻宝，一般宝物都会放在领头羊的储物袋中。这不，刚走出没几步，他就听到前方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激烈打斗声，动静还不小，显然是在进行某种大战。他立刻收敛气息，悄咪咪地摸了过去，抬头一看，好家伙，200多号弟子，看服饰应该是同一个宗门，正将一个山谷的入口堵得严严实实。而在山谷之内，则有一头气息强悍的2阶巅峰妖兽铁背苍熊。这群家伙闲着没事干，跑来玩人多欺负熊少的把戏。不对，纯小白摇了摇头，这帮家伙可不像是闲得蛋疼的人。他直接打开通宝神眼，朝着山谷内望去。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了他一大跳。只见山谷正中央，赫然有一团浓郁的蓝色财气冲天而起。那蓝光如梦似幻，将山谷中的一个巨大水潭完全笼罩，晃得他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啧，发财了！蓝色财气啊！他长这么大，也就只在云火火那个疯女人身上见过一次。但他没有着急行动，因为那头铁背苍熊已经快被打烂了。他的目光在那200多号人里来回扫视，很快就锁定了这支队伍的首领，一个面色刚毅、眼神锐利的男子。此人修为在筑基中期，更关键的是，他身上冒着3米多高的绿色财气，是这群人里最亮眼的一个。3米多高的绿色财气，这显然是将队伍里所有收集的宝物都集中在他身上。像这种人，他之前跟方圆他们了解过，等这个任务结束，当队长的会直接拿走5成，其中还瞒报一些，里外里大概能收入7成，分出去的也就不到3成。说白了，这些领头羊就是仗着自己的身份和实力在压榨那些牛马。碰到本大王，算你倒霉。你们这些牛马也不用感谢我。纯小白目光一凝，盯着那个领头羊，就你了。他等待了不到半刻钟，那头皮开肉绽的铁背苍熊终于发出一声不甘的悲鸣，轰然倒地。
冲！那领头羊大手一挥，带着身后的手下便朝着山谷里冲了过去。纯小白正准备趁乱混进去，却见那些弟子刚冲进去没多久，就一个个鬼哭狼嚎，拖着重伤的身躯，乌泱泱的从山谷里逃了出来。他妈的，这水潭里有个4阶沙阵啊！纯小白直接傻眼了，难不成那不是宝物？他再次展开通宝神眼看去，发现那个中央的水潭依旧蓝光冲天，难不成是这个沙阵冒出的蓝光？不对，应该是沙阵下面是一个秘境。你妹的，竟然让老子碰到秘境了！这该不会是某个上古大能留下的洞府吧？他之前可是听青云宗那些内门弟子吹牛逼时提起过，这万妖山脉乃是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块福地，很多地方至今都未曾被探索过。要是真让他碰上一个上古大能的洞府，那可就……不过转念一想，他又有些看不上。毕竟寻常的修炼功法他修炼不了，那些所谓的上古宝物，历经几万年岁月，该生锈的早就生锈成一堆废铁了。现在他最缺的是灵石和灵药，先放一放。纯小白心里盘算着，如果时间充足再回来看看，眼下还是先把这头肥羊宰了再说。打定主意，纯小白目光一凝，脚下猛地踏出，踏天步，一步踏出，身形如鬼魅般缩地成寸，瞬间便插入了那群乱糟糟的弟子当中。再一个闪身，他便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那领头羊的身后，食指探出，精准地点在了那领头的王师兄后脖梗上。王师兄身体猛地一僵，下一秒就被纯小白一把扛在了肩上。紧接着，纯小白踩着那些慌乱弟子的肩膀后接一个缩地成寸，眨眼间便消失在了人群的尽头。那些劫后余生的弟子们刚刚从4阶沙阵的恐惧中回过神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看到了这匪夷所思的一幕，一个个全都愣在了原地。这是什么情况？不好！突然有人惊呼一声：“王师兄！王师兄被人抢走了！”什么？众人如梦初醒，纷纷抄起家伙，掉头就往谷外追去。快追！可等他们追出山谷，哪里还有半个人影？别说影子了，连一丝一毫的气息都捕捉不到。人群中，一个筑基中期的弟子好像抓到了什么机会站了出来，当即大喊道：“大家不要慌！现在王师兄被歹人掳走，暂由我代理队长。咱们这次的收获可全在他身上呢。”对！众人纷纷附和。你们刚才有没有看清那个人的样子？一个眼尖的弟子连忙站出来回忆道：“王师兄，我看到了，那人穿的是月白色的长袍。在我们这次联盟的几十个宗门里，有10来个宗门的服饰都是白色的，不过他那身袍子的料子看着是顶尖的，这点很好排查。我们分头去找，一定能找到。”妖兽山洞中，纯小白看着眼前那几乎要堵住洞口的一堆宝物，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果然，打劫的正确姿势就得逮着这种领头羊薅啊！这家伙也太有钱了吧！这一堆宝物里，光是1阶灵药就有上百株，2阶灵药30多株，这些应该就是他们这几天的全部收获。除此之外，还有500多瓶丹药，其中竟然有几十瓶是2阶丹药，显然是这家伙平时用来收买人心的。至于法器倒是不多，但灵石却不少，竟然有足足5万之多，这可比他之前辛辛苦苦忙活3天抢来的都多。只不过这是个啥？纯小白从宝物堆里扒拉出一个散发着腥臭气息的玩意儿，看着像个核桃，只是上面有一股难闻的骚味儿，还混杂着妖兽的气息。我去，这不会是妖兽内丹吧？他抬眼一看，发现地上竟然散落着100多颗这样的核桃。他可是听人说过，这妖丹不仅可以用来炼器，还能炼丹，并且很多丹药都需要妖丹作为药引，万金油般的存在。一颗1阶妖丹在方市里就能卖个300-500灵石，但2阶妖丹就贵得多了，少则1-2千，多则上万。此刻他盯着那堆核桃仔细分辨，发现其中竟然有5颗散发着微微光泽，这必然是一些货真价实的2阶妖丹。发财了！这还只是一只领头羊啊，这要是宰上个100只，那本大王他娘的岂不是富可敌宗了？纯小白美滋滋的将地上的宝物一股脑收进储物袋，随后站起身看了看洞穴里2座栩栩如生的雕像，一个是刚刚被他打晕的王胜，另一个则是只穿着大裤衩的流氓。不错，纯小白满意的点了点头。你们俩再等等，我这就去给你们找几个伴儿来。说着，他将新到手的储物袋往腰上一挂，3下5除2便把王师兄身上那套紫色宗门服饰给扒了下来，直接套在了自己身上。这套服饰虽然料子不如灵月宗，但款式一看就逼格满满，其宗门实力和地位绝对在青云宗之上。他摘下他的身份令牌看了看，上面有几个字，名为古月宗。他直接将这身份令牌往他腰间上一挂，随后拿出一面铜镜。虽然不是那么帅，但这气质很到位。纯小白对着一面水镜臭美的夸了自己一句，随后便背着手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山洞，继续去寻找下一只领头羊。他刚走出洞口，怀中的传讯符突然亮了起来，是方圆。
传讯府里，方圆传来消息，他发现一支小队刚从一个秘境出来，个个身受重伤，现在正躲在一个山洞里疗伤呢。刚从秘境出来，还个个重伤，这他娘的岂不是要发大财？纯小白嘴角一咧，直接朝着方圆给出的方向闪身而去。半个时辰后，他就在一处山坡后面找到了正贼头贼脑探查的方圆。老大，老大！方圆一见到纯小白，立刻迎了上来，抖着一身肥肉，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这伙人我可是盯了半天了，刚从秘境出来，身上的宝物肯定不少。不错不错，好样的！纯小白赞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随后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那是一片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山谷，但当他运转神识探去时，果然在一块巨石后面发现了端倪，那里有遮掩阵法的气息波动。好，纯小白搓了搓手，已经开始盘算收获了。方圆一看他这表情，立刻心领神会，眼睛眯成一个元宝的形状，谄媚道：“老大，那您先忙着，我去给您寻找下一波肥羊。”行，纯小白点了点头。这二当家是越来越上道了，不讲分成，只讲功劳。当然，纯小白这段时间可没亏待过他，只要这次再立大功，更不会亏待他们。纯小白悄咪咪地摸到那块巨石前，这块3万斤左右的巨石显然是被人刻意移动过，特意遮蔽洞口。不过他最不缺的就是力气，他当即腰马合一，双臂抱住巨石的一角，低喝一声：“走你！”5万斤的巨力爆发，这块巨石在他手中就跟一块泡沫一般，被他轻飘飘地抬起，又悄无声息地放在了一旁，露出了后面一块长满青苔的山壁。他用通宝神眼扫了一眼，发现这青苔山壁上只冒着淡淡的黄光，小康财气。我去，这几个家伙不会是几个穷鬼吧？这黄光显然只是个一阶遮掩阵法，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刚好他那门司天手的第18式到第36式是专门用来破解各种阵法的，一直没机会施展，这不就巧了？他直接伸出一根手指，默念口诀，对着那青苔山壁轻轻一点，下一秒，青苔山壁应声消失，露出了一个幽深的洞口。然后他就和山洞里的6个人大眼瞪小眼。只见洞口齐齐站着6人，为首的一名年轻男子正伸出手，看样子是准备解开阵法出去，刚好撞在了他脸上。你是谁？卧槽！纯小白被6道齐刷刷的目光吓了一跳，最关键的是，这6个家伙竟然清一色是筑基中期的修为。来不及多想，他身形一闪，直接冲了进去。封天指！眨眼之间，6声闷响接连响起，那6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尽数定在了原地，保持着大眼瞪小眼的姿势，动弹不得。好他妈险！纯小白喘了口气，暗自庆幸，这幸亏他有踏天步这种变态身法，不然被6个筑基中期堵在这里，搞不好要被群殴致死。不过缩地成寸的消耗极大，刚刚连续踏出6步，就直接消耗了他体内1/5的力量。这要是放在平时，他可不敢这么用，顶多突袭或者逃跑时用一下。在这种地方，必须时刻保证力量充沛，不然陷入包围圈，发现自己成了软脚虾，那可就彻底完犊子了。纯小白搓了搓手，嘴角一咧，开始仔细打量其眼前这6座雕像。这一看，他竟发现这6人来自6个不同的宗门，服饰各异。我去，还是个临时拼凑的联盟小队。他能看出来，这些家伙虽然表面看着没什么，但这6人气息浮躁，显然体内的伤势只是暂时稳住了，并没有痊愈。纯小白围着他们转了一圈，这些家伙这么着急离开干嘛？难不成是发现了自己？不大可能，真要是发现老子，早就抄家伙了。会不会是想立刻转移身上的宝物？想到这，他眼睛骤然一亮，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肯定是身上揣了超出自身实力的宝贝，怕被人惦记上，这才会这么火急火燎的想离开。念及此，纯小白眼中金光大盛，搓着手就直接上手了。他在6人腰间挨个一掏，便将6个储物袋尽数收入囊中，当场检查起来。可这不检查不要紧，一检查，他的脸直接黑成了锅底。这6个筑基中期弟子身上的财富加起来，竟然还不如一个炼气5层的外门弟子。每个人的储物袋里，除了2把黄阶上品的法器，就是一些零散的灵药和妖丹，除此之外，毛都没有一根。不对，不对，纯小白摇了摇头，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他们在秘境中把能消耗的东西全都消耗光了。他不死心的再次在6人身上仔细摸索起来，很快他就在那个领头男子怀里摸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储物袋。玄阶储物袋，我操，发财了！这还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摸到玄阶的储物袋。要知道这玩意儿少之又少，因为其内部空间至少要50立方，造价几乎能赶上储物戒指，很少有人会去专门打造这种不上不下的东西。纯小白迫不及待地打开袋口，往地上一倒，叮叮哐哐，东西瞬间倒了一地。只不过他捡起一把大刀，发现这刀灵气尽失，但材质却异常坚韧，是一件过了保质期地阶法器。他又拿起一杆长枪，虽然还残留着一丝灵性，但枪杆已经断了一截，
根本没法用。再拿起一件同样是灵性尽失，只剩下坚硬的材质。我去，不会就一堆破铜烂铁吧？他连续翻找了10几件，这些所谓的宝物，要么灵性全无，沦为炼器材料，要么就是残缺不全，根本派不上用场。不过他能断定，这些东西确实是从某个秘境里带出来的，而且那个秘境至少存在了万年之久，不然这些宝宝不可能放到灵性消失，而且还很可能当初那个秘境曾经历过一场惊天大战，导致这些法器大多损毁，最后被这几个倒霉蛋捡了便宜。就在纯小白准备将这堆破烂一锅端的时候，他忽然从里面翻出了一个长条形的食盒。他拿起食盒敲了敲，竟发出叮叮的金属脆响。原来是个上了锈的铁盒子，上面灰扑扑一层，像是石头条子。这应该是历经岁月洗刷长出的一层铁锈，只是长了一层铁锈，没有烂掉，那则说明这铁盒子的品质不低啊。他当即开启通宝神眼，一眼扫过去，铁盒之上蓝光冲天。纯小白呼吸一滞，连忙抱起这个灰不溜秋的盒子，又是抠又是掰，折腾了半天，却发现根本打不开。上锁了。他又抄起一把报废的地阶大刀，沿着盒子细密的缝隙撬了撬，结果刀刃都卷了，盒子依旧纹丝不动。他干脆坐下来仔细研究，这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铁盒，而是一个剑匣。只不过因为岁月侵蚀，剑匣表面凝结了一层厚厚的岩灰石壳，完全遮盖了它本来的模样。既然不是锁，那打不开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封印。嘿，玩封印是吧？纯小白嘴角一咧，直接运转司天手，一指点在了剑匣之上。嗡！一股无形之力瞬间覆盖整个剑匣，随即那剑匣猛地一颤，只听咔嚓一声，竟然裂开了一道缝隙。成了！纯小白大喜，直接将盒子往外一搬。突然，嗡！一股深邃的幽光猛地从盒中爆发，瞬间将整个洞穴染得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卧槽！烟雾弹！纯小白吓得一个哆嗦，本能的一个后撤步，直接来到了洞口，躲在那6人的身上，探着脑袋，警惕地盯着那团黑光。只见那团幽光在空中盘旋了片刻，又缓缓收缩，几个呼吸间便重新归于铁盒之中。他谨慎地打量了一下，发现这黑光似乎并没有什么伤害性。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摸了过去，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重新走到了铁盒旁边，低头看去，只见盒子内静静地躺着一柄6尺长的宝刀。宝刀身宽1尺，上面刻录着神秘的图腾纹路，刀口银光锃亮。只是吧，这把刀看着有点不太对劲，整个刀深黑雾缭绕，像是长了一层浓密的黑毛。纯小白啧啧称奇，伸手便将那把刀抓在了手中。下一刻，他整个身子猛地一沉，好重！他骇然发现，这把看着不起眼的刀，竟然至少有5000斤重。要知道，其他宝物放万年都成了废铜烂铁，但这把刀除了长出一层黑毛，无论是造型还是手感，都完全吊打他见过的任何法器。纯小白兴奋之下，随手一挥，一道凝实的漆黑刀气瞬间从刀身迸射而出，狠狠地斩在了对面的洞壁上。石屑纷飞，洞壁上被硬生生斩出一条深达1丈的恐怖口子，顶上碎石刷刷往下落。纯小白吓了一跳，好在只是些不稳定的碎石掉落，山洞并没有坍塌的迹象。他低头看着手中的大刀，眼神炙热。他能清楚地感觉到，握着这把刀，自己的实力至少增加了2倍。这一刀砍出去，即便是筑基后期的修士，都未必能扛得住。不过，这黑不溜秋的样子，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吓得一个机灵，手一抖，直接将大刀丢在了地上。纯小白退后几步，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地上的黑刀。别说，这玩意儿还真他娘的像黑风寨收集来的那些话本故事里讲的那种滔天魔头，浑身黑雾缭绕，邪恶至极的样子。虽然他没感觉到什么邪恶的气息，但这不断迸射的黑色幽光跟那黑雾绕体也没啥区别，确实让人心里瘆得慌。不过他也只是从话本故事里以及方圆那胖子嘴里听过几次所谓的魔头，说实话，他还没亲眼见过魔头长啥样。他可是知道魔这个字在修仙界是绝对的禁忌，属于人人得而诛之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这真是一件魔器，他要是提着这玩意儿到处晃悠，一旦被人发现，很可能就要被整个修仙界的人追杀。想到这里，纯小白直接腰一弯，将地上的黑刀给捡了起来。被人追杀算个屁，干这一行的哪个不是天天被人追杀？其实倒也不是他真的头铁到不怕死，而是他发现这件兵器拿在手上，总有一种血脉相连般的亲切感，让他不忍心就这么丢在地上。这一路走来，他缴获了几百件兵器，每一件拿在他手里都拖后腿，不仅发挥不出他的实力，反而给了他极大的限制。但这把刀不一样，握在手中，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实力直接提升了1倍。这意味着他的攻击力直接来了个加100。这妖牛逼的玩意儿，怎么可能放弃？管他是不是魔器。
纯小白心满意足地掂了掂手中的黑刀，再看眼前那6座雕像，顿时觉得顺眼多了。果然没有白来一趟，他能感觉到，光是这一把大刀的价值，就比他前面干的所有买卖加起来还要多上几倍。看在你们贡献这么大的份上，就给你们点优待，免得站久了腰酸背痛。这一高兴，纯小白大手一挥，直接将这6座雕像扛到山洞深处，挨个给他们摆成盘腿而坐的姿势。做完这一切，他又在6人身上打量了一番，顺手扒下其中一个蓝袍弟子身上的宗门服饰，往自己身上一套，对着铜镜一照，发现整个人的气质又是一变。等本大王当了先帝，收集3宫6院72妃，这不轻轻松松？搞定完这一切，纯小白将所有物品一股脑塞进储物袋，又将所有物品放入那个玄阶储物袋中，随后往腰间一挂，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山洞。临走前，他在洞口拍了一张2阶平地符，将洞口彻底封死，这才心满意足地再次开启了他的巡山之旅。刚走出去没多远，又让他撞上了一支小队，故技重施，一个闪身绕到领头那人身后，将其定住，直接扛走，回到山洞洗劫一空。清点完战利品，除了各种法器，又增加了3万灵石和上百株灵药。接着他又换了几个方向，用同样的手法扛走了4个领头羊，储物袋里的灵石再次增加了5万，灵药也多了80多株。搜刮完这几只肥羊，纯小白拍了拍屁股，继续巡山。只是这一天过去，他发现除了方圆之外，其他那些被他收编的家伙竟没有一个传来消息。他边走边嘀咕，不是亲手培养的亲信，果然不靠谱。他正这么想着，迎面突然撞上了一群人。这群人总共20来个，由一名筑基初期的弟子带队。纯小白一看这架势，瞬间就没了兴趣。可那领头弟子却快步走了过来，看着纯小白身上那套蓝袍，疑惑地道：“咦，这位是霸天宗的师兄？”纯小白一愣，朝自己身后看了看，发现没人，这才反应过来，对方说的是自己。也是，之前换了这身衣服，就一直没脱下来。他当即咧嘴一笑，冲着眼前这些人拱了拱手：“幸会，幸会。”那些人见他这么客气，先是一愣，随即都谄媚地围了上来：“这位师兄，您怎么会在这里？什么意思啊？我为何不能在此？”纯小白疑惑地问道。“不，师兄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那领头弟子连忙解释：“是这样的，我们联盟大军已经在前面跟天煞谷的人打起来了，霸天宗的师兄们此刻都在前线主持大局，所以我们看到您单独一人，有些好奇。”“对，就是好奇。”旁边的人也拼命点头附和。纯小白瞬间明白了过来，看来这霸天宗的地位不低啊，竟然都是领头羊级别的人物。那之前被他打劫的6个家伙，搞不好也都是些顶尖宗门的弟子，私自跑出来撞外快，结果让方圆给撞上了。他眼珠一转，立刻开口道：“我是刚刚追击一个天煞谷的弟子，追到这里来，结果让他给跑了。”原来如此。那领头弟子点了点头，随即像是想起了什么，紧张兮兮地凑过来，压低声音道：“这位师兄，您可要小心一点，这片地界最近出了一个变态。”“纯小白一愣，变态？”那位弟子继续道：“听说那家伙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专门抢男弟子。好在他不伤人性命，我们跟宗门确认过，那些师宗师兄的魂牌都还好好的，不过那人却是一个特殊爱好者。”“特殊爱好者？”这话直接把纯小白给搞懵了，啥意思？那位弟子见他不解，又凑到他耳边，用更低的声音说道：“就是龙阳之好。您想啊，他专门抢我们联盟军里实力高强，人又长得标致的队长，全是男的弟子，还不伤人性命，这什么意思？您还不懂吗？”纯小白老脸一抽，差点一巴掌呼过去：“这他妈说的不是老子吗？不过师兄现在不用太担心了。”那弟子又神秘兮兮地说道：“因为已经有10来个宗门的队长被那人抢走，上头震怒，已经下发了通缉令，让我们务必找出这个隐藏在我们联盟军中的变态，交给正道联盟发落。听说还有重赏。”纯小白心中一紧，这事儿都捅到正道联盟去了。幸亏碰上这几个碎嘴的，不然自己还被蒙在鼓里。这要是真被人带到，那可就麻烦大了。不过眼前最要紧的是得赶紧找几个女肥羊，给自己正一下名，不然这名声要是传出去了，他以后还怎么在道上混？这山大王还怎么当？纯小白又和那领头的弟子寒暄了几句，套出不少前面的信息。双方有实力的弟子一直冲在了最前头，也就是说，所有的土豪现在全都集中在了一起，正准备火拼。也就是说，联盟这边的弟子已经将能去的地方、能收集的宝物全都扫荡了一遍，现在所有人都把目光盯上了天煞谷。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个极其中肯的消息：天煞谷的弟子是从北面一路扫荡过来的，如今才在这中心区域和联盟大军碰头，这说明他们身上收集的灵药和妖丹绝对是个天文数字。毕竟这万灵山脉本就是天煞谷的地盘，他们手中必然有地图，能找到更多不为人知的宝地，也能去到他们不能去的险地探索。因此
他们手里的好东西只会比联盟弟子更多。发财！想到这里，纯小白的嘴角直接咧到了后脑勺，脚步也不自觉地加快，时不时就来个缩地成寸，朝着中心决战的急速而去。就这样，他向着中心区域一路疾行了2000里，途中又顺手开辟了一个根据地，往山洞里塞了5头新抓的肥羊。再次入账150株灵药和3万灵石，唯一让他难受的是，依旧没碰到一个女的。这直接导致他变态的名头更加响亮，在联盟弟子中的悬赏金竟然直接飙到了20万灵石。许多弟子甚至放弃了猎杀天煞谷弟子换取积分，转而将目光放在了他这个变态身上。这下纯小白不能再耽搁了。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再让这悬赏加上去，搞不好所有人的枪口都要对准他了，那可就不利于他发家致富了。就在他距离中心战圈只剩3000里的时候，怀中的传讯符突然亮起，是吴亮发来的消息。吴亮说他发现了一个100人队伍，正躲在一个山谷里休整。你妹的，一个100人队伍，你也好意思来麻烦老子？吃惯了肥肉，他现在是真看不上这些寡淡的羊汤了。不过他还是回了个讯息，让吴亮盯紧了。这也算是这个家伙勉强通过了自己的第一道考验，至少没拿钱跑路。如果他接下来能再办几件漂亮事，倒也可以给他个机会，加入黑风寨考核队列中。当距离中心区域只剩2000里时，他又收到一条讯息，这次是赵刚发来的，说他发现了一处秘境，有20多个弟子偷偷摸摸地钻了进去，他现在正守在秘境门口。秘境？如果是之前，纯小白或许不会太感兴趣，但自从得了这把特效拉满的大黑刀，他的心思就活泛了起来。万一能再搞到一件同品阶甚至更牛逼的武器呢？那可就不是发财，而是发横财。想到这里，纯小白当即决定绕个路，先去那秘境探一探再说。敲定主意后，纯小白立刻调转方向，朝着赵刚指定的地点急速而去。1个时辰后，他来到了一片连绵的山脉，神识扫过，方圆20里渺无人烟，只有一头打瞌睡的2阶妖兽。纯小白继续前行，但心里却隐隐感觉不太对劲。自己在这山里晃荡这么多天，都没碰到几个探查秘境的队伍，赵刚这小子2天不到，怎么就碰上了一个？不过他也没多想，无论这小子有没有看错，他都得去看一看。万一撞上大运，那可是彻底的一波肥。很快，赵刚的影子就出现在他神识中。此刻，那小子正鬼鬼祟祟地躲在一棵大树后，目光中带着些许紧张，不停地打量着四周，还时不时地回头看了一下是不是前面那个悬崖。纯小白当即收敛气息，悄无声息地摸到他身后，一巴掌拍在他肩头上。啪！啊！赵刚被吓得嗷一嗓子就叫了出来，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间来回激荡。啊！这一嗓子直接把纯小白给搞愣了。你妹的，一个大老爷们怎么比娘们还胆小？哎呀，原来是大王！大王您来了，可吓死我了！赵刚拍着胸脯，惊魂未定地看了一眼悬崖，随后赶紧拉着纯小白躲回大树后，才小心翼翼地说道：大王，我之前发现一个队伍，一路跟踪到这里，亲眼看到他们进了悬崖就不见了，然后就冒出了一股阵法的气息。下面估计是有个什么洞府秘境。我去，真有秘境！纯小白赶紧开启通宝神眼，朝着悬崖那边看去，发现并没什么动静，只有一片蒙蒙的灰白之气。不过他也没在意，他的通宝神眼好用是好用，但一旦有物体遮挡，就会被表层物体的财气挡住。这悬崖在他眼中就是灰白之气，代表着普通山石，如果悬崖底下真有什么宝物，他自然是看不见。走去看看。好，赵刚点了点头，只是在纯小白转身的瞬间，他眼中闪过一抹阴狠，悄悄跟了上去。纯小白小心翼翼地来到悬崖边，探头向下看去，顿时脸色一黑，视线依旧灰蒙蒙一片，毫无财气可言。难道是超出距离了？我去，这悬崖这么深的吗？就在他疑惑的瞬间，他忽然感觉后背猛地一沉，被人狠狠推了一把。他猛地侧过头，只见赵刚双手灵力爆射，正死死地对在自己后背脊梁上。纯小白皱眉道：你这是干啥？赵刚愣住了，这家伙怎么跟一座山一样？他咬紧牙关，再次加大力道往前猛推，可纯小白依旧保持着那个猫腰探头的动作，纹丝不动。赵刚这孤注一掷的举动，让纯小白瞬间反应了过来，这小子是想把自己推下去摔死，好洗劫身上的宝物。嗡！纯小白的脸色猛然一沉，一股滔天杀意从他体内轰然迸发而出。赵刚在感受到这股杀意的瞬间，心中咯噔一下，整个人如坠冰窟，亡魂大冒，牙齿都开始打颤。这股杀意凝若实质，连周围的空气都泛起了涟漪。他到底是什么人？即便是宗门里那些征战沙场、杀人如麻的长老，甚至是宗主，身上都没有如此恐怖的杀气。找死！纯小白缓缓转过身，一把掐住赵刚的脖子，双目瞬间通红。老子不计前嫌，不顾你们背后捅刀子，收你们当小弟，
带你们发财。你他妈的竟然敢图老子命，真当我纯小白是好欺负的是吧？赵刚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拼命挣扎。没有，大王，咔嚓！不等他说完，纯小白眼中寒光一闪，五指猛然收紧。赵刚的脖子发出一声脆响，脑袋一歪，瞬间没了气息。纯小白就这么举着赵刚的尸体在悬崖边站了许久，才猛地一甩手，将他丢下了万丈深渊。你妈的个巴子！这是他出道以来，包括在黑风寨的时候，第一次被人背叛。呼！纯小白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整个人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冷静。这一刻，他忽然意识到，修仙界跟他那座黑风寨完全不一样。在黑风寨，赏个2两银子，那帮兄弟都能热乎好几天。而这修仙界的人，就像喂不饱的狼，根本就养不熟。跟着自己赚了这么多钱，就算不感恩戴德，至少也不该被赐谋命吧。可这个家伙却见钱眼开，竟然惦记上了他的命。出来吧！纯小白忽然冲着远处的一棵大树后冷冷开口。话音刚落，3道人影猛地从树后窜出，朝着3个不同的方向急速逃窜。纯小白面无表情，一步踏出，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直接出现在一人身后，简简单单的一拳轰出。砰！那人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整个身体便爆成了一团血雾。紧接着，他身形一转，再次出现在另一个方向，又是朴实无华的一拳轰出。刚才的一幕再度上演，那个人影来不及回头，就爆成一团血雾。紧接着，纯小白身形再次一闪。最后一个弟子见状，吓得魂飞魄散，当即在空中一个急刹，停在纯小白前方1丈的位置，直接往地上一跪，疯狂磕头：“大王，大王饶命啊！这不关我的事，都是赵刚出的主意。他说只要把您推下悬崖，就算摔不死也会被。”不等他说完，纯小白隔空一拳探出，一道无形的拳劲瞬间洞穿了他的胸口。砰！又是一团血雾在空中爆开。纯小白身形一闪，再次回到了悬崖边，仿佛刚刚只是碾死了4只碍眼的蚂蚁。他平时不喜见血，不代表他手软，正相反，他手上沾过的鲜血早已多到数不清，多到了他早已习惯。想当年，朝廷10万大军围剿黑风寨，他凭一己之力，一人一刀，硬是让那10万官兵上不得山。最后，那些官兵竟丧心病狂地拿山下的无辜百姓来威胁他。他一人一刀，在敌阵中杀了3个3进3出，亲手斩下3万颗头颅，硬生生将那些官兵杀得胆寒，杀得溃不成军。原本他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做个山大王，可偏偏有些不长眼的家伙自己凑上来找死，那他只好成全他们。甩开心中的杂念，纯小白再次将目光投向脚下的悬崖。虽然这只是赵刚设下的一个圈套，但他却敏锐地察觉到，这悬崖确实有些不同寻常。灰蒙蒙一片，代表着他的通宝神眼没有看到底。他用神眼观测距离，大概在5里多一点，也就是3000米。这也就是说，这悬崖的深度竟然超过了3000米，深达3000米，这可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悬崖了。据他所知，超过1000米的深谷便可称之为渊，而这深不见底的巨渊，搞不好几万年来都无人踏足。想到这里，纯小白心中的那点不快瞬间烟消云散。他眯起眼睛，仔细打量着深渊。你妹的，这下面搞不好真有什么重宝！一想到重宝这2个字，那点被人背叛的不快立刻被纯小白抛到了九霄云外，双眼直冒金光。几万年没人下去过的地方，这要是让他找到一件宝物，那还能是一般的货色？不过几万年没人下去，也代表着其危险程度绝对不是一般的高。万一自己冒冒失失的跳下去，结果上不来了怎么办？想到这里，纯小白又有些心悸。他虽然莽，但并不傻。不行，不能急。他干脆在悬崖边上一屁股坐下，仔细琢磨起来。忽然，他眼睛一亮，猛地站起身，目光投向了万灵山脉的中心区域。有了，既然自己不能冒险去探，那可以让别人来探吗？纯小白嘴角一咧，拍了拍屁股，转身就朝着万灵山中心区域跑去。他刚跑出去几百里，便迎面遇到了一队弟子。只不过这些弟子个个拖着伤体，衣衫褴褛，显然是在前线吃了败仗退下来的残兵。纯小白没有选择对这些家伙下手，毕竟都是可怜人，他这行有这行的规矩，只抢该抢之人，不开穷人的章。就算对方背着一座金山，只要是落魄的可怜人，那也不能坏了规矩。他上前打听了一下前线的信息，便继续往前走。只不过这次他的速度没有之前那么快了，因为他从这些家伙口中得知，对面天煞谷的弟子一个个猛得不像话，打得联盟这边节节败退，已经有数万名弟子被打残，狼狈地退出了中心区域。形势不妙，他决定还是慢一点好。万一这一头扎进去，直接被对面天煞谷的大军给包了饺子，那可就得不偿失了。路上他又遇到了不少残兵，3、5成群，相互搀扶着往外退。他照例上去打听消息，
得到的答案却让他心头一沉。被打散了，都散了。纯小白当即停下了脚步，直接被打散了，那就是说他们正道联盟这边已经大败了。正道联盟这边这么菜的吗？上百个宗门联合起来打一个天煞谷，结果还让人家给撵得满山跑，这修仙的姿势不对吧？纯小白一屁股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低头思索着对策。就在这时，他身后猛地传来一声暴喝：“那个谁，你过来！”他回头一看，只见5名气势凌人的联盟弟子正朝他走来，个个手持法器，灵光闪烁，迅速将他围在了中间。为首的那个蓝袍弟子上下打量了纯小白一番，最后直接开口道：“跟我走，前线告急！你小子还敢在这里闲逛？”纯小白一愣，本大王这是被抓壮丁了？见纯小白坐在石头上一动不动，非常不给面子，那领头弟子眉头一横，直接上前一步，嘴里的说辞也瞬间变了味。好啊，竟然临阵脱逃，躲在这里，跟我们走一趟！你妹的，还敢诬陷老子！纯小白脸色瞬间一黑，脚尖在石头上轻轻一点，整个人拖着一道残影，从这5人之间的缝隙中穿插而过。下一秒，5个人的动作全部僵在原地，脸上还凝固着来不及收敛的贪婪之色。显然，这几个家伙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除了抓壮丁，还是打着杀人夺宝的主意。纯小白拍了拍手，环顾一圈，见附近并无他人，他直接就地取材，拿出大刀，在地上挖出了一个大坑，像滴溜小鸡一样，将这5个僵直的家伙一个个的拎起来，扔进坑里，顺手把他们身上的储物袋全部一摘。像你们这种人的钱，老子花的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纯小白撇了撇嘴，随即身形一跃，跳出地洞，随手掏出一张符箓，往洞口一贴，那洞口瞬间被一层阴影笼罩，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做完这一切，他头也不回，扬长而去。原本他还准备再忍一手，观察观察情况，可这几个不长眼的家伙倒是给了他一个答案：浑水摸鱼。这些家伙跑来抓壮丁，就是专门找那些看上去年纪小、修为低、不想上战场的弟子，逼着人家掏钱买命。他虽然不屑于赚这种断子绝孙的买命钱，但话又说回来，这水越浑，鱼才越好摸。如果两军还在对垒，壁垒分明，反而不利于他行动。现在正道联盟被冲散了，漫山遍野都是乱窜的弟子和追杀的天煞谷成员，那不就是等于把钱送到他嘴边吗？纯小白打定主意，不再耽搁，直接朝着万灵山的中心区域全速而去。虽说是中心区域，但这面积可不小。这一路走来，通过打听和他自己的判断，他发现这万灵山脉的地势其实是由几条巨大的蜿蜒的山脉圈起来的。越往中心，地势越平坦，资源也越丰富。这所谓的中心区域根本就不是按地理划分，而是按资源的丰厚程度来划分的。当然，机遇也伴随着危险，外围顶多也就一些1阶、2阶的妖兽，但这中心区域就不一样了，如果不刻意避开，很容易就会撞上3阶甚至是4阶的大妖。咔嚓咔嚓咔嚓，纯小白正跑着，突然听到前方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像是某种机械转动的声音。他赶紧停下脚步，将神识小心翼翼地向前探去，赫然发现一个庞然大物正朝着他的方向急速靠近。那玩意儿足有3丈高，是个巨大的人形，通体泛着金属的幽光。这是机器人？你妹的，这是傀儡！纯小白非但不怕，反而眼睛一亮。他可是听说过天煞谷就是以傀儡术起家，正道联盟之所以忌惮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宗门那些强悍的傀儡兽。这次抢占万灵山脉，说白了也只是为了削弱天煞谷的实力罢了。要是能弄到一个傀儡兽带回去，岂不美哉？纯小白想到这里，顿时双眼冒金光，他赶紧身形一闪，躲进了一片茂密的树林。然而那个巨大的傀儡竟也跟着身形一闪，径直朝着他藏身的方向撵了过来。卧槽，这傀儡有点东西啊，竟然直接给本大王锁定了。纯小白不敢大意，赶紧运转踏影千寻，将自身的气息与身形彻底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之中，悄无声息地攀上了一棵参天大树。那傀儡猛地一下失去了锁定的目标，突然僵在了原地。片刻后，那巨大的人形傀儡脑袋上咔嚓一声，竟然打开了一个盖子。紧接着，一个年轻的身影从傀儡的脑袋顶上跳了出来，他疑惑地环顾四周，喃喃自语：不对啊，刚才明明已经被我的寻踪傀儡锁定了，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哎呀，100积分就这么没了。那弟子一脸懊恼。纯小白趴在树干上，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动手。他先是放开神识，细细排查了一下周边情况。方圆20里内，除了几个正被这种傀儡追得满地乱窜的联盟弟子外，再没有其他人注意到这里。我去，这联盟也太菜了吧！纯小白实在忍不住了，这简直是欺人太甚。自己虽然是来发财的，但好歹也挂着正道的名头，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这帮邪门歪道如此嚣张？随后，他的目光又落回到了那具巨大的傀儡之上，越看越是满意。这个要是弄过来，往后山头上说不定就能搞出一支傀儡大军出来。这要是拉出去，
谁挡得住？先不说这玩意儿的战斗力怎么样，光是这气派，还能当得坐骑，简直不要太拉风。想到这里，纯小白双眼直冒金光，当即找准时机，脚下猛地一动，他整个人如同一只闪电豹，从树上一跃而下，随即施展缩的成寸，身形一闪，便出现在那年轻弟子身前。然而，那弟子嘴角却勾起一抹冷笑，他身下的傀儡战甲突然炫光大盛，一个半透明的护盾瞬间浮现，直接将纯小白这势在必得的一击格挡开来。卧槽，这小子有诈！纯小白眼神一凛，偷袭不成，直接转为强攻，一拳狠狠轰出。轰！那足有3丈之高的傀儡，竟被他这一拳直接轰出了10几丈远，一路上接连撞断了10几棵参天大树，才勉强停稳身形。傀儡上面那名弟子脸色瞬间大变，这家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他赶紧手忙脚乱地缩回傀儡中，头顶的盖子砰的一声猛然盖上。然而，正当他准备操控傀儡发起反击时，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宝贝战魁竟然直接抛锚了。纯小白也没有贸然上前，毕竟对这玩意儿他也不太了解。他站在原地观察了一下，发现那大家伙愣在那里一动不动。怎么回事？你妹的，不会被我一拳给打烂了吧？这质量好像也不太行啊。他脸色一黑，赶紧跑上前去，凑近了才发现那层金光护盾已经消失不见了。纯小白纵身一跃，直接跳到那傀儡的肩膀上，发现这家伙依旧没有任何反应。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大家伙，这玩意儿不就是一个大号版的变形金刚吗？只不过做工看着有些粗糙而已。这到底是哪个天才捣鼓出来的？行了行了，你已经被本大王包围了，赶紧出来投降，饶你不死！纯小白双手抱在胸前，用脚踢了踢身下这傀儡脑袋顶上的盖子。然而里面的弟子却丝毫不慌，他这可是玄阶战魁，防御能力比攻击能力还要出色，就算是筑基巅峰的修士来了，没有地阶法器也别想破开。现在他只需要拖延时间，等到同门弟子前来支援就行了。他直接开口嘲讽道：“菜鸡，不想死的话，我劝你赶紧滚！”我去！纯小白听到菜鸡这2个字，脸瞬间就黑了。你妹的，这不一直是老子的口头禅吗？怎么这个鳖孙也学会了？你小子确定不出来？哈哈！傀儡脑袋里传出那弟子嚣张的大笑声。咋地？有本事你咬我啊！来啊！卧槽！反了你了！纯小白实在忍不了了，直接蹲下身，在这脑壳盖子上用力敲了敲，发现这玩意儿的质量确实过硬，材质强度恐怕已经达到了玄阶下品法器的级别。当然，他能一拳打废这傀儡，自然也能把它强行拆了。不过，这要是真给拆成一堆废铁，那今天可就白忙活一场了，属实有些浪费。来打我腮，来打我仨！纯小白听到里边的嚣张的声音，浑身不得劲儿。他抓耳挠腮的琢磨一下，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司天手。这门功法可是专门用来破解阵法的，只不过这傀儡算不算阵法？他对傀儡这玩意儿着实不太了解。不过转念一想，这个世界可没有什么电路板，这大家伙能动起来，全得靠阵法来调动灵力。想到这里，纯小白决定先试一试。好，那本大王就满足你这个变态的要求。心念一动，他直接运转起司天手。当他的手掌刚刚落在傀儡的盖子上时，果不其然，他立刻就清晰地感知到了傀儡内部阵法运转的线路以及每一个灵力节点。我去，果然可以！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瞬间找到了这具傀儡突然抛锚的原因，正是他刚才那一拳，直接把这傀儡最核心的操纵阵法给打崩了一部分。纯小白脸上一喜，随后顺着阵法脉络，直接找到了开启这个龟壳子的阵法枢纽，指尖凝聚出一道旋力，轻轻一点，那盖子上金光一闪，随即便瞬间暗淡了下去。他伸出手，在那盖子上一扒拉，咔嚓一声，厚重的金属盖子直接被他揭开，随即便看到了一张嚣张跋扈的年轻面孔，正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哈哈！纯小白见状也嚣张地大笑起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那弟子当场傻眼了，这不可能！傀儡术是我天煞谷的不传之秘，你怎么能打开我的战魁？我去，你这是看不起本大王吗？纯小白一把抓住那弟子的衣领，像是拔萝卜一样，直接将他从傀儡的脑壳里拽了出来。那弟子挣扎了几下，发现自己就像被焊死在对方手上一样，根本动弹不得。他立刻意识到，这家伙哪是一个筑基巅峰弟子，当即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脸。没有，大哥，我这是敬佩，对，就是敬佩。滚犊子！刚才本大王可是听得清清楚楚，你说让我打你？纯小白说着，直接扬起砂锅大的拳头，一拳就砸了过去。砰！一声闷响，那弟子瞬间被砸成了一个熊猫眼。啊！错了，大哥，我错了。那弟子捂着眼睛，连连求饶。我从小就爱吹牛，从小就嘴欠。嘴欠？纯小白又瞥了一眼他那张嘴，你妹的，是挺欠的。
那名弟子看着纯小白不怀好意的眼神，顿时大感不妙。自己在这些正道弟子眼中可是魔修，现在落在他手里，搞不好真要被当作魔修虐待致死。他眼珠一转，急忙说道：“大哥，你看我这傀儡怎么样？您要是喜欢，就送给您了。”纯小白正准备再给他来一下的拳头瞬间停住，随后嘴角一咧，直接抓住他的手，使劲握了握。兄弟，那真是太感谢你了。那弟子这才长舒了一口气。纯小白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拍了拍他的肩头，兄台贵姓？大哥，我叫嚣张。随后道：“我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嚣张？纯小白上下打量了他一下，随后夸赞道：“这个名字确实非你莫属。”那弟子赶紧点头哈腰：“大哥，那我可以走了吗？”等一下。纯小白指了指脚下巨大的傀儡，先告诉我这玩意儿怎么用。那弟子没有丝毫犹豫，赶紧从怀里掏出一个阵盘递了过去。大哥，这个是操纵战魁的阵盘，滴血认主，再用心神沟通就可以了。这么简单？纯小白接过阵盘，当即就试着沟通了一下，却发现毫无反应。咦，这个怎么不行？那弟子看他一脸疑惑，当即一愣，这个家伙难道不知道需要认主？他眼中当即金光一闪，像是想到了什么，立刻忽悠道：“大哥，你得进去，进到里面才能跟阵盘建立联系。”纯小白半信半疑的点了点头，朝着傀儡脑壳里的驾驶室看了一眼，没有犹豫，直接跳了进去。这驾驶室的空间还不小，主要有3立方，整个人躺进去都绰绰有余。可他前脚刚坐下，头顶的盖子就砰的一声猛然合上了。你妹的，江湖险恶啊！纯小白赶紧去推，发现盖子已经被从外面锁死。真当老子脾气好是吧？他再次运转四天手，指尖精准地点在盖子内部的阵法节点上，随后猛地往外一顶，直接连人带盖一起窜了出来。他刚一出来，就看见那名叫嚣张的弟子正撒丫子狂奔。原本还想优待俘虏，你倒是故意找抽是吧？纯小白眉头一横，直接一个缩地成寸，瞬间就出现在嚣张身前。砰！嚣张一头撞在纯小白的胸口上，当即吓得亡魂大冒。大哥，我就是想跟你开个玩笑，我就是来满足你一个愿望。话音未落，纯小白直接把他按在地上，一阵疯狂摩擦。只不过眨眼的功夫，就把他打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猪头。怎么样，这个愿望美不美好？嚣张此刻只觉得满眼金星，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地方。他刚缓过劲儿，眼前勉强能看清东西，就见纯小白正呲着大白牙盯着自己，露出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他赶紧连连点头：“美好，太美好了！说谢谢，谢谢大哥。”嚣张疯狂点头，随后纯小白像滴溜小鸡一样，直接将他提了起来，一个纵身再次跳到那战魁的脑袋顶上。给老子老实交代，这玩意儿到底怎么用？嚣张只好老老实实的解释起来。他发现纯小白这个人处处透着古怪，这傀儡术可是他们天煞谷的不传之秘，可这家伙竟然在没有阵盘的情况下就能轻易打开战魁的盖子，偏偏又不知道这操纵阵盘该怎么用。解释完后，看着纯小白眼中爆闪的金光，嚣张才确定这家伙是真不知道这阵盘怎么用。那他又是怎么随意打开这傀儡盖子的？纯小白低头打量着手上的阵盘，巴掌大小，上面符文密布，构造倒是十分精妙。只要打上神识烙印就能操纵。纯小白直接放开神识，果然在阵盘的核心处找到了一个烙印，那烙印的气息显然就是嚣张的。大哥，这个必须要打上自己的神识烙印才能操纵，我可以代替你。然而还不等嚣张说完，纯小白已经直接运转自己的神识，朝着那个烙印覆盖而去。他的神识碰到嚣张的神识烙印，就像强力去污剂遇上了一块顽固的污渍，连挣扎一下的机会都没有，瞬间就被抹得一干二净。噗！不远处的嚣张当即遭到反噬，猛地喷出一口老血，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就在刚才那一瞬间，他发现自己跟心爱的战魁彻底失去了联系。他竟然强行抹去了我的神识烙印，直接认主了。这怎么可能？要知道，想要强行抹去一个人的神识烙印，神识强度至少要比对方高出一个大境界才行。自己可是筑基初期，难不成这个家伙是个金丹期的老怪物？想到这里，他身心俱震，彻底完了。原本还想着找机会逃走，这下彻底麻烦了，自己马上就要变成他口袋里的积分了。咦，你怎么了？纯小白看着他嘴角挂着血丝的样子，好奇地问道。没事。嚣张赶紧摇了摇头。他哪敢说自己是故意不告诉他可以抹除神识烙，这要是说出来，搞不好又是一顿毒打。没事就好。纯小白点了点头，随手一指点在嚣张胸口。嚣张瞬间僵在原地，动弹不得。纯小白一脚将他踹进傀儡的脑壳里，随后他也跟着钻了进去，拿起操纵阵盘，兴致勃勃地探出一丝神识沟通阵盘。然而那巨大的傀儡
只是轻轻晃了晃，便再无动静。对了，核心阵法被我给打坏了。你妹的！纯小白看了一眼身旁邦邦硬的嚣张，想让他修复一下，但转念又想到了自己的司天手，既然能感知到阵法纹路，说不定自己也能修。想到这，他直接钻出驾驶室，运转起司天手，围着这战魁仔仔细细地转了一圈。很快，他就找到了被自己一拳打崩的那几个阵法节点。阵法一道，他也有所了解。这一道跟炼丹同小异，都需要一定的天赋。炼丹师对控火术要求极高，而阵法师则需要对那繁杂如星辰的阵图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和记忆力。但归根结底，这几样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神魂之力的要求极高，天赋异禀之辈方能有所成就。而他纯小白最不缺的就是神魂之力，如今他的神魂可是堪比筑基巅峰的存在。纯小白直接找到那几个破损的阵法节点，用神石牢牢锁定，随后从储物袋里掏出几颗灵石，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灵气，牵引着那断裂的阵法纹路缓缓连接。只是眨眼间，他就将一道淡去的纹路重新连接上了。我去，本大王果然是个天才，他原本以为会很费力，却没想到竟然如此轻松。随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将所有断裂的节点全部一一连接起来，最后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任何疏漏之后，他才再次钻进驾驶室，立刻用神识沟通阵盘，下达了一个起跳的命令。轰隆！那3丈之高的战魁猛地冲天而起，一蹦就是10几丈，又重重地砸在100丈开外的一处空地上，砸得尘土飞扬，地面都为之震颤。驾驶室里，嚣张那邦邦硬硬脑袋咚的一声，狠狠磕在坚硬的金属内壁上，当即就起了一个大包。哈哈，本大王果然是个天才。纯小白的嘴角直接咧到了后脑勺，随即再次下达命令，操控着这崭新的大玩具，朝着万灵山脉的中心区域奔腾而去。他操控着战魁，刚奔出不到20里地，正巧就撞上了一群被冲散的正道联盟弟子。那些弟子看到这个钢铁大家伙轰隆隆的冲过来，先是一愣，随即吓得亡魂大冒，唰的一声朝着四面八方奔逃而去。快跑！是天煞谷的战魁啊！驾驶舱中的纯小白透过观察口看到这一幕，当场愣住。这本大王还准备问个路呢，这也太怂了吧！纯小白撇了撇嘴，也懒得去追，继续操控着战魁朝着前方奔跑。可当他在跑出20里地的时候，这战魁的脚步突然一顿，直接定在了原地。他用神识沟通了一下阵盘，发现这大家伙完全不听使唤了。这是怎么回事？纯小白直钻出驾驶室，四下看了一圈，没发现踩到什么禁锢阵法。他又跳下战魁，施展司天手，仔仔细细地探查了一遍傀儡的阵法节点，也没发现有任何损坏。一时间，纯小白有些摸不着头脑了，他只好又跑回驾驶室，一指点在嚣张的胸口，解开了他的穴道。啊！嚣张猛地惨叫一声，捂着脑袋后面那个大包，一脸惊恐地看着纯小白。大哥，大哥，您就放过我吧，我这最大的宝物都给您了。少废话！纯小白瞪着他，告诉我这个战魁怎么不动了？嚣张愣了愣，他原本以为这家伙多少精通傀儡术，现在看来他是真的的的确确完全不会啊。可自己的战魁他又是怎么修好的？但注意到纯小白那要吃人的目光，他又甩开思绪，小心翼翼地解释道：大哥，任何傀儡都需要能量补给，我这尊属于玄阶下品战魁，每个时辰需要消耗1000灵石，我之前在里面放了2000灵石，现在应该是消耗完了。说着，他指了指纯小白屁股底下那个大铁盒子。纯小白闻言也愣住了，你妹的，我怎么把能量守恒定律这茬给忘了？这么大的个头，不吃东西怎么动弹？不过每个时辰1000灵石，这玩意儿也太费钱了吧。行了行了，知道了。纯小白不耐烦的再次一指点在嚣张的胸口，又把他定住，随手往旁边一扔，起身打开那个铁盒子，发现里面果然是空空如也。他只能一脸肉痛的从储物袋里数出2000灵石扔了进去，随后再次运转神识沟通阵盘，果然命令刚一下达，战魁就猛地窜了出去。可刚窜出几十米，迎面突然冲来一具一模一样的战魁。那具战魁吭哧吭哧的跑到近前，随后停了下来，脑壳上的盖子咔嚓一声揭开，里面钻出一个天煞谷的弟子。那弟子看都没看驾驶室里面，立刻冲着纯小白的傀儡喊道：师弟，快去那边，有5000多正道联盟的弟子正朝着那边逃窜，上面吩咐了，让我们立刻包抄过去。纯小白透过驾驶室的缝隙打量着对面那具战魁，他发现对面那家伙竟然比自己的个头要大上一整圈，通体色泽也更加深沉，关节处的金属光泽内敛而厚重，一看就知是一个更高级的傀儡。他这是什么品质？纯小白看了看，没有分析出是什么品质。不过他这个是玄阶下品，那对面那个恐怕至少也是玄阶中品。
一想到别人的战魁比自己的等级高，纯小白心里瞬间就不平衡了。你妹的！以本大王如今的身份，居然只配用一个下品，这传出去岂不是丢人现眼？他回头瞥了眼角落里邦邦硬的嚣张，发现这家伙的身材跟自己相仿，眼珠一转，他直接起身，3下5除2就将嚣张身上那身紫色的天煞谷道袍给扒了下来，飞速往自己身上一套，对着战魁内壁一块光亮的金属照了照。果然，人长得帅，披个麻袋都像穿龙袍，无论是正道还是邪魔歪道，都掩不住这股逼人帅气。对面那弟子见这具战魁愣在原地不动，正准备开口催促，突然脑壳上的盖子打开了，纯小白探出头，冲着他神秘兮兮的招了招手：“师兄，师兄，快过来！我刚才抢到了一件宝物，但有些拿不准品阶，你过来帮我鉴定一下。”说着，纯小白直接掏出了之前从那6名弟子身上缴获的一批过期法器中，去除那杆玄阶长枪少了一截，枪身上还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气锈。那名弟子抬眼看去，目光瞬间就被那层只有古堡才会凝聚出的岁月气锈给吸引了。虽然锈迹斑斑，但他却能清晰地感觉到枪身内部蕴含着一股惊人的灵力波动，这绝对是一杆地阶法器。他眼睛顿时一亮，赶紧左右看了看，见没有其他同门师兄弟靠近，立刻喜不自胜地从自己的战魁上跳了下来，快步跑了过来：“师弟，你可算是找对人了。师兄我沉浸炼气之道已有10年，你这法器啊，一看就知。”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就见傀儡顶上的师弟身影一闪，直接消失了。还不等他反应过来，便感觉自己身体猛地一僵，彻底动弹不得。人心不足蛇吞象，活该！纯小白拍了拍手，目光火热地看向他身后那具更加高大威猛的战魁，这玩意儿果然比自己那个气派多了。随后，纯小白立刻在这名弟子身上摸索起来，很快就在他胸口的夹层里摸出了一个跟嚣张那个一模一样的阵盘，神识探出，直接朝着阵盘中的烙印碾压而去。地上那名弟子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满脸的不可置信。这一幕刚好被纯小白看得正着，他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强行抹除神识烙印，本人是会遭到反噬的。怪不得刚才嚣张那小子也吐血了，看来以后不能什么破烂都滴血认主，万一被别人抹去神识烙印，那就要倒大霉了。学到了，学到了！纯小白满意的拍了拍这名弟子的肩头，随后回到自己那具下品战魁的操作室，在嚣张身上摸索了一阵，将他的储物袋扯了下来。打开一看，发现这个其貌不扬的袋子竟然是一个玄阶下品的储物袋。他现在才明白，之前那个弟子身上的玄阶下品储物袋是哪来的了，8成就是从这些天煞谷弟子身上抢的。也对，战魁这玩意儿个头太大，一般的储物戒指根本装不下，他们只能自己炼制这种大容量的储物袋。这种储物袋的内部空间少说也有20个立方，正好可以容纳1-2具战魁。纯小白毫不客气地将嚣张的这具下品战魁收进储物袋，随后拖着邦邦硬的嚣张和另一个倒霉蛋直接一跃而上，来到那具玄阶中品战魁的天灵盖上。他揭开盖子，将2人往里一丢，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呵，这个内部空间果然比刚才那个大多了，别说坐2个人，就是摆张桌子下下棋都绰绰有余。纯小白将那2个俘虏往角落里一堆，自己则大马金刀的坐在前方的操纵位上，神识探出，与阵盘沟通。下一秒，这具玄阶中品傀儡便轰然启动，朝着之前那名弟子所指的方向狂奔而去。刚走出几十里，耳边又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他赶紧停下脚步，侧过身看去，发现又是一具同样的战魁，正从远处追着一群正道联盟弟子朝着这边撵来。那些正道弟子本就慌不择路，抬头看见前方又堵着一具一模一样的钢铁巨兽，顿时瞳孔一缩。绝望之下，他们只能朝着左右两边的密林分散而逃。后方追击的那名天煞谷弟子眼睁睁看着纯小白堵在路口，却无动于衷，任由那些积分从眼皮子底下溜走，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直接将自己的战魁停在纯小白跟前，猛地推开盖子，指着他怒斥道：“你是哪个长老座下的弟子？为何不去追击？”纯小白从自己的傀儡里钻了出来，露出一副一脸无辜的表情道：“师兄，我也想赚积分，可这傀儡好像出问题了，动不动就不听使唤，站在原地发呆。”那弟子一愣，他们这种战魁好是好，就是因为上面铭刻的阵纹太多太杂，时常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对于他们这些只懂操纵的普通弟子来说，确实很难找出问题所在。纯小白一直暗中观察着他的神色，注意到他没有怀疑，心中一喜，随后再次开口道：“师兄，你能不能帮我看看？你放心，不会让你白忙活的，我付你5000灵石做报酬，怎么样？”5000灵石？那弟子斟酌起来，现在正是趁乱发财的好时机，5000灵石虽然不算多，但也不是个小数目，看一看也无妨，反正那些正道联盟的弟子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离开这万灵山，好吧？不过我可不敢保证能帮你找出问题。那弟子说着，便从自己的战魁上一跃而下。然而就在他落地的下一秒，
就见眼前黑影一闪，随即脖子一麻，身体便失去了控制。发财了！纯小白的声音懒洋洋地从他身后传来。纯小白拍了拍手，熟练地在这名弟子胸口一摸，掏出他的操纵阵盘，神识一扫，直接将里面的烙印抹去。这一次他没有滴血认主，因为这具战魁的品质跟他现在这具一模一样，没必要换。只是因为要想将其收进储物袋，战魁必须是无主之物才行。不错，到时候给2当家、3当家一人来一个。抹除烙印，搜刮储物袋，将瘫软的弟子和战魁一起收走，整个过程一气呵成，行云流水。搞定之后，纯小白再次钻回自己的中品战魁里，神念一动，那3丈高的钢铁巨兽便拖着一道残影轰隆隆地冲了出去。不到半天时间，他这原本宽敞的驾驶舱就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全是穿着天煞谷服饰的弟子。纯小白轻点了一下人头，竟然足足有45个。不过他扫视了一眼如同沙丁鱼罐头般的驾驶室，里面里3层外3层，已经叠了4层人肉垫子，而他自己则是直接坐在最上面那层弟子的背上。这下是真没地儿放了。不行不行，得把这些家伙处理一下。他对所谓的宗门积分不感兴趣，对他来说，这些人就是行走的储物袋。道上的规矩，谋财不害命，这规矩到哪儿都不能破。片刻后，纯小白找了一处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直接操控着战魁，对着一处陡峭的山壁哐哐哐地开凿起来。花了半个时辰，他硬生生用战魁的铁掌挖出一个10丈方圆的山洞，随后像搬运货物一样将这些送财童子一一搬了进去，一排10个，整整齐齐码了4排半。储物袋收获了40多个，而且最少的内部空间都有20方。当然，最重要的收获还是那足足30具玄阶战魁。至于剩下的一些，则是一些体型较小的人形傀儡，只是这些傀儡身上总透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腐臭味。此刻，纯小白正蹲在山洞里，皱着眉头研究着一具人形傀儡。他凑近了闻了闻，脸色忽然一变。这他妈竟然是尸体炼制的！不错，这就是用尸体浸泡过某种特殊药水，让其变得刀枪不入，随后再用秘法炼制成这种人魁。难怪被正道斥为魔宗，这种手段不是魔修是什么？纯小白将嚣张从人堆里踹了出来，解开了他的封印。嚣张身体一软，直接瘫倒在地。他不是身体麻了，而是被纯小白这通操作给彻底吓坏了。虽然身体被封印，但他的感知和思维却无比清晰。他亲眼目睹了这个煞星从自己开始，一个又一个，再一个，凭借着一己之力，用着这种钓鱼执法的方式，在短短半天之内，堂而皇之地俘虏了整整45位天煞谷的同门师兄弟。一个人单枪匹马，在万灵山脉这种绞肉场里，把天煞谷的精锐弟子当猪一样抓。这已经不是猛人了，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嚣张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完了，这煞星把大伙聚到这儿，显而易见是打算杀人取分，一波带走了。发什么愣？纯小白见他瘫在地上，一把就将他拽了起来，随后指着旁边那具人形傀儡问道：“说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嚣张哪敢啰嗦？他既见识过这个狠人的实力，更领教过他的暴脾气，立刻竹筒倒豆子般的回道：“这是我们宗内炼制的人魁。”听到真是人魁，纯小白的脸色又黑了3分。他接着问道：“是用活人炼制的？”嚣张先是重重的点了点头，随即又拼命的摇头，语无伦次的解释：“不，大哥，这9成9都是用死尸炼制的，只有极少数，不到1成，用的是活人。”纯小白心头的火蹭的一下就冒了起来，果然是丧尽天良的魔道手段，居然用活人炼傀儡。他虽然是个山大王出身，干的事也确实见不得光，但他抢劫向来有道，不抢老弱妇孺，也很少伤人性命。就算真到了万不得已取了性命，那也是一刀了断，给人留个全尸。哪像这些家伙，人死了还要拖出来鞭尸。嚣张敏锐地从纯小白身上捕捉到了一丝凛冽的杀气，顿时吓得亡魂大冒，赶紧解释道：“大哥，那些活人练的都是罪大恶极之辈，要不就是我们天煞谷的死敌，剩下的这些死尸也大部分是我们花钱买来的。因为我们宗门的特点就是傀儡术，可炼制战魁的灵矿材料时常被正道联盟制裁，导致我们很难买到，所以才会购买尸体来炼制人魁。这种人魁的成本只是炼制同阶战魁材料的1/10不到。大哥，我们天煞谷真的跟那传说中的魔宗没什么关系啊？”原来是这样啊！如果真像他说的这样，那这天煞谷倒也不是那么过分，只是手段确实让人感觉有些恶心。他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离嚣张远一些，像是怕沾染到什么晦气。纯小白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家伙，这名字也不对啊，不是叫嚣张吗？突然他想到了什么，嘴角缓缓咧开一个古怪的弧度。然而这个笑容落在嚣张眼中，却不亚于九幽之下的恶魔在向他咧嘴龇牙。完了，他要动手了！他一定是要像之前对付那些师兄弟一样，从自己开始，一个个杀人取分。
想到这里，嚣张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脑袋跟捣蒜一样拼命往地上砸，几下就在坚硬的地面上磕出了一个血坑。大哥，爷爷，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之前不该有那些变态的想法，我之前就不该太嚣张，求您饶我一命吧。多我一个人头分不多，少我一个人头分也不少啊。您是不知道啊，我上有300岁的老母要赡养，下有刚满3月的孩儿要喂养，一家老小全指望我一个人啊。纯小白直接被他这说来就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操作给搞懵了。那撕心裂肺的哭声，那捶胸顿足的悔恨，那声泪俱下的控诉，搞得他心里都忍不住生出了一丝同情。就在嚣张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时，纯小白忽然一把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语重心长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别哭了，你的遭遇我能理解，咱们都是成年人了，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呢？既然你家里如此艰难。”纯小白又一巴掌重重的拍在他肩头，正色道：“本大王决定给你一个机会，带你发家致富，改善生活。”嚣张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不是啊，大哥，我那是没词儿了，胡乱编的，这你也信？纯小白却完全没理会他那懵逼的表情，继续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黑风寨的实习4当家。如果办事牢靠，以后再给你转正。”黑风寨4当家，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嚣张愣在原地，额头上冒出一排黑线，脑子彻底宕机。纯小白抱起双臂，好整以暇的看着他：“行了，你现在赶紧考虑考虑，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黑风寨4当家，本大王。嚣张脑中灵光一闪，突然反应过来，这不就是土匪窝里的标准称呼吗？这个煞星该不会是哪个深山老林里窜出来的山大王吧？他终于明白了，这家伙是看上自己了，这是在拉自己入伙啊！好，没等他想出个所以然，纯小白突然一拍手掌，随后伸手在他肩头重重一拍：“恭喜你，黑风寨实习4当家，从今天起正式上岗。”嚣张又懵了，我同意了吗？我什么时候同意了？他的目光越过纯小白的肩头，看向山洞里那一排排被封印的同门师兄弟，心里咯噔一下，瞬间全明白了。这个家伙是在强行拉自己下水，只要这些师兄弟活着出去，自己这天煞谷叛徒、山贼同伙的罪名，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啊！大哥，我能不能不等他说完？纯小白直接双拳互捏，发出一阵嘎嘣脆响，慢悠悠的说道：“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总感觉手有点痒。”嚣张浑身一颤，到嘴边的话瞬间咽了回去，立刻换上一副谄媚的笑容，恭敬的躬身道：“大当家，您有什么吩咐？”“不错，不错。”纯小白满意的点了点头。就说刚才那求饶的架势，那叫大丈夫能屈能伸；还有之前假意请自己进战魁驾驶室，然后趁机逃跑，那个叫智勇双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虽然手段是笨拙了点，但只要好好培养一下，他日必成大器。来，纯小白直接将嚣张拉到山洞门口处，随后开始了解起关于天煞谷的信息。经过半刻钟的威逼利诱，他总算从嚣张口中撬出了不少干货。这次参加万灵山脉对抗的天煞谷弟子足足有30万。听到这个数字，纯小白忍不住老脸一抽，30万就把人家100万正道联盟弟子撵得满山跑。你妹的，这正道联盟也太不成器了吧！他又顺便了解了一下天煞谷的宗门底细，得知宗门内门、外门杂役加起来也就100万左右，还没他青云宗人多。当问及这次天煞谷的带队长老是谁时，嚣张的回答更是让他大跌眼镜：没有带队，弟子们都是各自分散行动，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些正道联盟的弟子压根就不是来战斗的，纯粹是来送人头份的，完全用不着抱团玩群殴。这话听得纯小白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娘的，青云宗也是正道联盟的一份子，这不等于指着鼻子骂他吗？除此之外，他也从嚣张口中了解了一些天煞谷内部的格局，以及一些真真假假的边角料消息。纯小白知道这家伙嘴里的话半真半假，但起码大部分信息应该是真的。消化完这些消息后，纯小白猛地站起身，咧着嘴朗声一笑，用力拍了拍嚣张的肩头：“4当家，给你记手工一件。你放心，等本大王这就去将你说的天煞谷那几个仇人抓来，给你报仇雪恨。”嚣张一愣：“我有说过吗？不对啊，我在天煞谷哪来的仇人？”他瞬间就反应了过来，这家伙是在故意栽赃陷害，这是要彻底断了自己的后路啊！大哥，不，大王啊，不要啊！然而他话还没喊完，纯小白已经一指点在他身上，将他再次变成了一座动弹不得的雕像。做完这一切，纯小白拍了拍手，直接走出山洞。来到洞口，他随手打出一张2阶屏蔽符，将洞口彻底封死，隔绝了内外一切气息，最后才祭出他的玄阶中品战魁，一跃而上，消失在密林之中。其实他刚才那番话也只是为了吓唬一下嚣张这个新收的实习小弟。他的封天指可封气血，可封神魂，亦可封道基，封闭五感60自然不在话下。
他怎么会那么傻，让这40多号俘虏都看到自己的真面目？这一路上他抓了上百个财神爷，其中除了嚣张，其他人在被他抓住的第一时间就已经被他封印了6感，根本不知道抓他们的人长什么样。至于嚣张，纯粹是因为纯小白在抓到他的第一时间就发现这家伙具备做土匪的资质，这才故意没有封印他的感官，打算顺便考验一下他的心性。现在看来，这个叫嚣张的家伙除了名字跟性格完全不符外，其他方面倒也还算凑合。纯小白在外面转了一圈，只花了不到1个时辰，便又找到了5位送财童子，回到了山洞。他将这5人往俘虏堆里一放，随手解开嚣张的封印，咧开大嘴笑道：“四当家，快来看看，这5个是不是你说的仇人？”你。嚣张一看这架势，当即吓得亡魂大冒，扑通一声又跪了下去，哭丧着脸道：“大王啊，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天煞谷对于叛徒，那可不是简单的惩罚，那是要抽魂炼魄，永世不得超生的。哎，不就是抽个魂儿吗？瞧你那点出息！”纯小白一把将他从地上拽了起来，大大咧咧的说道：“你放心，有本大王在，我向你保证，绝对没人能抽得动你的魂儿。”嚣张直接傻眼：“你说抽不动就抽不动？大哥，你当你是谁啊？我只是一个筑基初期的弟子，没了战魁，啥也不是啊。”但他眼角的余光瞟了瞟洞里那40多个师兄弟，只见那些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这边。他知道这下自己是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纯小白见他那副死了爹娘的表情，二话不说，直接在那5个新来的俘虏身上摸索了一阵，取出5个储物袋往他怀里一塞：“拿着，这是那5个家伙赔你的损失费。”嚣张一愣，低头看了看手中的5个储物袋，又抬头看了看纯小白。他将信将疑的放开神识，往储物袋里一探，下一秒，脸上那死了爹的表情立马一收，小心翼翼的问道：“大王，这个真给我？那还有假？”纯小白大手一挥，豪气干云的说道：“不信你等着，等2当家3当家回来，你问问他们，就这趟万灵山，他们俩一人已经分了50个储物袋了。”“什么？50个？”嚣张只觉得心跳猛地加速，连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50个储物袋！要知道，他们天煞谷的弟子几百年来一直被正道联盟联合制裁，平时连个做任务赚外快的地方都没有。除了练这些傀儡拿去黑市卖点小钱，再就是这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参加这种对抗任务。最关键的是，他们这地界的傀儡生意还被那些地下贩子把价格压得死死的，玄阶傀儡都快卖成白菜价了。而参加这种对抗任务收集上来的储物袋宝物还得交上9%9%。他手里这5个储物袋虽然单个来看不是很富裕，但加起来也是5个弟子10几年的积蓄啊。就跟着他出去逛了一圈，自己的家当就直接翻了5倍。似乎跟着他混，好像也不是不行啊。反正这些同门师兄弟早晚都会变成纯小白身上的积分，死道友不死贫道嘛。一想到这里，嚣张猛地抬起头，露出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郑重的抱拳道：“多谢大王赏赐。”这回轮到纯小白愣住了，他被嚣张这态度180度的大转变搞得有些措手不及。怎么比白姐儿那小财迷还要贪？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家伙不是贪财，而是看得明白，想得通透。他知道跟着自己干一票，绝对比他自己苦哈哈的在宗门里蹉跎岁月要强上百倍。天煞谷被制裁了几百年，穷得叮当响。这些弟子就算能从正道联盟弟子头上抢到不少宝物，可上交宗门后能留下1成就不错了。跟着自己抢来的可都是自己的，不错不错。纯小白满意的拍了拍他的肩头，觉得这小子越来越顺眼了。接下来，纯小白搭着嚣张的肩膀，神秘一笑：“本大王带你大干一票。”好。嚣张闻言精神一振，猛地一点头，压低声音问道：“大王，咱们接下来准备怎么干？”纯小白将他拉到一旁，嘀嘀咕咕的商量了半天。越说，嚣张的眼睛就越亮，到最后更是激动的一拍大腿：“大王，妙计啊！真是妙计！您这一招实在是太妙了。”纯小白被他这兴奋的表情搞得眼角直抽。其实他的计谋很简单，就是让嚣张利用同门身份，将那些分散的天煞谷弟子集中到一起，引到一个地，然后他再出手一网打尽，免得自己一个一个去找，浪费时间。结果这家伙听完，竟然比捡了钱还兴奋。“大王，您确定不伤他们性命，只求财？”嚣张还是有些不放心的确认了一句：“本大王说话算话。”得到肯定的答复，嚣张彻底放下了心。他这一点小小的坚持，看在纯小白眼里，也让他满意的点了点头。他需要的是敢打敢拼的兄弟，但绝对不要那种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冷血之辈。只是你这家伙，纯小白心里嘀咕着，小心以后没朋友。不过我喜欢。他拍了拍嚣张的肩膀，这个家伙做起事来果然够嚣张。随后
两人便勾肩搭背地跑出了山洞。其实他很不愿意用这种方法去要挟别人，实在是之前赵刚那档子事把他伤透了心，这才让他不得不采用这种简单粗颇有效的方法。只要对方讲义气，人品过得去，他纯小白自然也不会亏待。两人就这么一个在外，一个在内，里应外合地开始了大计。嚣张很快就找到了一批同门师兄弟，神秘兮兮地告诉他们自己发现了正道联盟一个大部队的踪迹。他们似乎找到了一个秘境入口，就在一处悬崖底下，已经下去了50多人。此话一出，那些正愁找不到积分的天煞谷弟子哪还坐得住？怪不得在这片地区找了半天，连个正道联盟的鬼影子都没看见，原来都偷偷摸摸下秘境寻宝去了。当下，一个领头的弟子振臂一呼，很快就召集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朝着嚣张所指的纯小白之前发现的那个深渊赶去。而躲在悬崖旁边的纯小白看着下面那乌泱泱的一群人，忍不住脸色一黑：“你妹的，让你去钓鱼，你直接给我把整个鱼塘都搬过来了！”他悄悄点了一下人头数，好家伙，不多不少，足足58个。这纯小白一下子犯了难。自己这缩地成寸的步伐虽然玄妙，但也是有使用限制的。这么多人怎么打？他娘的，开山头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为肉票太多而发愁。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纯小白眼珠一转，还真让他想到了一个法子——暴走模式。那个模式一开，他的力量和速度都会呈几何倍数暴涨，只不过消耗也极大，跟烧钱一样。但好就好在，他现在什么都不多，就是从别家弟子储物袋里搜刮来的灵药多。纯小白盘算了一下，直接从储物戒里摸出10株2阶灵药塞进嘴里，准备一会儿体内灵力耗尽再吞下。另一边，那58个天煞谷弟子正在嚣张的陪同下，站在悬崖边探头探脑地往下张望。为首那名领头的弟子看着眼前深不见底的幽暗深渊，眼中金光大盛。别说这股气息，这个深度，搞不好万把年都没人下去过。对，看来萧师弟没有骗我们。他指了指悬崖边上一些凌乱的脚印和被折断的树枝，你们看，这里还有人下去的痕迹。当然，做戏要做全套，这些痕迹都是纯小白事先带着嚣张伪造的。那些弟子一看，顿时激动的不行，纷纷催促道：“师兄，那咱们还等什么？赶紧下去啊！再晚点，真让那些正道菜鸡抢了先，宝贝可就没咱们的份了。”然而，就在他们兴冲冲的准备动身时，一变陡升，一道残影如鬼魅般从他们身后袭来，瞬间穿入人群之中。所过之处，那些弟子只觉脖颈一凉，随即浑身一僵。不好，敌袭！反应快的人嘶吼着想要祭出自己的战魁，然而此刻已经没有让他们钻进傀儡脑壳的机会。纯小白缩得成寸全开，身形在人群中不断穿梭，每一次闪现都会有数名弟子被他点中穴道，定在原地。在接连定住40名弟子之后，他体内的力量瞬间消耗一空，来不及犹豫，他意念一动，直接开启了暴走模式。一股狂暴的气息从他体内喷薄而出，下一秒，纯小白的速度骤然暴涨10倍不止。只听唰的一声，一道快到极致的残影从剩下的人群中穿插而过，随即所有人都僵在了原地，就连一旁看戏的嚣张也没能幸免。纯小白猛地吐出一口浊气，看着眼前满地的雕像，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一股强烈的眩晕感和虚弱感瞬间袭来，眼前阵阵发黑。纯小白赶紧将嘴里的灵药囫囵吞下，退出了暴走模式。不敢怠慢，立刻盘膝坐下，全力炼化药力，这才堪堪抵挡住那股快要将他吞噬的虚弱感。你妹的，这暴走模式的后遗症怎么比以前还大了？他发现10株2阶灵药下肚，也只是让那股要命的虚弱感稍稍减退，体内空空如也的丹田却没得到多少补充。没办法，纯小白只好一咬牙，又从储物戒里摸出20株2阶灵药，跟吃草似的塞进嘴里，吧唧吧唧的咽了下去。磅礴的药力化开，他那干涸的身体这才慢慢充盈起来。但这还不够，他能感觉到自己离全盛状态还差得远。于是他索性又取出30株2阶灵药，一口气全部吞了下去，这才感觉自己彻底活了过来，重新回到了巅峰状态。你妹的！纯小白欲哭无泪，这暴走模式以后是真不能随便用了。没想到这玩意儿随着自己修为境界的提升，消耗竟然也是几何倍数增长。就这么一小会儿，60株2阶灵药就没了，简直抢钱，太他妈亏了！嚣张看着满地一动不动的雕塑，整个人直接惊呆了。这位大王也太猛了吧！但他仅仅愣了一瞬，那股子机灵劲儿就上来了。他一溜烟跑过去，冲着队列里之前欺负过他的几个天煞谷弟子，抬手就是2记响亮的大耳刮子。啪啪！让你丫的平时让老子帮你们跑腿，让你克扣老子的立缝，长得跟个歪瓜裂枣似的，还敢在老子面前装大爷！嚣张一边自言自语的咒骂，一边又是猛踹了几脚，只打的那几个弟子鼻青脸肿，偏偏身子被定住，只能瞪大了惊恐的眼睛死死盯着嚣张，
嘴里半个音符都发不出来。纯小白恢复了些力气，抹了把嘴角的药渣，打断道：“行了，别再那磨叽了，赶紧舔包，麻利点儿。”好了，大王您瞧好吧。一听到舔包2个字，嚣张双眼直冒贼光，学着纯小白的样子，双手猛地一搓，直接就上手了。只不过这小子在那几个宗门内门排行榜上的漂亮女弟子身上摸索的那是格外仔细，那双手跟长了吸盘似的，在人家细腰和袖口处来回流连，嘴上还挂着一抹心照不宣的贱笑。这一幕刚好被纯小白看在眼里，忍不住眼角狂跳。你妹的，这个嚣张，表面看着像个老实巴交的受气包，没想到底子里竟是个老色胚。这摸索的手法虽然生疏，但不缺准头。纯小白也没闲着，他放开神识，在悬崖后方扫视了一圈，寻得一块避风挡光的风水宝地。随后他随手祭出一具玄阶战魁，操控着战魁的双臂化做旋钻，对着山壁就是一阵猛炫。土石翻飞，尘土漫天，不到半个时辰，一个足以容纳几百人的宽敞山洞就被他生生凿了出来。随后他带着嘿嘿傻笑的嚣张，像搬运麻袋一样，将这58个俘虏全数拖进了山洞，整整7骑马成了5排，每排10个，剩下的8个贴墙角蹲着。大王，我发现我这一辈子的路，直到今天才算是真走对了。嚣张怀里抱着刚搜刮来的几10个储物袋，看着满地的财神爷，忍不住发自肺腑地感慨了一句：“那是自然。”纯小白老神在在地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跟在本大王后面抢钱、抢粮、抢地盘，这才哪到哪。这仅仅是个开始。那是，嚣张把脑袋点得像拨浪鼓似的，眼里全是这辈子都没见过的狠劲儿。他又贪婪地回头看了一眼那排排坐的同门，凑到纯小白耳边，压低声音道：“大王，我突然想起来，我还认识另外一伙肥羊。那群家伙平日子在宗门里嚣张的不行，手里油水多的冒泡，咱们接下来就将那些肥羊也给端了吧。”纯小白心里乐开了花，这个家伙怎么比本大王还像个土匪头子？不过我喜欢。他嘴角一咧，豪爽地从刚收缴的战利品里抓出10个储物袋，直接塞进了嚣张怀里。干得不错，拿着，这是你的奖励。嚣张接触到了散发着灵韵的储物袋，整个人一愣，紧接着眼眶一红。他实在没想到自己今年这运气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出门能遇上大王这等贵人。这样每一个储物袋中的宝物都需要他10年才能赚的，这不到1个时辰就让他赚到了100年的资源。嚣张猛地往地上一跪，砰的一声就磕了个响头：“多谢大王，大王再造之恩，小的没齿难忘。”哎，你这是干嘛？纯小白赶紧一把将他拽了起来，板着脸道：“给老子记住了，男儿膝下有黄金，上跪天地，下跪父母。在我黑风寨，不兴跪来跪去这一套。男儿膝下有黄金。”嚣张听到这句话，再也忍不住，2行憋屈了多年的热泪猛地滚落下来。他在天煞谷混了这么多年，吃的苦，受的罪，他自己都数不清。为了多熬一点修炼资源，他给那门师兄当牛做马；为了不被克扣立俸，他得点头哈腰，活得像条狗。这一路他就是跪过来的，何曾有人跟他说过他的膝盖有黄金那么贵重？大王，嚣张抹了一把鼻涕眼泪，带着哭腔，发自肺腑地喊道：“从今往后，您就是我亲爹，不，您就是我亲爷爷。等我行了行了。”纯小白被他这番话搞得鸡皮疙瘩掉一地，再不打当然，估计就要喊他爹了。赶紧去干活，咱们只剩下不到7天时间，别在这浪费时间。他知道这个家伙是从来没有见到过大钱，这人生第一次赚到这么多钱，一时有些激动过头了，语无伦次了起来。当然，这一次性宰了50多头肥羊，也让纯小白彻底尝到了甜头。他发现只要灵药管够，他的暴走模式就能无限开启。别说50人，就是来个200人，只要药科得够，他一样能全给他们放倒。对，嚣张也立刻收起情绪。这场万灵山对抗任务，两方早已约定好了时间，到点就得收工，必须要在剩下的时间里赚够本，下次再想发这种横财，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没等纯小白再催，嚣张立刻屁颠地跑了出去，那架势比去见亲爹还积极。而纯小白则回头看了看这满洞的雕塑，满意的点了点头，发现自己的封天只是越来越顺手了。其实这些人从被定住的那一刻起，全身经脉、气血、神魂，包括五感60就已经被他彻底封印。此刻他们眼前除了一片无尽的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甚至连自己是生是死都无从知晓。当然他这种封印手段霸道，却有个底线，谋财不害命，这既是他纯小白的行事准则，也是他黑风寨的铁律。即便是身处这个弱肉强食、人命如草芥的修仙界，也不例外。无规矩不成方圆，这规矩是约束他自己，更是约束他将来要收入麾下的所有小弟。就比如说方圆，还有眼前的嚣张，他们以前都是被欺压的老实人，如今被自己带着打破了心里的枷锁。
一旦尝到了这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甜头，如果不加以限制，欲望便会无限膨胀，直至最后被吞噬，自取灭亡。这正是他黑风寨能在他手底下屹立10年不倒，并且越来越强的原因。一个好的土匪窝，首先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土匪头子。不到3个时辰，盘膝打坐的纯小白心头一动，锐利的目光扫向洞外。他感觉到30里外有大批人马正在靠近。他立刻走出洞府，反手打出几张遮掩气息的符箓，将洞口伪装的天衣无缝。反复检查无误后，他才施展踏影千寻，将自己的气息与身形彻底融入到一棵参天大树的阴影之中。片刻后，他瞳孔猛地一缩，只见远处尘土飞扬，吭哧吭哧地走来一片钢铁疙瘩。粗略一数，那些志士统一的战魁竟多达200余具。你妹的！纯小白忍不住眼角猛抽，你他娘的是不识数还是怎么的？原本以为之前干过一票大的，嚣张这小子最多也就在忽悠来个20-30人，结果这家伙倒好，直接给他摇来了200多个。现在他才发现，这个家伙所有的天赋怕是都点在他那张嘴上了，跟方圆有点像，但又不全像。方圆那小子属于八面玲珑，懂得审时度势，可这个嚣张嘴皮子忽悠人是厉害，却是个愣头青，压根不计后果。这丫的真当我是神仙下凡不成？看着那浩浩荡荡的一群战魁，纯小白心里竟然也感受到了一丝压力。但送上门的肥肉没有不吃的道理，吃不下来也得硬吃。纯小白立刻盘算起来，经过刚才那一番消耗，他清楚地认识到唯一的办法就是嗑药。于是他直接将几个储物袋里所有的灵药哗啦一下全倒了出来。好在灵药是万灵山的盛产之物，之前那58个倒霉蛋也贡献了不少，加起来足足有近1500株。纯小白没有丝毫犹豫，抓起一大把直接就往嘴里塞，硬是把嘴巴塞得跟个仓鼠一样，腮帮子鼓鼓囊囊，直到塞得快翻白眼了才停下来。果不其然，嚣张故技重施，又将这批人带到了悬崖边。那些新来的弟子一个个激动地从战魁中跳了出来，围在悬崖边上，对着深渊指指点点。然而就在此时，一道旋风猛然刮过，纯小白身形如电，专挑那些气息最强的筑基后期弟子下手。紧接着便是中期，力量告罄，他直接开启暴走模式，直接将嘴里的灵药往肚子里一咽，强行催动灵力急速炼化。但人实在太多，终究是慢了一拍。混乱中有10几名弟子反应了过来，当即怒吼着祭出法宝防御。可纯小白的速度实在太快，身形在数百具高大的战魁之间穿梭，他们根本捕捉不到他的身影。场面瞬间乱成了一锅粥。好在10几个呼吸之后，随着砰的一声闷响，纯小白一把将一个刚刚钻进战魁脑壳的天煞谷弟子硬生生拽了出来，甩在地上。这场闹剧才算彻底终结。呼！纯小白长长吐出一口浊气，一屁股跌坐在那具冰冷的战魁脑袋顶上，也顾不上危险，抓起大把大把的灵药就往嘴里狂塞，嚼得满嘴绿汁横流。在足足500株2阶灵药下肚后，那股因暴走模式而产生的强烈虚弱感才缓缓消退。嚣张一脸狂热地跑了过来，一边鼓掌一边竖着大拇指：“大王神威，盖世无双！小的对您的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行了了，纯小白直接打断了他的马屁，没好气地摆了摆手，赶紧的把这些货都给我收拾利索了。两人又费了半个多时辰，才将这200多个雕塑全都搬运到之前那个山洞里，一排排码好，黑压压一片，整整摆满了大半个山洞。看到这整整齐齐的韭菜，纯小白的嘴角也咧到了后脑勺。虽然肚子撑得慌，但这一票也是实实在在的赚了个盆满钵满啊！他与嚣张相视一笑，双手猛地一搓，便心照不宣的在这些韭菜身上摸索起来。半炷香后，210个储物袋堆成了一座小山。纯小白毫不犹豫的抓起50个，往嚣张怀里一塞。嚣张抱着储物袋，感动的眼泪汪汪，张嘴又准备来一套发自肺腑的感言。然而话刚到嘴边，就被纯小白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随后，两人就这样咧着大嘴，在山洞里兴高采烈地盘点起这次的收获。160个储物袋，又为纯小白贡献了足足2000株2阶灵药。当然，这其中2/3的药，估计都是这些天煞谷弟子从正道联盟弟子身上刮而来，并且纯小白还在这些储物袋中发现了大量正道联盟弟子的身份令牌。按照宗门的规矩，每一个令牌交上去都能换100积分。他粗略数了一下，这些令牌竟然多达8000枚，啧，80万积分啊！纯小白摸着下巴盘算着，这个分数交上去，怕不是能直接拿到第1名了吧？老大，嚣张凑过来说道：“想拿第1，这点积分可不够。我听说上一届咱们这边拿第1的那位师兄，足足搞了500万积分。500万？”纯小白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也是，这正道联盟的弟子太菜了，被天煞谷追得满山跑，令牌自然好获得。纯小白让嚣张将这些令牌全部收好，随后又开始整理那些战魁。现在
他手里的战魁存货已经高达300具左右，其中玄阶中期的都有50具，剩下的则全是玄阶初期的。至于黄阶的那种破烂玩意儿，他连看都懒得看。300具战魁到手，以后回了山头就拿这玩意儿当马仔，看谁不顺眼就让战魁大军直接撵过去。盘点完毕后，萧章又立刻请命要去勾引下一批肥羊。纯小白也没拒绝，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主要是自己第一次干这种大买卖，没啥经验，前期浪费了不少时间，下次再碰到这种好事可就不能这么磨叽了。山风呼啸，纯小白猫在悬崖边的一棵大树上，眼皮子直打架，等得快要睡着了，也没见着萧章那家伙带着新的肥羊过来。咋回事？这小子不会让人给打死了吧？话音刚落，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咔咔咔的金属摩擦声。他勉强打起精神，眯着眼望去，只见一具3丈高的战魁正一瘸一拐的朝这边奔来。那战魁的一条胳膊被人硬生生扯断了，胸前的护甲也被砸出一个个窟窿，2条大腿更是只剩下光秃秃的支架，跑起来摇摇晃晃，随时都可能散架。他往后边看了看，空空如也，并没有天煞谷弟子的踪影。这小子还真是被人给揍了。纯小白赶紧从树上跳了下来，跑了过去。嚣张狼狈的从战魁脑袋顶的驾驶舱里钻了出来，一看到纯小白，当即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扑了过来。老大，那群正道联盟的弟子太残暴了啊！纯小白人都傻了，看着他鼻青脸肿的样子，一时没反应过来。紧接着就听着嚣张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起来。纯小白这才算搞明白了，原来这货刚一出去，还没走出100里，就在一个山谷里撞上了埋伏。几千名正道联盟的弟子跟疯了一样从山谷里窜出来，各种符箓法宝跟不要钱似的往他身上砸。他吓得魂飞魄散，只能掉头就跑，而那些弟子则在后面穷追不舍，硬是追着他在这片区域绕了3大圈，才堪堪甩掉他们。至于他这鼻青脸肿的惨样，则是一路颠簸，自己在驾驶舱里磕出来。这一路的多刺激，才能颠出这种一身伤。不过纯小白却敏锐地听出了重点。你说，你在这片区域转了3圈，一个天煞谷的弟子都没碰到，反而全是正道联盟的人。对，嚣张捂着肿得跟猪头一样的脸，连连点头。坏了，纯小白心里咯噔一下，这很可能是天煞谷那边发现不对劲了。毕竟天煞谷的弟子在这万灵山向来是横着走，如今一下子失联了200-300号人，必然会引起高层的注意。唯一的解释就是天煞谷已经下令让所有弟子撤离了这片区域，而正道联盟那边发现天煞谷的人突然没了踪影，一个个胆子都肥了起来，正愁没出撒气。嚣张这个倒霉蛋一头撞上去，可不就成了活靶子吗？纯小白摸着下巴琢磨了一下，这任务还有6-7天时间，可不能就这么浪费了。忽然他想到了什么，贼兮兮的眼睛一亮，勾起嘴角，看向还在那嘶哈嘶哈直抽冷气的嚣张。来，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嚣张半信半疑的凑了过去。只听纯小白在他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大通，越说嚣张的眼睛就越亮，到最后他一拍大腿，猛吸一口凉气。妙计啊！大王，您果然是干这行的料。纯小白听得嘴角一咧，他发现这小子拍起马屁来跟方圆那家伙比也是不遑多让啊。他也不废话，直接从储物袋里掏出一套正道联盟的弟子服饰丢了过去，换上，就照我说的去办，先给他们来一波狠的。好嘞。嚣张一把接过服饰，麻利的套在身上，又不知从哪摸出来一个铜镜照了照，嘴里还嘀咕着，脱了天煞谷那一身紫皮，我瞅着自个儿都精神多了。纯小白发现这货有了点小钱，人也开始嚣张了，甚至还有点忘本的苗头。他眼一瞪，赶紧的，别浪费时间。好嘞。嚣张立马收起铜镜，一溜烟屁颠屁颠的跑了出去。很快他就撞上了一支200人规模的正道联盟队伍。那些人见他鼻青脸肿，也只是随意打量了一眼，便继续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地搜寻着天煞谷弟子的踪迹。然而嚣张却直接嚣张地拦在了他们前方，冲着被众人簇拥的那名队长神秘兮兮地勾了勾手指。这位师兄，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那队长不屑地瞥了他一眼。嚣张直接开门见山，你们是不是很好奇这天煞谷的弟子为什么都消失了？哦，你知道？那队长顿时来了兴趣，疑惑地问道。我自然知道。嚣张得意地一扬脖子，因为是我把他们给吓跑的。啥玩意儿？一群人当场懵逼，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鼻青脸肿的嚣张，心说就你这熊样，能把天煞谷的人吓跑？人家没把你吓哭就不错了。嚣张知道他们不信，也不急，凑到那队长耳边小声嘀咕了一句什么。紧接着他抬手一挥，哗啦一下取出一大堆天煞谷弟子的令牌，旁边还哐当一声多了一具残破的战魁。那些正道联盟的弟子一看到这战魁，吓得猛地一哆嗦，齐刷刷往后退了一大步，显然这些钢铁疙瘩早已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嚣张见状，腰杆挺得更直了，整个人都膨胀了起来。怎么样，本师兄没骗你们吧？这下众人在看他的眼神就变了。他们仔细打量着那些令牌，发现每一枚的气息果然都不一样。再看那具战魁，2条胳膊被打烂，胸前护甲全是窟窿，大腿也只剩下支架，这分明是经历了一场惨烈大战的痕迹。可是怎么看，这家伙都只是个筑基初期啊！他有这本事，能斩杀上100名天煞谷弟子，还缴获了一具战魁。但这满地的令牌，每一枚的气息都截然不同，还有这具残破的战魁，更是货真价实，做不得假。难道他是某个大宗门故意隐藏了境界，混进来的真传弟子？想到这里，那名队长脸上的傲慢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无比谄媚的姿态。他双手抱拳，猛地一个90度深鞠躬：“这位师兄，不知您要跟我商量何事？”嚣张下巴一扬，直接说道：“当然是带着你们继续去伏击那些狗娘养的天煞谷弟子。”哦，不对，自己也是天煞谷。他立刻改口：“当然是带你们去发财，难不成还带着你们去兜风？”听到发财2字，众人眼前顿时一亮。好啊，不过嘛，嚣张忽然将声音拖得老长。众人心头一紧，知道这关键时刻来了，他这是要开条件了。嚣张直接一把拉过那名队长，在他耳边又嘀咕了几句：“啊，需要召集各自的队长。”那队长一下摸不着头脑，自己手底下这200多号兄弟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去召集其他队伍的队长？见他犹犹豫豫，嚣张直接嚣张的开骂：“就这些虾兵蟹将能有什么用？你以为天煞谷的弟子都跟你们一样菜吗？我之所以只要队长，是因为只有当过队长的人才懂得如何调度配合，才不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明白吗？我要的是精锐，不是炮灰。”原来如此，那队长恍然大悟，他还以为这家伙是看上了他们这些队长身上的宝物，搞了半天原来是需要找一些头脑清醒、有点统御能力之人。好，那队长一口答应下来，立刻掏出传讯符开始摇人。1个时辰后，300多支队伍的队长带着各自的亲信浩浩荡荡的聚集了过来，总人数竟多达4000余人。这4000多人此刻正里3层外3层的围着那具被打烂的战魁，一个个震惊不已。而在人群的角落里，一个胖子正拉着一个娇俏的少女，两眼冒着金光，小声嘀咕着：“白师妹，这是个好机会啊！赶紧告诉大王，你看你都来这好几天了，一个任务没完成，师兄我这是把立功的机会送到你嘴边上了。可是这人也太多了，纯师兄他能招呼得过来吗？”没错，这2人正是被人抓了壮丁的方圆与白姐儿。你难道还不相信纯师兄的能力吗？方圆急道：“再说了，咱们再不想办法脱身，搞不好真要被他们拉去跟天煞谷弟子决一死战了。”好吧。白姐儿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偷偷摸摸的拿出了传讯符，打出了一道讯息。悬崖边，纯小白腰间的玉符微微一闪，他拿起来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个3当家可以啊，出门一趟，居然找到了一个300多个队长凑到一起的机会。不过眼下这情况，自己也抽不开身。他想了想，立刻给白姐儿发去一道讯息，跟紧他们，随时报告位置。白姐儿收到回信，立刻将消息告诉了方圆。方圆琢磨了一下，凑到一脸慌张的白姐儿耳边，沉声提醒道：“白师妹，一会儿无论我做什么，你都跟紧我。”白姐儿用力点了点头。这几天要不是运气好碰上了方圆，自己就算不被这万灵山的妖兽吃了，也早被那些天煞谷的魔头给掳走了。这个方圆师兄虽然境界不高，但为人圆滑，足智多谋，总能带着他在险境中化险为夷，这才让他这些天在这万灵山中心区域安然无恙。就在此时，人群前方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什么？只有队长才有资格参加？众人一脸懵逼。然而不等嚣张开口，之前那个摇人的队长就主动站出来解释道：“诸位师兄不要误会，萧师兄的意思是，这次行动非同小可，咱们要对付的是天煞谷的主力，所以需要采取精密的伏击战术，布置连环陷阱，对人员的配合调度要求极高。只有各队的精英队长才能保证在瞬息万变的战局中跟上萧师兄的指挥。”那些队长闻言纷纷点头。确实，天煞谷那些魔头的厉害，他们都亲身领教过，单打独斗，一味蛮干，根本占不到便宜。原来这位萧师兄是要布下天罗地网，靠计谋取胜啊！果然高明啊！一时间，众人又是一阵夸赞。嚣张也不尴尬，更不脸红，坦然地承受着众人的吹捧，点了点头道：“行了行了，你们好好考虑一下。愿意参加的站我身后，不想参加的现在就可以走，我不拦着。”这话一出，非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反而全都争先恐后的涌了上来。开玩笑，反正只是配合一下，就能白捡一份天大的功劳，傻子才不干。好，嚣张满意的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大家就准备一下。他抬头看了看天色，
煞有介事地安排道。此刻正值傍晚，等夜色彻底降临，咱们就即刻出发，前往我选好的第一个埋伏点，布置陷阱。好，众队长纷纷点头同意。然而就在此时，方圆屁颠屁颠地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一脸谄媚地笑道：“那个，萧师兄，我能不能也参加啊？你放心，我这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这配合能力，那绝对是顶呱呱。我曾在宗门中配合金丹长老练过丹，也曾与外门师弟配合扫地，保证只拿打啊，绝不含糊。”他这边正把自己夸得天花乱坠，却发现嚣张的目光压根就没落在他身上，而是直勾勾地盯着他身后的白景儿。这个师妹长得真水灵啊！这要是把她带回去送给大王，那还不龙心大悦，赏自己一堆好东西。想到这里，他大手一挥，一口就答应了下来。好，那就带上你们两个。夜幕降临，嚣张带着300多位队长以及方圆和白景二人，在山谷中4000多名弟子殷切的目光相送下，浩浩荡荡出发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此次一别竟是永绝。这些弟子再也没能见到他们的队长。发财了，发财了！山洞里，纯小白咧着一张大嘴，笑得合不拢。他高兴的不仅仅是又一下子收入了300多个肥得流油的储物袋，更是让他跟自己的2当家和4当家顺利会师了。此刻，方圆与白景儿正尴尬地站在一旁，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搞了半天，原来这个局居然出自自家大王的手笔。大王，大王，我就说这个局怎么看着这么眼熟？我当时一猜就知道是您干的。方圆反应极快，立马凑了上来，所以我就拼了命也要硬跟着过来，里应外合。嚣张也看出了这2人的特殊地位，立刻配合着点了点头，证明方圆所言非虚。纯小白放下手上的储物袋，瞥了方圆和白景儿一眼。怎么样，这些天没人欺负你们吧？大王，您也不看看我方圆是谁，怎么可能会被人欺负？方圆立马拍着饱满的胸脯，一脸的得意，好像自己这些天过得无比滋润，没被欺负才怪。纯小白撇了撇嘴，这方圆虽然身上没什么伤，但看他那蜡黄的脸色和眼中的憔悴，显然又是给人当牛做马了好几天。就连白景这个小丫头也是一脸疲惫，估计也没少受累。不过好在，看样子她没被人占便宜。但想想也是，这万灵山危机四伏，遍地都是妖兽和魔头，一般人还真没那个闲情逸致。纯小白也不含糊，直接从地上抓起70个储物袋，分给方圆和白景一人20个，又丢了30个给嚣张。嚣张拿着30个储物袋，不仅不嫌少，反而一脸的感动。他之前虽然嘴上表了忠心，但心里对纯小白多少还是有些戒备。毕竟这可是一笔泼天的财富，换做任何人都不可能如此轻易的让别人带走。但此刻，方圆和白景2人寸功未立，纯小白却依旧毫不吝啬的分了他们一人20个储物袋。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大王心里，他们早已不是什么下属，而是可以同富贵的真兄弟。一时间，嚣张心中五味杂陈，感动的稀里哗啦，张嘴又要来一番发自肺腑的感言。好在纯小白眼疾手快，直接一摆手打断了他。行了，都过来，研究一下下一票怎么干。有经验了，这次纯小白干脆让嚣张带着方圆和白景一块出发，3人组队，互相有个照应。这正道联盟的弟子10个有8个都是怂货，完全没法跟天煞谷那帮亡命徒比。就在刚才，那些所谓的队长一看到他施展出的身法残影，就吓得屁滚尿流，四散而逃，连抵抗的念头都没有。没了战魁撑腰，这帮人在纯小白眼里跟待宰的羔羊没什么区别，他甚至连暴走模式都不用开，光凭肉身就能把他们全部撂倒。确定了计划细节，嚣张便兴奋地带着方圆和白景趁着夜色再次摸了出去。不得不说，方圆这胖子确实是个人才，有他这个为人圆滑的家伙在旁边策应，再加上白景那一副楚楚可怜、人畜无害的模样，天刚蒙蒙亮，他们就真的忽悠过来了500号人。纯小白看着黑压压的人头，老脸都忍不住抽了一下。卧槽，让你去忽悠，你还真给我忽悠来500号人啊！不过来都来了，他也不好意思再赶回去。无奈之下，他只好又往嘴里塞满了灵药，在嚣张3人的配合下，花了足足30个呼吸，才将这群四散而逃的家伙全部搞定。5个山洞，之前能找到的洞穴全都被塞满了，纯小白只好又在悬崖边上临时开辟了一个新的，才总算把这500个雕塑给安置妥当。哈哈，发财了，大王威武！山洞中爆发出阵阵鬼哭狼嚎般的欢呼，就连白景这个平日里文静的小丫头也高兴得合不拢嘴，一双水汪汪的美眸总是有意无意地打量着纯小白。方圆更是满脸崇拜地看着堆积如山的储物袋，心中感慨万千，这他娘的才是修仙的正确姿势啊！他当即决定趁热打铁，立刻请缨，大王，咱们趁现在士气正旺，再去干他一票，干完这票再分赃。纯小白自然不会拦着，
于是三人又兴冲冲地跑了出去，但这一次他们只带回来一个100人小队。第3趟50人，到了第4趟更是只带回来了10个。倒不是他们忽悠不动了，而是这山洞实在是装不下了。纯小白决定先将战利品分了，然后换个地方重新打窝。他大手一挥，一人分了50个储物袋，4人便各自找了个角落，开始兴高采烈地盘点起来。然而一番整理下来，纯小白的脸却黑了。这帮正道联盟的弟子，他娘的也太穷了，700多号人身上搜刮来的东西还没之前天煞谷那200个弟子的多。700个队长啊，总共加起来才2000株灵药，自己为了拿下他们，前后后氪了快500株，零零碎碎的零食凑起来也就10来万。不过储物袋里各种装着丹药的葫芦和法器倒是不少，这些东西刚好可以拿回去充实一下他未来山头的武器库。整理好战利品后，纯小白亲自带着3人出去转悠。4人一路走了近1000里，除了偶尔碰到几只出来觅食的低阶妖兽以及随处可见的战斗痕迹外，连一根人毛都没看到。不仅看不到天煞谷的弟子，就连正道联盟的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回事啊？4人凑在一起，一脸懵逼。纯师兄，不对，大王。白姐儿小声开口道：“您说会不会是这次的荡魔任务已经提前结束了？”啊！纯小白3人一愣，但又觉得不太可能。这次大比宗门兴师动众，搞了这么多人过来，时间才看过半，怎么可能说撤就撤？老大，方圆突然说道：“会不会是咱们动静太大，把他们给吓跑了？”别说，还真有这个可能。嚣张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纯小白瞥了他一眼，这还用说？昨天他就发现不对劲了。这3个家伙出去一趟，带回来的人越来越少，不就说明只剩下些掉队的虾米在外面晃荡了吗？走，先离开这片区域再说。几人点了点头，跟在纯小白身后朝着另一片区域走去。这万灵山的中心区域足有4-5万里之广，虽然其中近半是妖兽的地盘，但剩下的区域也不过是他们这些天走过的，也不过是9牛1毛。毕竟150万弟子，他们才薅了多少？4人正走着，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动静，纯小白当即带着他们猫起腰，悄悄摸了过去。只见不远处，一群穿着绿袍的弟子正亦步亦趋地跟着一个青袍弟子朝着一个山谷走去。看服饰，应该是正道联盟的人。纯小白刚想着上去打听一下消息，异变突生。那青袍弟子突然抬手一挥，凭空照出一具战魁，随即一个闪身欺身上前，瞬间就将那群毫无防备的绿袍弟子打得落花流水。纯小白4人都看愣了。我操，这家伙抄袭本大王，他妈的个八子！方圆脸色一沉，怒骂道：“这天煞谷的人也太恶心了，居然敢模仿咱们的套路！”一旁的嚣张听着这话，怎么听怎么觉得不对劲。方圆却义愤填膺，直接请战：“大王，咱们这就去把那家伙收拾了。100积分呢？100积分！”嚣张心中一紧，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方圆和白姐儿，自己其实也是天煞谷。你们在这里待着。纯小白看那青袍弟子也不过是个筑基初期，眼见他将那些绿袍弟子尽数制服，当即一个闪身冲了过去，3下5除2，便将那个还在耀武扬威的家伙给提溜了回来。纯小白原本想从这青袍弟子嘴里打听些消息，却发现远处又有人影走来，他只好将手里提着的符箓带着方圆3人迅速躲到一棵大树后收敛气息。只见远处走来一群紫袍弟子，领头的一人走进山谷，疑惑地自语道：“没错啊，之前不是明明锁定了那天煞谷弟子的活动区域就在这附近吗？怎么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人？”旁边一人劝道：“王师兄，要不算了吧，换个地方。反正咱们穿着天煞谷这层皮，只要碰到落单的，就能趁他不被偷袭拿下。”术后，纯小白4人听得一头黑线。我去，这正道联盟怎么也玩起老子的套路了？纯小白的脸瞬间黑如锅底，他实在没想到天煞谷和正道联盟这帮孙子居然全都在抄袭他的创意。大王，怎么办？方圆3人的表情也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还能怎么办？先换个区域。4人又朝着另一片区域摸去，结果一路上碰到了5-6波人，其中有3波穿着天煞谷服饰的其实是正道联盟的人在伪装，另外2波穿着联盟服饰的反倒是天煞谷的弟子。总之，现在万灵山的状况彻底乱了套。只要你看到穿着正道联盟弟子服饰的，那8成就是天煞谷的人；反之，穿着天煞谷弟子服饰的10有8九是正道联盟伪装。与此同时，万灵山外围悬浮于空中的一艘非洲上，各大宗门的带队长辈们一个个老脸漆黑，尤其是在为首那艘1000丈长的巨型非洲上，上百个气息深沉的宗主长老齐聚一堂，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是谁？到底是谁？把我们东晋正道风气给带歪了的？为首的联盟盟主张尚使听到众人的低语，也忍不住眼角疯狂抽搐。之前听说出了个变态，
现在又冒出来一大堆弟子，伪装身份玩黑吃黑。正在此时，人群中一个老者开口道：“张上使，老夫怀疑，这绝对不是我们正道这边的人干的，一定是天煞谷那帮魔头先带的头。”对，我正道弟子光明磊落，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张上使烦躁地抬了抬手，行了行了，吩咐下去，让所有弟子都小心点，如果碰到身穿联盟服饰的同道，务必先确认身份。是。众人纷纷点头。现在的情况是，已经完全分不清敌我了。你以为迎面走来的是联盟师兄，结果下一秒他就可能掏出战魁给你来个背刺。就因为这种防不胜防的无间道，已经有好几个宗门的弟子全军覆没了。而在万灵山的另一边，几艘属于天煞谷的千丈飞舟上，一群长老同样脸色黑如锅底。这群伪君子，真是卑鄙无耻！没想到他们会用这种下三滥的办法来对付我天煞谷弟子。大长老息怒，反正我们已经下令，让所有弟子全部脱下天煞谷的服饰，换上正道联盟那边的。此话一出，周围几个长老的嘴角也忍不住抽搐起来。你们确定是一开始就是正道联盟那边先玩的伪装，先搞的黑吃黑？绝对没错。那长老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一开始失踪的50名弟子，后来派人多方查探，得知有人冒充我天煞谷的弟子，将他们引诱到了某个陷阱里。现在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好，既然他们不讲规矩，那我们也没必要客气了。传我命令，让那些血煞核心弟子都进去。记住，告诉他们不用再有任何顾忌，放开手脚，给我杀。”很快，正道联盟这边就收到了大量弟子损失惨重的消息。经过调查，他们惊骇地发现，天煞谷那帮魔头竟然不讲武德，派出了他们的核心弟子。所谓核心弟子，那可都是万里挑一的上品灵根，是各大宗门未来的顶梁柱，是真正的天之骄子。一般这种弟子都被宗门当成眼珠子一样护着，生怕磕着碰着，根本不会让他们来参加这种低端绞肉场。损失一个都足以让任何一个宗门肉痛好一阵子。好。张上使听闻此事，不怒反笑，他们天煞谷竟然敢把宝贝疙瘩派出来，那咱们就让他们有来无回。众人纷纷点头，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要是能趁机干掉天煞谷几百个核心弟子，那几百年后天煞谷必然青黄不接，到时候再对付他们可就容易多了。张上使当即下令，立刻通知万灵山中那些正在寻要的核心弟子，让他们出来帮个忙。另外，通知附近各大宗门，再调集一批核心弟子过来。是。众人立刻掏出传讯符，让各自宗门用最快的飞舟火速将核心弟子运过来。而此时，纯小白4人正窝在一处河边发呆，因为他们失业了。现在他们一出去，无论是碰到哪一方，都会被撵得满山跑。整个万灵山已经彻底没有信誉可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根本分不清谁是敌谁是友。最关键的是，嚣张的忽悠大法，方圆的为人圆滑，在这片混乱的土地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且一票一票的干才有意思，现在这样一个个去单挑，完全没有嚼劲，这让纯小白感觉就像再吃一盘没有放盐的菜，索然无味。白姐儿撑着下巴蹲在纯小白身旁，眨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小声安抚道：“大王，要不咱们就算了，找个地方歇几天，等有机会再来吧。”一边去！纯小白没好气的吼了一句，他发现这个小丫头关键时刻总是有点扫兴。白姐儿委屈的撅了撅嘴：“现在这满山都是你防我，我防你，还怎么打劫嘛？”方圆也坐在一旁，愁眉苦脸，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就在此时，纯小白脑中灵光一闪，不对啊，之前进来的时候不是碰到那个美女榜上的秦若雪吗？怎么这一路过来一点她的消息都没听到？他立刻开口询问。方圆当即答道：“大王，您有所不知，像秦若雪那种天之骄女，一般宗门是不会派来参加这种任务的。就算有，多半也不是为了荡魔，很可能是这万灵山中有什么他们急需的，专门为灵药而来。”他顿了顿，补充道：“毕竟这万灵山乃是天煞谷的地盘，里面许多灵药都是本地特产，外界根本没有。”纯小白瞬间明白了，难怪自己一个像样的对手都没碰到，原来人家压根就不是来这里打打杀杀的。这一下，纯小白心里忽然有了新的主意。没错，绑票！打劫现在已经过时了，风险高，收益低。这些核心弟子个个都是宗门里的宝贝疙瘩，只要把他们给绑了，那还不是要多少零食就给多少零食？纯小白越想越觉得可行，一个大胆的计划迅速在他脑子里成型。他冲着方圆3人招了招手，3人立刻凑了上去。一番窃窃私语后，什么？绑票那些核心弟子？嚣张一听，顿时两眼放光，一脸的激动。啪！纯小白一巴掌拍在他脑门上，你激动的啥？没有。嚣张捂着脑袋，赶紧摇头。方圆眼珠子一转，笑眯眯的凑了过来。大王，我听说那秦若雪不仅是美女榜上的大美女，
身份背景更是不简单。咱们要是能让他也加入咱们黑风寨，白姐儿瞥了他一眼，轻哼一声，哼，男人。纯小白缓缓转过头，目光落在方圆那上下左右一般粗的身体上。别说，这胖子适应能力还真他娘的强，这么快就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黑风寨事业中来了，都已经开始主动为山寨的发展壮大出谋划策了。纯小白琢磨了一下，这也不是不行，不过最终能不能入伙，可不是自己说了算。加入他黑风寨，虽然不需要背景，也不需要天赋，但人品必须过关，还得有一个抢光全世界的伟大梦想。然而，一旁的白姐儿见纯小白竟然真的开始琢磨起来，心里莫名的咯噔一下。那个秦若雪，她虽然没见过真人，但画像倒是见过几次。虽说自己的容貌不输于她，可论身材，哎呀，我想这个干什么？白姐儿忽然俏脸一红，暗骂自己胡思乱想。这一幕恰好被纯小白看在眼里。三当家，你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红？发烧了？没有。白姐儿赶紧摇头，把头埋得更低了。行了，都别磨蹭了，跟我走。好，众人不再多问，立刻起身跟上纯小白，朝着万灵山的更深处走去。四人一路向中心区域行进了近千里，途中又热情挽留了不少肉票。从这些新来的客人嘴里，他们还真打听到了那些核心弟子的去向。只不过得到的消息却是，正道联盟和天煞谷的核心弟子正在前方中心区域，看样子是要火拼。纯小白当即回头看向方圆，二当家，你不是说那些家伙是来寻药的吗？怎么要在前面干起来了？这个，方圆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以往这种事可从来没有核心弟子掺和的份。嚣张忽然开口道：“大王，您说会不会是这正道联盟输得太惨，那边的核心弟子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跑出来想找回场子？”死！纯小白眼睛一亮，还是四当家的脑子好使。行，不管他们是什么目的，咱们先去探一探。很快，他们便找到了那些核心弟子聚集的地方。只不过，眼前这核心弟子的阵仗跟他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纯小白此刻正趴在一处山脊上，俯瞰着前方一个巨大的盆地。这个盆地位于整个万灵山的中心，名为甘灵渊，既是此地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穷的地方。据说在10万年前，这里曾是一个横跨千里的巨大灵池，只是不知何故，一夜之间突然干涸，才成了如今这副模样。此刻，就在甘灵渊的入口处，正有一群群联盟弟子朝着中心区域汇聚，而走在最前面的那些人气度截然不同。他们个个身姿挺拔，神情倨傲，身上衣袍灵光流转，一看就不是凡品。周围的普通弟子看他们的眼神充满了敬畏与崇拜，自觉地让开道路，不敢有丝毫靠近。大王，方圆压低声音猜测道，我估计天煞谷那边也派了不少核心弟子，所以两边才打算在这里来一场决战，免得浪费时间到处找人。纯小白点了点头，这一点他倒是没说错。现在距离荡魔任务结束只剩下不到6天，根本没有时间再让他们在这方圆几万里的山里玩捉迷藏了。为了节约时间，约好地方真刀真枪的干一场，然后散伙，倒也合情合理。不过纯小白也感到了一丝压力，他能清晰地从那些核心弟子身上感受到一丝丝危险的气息。他很清楚自己光有一身蛮力还不够，境界太低始终是硬伤。无论是他这种开启神藏的体修路子，还是借天地之力的灵修，根基都是境界。他现在的优势是能越级战斗，但终究有个限度。面对这些高出自己5、6个小境界的真正天才，就算力大无穷，面对铺天盖地的法术，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行了，纯小白忽然将3人召集过来，找了个隐蔽的山洞，沉声道：“先闭关，提升实力。”方圆3人闻言自然是求之不得，他们身上现在还揣着20多个塞满宝物的储物袋，早就想找个时间好好整理吸收一番了。4人找了个鸟不拉屎的峡谷，确认方圆百里连只妖兽的影子都没有后，便各自施展手段开辟洞府。片刻之后，山壁上便多出了4个黑黢黢的洞口。4人钻了进去，又在洞口内外打上几道简易的隐蔽阵符，确认万无一失后，这才不约而同地盘膝而坐。纯小白这边二话不说，直接从怀里摸出5个储物袋，在手上拍了拍。这5个储物袋每一个都有50立方的空间，硬生生被塞得满满当当，灵光闪烁，各种瓶瓶罐罐、药草法器瞬间堆成整个洞府。他开始分门别类的整理，灵石一堆，灵药一堆，2阶丹药一堆，至于那些杂七杂八的法器，他看都懒得看，直接一股脑的扫进了自己的储物戒里。花了足足半个时辰，他才粗略清点完毕。灵石20万，2阶灵药2200株，3阶灵药只有稀稀拉拉的10株，丹药足有500多瓶，全是2阶的。至于1阶丹药，他连数都懒得数，那玩意儿吃到撑死，也就顶一颗2阶丹药的药效，纯属浪费肚子。就像2阶灵药和3阶灵药的差距一样，一株3阶灵药的药力差不多能顶上100株2阶灵药了。
只可惜这玩意儿实在太少。纯小白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资源，却没有急着冲击境界。他现在有司天手、踏天步、封天指，可这3样要么是身法，要么是擒拿手法，都不是正儿八经的杀伐之术。现在最要紧的是攻击手段。甘凌渊里那些核心弟子，个个眼高于顶，估计最次的也是筑基后期，甚至可能还有巅峰的存在。以自己现在炼血7层的境界，就算一口气突破到8层、9层，对上他们也绝对是凶多吉少。不行，必须得有个镇得住场子的手段。想到这里，纯小白打定了主意，再进那小塔一次，找一门真正的攻击法门。有了决断，纯小白不再犹豫，他收敛心神，一沉神海去沟通那座神秘的6层小塔。只一瞬间，他便感觉神识与小塔建立起了联系。他发现，随着境界的提高和神识的变强，沟通这小塔竟变得如此轻易。心念刚一动，整个人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吸了进去，眼前景象一阵变幻，灰蒙蒙的，混沌一片。他花了一个呼吸的时间，才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定睛看去，四周的景象和他上一次进来时没有任何区别。纯小白立刻在那面紫铜色壁下游走起来，1圈、2圈、3圈，他转悠了半天，硬是没找到一个合心意的。紫铜色壁的功法倒是一大堆，可要么是拳法，要么是腿法，甚至还有几门威力不俗的铁头功。纯小白瞅了一眼那铁头功的介绍，练成之后脑袋能硬扛法宝，威力确实不错。可一看那演化出的光头猛男形象，他立刻就放弃了。开玩笑，为了这玩意儿变成一个大秃瓢，那他英俊帅气的形象还要不要了？寻思了半天，最终他停在了一套掌法前。光壁上的人影正演练着一套掌法，一共9式，掌风凌厉，气势倒也非凡。纯小白知道，这9掌很可能只是这套掌法的上卷、中卷和下卷，8成藏在第2层或者更高的地方。可他刚才也试过了，根本找不到打开第2层的办法。眼下这套掌法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了。妈的，就他了！纯小白不再浪费时间，当即集中精神，开始模仿光壁上那人影的第1掌招式。他刚摆出一个起手式，神海中便猛地一震，一股庞大的信息洪流瞬间涌入脑海，让他对这一掌的奥义豁然开朗。同时，一个响亮的名字在他心底浮现：大威天龙掌。我去，可以啊！纯小白顿时来了精神。看着图不咋地，名字还挺唬人嘛。这名字不比那些什么天阶功法霸气多了？这套掌法一共9式，光是第1式的名字就让他热血沸腾。亢龙无悔，第2式飞龙破天，第3式剑龙在田，第4式潜龙破渊。此刻纯小白的神海中已经清晰地烙印下了第1掌的运劲法门。他甚至有种感觉，如果不是这空间限制，他一掌就能把这天给捅个窟窿。他立刻开始模仿第2掌。这一模仿，他才发现第2掌的动作竟然比第1掌复杂了数倍。他试了好几次，都因为细微的差错而失败，无法接收到完整的招式信息。直到他一丝不苟地将动作做到分毫不差，脑子里才嗡的一声涌入了第2掌的运行线路与法门。紧接着是第3掌，到了第3掌，他的进度明显慢了下来，光是一个起手式就琢磨了足足半刻钟。然而就在他掌握第3掌奥义的那一瞬间，一股巨大的排斥力猛地传来，小塔毫不客气地将他直接踢了出去。嗡！意识刚一回到洞府，一股强烈的眩晕感便席卷而来，脑袋里仿佛被塞进了一团浆糊。他二话不说，抓起地上的一把灵药就往嘴里塞，可越吃他的脸色就越黑。他发现自己一口气塞了足足500株2阶灵药下肚，那股要命的虚弱感竟然才刚刚缓过来一点。你妹啊！纯小白欲哭无泪，这破塔还带涨价的。他可是清楚的记得，第1次进去的时候就消耗了几瓶丹和1株灵药的能量。这次倒好，500株2阶灵药下肚，居然才吃了个半饱。这破塔比老子这个土匪头子还黑。没办法，纯小白只好又抓起500株2阶灵药，眼含热泪的往嘴里塞。一边塞，他一边严重怀疑这破塔里是不是住着个老爷爷，不然怎么可能这次的消耗会这么大，足足是上一次的几百倍。那等他下次再进塔，岂不是要上万倍？看来这塔有使用限制。纯小白一边炼化药力，一边心里嘀咕，可他又觉得不太像，难不成是因为功法的原因？他仔细一想，没准还真是。自己第1次入塔学了武神诀，第2次进塔得了司天手和踏天步。这几个功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模仿就会，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但这大威天龙掌却截然不同，光是前3掌就耗了他将近1个时辰。这么一想，消耗大很可能跟破塔本身没关系，而是跟这套掌法有关。搞不好这套掌法的品阶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现在的境界。不过现在洞里空间太小，也没法试掌。纯小白只好先将状态恢复到巅峰再说。他忍痛又吃了上百株2阶灵药，
这才感觉身体的虚弱感彻底消失。没办法，不恢复不行，因为他接下来打算消耗掉身上的所有资源，先将境界提上去，不然对上那些核心弟子，他心里还真没底。在万灵山转悠了这些天，说实话，他一个能打的都没碰到，但他心里清楚，不是别人太菜，而是真正的天才他还没遇上。马敢打狼，两头怕。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永远不要小看任何人。你可以嚣张，但绝不能真的膨胀。那些核心弟子之所以被称为核心，是因为从各大宗门100万弟子中杀出来的极少数人，个个都是100万里挑一。这种人除了身上宝贝多，实力也必然变态。毕竟没有相应的实力，守不住身上的宝贝；没有实力，也赚不来这么多宝贝。他纯小白当了这么多年山大王，别的本事没有，就是有自知之明。检查了一下身体，确定没什么毛病后，纯小白不再犹豫。他将20万灵石全部倒了出来，刹那间，刺目的灵光几乎要将整个山洞撑爆。浓郁的灵气化为白雾，只是吸上一口，都感觉浑身36000个毛孔齐齐张开，舒爽无比。20万灵石应该够了吧？这几乎是他全部的家当了。纯小白最后心疼地看了一眼满地的灵石，深吸一口气，盘腿而坐，当即运转武神诀。嗡！武神诀一经运转，一股无形的吸力轰然爆发，瞬间将那座灵石小山笼罩。灵石缓缓融化，化作一道道精纯的灵气洪流，疯狂地朝着纯小白的身体汹涌而去。境界提高，最大的好处就是这吸力也跟着水涨船高。如今的他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费劲地把灵石拍碎，只需功法一转，便能将灵石中的本源灵气直接抽入体内。咕噜噜噜，血液奔腾的轰鸣声再次从他体内传出，震得整个洞穴都嗡嗡作响。那座由20万灵石堆成的小山，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消融，不到1个时辰，便彻底化为了一地毫无灵气的残渣。然而，纯小白的脸色也起了一脸的渣渣，这时他气得他差点没用指甲在脸上挠出几道血印子。因为20万灵石下肚，他娘的竟然还卡在炼血7层。行了，不想说了。纯小白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他这体质，他这功法，任重而道远。最后，他只能眼含热泪的将所有灵药都掏了出来，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跟老牛吃草似的，大口大口的嚼了起来。感觉肚子实在撑不下了，他就盘腿坐下，全力炼化那磅礴的药力，引导着药草本源冲刷4肢百骸，试图强行开启血液中的神藏。然而，惊奇的一幕发生了，神识内视之下，他竟发现自己的血液不再是鲜红，反而变得有些暗红，跟中毒了似的。但这绝对不是中毒，因为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种修炼时经脉撕扯、拧巴打结的剧痛正在缓缓减轻。这是血液在蜕变。纯小白大感惊奇，再也顾不上心疼，一边炼化，一边不要钱似的将那些2阶灵药一把一把地往嘴里灌。灵药中蕴含的本源可不是灵石能比，在他消耗掉足1000株2阶灵药后，他那暗红色的血液之中竟然开始散发出丝丝缕缕的淡淡金光。没错，他的血液正在缓缓从鲜红朝着金色演变。这难道就是开启血脉神藏？不错，纯小白嘴角一咧，直接将最后几百株2阶灵药全部吞入口中。当最后一株灵药的药力被吸收殆尽时，他炼血7层的境界壁垒轰然告破。炼血8层，无论是身体的强韧度，还是体内血气的力量，都在这一刻完成了一次蜕变。尤其是内视之下，能看见每一根经脉中流淌的血液都带着一抹淡淡的金色，虽然还很浅，却真实存在。他知道，恐怕要等突破到炼血境大圆满，才能让血液彻底完成蜕变。他的炼血境与寻常的炼气期不同，炼气9层巅峰便可筑基，而他的炼血境却足足有12层。9层之后才算进入所谓的圆满期，他必须冲击到圆满期，才有资本跟那些核心弟子掰一掰手腕。毕竟人家可是实打实的高出他一个大境界。有了决断，纯小白便直接行动起来。他起身从储物戒里掏出一个巨大的木盆，哐当一声放在地上，随后抬手一挥，将所有的丹药都取了出来。1阶丹药零零总总3000来瓶，2阶丹药也有200多瓶。反正他这体质百毒不侵，也不管是疗伤的还是淬体的，是毒药还是解药，拧开瓶塞就往木盆里倒。乒乒乓乓，空药瓶被他随手扔在角落，不过半刻钟就堆成了一座小山。木盆里各色丹药混杂在一起，五颜六色，跟一锅大杂烩似的。他甚至还找了个木瓢伸进去搅了搅，嘴里念念有词，这样就均匀了。只是看着眼前这直径半米、满满一大盆的丹药粥，他又犯了难，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先不说时间够不够，纯小白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接下来这肚子怕要遭得罪了。可一想到那些核心弟子鼓鼓囊囊的储物袋，他觉得不把那些宝贝都弄到手，自己离开这万灵山后，恐怕会后悔一辈子。衡量再三，他一咬牙，决定还是让肚子遭点罪吧。
他直接拿起木瓢，舀起满满一瓢丹药就往嘴里灌，连嚼都懒得嚼。直到肚子被撑得圆鼓鼓的，实在装不下了，便立刻盘腿坐下，运转功法，全力吸收炼化。就这样，木盆里的丹药一层层的往下掉，而他体内的血液也随着丹药的炼化，金色愈发深邃。好在这3000多瓶丹药没有白吃，硬生生将他的境界从炼血8层初期一路对到了8层圆满，只差临门一脚就能迈入炼血境后期。然而此刻能用的资源基本已经见底，就剩下那最后100株3阶灵药，这可是他最后的家底了。本来还想留着压箱底，但现在也顾不上了。纯小白黑着脸将100株3阶灵药全部拿了出来，一根一根的往嘴里塞。3阶灵药不愧是3阶灵药，一株下肚，药力比100株2阶灵药还要磅礴。10株3阶灵药吃完，他经脉中的血液金色又深了一分。20株、50株，当他将第70株3阶灵药吞入腹中时，只听咔嚓一声脆响，仿佛体内某种无形的枷锁被瞬间打破，一股磅礴的力量猛地从他体内荡漾而出，将整个洞穴震的灰尘簌簌直落。就连隔壁正在闭关的方圆3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大跳。不错，不错，纯小白感受着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嘴角直接咧到了耳根。这资源没白费。他兴奋地伸出手掌，就想试试新悟的大威天龙掌，可手掌刚抬起，他又硬生生忍住了。开玩笑，以他现在的力道，随手一挥都有数万斤的力气，这要是卯足了劲一拳下去，至少10万斤起步。这一掌要是拍实了，怕不是得当场把自己给埋了。咔吧，咔吧，他伸了个懒腰，浑身骨节发出一连串爆豆般的脆响，一股前所未有的舒爽感传遍全身。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血液已经完全被一层淡淡的金色所覆盖，也不知道这金色的血有没有啥特殊功效，有机会得弄点出来试试。纯小白摸着下巴琢磨着，万一这玩意儿能当药材卖，以后没钱了就放点血换灵石，自己造血自己卖，这不就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了吗？以后还用担心资源消耗。啧，完美。纯小白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挺起胸膛，背着手大摇大摆的走出了洞府。他一抬头就看见方圆、嚣张和白姐3人黑着脸，跟3尊门神似的处在洞口。哟，这是干啥？迎接本大王出关呢？纯小白笑呵呵的问道。迎接个屁！3人心里直骂娘，他们刚才正准备冲击境界呢，就被他那边的动静一次次打断，好几次都差点走火入魔。结果资源消耗了一大堆，境界却还在原地踏步。不过当他们看到纯小白浑身透着一股玄奥莫测的气息时，心里的那点怨气瞬间就散了。他们能感觉到自家大王的境界又突破了，他们突不突破不要紧，大王的境界可是头等大事，这可是队伍里的扛把子。方圆当即抖着一身肥肉，脸上挤出一个谄媚的笑容，连连点头。对，恭迎大王神功大成，顺利出关。大王神威！嚣张也一脸谄媚的凑了过来。只有白姐儿眼神复杂的看着纯小白，他发现自己与这个男人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了。不错，纯小白很是受用，上前拍了拍2人的肩膀，那为了庆祝一下，咱们去干他一票大的。好嘞！嚣张猛地一拍大腿，兴奋的搓着手。大王，就在您闭关的时候，我偷偷摸摸出去转了一圈，发现那边还没正式开打，不过大概情况我已经摸清楚了。哦，纯小白有些意外的看了他一眼，这家伙还挺专业，这4当家的位置可以给他坐死了。随后他将3人带到一旁，开始了解具体信息。从嚣张口中得知，正道联盟和天煞谷的核心弟子已经把战场定在了甘霖渊的中心区域，双方约定2军对垒，自由猎杀，直接来一场不论生死的大乱斗。这2拨人早就想一较高下，其中还有不少平日里就看不对眼的死对头，正好借这个机会了结恩怨。这不是往我口袋里送钱吗？纯小白听得眼睛发亮，他还真担心这帮家伙会搞什么1对1的擂台赛，那可就不利于他发挥了。不过纯小白摸了摸下巴，这帮家伙说话算话吗？方圆解释道，大王您放心，虽然天煞谷被称作魔宗，但在这种生死对决上，没人会违反约定，因为一旦当了缩头乌龟，即便活下来也会道心有缺，往后的路就难走了。嚣张赶紧在一旁猛点头，这总算是为他天煞谷证明了。他天煞谷再怎么说也是大宗门，这点信用还是有的。纯小白却不屑地撇了撇嘴，什么生死对决，什么违反约定，什么道心有损，在他这儿就一个道理，打不过就跑。至于道心，只要心理素质够硬，那就都不是事儿。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纯小白心里乐开了花，当即将嚣张3人打发了出去，让他们把2边核心弟子的底细都给摸清楚。而他这个山大王则悠哉悠哉地叼着根狗尾巴草，找了块大石头躺下，坐等消息。当然他也不只是在等消息，毕竟嚣张也说了，那帮家伙
还没正式开打，没打起来就不利于他行动。正所谓趁乱发财，讲究的就是一个浑水摸鱼。水不浑，怎么摸？以他多年的山大王经验分析，那两拨人虽然叫嚣的厉害，但个个都是惜命的主，肯定会磨蹭到最后几天才真正动手。为什么是最后几天？时间越长，变数越多，危险越大。留到最后再打，万一打不过，刚好任务时间也到了，正好找个借口开溜，面子里子都有了。果然不出他所料，很快白姐儿就独自回来报信，说两边的人已经约好了，2天后在甘霖渊中心正式开战。而现在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整整2天。你妹的，2天！纯小白一听就火了，从石头上蹦了起来。白白浪费老子2天时间，这不是浪费我的钱吗？他现在是一刻也等不了了，当即对白姐儿吩咐道：“你马上去把正道联盟那边比较出名的那几个弟子的名字、样貌全都用留影石给我拍下来。”他又扭头看向嚣张：“你也一样，去天煞谷那边把他们的名将、据点还有长相全都给我弄回来。”两人听到这命令，非但没有害怕，反而两眼直冒金光。尤其是白姐儿，此时此刻他已经被纯小白这种悍匪般的行事风格彻底折服。他知道自己追不上这个男人的脚步，便立志要做他身后那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三人分工明确，方圆为人圆滑，负责在两边人马中周旋，打探局势。白姐儿一个漂亮妹子，到哪儿都吃得开，正好去收集那些天才弟子的个人信息。至于嚣张，如今也是个小土豪，用零食开路，什么消息都买得到。只花了不到3个时辰，三人便将能调查到的信息全都带了回来。纯小白看着摆在面前厚厚一沓的资料和一堆留影石，反倒有些头疼，不知道该从哪个身上先下手了。他翻看着资料，发现这些家伙不愧是天才中的天才，一个个不仅身上法宝众多，底牌深厚，境界也高得吓人。最麻烦的是，开战日期未到，这些家伙全跟乌龟似的缩在各自的据点里。更可气的是，每个人身后都跟着几百号摇旗呐喊的狗腿子，人前人后簇拥着，他想下手都没机会。不行不行！纯小白站起身，来回踱步，必须让他们挪窝，只有动起来，本大王才能找到机会。他思索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难不成真要白白浪费这2天时间？要知道这些天才可不少，两拨人加起来浩浩荡荡足有4000多人，每浪费1个时辰，都意味着他要损失一笔巨款。一想到自己的无底洞体质，再想到那个恐怖的娘们儿的10年之约，纯小白就觉得必须把握住每一个能捞钱的机会。只有把握好机会，才能让那个娘们跪在自己身前唱征服。突然他脑中灵光一闪，有了！既然这两拨人磨磨唧唧都舍不得先动手，那自己去给他们点把火不就行了？啪！纯小白猛地一拍大腿，吓得旁边的白姐儿一个机灵。大王，大王，有啥喜事啊？要不分享一下？嚣张搓着手，一脸好奇地凑了上来。纯小白没理他，一双眼睛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白姐儿，嘿嘿直笑。大喜事！这话说的让白姐儿俏脸一红，还以为他要来个什么当众表白之类的。结果下一秒，纯小白直接从储物戒里掏出一身夜行衣，3下5除2就往身上套。他还掏出个小镜子照了照，臭美的整理了一下衣领。不错不错，长得帅，穿什么都好看。白姐儿先是一愣，随即明白了什么，嘴角不由自主地抽了抽。看这架势，他知道又有人要倒霉了。纯小白将黑色头套往脸上一罩，只露出一双贼亮的眼睛，冲着身旁的白姐儿和嚣张吩咐道：“你们俩去跟方圆说一声，让他好好盯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来这里集合交换情报。对了，纯小白像是想起了什么，又补充道，在这峡谷深处给本大王挖个隐蔽点的洞出来。”啊！两人一愣，但很快就反应过来。嚣张立刻搓着手，一脸我懂的表情。好的，大王，您放心，保证给您挖个满意的洞府。纯小白满意的点了点头，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二人眼前。他一走，嚣张直接抬手一挥，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具高大的玄阶战魁，一跃而上，准备去开凿洞府。白姐儿看到那战魁，吓得猛地后退一步，指着他，眼中满是震惊：“你是天煞谷的弟子？”因为这种玩意儿，纯小白那里多的是，但他们的神识强度不够，根本没法认主，因此就没法操纵。得等到他们突破了筑基期，神识强度才能打下烙印认主。嚣张一愣，没想到身份这么快就暴露了，但也没隐瞒，索性大方地承认了。没错，白姐小脸瞬间煞白，他实在没想到纯小白胆子这么大，居然敢跟魔宗弟子勾结在一起。这要是被青云宗知道了，那可就……但转念一想，如果自己在这种时候还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他会不会对自己更感动？想到这里，他立刻挺起胸膛，严肃地提醒道：“注意隐藏好你的身份，可不能给我们大王招惹麻烦。”嚣张又是一愣，这口气怎么听着跟压寨夫人似的？不过他还是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苦笑道：“
放心吧，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大王要是有事，我也活不成。没错，他现在已经把天煞谷那帮核心弟子得罪了个遍，就算想跑，又能跑到哪儿去？嚣张刚准备催动战魁开凿，白姐儿却突然拦住了他。等等，他先是警惕地打量了一下四周。虽然这个地方足够隐蔽，但距离甘林渊中心太近了。那些核心弟子可不是寻常角色，若是有人失踪，绝对会惊动宗门高层，搞不好到时候会引来长老级别的人物亲自搜寻，那就麻烦了。经过一番思索后，他忽然想到了之前的那个悬崖。那个地方鸟不拉屎，荒无人烟，尤其底下那个深渊是个天然的风口，罡风呼啸，即便残留了什么气息，很快也会被吹得一干二净。想到此，他心中一定，直接对萧章说道：“跟我来。”说罢，便带着萧章朝着那处深渊疾驰而去。另一边，纯小白将踏天步运转到了极致，整个人化作一道疾风，所过之处不留半点痕迹。如今他已是炼血9层，身上还揣着30多株3阶灵药，完全撑得起这种高强度的消耗。很快，他便摸到了正道联盟一处核心弟子的营地。只是这人着实是有点多。前方的山谷中临时搭建起了一座座简易木屋，周围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各宗弟子。他们虽然都在闭目打坐，但纯小白能感觉到这些家伙的神识都散在外面，警惕地监视着周围的一草一木。很显然，双方都在相互防备，谁都担心对面不讲武德，突然搞偷袭。查明情况后，纯小白一个闪身，悄然退走。他倒不是怕了这些家伙，只是他此行的目的只是为了点火。既然知道了他们相互不信任，那就好办了。想让他们提前打起来，还不就是一把火的事儿？纯小白将身法催发到极致，调转方向，朝着天煞谷那边摸去。经过一个时辰的摸索，他来到了一处湖边。整个湖畔驻扎着大大小小的帐篷，帐篷周围同样围满了天煞谷的弟子。不过，这些帐篷之间都隔着一段距离，泾渭分明。显然，这些魔宗弟子个个都是刺头，谁也不服谁，自然不会抱团取暖。这就好办了。纯小白躲在暗处，眯着眼睛扫视着，很快就锁定了一个离他最近的帐篷。这个帐篷虽然防卫的弟子不少，尤其是周围整齐排列的战果，散发着幽光，给人一股极致的压迫力。但他正好背靠着一片茂密的树林，只要自己一得手，立刻就能潜入林中。那些树林里尽是参天古树，遮天蔽日，不利于这硕大的战魁追踪。一旦让他进去，任他们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再追上自己。计划已定，纯小白仔细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夜行衣，确定不会泄露任何气息后，他深吸一口气，直接施展出了缩地成寸。一步踏出，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悄无声息地落在了那顶帐篷的阴影之中。这可是接近500米的距离，纯小白自己都吓了一跳，心中暗道：卧槽，这武功果然是跟着实力变强的。什么人？就在他愣神的刹那，几名巡逻的弟子敏锐地注意到了这边的异常。他们二话不说，长剑出鞘，带着凌厉的杀气汹涌而来。那2名巡逻弟子的暴喝，如同一块巨石砸入平静的湖面，瞬间激起千层浪。周围所有天煞谷弟子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轰隆隆，一具具冰冷的战魁接收到主人的指令，沉重的脚步踏碎地面，从四面八方朝着纯小白围杀而来，杀气腾腾。这边的动静也终于惊动了帐篷中的那位核心弟子。帐篷帘布一掀，他在几名亲随的簇拥下，背着手缓缓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一丝被打扰的不悦。纯小白一眼就认出了这家伙，正是他此行的目标。纯小白体内金色的血液瞬间沸腾，力量贯穿双腿，猛地一踏地面，踏天步。下一秒，他的身影在原地消失，鬼魅般的出现在了那名核心弟子的背后。快，太快了！那名核心弟子刚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以诡异的身法逼近，瞳孔骤然一缩。然而还不等他做出任何反应，只觉后颈一痛，身体一僵，眼前瞬间陷入一片黑暗。周围的那些天煞谷弟子全都惊呆了。等他们再次捕捉到纯小白的身影时，发现他已经到了自家老大的身后。不好！众人反应过来，正要蜂拥而上，却发现原地哪里还有人影。人呢？人呢？那里！有人眼尖指着100米开外，只见一个黑影扛着他们的老大，正飞快地往树林里窜。岂有此理！这帮正道伪君子居然敢玩绑架！师兄们，追！轰隆隆，一具巨战魁猛地冲天而起，沉重地落在地上，震得地面都在摇晃。然而等他们拥挤着冲进树林时，哪还有纯小白的半点影子？岂有此理！一名弟子从战魁的脑袋里钻出来，气得满脸通红。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帮伪君子偷袭。走，咱们去找大师兄。既然他们不讲规矩，那咱们也别讲了。很快，纯小白就扛着那个昏迷的家伙回到了之前碰头的山谷。只是他没看到白姐儿和嚣张，倒是方圆那个胖子还在。方圆一看到纯小白扛着个大活人回来，
立刻搓着手，满脸堆笑的迎了上去。大王威武，大王神勇！纯小白随手将那货往地上一扔，问道：“白姐儿他们呢？”大王，方圆弓着身子回道：“三当家说这里不安全，带着嚣张去咱们之前那个深渊开凿秘密据点去了。”哦，纯小白一脸诧异，随即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三当家果然是干这行的料，知道小心驶得万年船。行，他立刻冲着方圆吩咐道：“等他们俩回来，你们一起把这家伙运过去。”方圆一愣，看着地上躺尸的倒霉蛋，有些迟疑的问道：“那个大王，这家伙不会半路醒过来吧？”放心，纯小白一脸淡定的摆了摆手，没有本大王的解封，10天之内他醒不过来。那就好，那就好。方圆这才松了口气。纯小白不再多言，身形一闪，再次消失在原地。他前脚刚走不久，白姐儿和嚣张后脚就回来了。他们俩同乘着一具悬接上品的战魁，哐当哐当的跑了过来，动静闹得不小。这可把方圆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是天煞谷的人追过来了。结果看清是白姐儿，他才松了口气，随即瞪大眼睛看着从战魁里钻出来的嚣张：“你是天煞谷弟子？幸会，幸会！”嚣张抱了抱拳。方圆那胖脸上的肉瞬间挤成了一朵菊花，猛地给了嚣张一个熊抱，两人都露出一副相见恨晚的笑容。不错不错，没想到咱们山寨的业务都发展到魔宗去了。白姐儿实在看不下去，翻了个白眼，打断了这两个活宝的惺惺相惜，指着地上的人说道：“别废话了，这是大王抓来的。”死！嚣张定睛一看，待看清地上那人的脸时，瞳孔骤然一缩。这家伙可是我们宗门核心弟子里最嚣张跋扈的一个。说着，他冲上去就对着那人昏迷的脸左右开弓，啪啪就是2个大嘴巴子。方圆当即冲他竖起一个大拇指：“萧兄弟，果然人如其名，痛快！”嚣张抹了把手，直接将那家伙往肩上一扛，跟扛麻袋似的扔进了战魁的驾驶舱里，然后独自一人驾驶着战魁朝着悬崖的方向而去。如今这片地界已经没什么人了，因为两边的主力都在为中心区域的决战做准备。就算偶尔碰到零散的弟子，看到这庞然大物，也早就识趣的提前躲开了。纯小白这边出去不到半个时辰，又扛着一个正道联盟的核心弟子回来了。这一下算是彻底将两拨人马的火药桶给点燃了。然而也仅仅是点燃，他们并没有像纯小白想象的那样提着刀就冲出去跟对方拼命。纯小白将新抓来的倒霉蛋交给返回的嚣张，又让方圆去打探了一下局势。结果方圆带回来的消息让他老脸一黑。那两拨人只是隔空对骂了半天，骂完之后居然各自缩回了营地，非但没打起来，反而把人手全都集中到了一起，还加大了防守力度。这他妈也太怂了吧！你妹的！千算万算，没算到这帮孙子能怂到这个地步。纯小白算是看明白了，这帮家伙之所以还不出手，归根结底还是怕消耗太大。赢了还好说，万一输了，到时候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所以他们就打定了主意，硬是耗到最后3天再决战。那样一来，就算捞不到好处，也能保存实力，安然等到任务结束自动退出。这帮怂蛋可把纯小白气得不轻。不行不行，这火光冒烟不下雨，不行！纯小白来回踱着步，眉头紧锁。突然他又眼睛一亮，猛地一拍大腿，有了！随后他立刻招呼着还有些懵逼的方圆3人，朝着那处深渊而去。来到深渊崖边，纯小白看着下方峭壁上那个隐蔽的洞口，一脸的满意。他重重地拍了拍嚣张的肩膀，不错不错，这里天王老子来了也找不到，有赏。嚣张干咳一声，连忙解释道：“大王，大王，这主意可不是我想的，是三当家他想出来的。”白姐儿一听，立刻挺起饱满的胸脯，扬起雪白的天鹅颈，准备迎接纯小白的欣赏赞扬。然而纯小白只是走过去，猛地一巴掌拍在他肩头，直接把他拍得一个趔趄。看着细胳膊细腿的，他纵身一跃，稳稳落在洞口，脚下再一发力，便窜了进去。来到山洞中，纯小白更是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发现这个洞足有500多平，别说2个人，就算把那4000多核心弟子全绑来，都绰绰有余。而此时在这洞府的正中央正立着2具雕塑，一个是正道联盟的核心弟子，另一个是天煞谷的核心弟子。2人面对面站着，姿势僵硬，大眼瞪小眼，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决，只是谁也动弹不得。纯小白打量着眼前的2尊雕塑，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大手一挥，干脆利落的命令道：“给本大王将他们衣服扒了。”白姐儿俏脸瞬间涨得通红，扒了！少废话，赶紧的！好嘞！方圆可不管那么多，撸起袖子就冲了上去，3下5除2就把2人扒了个精光。白姐儿红着脸，赶紧扭过头去，一脸的尴尬和羞恼。这个混蛋！他现在算是彻底看明白了，这家伙压根就没把自己当女人看。随后，纯小白从储物戒里摸出2块流影石，丢给方圆和嚣张。
这种流影石跟全心石差不多，内含小型阵法，不仅能记录声音，而且连影像都能清晰的录制下来。发挥你们的想象力，给他们摆好姿势，都给老子照下来。这是跟他们想一样，让那边的人看到他们的师兄被人侮辱，从而产生愤怒。他们平日里见了核心弟子，那可都只能站在100米开外，现在既然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必须要把握好机会啊！还是要跟大王混好了，这辈子难以想象的梦想全都能实现。他们当即发挥出毕生所学，给那2个倒霉蛋摆出了各种奇葩造型，有双膝跪地、痛哭流涕求饶的，有五体投地、屁股撅上天的，甚至还有搂在一起、含情脉脉、相互肉搏的。完事后，纯小白又让方圆3人各自换上夜行衣，他自己则取出一把明晃晃的大刀，一指点出，解开了那位天煞谷弟子的定身封印。那弟子悠悠转醒，一睁眼就看到3个黑衣人围着自己，当场吓了一跳。他下意识的想运转灵力，却发现丹田仿佛被冻住了一般，完全无法沟通。不仅如此，浑身更是酸软无力，连站着都费劲。这显然是中了什么绝灵散，散去了他一身灵力。砰！嚣张一脚就把他踹翻在地，恶狠狠地骂道：“李师兄，没想到吧？”方圆当即给他竖起一个大拇指：“萧兄弟，佩服。不过不打紧，反正这家伙最终是要变成纯小白手中的积分的。而眼前这位正是天煞谷某位长老的亲儿子，名叫李成。名字叫得好听，人却一点也不诚实，整天在宗门里诱骗那些纯洁的小师妹，惹得天怒人怨。嚣张早就看他不爽，刚才一时没忍住就踹了上去。别废话了，战利品咱们已经分完了，现在就剩下积分了。听说一个核心弟子的头能换1000积分呢。砰！李成当场吓得亡魂大冒，想也不想，对着地上就磕头：“别杀我！这位爷爷，饶命啊！你要多少钱我都给，绝对比换积分划算。”这就是传说中的核心弟子。这个核心是一向不是眼高于顶，身旁妹子无数，从不服输吗？竟然也有求饶的时候，能看到一个核心弟子在他们面前求饶，这就算最后被抓了，这一辈子也值了。方圆突然注意到纯小白冲他使的眼色时，瞬间心领神会，他立刻发挥出自己圆滑的本性，一把拦住纯小白，大声劝道：“大王息怒，为了1000积分，不值当啊！属下可是刚打听到，这家伙他爹是位长老。”大王，李成先是一愣，随即脑子飞速转动起来，难不成这几个人是外面混进来的土匪，专门跑来杀人越货？他仔细一看，一个膀大腰圆，一个尖嘴猴腮，带头的这个更是匪气十足，没准还真是外面混进来的悍匪。毕竟正道弟子哪个敢这么胆大包天，跑到他们天煞谷的地盘上来绑人？也只有那些亡命之徒才敢这么玩命，自己落在他们手里，那不就等于落在了钱眼里？想到这里，他赶紧开口道：“对，这位大哥说的对，我爹是长老，很有钱，只要你们放了我，要多少灵石我都给。”砰！嚣张又忍不住一脚踹了上去：“你当我们是傻子吗？放了你，让你搬救兵来找我们麻烦？”不是，李成赶紧摇头：“只要给我1枚传讯符，我可以让我的师弟们把灵石送过来。”听到这话，纯小白嘴角一咧，但没有表现出来，他假装犹豫了一会儿：“这个风险有点高啊，不过咱们道上的规矩，图财不害命，害命不图财，那就给这小子一个机会。”就越发断定他们就是悍匪，别人不知道，他怎么不知道？因为这些年天煞谷一直被正道联盟打压，导致他们这些核心弟子也跟着穷得叮当响。他也没想到世事无常，大肠包小肠，竟然有人打劫到自己头上。方圆当即会意，拿着流影石凑到李成面前，阴阳怪气的说道：“传讯符就不用了，来，对着这个，你需要谁给你送钱，我负责把这个交给他。”李成看着那闪着微光的流影石，彻底傻眼了。自己现在连条裤衩都没有，这要是被录下来，以后还怎么见人？可他知道，如果不答应，自己很可能下一秒就要变成1000积分。没办法，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咬了咬牙，心中发狠：“等着吧，等老子逃出去，一定要把这方圆10万里的土匪全都抓起来，看老子不将你们抽筋扒皮，点魂灯！”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随后，李成在嚣张的强烈要求下，光着屁股跪在地上，双手抱头，照着方圆写好的纸条，哭丧着脸开始念道：“各位师弟，师兄，我被正道联盟的人抓了，他们太强了，我们打不过的，你们快凑点灵石把我赎回去吧。咱们投降算了，天煞谷算个屁啊，跟人家正道联盟比，就是一群土鸡瓦狗。我算是看透了，咱们魔宗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他几乎是将所有贬低天煞谷、抬高正道联盟的话全都念了一遍，顺带还把自己宗门的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轮。念完之后，李成瘫在地上，他知道
就算自己被赎回去了，也得被他爹活活打死。但没办法，这总比现在就变成1000积分要强那么一点点。突然，洞中一阵阴风吹过，他感觉浑身凉飕飕的，刚想开口讨件衣服穿，纯小白的身影便如鬼魅般一闪而过。李成只觉眼前一花，身体瞬间僵硬，再次变成了一尊雕塑。方圆嘿笑着将他往旁边一挪，放到一旁摆好。接着，他们又对那位正道联盟的核心弟子故技重施，将刚才的流程原封不动地走了一遍，最终成功得到了2份新鲜出炉的流影石。纯小白将2块流影石分别丢给方圆和嚣张，吩咐道：“你们俩把这个给你们各自的师兄弟们送过去。”啥？方圆和嚣张当场就傻眼了。送过去？这不是开玩笑吗？要知道，这流影石里可都是把自己这边骂得体无完肤，把对面捧得比天还高的话。这要是让那些心高气傲的核心弟子们看到了，还不得当场扒了他们的皮？你妹的！看着这2个怂货哆哆嗦嗦的样子，纯小白气的就要上去一人一脚。就在这时，白姐儿看不下去了，他上前一步，对着2人娇斥道：“你们2个家伙能不能有点担当？危险事都让大王一个人干了就算，脏活累活也让大王一个人扛。探路是他，绑人是他，现在连送个信都得他亲自去。”他越说越气，挺起胸脯，一双美目瞪着方圆和嚣张。分宝贝的时候，你们俩咋不说少拿一些？哪一次你们客气过？你们不觉得脸红吗？不觉得晚上睡不着吗？死！纯小白惊讶地看着白姐儿，这婆娘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凶了？这架势，这气场，怎么感觉有那么点女大王的范儿了？白姐儿见纯小白愣愣地看着自己，当即将胸脯挺得更高了。而被骂的方圆和嚣张则是满脸通红，羞愧地低下了头。白姐儿说的没错，这些天以来一直都是大王在前面冲锋陷阵，他们顶多就是打打杂。此刻被白姐儿当众这么一骂，2人哪还好意思再犹豫？他们对视一眼，连接过流影石，对着白姐儿和纯小白一拱手，嗖的一下就窜出了洞口。那速度活像屁股后面有狗在追。当然，纯小白自然也不会闲着，他按照自己的计划悄咪咪地跟着出去。很快，2人就摸到了各自的目标阵营外。当那2块记录着奇耻大辱的流影石被交到2方严阵以待的核心弟子手中时，山谷中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当那些核心弟子代表看到流影石里自家师兄光着屁股抱头求饶的屈辱模样时，所有人先是一愣，紧接着那些核心女弟子俏脸爆红，随后便是滔天的暴怒。岂有此理！这魔道妖人太过猖狂！正道联盟这边，一名为首的弟子气得浑身发抖，一掌将身旁的巨石拍得粉碎。岂有此理！这帮正道伪君子手段竟如此下作，不要脸！天煞谷那边同样是杀气冲天。不行，这口气我们忍不了了。2边为首的核心弟子几乎是同时做出了决定，还等什么2天后决战？现在就要干死他们！随后，他们直接派人冲了出去，将还没跑远的方圆和嚣张逮了回来，按在地上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疯狂摩擦，直打的2人爹妈都不认得，鼻青脸肿，心中那口恶气才算勉强压下去了一点点。可这奇耻大辱已经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事了。自家核心弟子被人如此折磨要挟，若是连这都能忍，那还修的什么仙，求的什么道？干！必须干他娘的！片刻之后，2方核心弟子直接整军，决定立刻开战。不甘死对面，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在一个时辰的紧急统筹下，正道联盟这边一共集结了5万大军，其中核心弟子3000，就连那美女排行榜上艳名远播的秦若雪也在其中。此刻的她正立于一群女弟子中央，被众星捧月般簇拥着，2女神情却是一贯的清冷，仿佛眼前即将爆发的万人混战，于她而言不过是一场无趣的游戏。除了她，还有不少其他宗门的核心女弟子，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站在秦若雪旁边的古双双，其相貌丝毫不弱于秦若雪，只是2人的目光有些不太对，始终不看对方一眼，显然这2人不大对付。除此之外，还有的身着火红长裙，手持长鞭，眉宇间英气逼人；有的怀抱古琴，白衣胜雪，气质空灵，不染尘埃。他们身后还站着数千名内门女弟子，此刻都以这些核心弟子为首，组成了一支临时的百花战队。为应对这提前到来的决战，他们正道联盟这边也选出了一位临时盟主，此人乃是神霄宗的陆云飞，他不但是核心弟子中的佼佼者，更是神霄宗宗主的私生子。要知道，他能当上这个临时盟主，身份占了一半，而神霄宗那可是东晋排行前100的顶尖宗门之一。此刻，陆云飞站在数万弟子阵前，拔高了声音，慷慨陈词，鼓舞士气，无非是些除魔卫道、替天行道的漂亮话。喊完之后，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胸膛，目光灼灼地望向女弟子阵中的秦若雪，期望能得到家人的一个注目。然而，秦若雪自始至终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就那么静静地站在人群中，宛若一朵不食人间烟火的冰山雪莲。而天煞谷这边同样也是杀气腾腾，
但他们只集结了2万大军，核心弟子也仅有1000人，但在气势上却丝毫不落下风，甚至犹有过之。尤其是那一具具排列整齐的玄阶极品战魁，通体闪烁着森然的金属光泽，眼中红芒吞吐，散发出冰冷而令人心悸的杀机。然而，他们这边的领队却是一名女弟子。那女子一身紫色长裙，紧紧包裹着她凹凸有致的婀娜身段，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在清一色的紫袍弟子中，那一抹亮眼的紫色弧度格外刺眼。她便是天煞谷的备选圣女叶琉璃。作为天煞谷100年不遇的绝顶天才，天生火灵体，行事狠辣，乖张暴力，是所有核心弟子又惊又怕的存在。正在此时，他身后一名男弟子看着他那么靓丽风景，竟没忍住，嗦哈了一下口水。叶琉璃眼皮都未曾抬一下，只是指尖轻轻一弹，砰！那名男弟子如遭重击，整个人倒飞出去，在地上滚了10几圈，张口便是一大滩鲜血。看到这一幕，周围所有天煞谷弟子瞬间挺直了腰板，噤若寒蝉。叶琉璃这才缓缓转过身，冰冷的目光扫过众人，红唇轻启，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都给我听好了，李成那个废物是我天煞谷的人，我的人只有我能欺负，也只有我能杀。那帮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动了我的人，还敢跟我们要赎金，就是不给我叶琉璃面子。我不关心什么狗屁决战，我只知道他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这万灵山。出发，杀光他们，带回去全部做成人魁。是。2万余名天煞谷弟子齐齐抱拳，声震四野。随后，他们纷纷跃上各自的战魁，打开机括，钻入其中。轰隆隆，一时间，2万具闪烁着金属寒芒的钢铁巨兽同时迈开步子，沉重的步伐撼动着大地，烟尘滚滚，遮天蔽日。这支钢铁洪流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毁灭浪潮，朝着正道联盟的地盘汹涌而去。而正道联盟这边，5万大军也在陆云飞的带领下，正浩浩荡荡地朝着天煞谷的阵营进发。只是谁也没想到，就在两方人马走出各自营地不过1000里，便在一处开阔的山谷中猝不及防地撞了个正着。两方阵营的弟子瞳孔皆是齐齐一缩。天煞谷这边倒还好，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战魁大军立刻摆开了冲击阵型，黑压压的一片，压迫感十足。反观正道联盟这边，当他们看到那浩浩荡荡的钢铁大军时，许多弟子都控制不住的向后退了一步，阵型瞬间出现了一丝骚乱。眼看着还没开打，己方阵型就有了溃散的迹象，秦若雪黛眉微蹙，没办法，只得站了出来，清冷的声音响彻全场：“稳住阵型！”陆云飞也强撑着胆量站出来，色厉内荏的大喊道：“大家不要慌，咱们有5万人，他们才区2万，怕什么？都拿出各自的法器符箓。”然而他这话不说还好，一说不少弟子心里更慌了。5万人，人家那2万战魁，论起冲撞力和防御力，哪个不比血肉之躯强？真要算起来，人家那边的战斗力只怕比己方这5万人还强。这一刻，众人心里都有些后悔了，怎么就选了陆云飞这么个草包当盟主？来时连个像样的战术都没有，现在更是直接把大军送到了人家脸上，这不是找死吗？而此刻，天煞谷这边，叶琉璃正慵懒地站在一具通体铭刻着黝黑玄纹的战魁肩上，他目光轻蔑地扫过前方有些慌乱的人群，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最终视线落在了那鹤立鸡群的秦若雪身上。秦若雪的名字他早有耳闻，更知道她在什么狗屁美女榜上赫赫有名。今日一见，也就那样，除了脸蛋长得还行，这身材跟搓衣板有什么区别？跟自己比，差远了。他伸出舌尖舔了舔嘴唇，开口道：“把李成的人头交出来，我饶你不死。”正道联盟这边，众人听到这句话都是一脸的莫名其妙。什么李成人头？秦若雪看了一眼身旁的陆云飞，见他站在那里，眼珠子直打转，一副被吓傻了的模样，压根没有开口的意思。他心中暗叹一声，只好上前一步，直视着那战魁之上的叶琉璃，冷声道：“无耻之徒！说好的公平决战，你们竟敢私自绑架我正道弟子！有本事将他们交出来，我们堂堂正正一战！”这次轮到天煞谷的弟子们满头问号了，怎么回事？让我们交出什么弟子？放屁！当即便有脾气火爆的魔修弟子开口反骂。而此刻，在正道联盟的阵营中，一个贼眉鼠眼的弟子左看看右看看，发现这两帮人马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剑，却丝毫没有动手的意思。他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完犊子！此人正是提前一步混进来的纯小白。他意识到不妙，发现自己好像又失算了。这帮家伙决战就决战，竟然还他娘的搞什么战前热身，先玩起了口水战。本大王的妙计好像要提前破产了。他千算万算，实在没想到这帮家伙中看不中用，看着一个个心高气傲，真到了战场上竟然怂得只会玩口水战。看来只能铤而走险了。将这两拨人马集中在一起，
已经是满足了他计划的第一步，现在就差把这个火药桶点燃。想到此处，纯小白心中一动，直接运转起心学来的大威天龙掌。下一秒，他浑身的力量如江河决堤，朝着双臂之间汹涌而去，最终聚集于掌心。他暗自低喝一声：“亢龙有悔！”突然，一声惊天龙啸在正道联盟的人群中猛然炸响，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只觉得耳膜刺痛。抬眼便见一条数丈长的金色巨龙虚影咆哮而出，以无可匹敌之势，悍然撞向天煞谷那黑压压的钢铁洪流之中。金龙虚影所过之处，那些几丈高的笨重战魁如同纸糊的一般，被撞得飞天而起，狠狠地砸在地上。落地瞬间，积聚战魁当场就被狂暴的掌力震成了漫天灵剑。众人看到这一幕，直接惊得愣在原地。这是什么灵界？恐怖如斯！是谁干的？叶琉璃看到这一幕，美眸中瞬间燃起滔天怒火，也懒得再跟他们废话，玉手一挥，厉声下令：“给我上，一个不留！”杀！天煞谷那边，2万弟子瞬间红了眼，操控着战魁，如同决堤的洪水，朝着对面的正道联盟弟子猛冲而去。而正道联盟这边，眼看那钢铁洪流冲来，刚刚还叫嚣着要除魔卫道的弟子们，瞬间吓破了胆，想也不想，掉头就跑。5万大军还没开打，就已溃不成军。尤其是那个盟主陆云飞，直接从怀里摸出一张神形符贴在脚底，嗖的一下就没了影子，跑得比谁都快。你，秦若雪看着他那怂样，气得娇躯微颤，但他却没有任何退缩的意思，目光如剑，直接锁定了那战魁之上的叶琉璃。他手中长剑一扬，身形如电，径直朝着叶琉璃杀了过去。下一瞬，2道绝美的身影便站至一处，剑气与魔焰交织，灵光激荡，漫天飞舞的能量余波将方圆100丈内的草木尽数搅碎，地面被犁出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声势骇人。而此刻的纯小白也直接傻眼了，本大王现在厉害吗？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掌，刚才那一掌可是将10几具玄阶极品的战魁都给拍飞了，其中5、6具更是直接被拍散架了。他正愣神间，却发现周围的正道联盟弟子，除了那些好战的核心弟子还在抵抗外，剩下的那些虾兵蟹将早就跑了个干干净净。没有了人群的掩护，他这个始作俑者瞬间就成了倒霉鬼。几具玄阶中品的战魁迈着沉重的步伐，朝着他围杀了过来。你妹的！而其他的天煞谷弟子则纷纷去追击那些四处逃散的联盟弟子，毕竟那可都是白花花的积分啊！你妹的！纯小白低骂一声，在混乱的战场中横冲直撞，左躲右闪，灵巧地躲避着一具具钢铁战魁的冲击。那双贼兮兮的眼睛则在四处寻摸，寻找着绑票的绝佳机会。这峡谷战场中，正邪双方已经彻底杀红了眼，不时有正道联盟的核心弟子被战魁一拳轰飞，重重砸在地上，吐出一大口鲜血。随后也顾不得什么脸面，手忙脚乱地往脚板上贴上几道神行符，眨眼间就消失在原地。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纯小白身后就跟了10几具钢铁战魁。这些大家伙动不动就一个势大力沉的飞扑，带着呼啸的风声朝着他脑袋上猛砸下来。虽然他的身法变态，但以多咬死相也架不住这钢铁巨兽数量多啊。他抽空抬眼扫视了一圈，这才反应过来，那些所谓的核心弟子几乎已经逃得所剩无几，结果所有的火力压力都落在他这根独苗苗的头上了。你妹的！他还准备趁乱多绑几个扛揍的肉票呢。没办法，他瞅准一个空当，趁乱一个缩地成寸，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秒，他已经鬼魅般的出现在了一具玄阶极品战魁的脑袋顶上，二话不说，直接运转司天手，刺啦一声便将那坚固的驾驶舱盖板给解开，身子一矮钻了进去。啊！驾驶舱里顿时响起一声刺耳的尖叫。你妹的，竟然是个娘们！纯小白愣了一下，但手上的动作却没停。他双手一搓，一个闪身七进，直接点了那女弟子的穴道，让她瞬间动弹不得。接着他一把抢过驾驶令牌，强行抹除上面的神识烙印，重新认主。片刻之后，这具战魁便调转方向，迈开大步，朝着他早就瞄准好的几个正在苦苦支撑的正道联盟核心弟子追了过去。他故技重施，冲出战魁，一个闪身近前，将那几个核心弟子挨个点穴封住，二话不说，全部扛进了驾驶室里。不到1个时辰，他就用同样的方法将这5平米不到的驾驶室塞得满满当当。随后，纯小白驾驶着战魁来到一处隐蔽的山坳，将这些新鲜出炉的肉票转移给早已等候在此的方圆和嚣张，让他们运回老巢看管。做完这一切，他又找了个地方，换上他那身标志性的夜行衣，戴上从黑风寨带来的土匪头套，只露出2只贼兮兮的眼睛，再次朝着那打得热火朝天的战场中心赶了过去。刚走出去没多远，纯小白就听到前方传来一阵阵剧烈的轰鸣。他悄咪咪地摸了过去，探头一看，发现是一具战魁正追着一群正道联盟的弟子，在眼前的一条峡谷里上蹿下跳，打得好不热闹。
纯小白只是扫了一眼，便兴致缺缺的直接离开。这些歪瓜裂枣不值得他出手。现在只剩下不到4天时间，他必须要在这4天之内将那些值钱的核心弟子能绑多少算多少。他就这样施展着踏天步，在山林间走走停停。但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四处逃亡的联盟弟子，偶尔能看到几个天煞谷的战魁在四处搜寻，却连一个核心弟子的影子都没见着。想想也是，这场试炼本就是核心弟子的主场，他们这些大鱼肯定都是被重点关照的对象，自然不会跟普通弟子一样在这里玩躲猫猫。然而就在他摸着下巴琢磨的时候，突然看到一道残影从眼前那片茂密的古树林中一闪而过，紧接着便是3具玄阶极品战魁轰隆隆的尾随而去。发财了！眼前这3具玄阶极品战魁，再加上那个逃跑的人影，从气息来看，妥妥的全是核心弟子。纯小白当即眼睛一亮，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轰隆隆！前方那逃命的人影似乎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猛地回身，掏出一沓黄色的符箓，狠狠地朝着后方追击的3具战魁砸了过去。伴随着一道道震耳欲聋的巨响，耀眼的火光在那3具战魁身上轰然炸开。恐怖的能量冲击直接将其中一具战魁炸得装甲开裂，其上铭刻的符文一阵闪烁，动作都变得迟缓起来。死！3阶爆裂符，这他娘的果然是个大款！纯小白当即锁定了那具摇摇晃晃的战魁。这具战魁显然是被3阶符箓伤到了核心阵法，导致行动出现了一些问题。先拿你开涮！纯小白运转踏天步，身形如鬼魅般一个闪身七进，撕天手撕开天灵盖，猛地往里一钻，封天指封住穴道，整个过程一气呵成。随后他又瞄准了另一具正准备将前方人影退路封死的战魁，闪身而去。而他的动作也正好被那个正在逃命的核心弟子看到。那名弟子当即心中大喜，扯着嗓子大喊道：“师弟，拿下这3具战魁，我陆云飞算你头功，到时候一定跟联盟使者为你请功。”陆云飞？纯小白窜到半路，听到这个名字，动作猛地一顿，随后嘴角直接咧到了后脑勺。发财了呀，碰到大鱼了呀！但他没急着行动，将眼前这具战魁里的核心弟子定住后，又瞄准了最后一具。那第3具战魁里的弟子见势不妙，当即操控着战魁掉头就跑。可惜他的动作还是慢了一点。纯小白施展缩的成寸，一个闪身就到了他的天灵盖上，一套熟练的流程走完后，又从那天灵盖里钻了出来，拍了拍手。这时候陆云飞才看清眼前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救兵，穿着一身紧绷的夜行衣，头上还戴着个只露出2只眼睛的黑头套，那贼兮兮的目光一看就不太对劲。陆云飞愣了几秒后，轻咳一声，强作镇定地冲着纯小白竖起一个大拇指：“原来是黑云宗的师兄啊，不错不错。”话音刚落，他猛地从怀里抓出一把神行符，就要往大腿上贴。然而不等他迈开步子，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一僵，眼前瞬间陷入了一片黑暗。搞定！纯小白收回封天指，嘿嘿一笑，直接将他往肩头上一扛，随手扔进了其中一具战魁的驾驶舱里。随后他又将另外2具战魁里的倒霉蛋收起，一并扔了进去，这才驾驶着这具被符箓炸得有些抛锚的极品战魁，晃晃悠悠地朝着前方行进而去。纯小白并没有急着再往战场深处扎，而是准备先将这几个刚到手的肥鱼处理一下，因为这些核心弟子越往后越值钱。为什么？因为能活到最后的都是最强的，自然也是最富的。这场试炼战争说白了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最后活下来的无一不是膘肥体壮的胖头鱼，而胖头鱼自然就是最肥的鱼。纯小白驾驶着那具抛锚的玄阶极品战魁，一路慢悠悠地朝着老巢的方向而去。没想到运气还真不错，路上竟然又让他碰到了3位重伤垂死的核心弟子，以及5具正在四处搜寻联盟弟子的极品战魁。本着贼不走空的原则，他自然是顺手就全给收了。当他回到山洞时，之前带到的那些肉票早已被方圆和嚣张搜刮得干干净净，只不过所有的战利品都被白姐儿这个管家婆拿在了手中。17个人搜刮了17个储物戒指。储物戒指？纯小白将新抓的肥鱼交给方圆，随手接过白姐儿递上来的17个储物戒指，然而捣鼓了半天，却发现根本打不开。大王，这个储物戒指上有神识烙印，需要让他们解除了才能打开。要是强行破开，里面的东西会直接崩入次元空间，就没了。什么？纯小白闻言，脸色当场就黑了。这些核心弟子可不是那些菜鸡普通弟子，想让他们解开神兽乐园，就要先解开他们的封印。这些家伙身上有什么使没使出的技能，谁都不知道。最关键的是，这些核心弟子身上都有保命印记，一旦他们催发，必然会被那些长老定位到。那岂不是说这些东西现在都拿不出来？白姐儿看他那父死了爹娘的表情，连忙安抚道：“大王，其实还有一种办法。”什么办法？纯小白猛地抓住白锦彩的肩头，
急切地问道。白姐俏脸一红，却没有躲闪，任由他这样拉着，缓缓解释道：“我听说有一种秘法，只要掌握了，并且修为比这神石烙印的主人高一个大境界，就能强行将其炼化，而且不会破坏储物戒指的空间。”啥？纯小白直接傻眼了，比他们高一个大境界，那岂不是意味着自己要修炼到金丹期？可问题是，自己这吞金兽一样的身体，打不开这些储物戒指，拿不到里面的灵石资源，拿什么去突破金丹？这不就陷入死循环了吗？你妹的！不行不行！纯小白抓着脑门，脸色漆黑地问道：“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方圆也走过来，摇了摇头道：“大王，没了。储物戒指和储物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储物戒指乃是采用极为稀有的虚空石，再由炼器大师铭刻空间阵法炼制而成，其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的防盗性和稳定性，远非储物袋可比。”你妹的，那岂不是白干了？纯小白气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感觉人生都失去了希望。要金丹期才能破除筑基期的储物戒指烙印，自己要是有金丹期的修为，还打个屁的结啊！早就自立山头，让兄弟们替自己干活了。不对，他忽然想到了什么，猛地坐直了身子。你们是说，这个储物戒指是将神石烙印打在那个封印空间的空间阵法上？对啊，那是不是说，只要懂空间阵法，就可以随意炼化这神石烙印了？对对对，白姐儿连忙点头，大王英明。那种炼化神石烙印的秘法，本质上就是一种高深的空间阵法破解之术，这就好说了呀。纯小白一拍大腿，猛地站了起来。他的司天手可是能直接触摸到阵法，并且可以拆解一切阵法的。想到这里，纯小白立刻运转起司天手后18式。他一手捏着一枚储物戒指，另一只手的手指泛起微光，在戒指上轻轻拂过，寻找着阵法的节点。神识刚探入其中，纯小白的嘴角便往上一扬，找到了。在他的感知中，一个由无数细密纹路构成的微型阵法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而在阵法的核心，一缕微弱的神石烙印正散发着淡淡的光芒。他当即运转自己的神识，如同猛虎下山，狠狠地朝着那缕烙印覆盖而去。砰！一声机不可闻的轻响，那道顽固的神石烙印竟被他轻轻松松地直接冲垮抹除。与此同时，远在山洞另一头被捆成粽子的某个倒霉核心弟子猛地浑身一颤，喷出一口鲜血。那是神石烙印被强行破除后遭到的反噬。不过这种反噬并不致命，只是神识会受到一些损伤。对于这些家底丰厚的核心弟子来说，都只是小问题，回头吃几颗酝养神魂的丹药，分分钟就能养过来。这么简单的吗？纯小白嘴角一咧，心中乐开了花。当然他知道不是这烙印阵法简单，而是他的司天手太过变态，似乎只要跟阵法沾上边的东西，他都能清晰地感知到其运行的纹路与节点。而阵法本就是由无数纹路与节点相互连接构成，这就相当于只要他施展司天手探查过去，任何阵法在他眼里都将无所遁形。这就是万千阵法师的克星。他知道这还只是司天手的初级阶段，后续还有更高阶的功法，很可能就藏在那个神秘的紫铜古塔第2层。纯小白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神识探入戒指之中，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百立方的储物空间内，密密麻麻的丹药摆满了整整10个货架，各种玄阶法器、刀枪剑戟无一重样，还有成沓的符箓，灵光闪闪。最主要的是，光是3阶灵药，这个储物戒指中就存放了足足30多株。我去！而最重要的是堆在储物空间一个角落，如同小山一般的灵石。他神识一扫，随便估摸了一下，至少有20万。你妹的，这才是打劫的正确姿势啊！早就该专挑这些肥鱼下手了。纯小白也不是小气的人，他从剩下的16枚戒指中挑出3枚，同样用司天手将上面的神石烙印抹除后，直接丢给方圆、嚣张和白姐儿一人一个。这大王，我们也打不开，还是先放您那儿吧。方圆有些迟疑地说道。纯小白直接摆了摆手，不就是神石烙印吗？放心，本大王已经替你们抹除了。啥？3人一愣，将信将疑地放出神石。这一看，3人直接惊得呆立当场。他们发现这戒指上的神魂烙印竟然真的已经被抹除了，尤其是里面存放的宝物，其价值比他们之前所有收获加起来都要多。他把神石烙印解除了？这怎么可能？要知道，就算有破解秘法，也需要金丹期的修为做支撑啊。他们已经尽可能的高估了纯小白的实力，但却没想到这位大王竟然厉害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地步。虽然不清楚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但光是这一手就足以让他们明白，这位大王这些日子在他们面前展现出的能力，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这一刻，3人心中同时涌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庆幸，庆幸他们跟对了人。有这样一位深不可测的大王在，有这样一位大方讲义气的大王在，往后的修炼资源还用愁吗？只要好好跟随大王，这偌大的修仙界将来必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三人直接愣在原地。半晌过后，方圆与嚣张对视一眼，齐齐单膝跪地，沉声道：“多谢大王赏赐。”而白姐儿也突然回过神来，条件反射般的就要扑进他的怀里。哎，三当家的，你这是干啥？一只手突然伸出，轻轻点在了他的额头上，直接给他挡在了身前。白姐儿结结巴巴，俏脸瞬间红透，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刚刚就是有股冲动，想过去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难道是自己天天日思夜想上头了？这些日子，他只要一闲下来，脑海里总会不由自主地幻想着自己与纯小白成双入对的美好未来。他也搞不明白，这个悍匪身上到底有什么魔力，总能让自己不受控制的往那方面去想。白姐儿赶紧捏着那枚储物戒指，红着俏脸退到了一旁。行了，赶紧的，把这几个倒霉蛋身上的宝物都搜刮一下。纯小白摆了摆手，催促道：“好嘞！”方圆与嚣张二人兴奋地搓了搓大手，直接走向那10几个雕像肉票，上手就是一通摸索。很快，他们就从这些人身上摸出了一套玄阶护甲、13个储物袋，还有一套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法衣。方圆当即将那套玄阶护甲以及法衣呈了上来，指着陆云飞说道：“大王，这个家伙不知道什么身份，富得流油啊！”纯小白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这可不就是正道联盟那个临时的狗屁小盟主吗？随后，他的目光又落在了方圆手中的那套金丝软甲和另一件内衬上，好奇地问道：“这是啥玩意儿？”大王，这可是好东西。方圆拿起那套金丝软甲，双眼放光地介绍道：“这是一套玄阶极品的护身软甲，名曰金蝉甲，水火不侵，刀剑难伤，可以直接抵挡金丹期以下修士80%的伤害，即便是金丹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也能削减30%威力。”死，这不就是减伤甲吗？好东西！随后，方圆又拿起那套法衣，嚣张也连忙帮腔道：“大王，这套法衣可比那护甲还要珍贵，一看就是玄阶中品的宝贝，不仅可以随着身材自由伸缩大小，还能变换各种颜色，最重要的是纤尘不染，还能遮掩气息，自带防御阵法。之前在我们天煞谷的方式拍卖过一件类似的，足足卖了30万灵石。死，这么值钱？”纯小白脸上一喜，直接接了过来。他查看了一下，发现其中果然也有一道神识烙印。他司天手一探，神识运转，轻而易举的便将其抹除，随后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而一旁的陆云飞猛地喷出一口鲜血。纯小白心念一沟通，果然这套衣服竟可以随心而动，不仅能伸缩大小，还能改变一些基础的款式。他当即将身上那身皱巴巴的夜行衣一扒，只穿着一个大裤衩子，当着3人的面将这法衣往身上一套。一旁的白姐儿看得俏脸通红，但却目不转睛。没想到大王的身材竟然这么结实，就是以后要是……哎呀，我想那个干嘛？穿上法衣后，纯小白试着心念一动，调整了一下，果然无比合身，比他那身破烂夜行衣舒服多了。他又心念一动，身上浮现出一层淡淡的黑光，紧接着原本华丽的白袍渐渐变得乌黑，很快就变成了一套贴身的夜行衣。他从储物袋里掏出一面铜镜照了照，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不错，这简直就是为本大王量身打造的嘛。”方圆和嚣张看到这价值几十万灵石的珍贵法衣，竟然被他当成了打家劫舍用的夜行衣，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他是物尽其用，还是暴殄天物。随后，纯小白又看了看那套金丝软甲，材质虽然看不懂，但他能感觉到上面铭刻的防御阵法比储物戒指上的空间阵法还要玄妙，其防御能力恐怕比方圆说的还要强上几分。不过他修炼的是武神诀，其特性就是断体，开启神藏。他能感觉到自己的防御力丝毫不比这套防御原价差多少。穿上这个几乎没什么收益，普通的弟子几乎伤不到他，如果是那些顶尖的天才弟子，如果自己扛不住，穿上这一件软甲也是多余。纯小白将其拿在手里掂了掂，随后直接朝着白甲扔了过去：“三当家，这个赏你了。”啊！3人又是一愣，这件金蝉甲少说也能值个20万灵石啊，这可是玄阶极品的防御法宝。白甲红着俏脸，连忙接住，连声道谢：“多谢大王。”那声音叫的是又亲切又自然，甜得发腻，听得纯小白心里那叫一个舒坦，越看这个贪财的三当家越觉得顺眼了。随后，纯小白看了看眼前马放的整整齐齐的30具雕塑，心满意足的大手一挥：“开工，给他们录一份赎金留影。”赎金？3人愣了一下，随后秒懂。方圆与嚣张当即麻利的换上夜行衣，戴上头套。白姐儿也熟练的换上了一套勾勒出曼妙身姿的修身夜行衣，只不过她没有上去帮忙，而是自觉的来到洞口替他们望风。第一个正道联盟的肥鱼被纯小白解开定身封印后，立刻就被方圆和嚣张死死按在地上一顿疯狂摩擦，打得他爹妈都认不出来之后，才掏出一块流影石架在他的面前，说：“就按照我们教你的说。”方圆恶狠狠地威胁道。那名弟子鼻青脸肿，哭丧着脸，
对着刘颖石开始了声泪俱下的控诉：“爹，你儿子如今落入了一群实力强大、义薄云天的天煞谷师兄手中，他们本想将我就地格杀，但念及我修行不易，愿意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家里能拿出10万灵石作为赎金，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凡是正道联盟的弟子都必须先对着刘颖石深刻检讨自己平日里的龌龊行径，再把绑匪吹得天花乱坠，最后才敢哭哭啼啼地报出赎金数额。可以想象，当他们的家人看到这份刘颖石时，脸上的表情会有多精彩。轮到最后一个，也是最肥的那一个，陆云飞。陆云飞在被纯小白解开定身封印后，一睁眼就看到3个杀气腾腾的黑衣人围着自己，他砰的一下就跪倒在地，抱头痛哭：“爷爷，各位爷爷饶命啊！我不值钱，不对，我很值钱，我老值钱了，千万别杀我啊！把我换成1000积分，对你们来说太亏了。”纯小白3人看到这怂货的反应，直接愣在了原地。要知道，先前那29个人解开封印后的第一反应都是拼死反抗，结果无一例外都被方圆和嚣张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了一顿，才变得老实。最后在被扒光衣服的威胁下，才屈辱地按照流程录制了索要赎金的留影。而那几个天煞谷的弟子就更不一样了，个个都是硬骨头，宁死不屈。直到方圆和嚣张2人锤得精疲力尽，最后拔光了他们满口牙齿，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录下了留影。可眼前这个家伙，他们还没开口呢，就第一时间跪地求饶，还生怕自己卖不出个好价钱。陆云飞见这3个黑衣人瞪大眼睛盯着自己，顿感不妙，以为对方嫌自己开价太低，直接放出了大招：“3位爷爷，我爹是神霄宗宗主，他有钱，他老有钱了，只要你们开口，要什么宝物，他都绝对会派人送来。”宗主听到这句话，纯小白3人的呼吸瞬间为之一滞，脑海中仿佛有亿万道惊雷同时炸响。发了，这他娘的是捅了天大的金矿了！好！纯小白当即一拍大腿，那叫一个激动，脸上的表情就像是看到了失散多年的亲兄弟一样。他一把将光溜溜的陆云飞从地上扶了起来，还亲切地替他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语重心长地说道：“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小子有前途！来！”他冲着还在发愣的方圆招了招手：“快给他录下来，送给他那个有钱的老爹，让他交赎金。”听到这句话，陆云飞心中狂喜，只要花钱能解决，那都不是问题。他立刻配合十足地端端正正地站在方圆面前，指着那枚留影石，张嘴就来了一段声情并茂的破口大骂：“姓陆的，你赶紧把你藏起来的那些宝贝都给老子拿出来！再不拿出来，你唯一的宝贝儿子可就没命了！我跟你说，你要是不救我，老子就把你在外面养女人的事全捅出去！一共养了200多个，你还跟大长老的道侣有一腿，而且连那1000多岁老掉牙的老祖都下得去手。可你这个废物，结果就生了我这么一个带把的！你要给赎金，老子要让全宗门上下都知道你不行！”纯小白3人都被他这番话给镇住了，这也太炸裂了吧！陆云飞这一通输出，直接就骂了半刻钟，硬是把神霄宗宗主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全都给揭了个遍。这要是宣扬出去，这位宗主怕是没法在修仙界混了。纯小白看着陆云飞，就像看见了财神爷，直接让方圆列出一张宝物清单，让陆云飞照着念。陆云飞也不含糊，接过清单，直接就念了起来。为了保命，他还私自从清单上划掉几样不值钱的，又自作主张的加了一件天阶法宝进去。天阶法宝？纯小白摸着下巴，有些怀疑的看着他：“你确定你老爹舍得拿出一件天阶法宝来赎你？”“爷爷，各位爷爷，你们要相信我爹啊！”陆云飞拍着胸脯保证道：“我老爹可是宗主，宗门宝库的钥匙就在他手里。”纯小白3人再次被他的骚操做给惊呆了。你妹的，人才啊！他竟然一瞬间动了收这家伙入伙的念头。这家伙虽然怂是怂了点，但这种能屈能伸、卖爹不眨眼的脑子，在这世上可不多见。纯小白看着清单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宝物，摸着下巴思索起来。身为一个有经验的山大王，他自然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这份清单上的宝物，说实话，已经可以顶得上一个小型宗门的全部家当了。要得少了，感觉对不起自己；要得太狠，那老家伙肯定恼羞成怒，巴不得他们撕票，那就得不偿失了。他又拿起那份记录着神霄宗宗主黑料的留影石，仔细检查了一遍。其实最值钱的是这个玩意儿。琢磨了片刻，纯小白嘴角勾起一抹坏笑。他让陆云飞重新录了一份，将清单上的一些宝物划去，尤其是那2件天阶法宝，直接给划去。然后让他将他老爹的那些黑料一五一十的又声情并茂的复述了一遍。就这样，一份赎金清单，一份敲诈勒索的证据，2份留影石新鲜出炉，被他小心翼翼的收了起来。搞定完这些，纯小白将头套往下一拉，遮住面容，准备抓紧时间再去捞几条大鱼回来。临行前，
白姐儿忽然拉住了他的衣袖，一双美眸水汪汪的看着他，柔声说道：“大王，你小心点啊！”纯小白被他这含情脉脉、柔情似水的眼神搞得一愣，下意识的伸出手就往他额头上探去。三当家的，你发烧了？白姐儿先是一愣，随即俏脸一红，狠狠的白了他一眼。这家伙到底懂不懂女人啊？行了行了，发烧了就赶紧吃点药，别硬撑着。纯小白魂不在意的摆了摆手，身形一转就消失在了洞口。你才发烧糊涂了，木头！白姐儿跺了跺脚，又好气又好笑。几个时辰之后，他便再临战场。只是这一路走了数百里，连个鬼影子都没看到。我去，那些家伙不会都跑出去了吧？但他随即又觉得不对，联盟高层可是下了死命令，如果他们就这么当了逃兵，即便是核心弟子，往后也别想在宗门里混下去了。因为无论是哪个宗门，都绝不会花费资源去培养一个临阵脱逃的怂货。果不其然，他刚走出一段距离，就在远处一个干涸的水沟里察觉到了一丝微弱的气息。他当即打开通宝神眼，在那个水沟里发现了一道1米多长的绿光，显然是从某个弟子身上散发出来的。他直接一个闪身掠去，很快就从里面拖上来一具邦邦硬的雕塑，又是一名躲起来的核心弟子。难不成这些核心弟子全躲起来了？唉，纯小白叹了口气，他现在是真有些为这些正道年轻一辈的前途感到忧心。这要是哪天真蹦出个什么外天魔来毁灭世界，就靠这帮只会躲猫猫的家伙，怕不是要集体投降。很快他又撞见了几具人形战魁，只不过都是玄阶初期的货色。本着贼不走空的原则，他顺手就将里面的弟子揪出来定住，搜刮干净财物后直接扔在地上，接着转悠起来。这一路一直走到第二天，可路上也只扫荡了几十个天煞谷的弟子，一个正道联盟的弟子都没碰到，更别说天煞谷的核心弟子了。你妹的，这躲得也太严实了吧！这些天煞谷的普通弟子完全是在浪费他的时间，因为只要抢到一个核心弟子，就顶得上他们100个。时间有限，只剩下最后2天了，他还有一笔天大的赎金没拿到呢。一番琢磨后，纯小白直接拿出方圆与嚣张之前写给他的名单，目光锁定在了排名前10的那几位。这10名弟子除了天赋极高，身份地位也都不凡，其中2个是宗主之子，剩下的也都是长老的嫡系后代，只能专挑这些肥鱼下手了。路上他抓到一名落单的天煞谷弟子，打听了一番，这才得知原来双方那些天赋最卓越的核心弟子此刻正聚集在某个区域里玩起了热血沸腾的大乱斗，而他们这些低阶弟子完全不敢靠近那片绞肉机一样的战场。很显然，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些躲起来的正道联盟核心弟子很可能就藏在那片混乱战场的附近。得知这个消息后，纯小白立刻放开速度，身形拖着一道残影，朝着那名弟子所指的方向飞掠而去。当他来到前方一片连绵起伏的山峦，神识如潮水般展开，瞬间覆盖了方圆30里。果然，在他的神识范围内，清晰地感受到了几道刻意隐藏起来的气息，而这些气息无一例外都达到了筑基后期的强度。那些核心弟子果真是躲在了这些地方。他还在这片区域里看到了大片倒塌的树林，地面上布满了被强横灵迹轰击出的深坑，坑洞边缘甚至还残留着一股股暴虐炙热的灵力余波，久久不散。这些真正的核心弟子果然不同凡响，光看这破坏程度，还有这残留的灵力余韵，其真正实力，即便是自己若是不拿出压箱底的本事，恐怕也很难轻易拿下。这就是为什么他从一开始就不选择正面硬刚的原因，因为这偌大的修仙界，你永远不知道哪个看似不起眼的家伙会不会突然就掏出一件能要你命的底牌。小看任何人都是在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很显然，这些真正的天之骄子都不甘心就这么放弃，于是将最后的决战战场选择在了前方那片散发着蛮荒气息的远古森林之中。纯小白琢磨了一下，还是决定不跟他们正面硬碰硬。开玩笑，这一个个都是长老的儿子，宗主的儿子，就连陆云飞那种怂包蛋，浑身上下都塞满了宝贝。谁知道这些真正的猛人手里有没有几件能毁天灭地的大杀器？即便自己有大威天龙掌，也不敢保证在这群挂壁面前不会翻车。随后，纯小白仔细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头套和身上的夜行衣，确定没有任何可能暴露自己身份的细节后，这才一个闪身，鬼魅般的朝着战场深处扎了进去。现在他的山头还没影子呢，可不能暴露了身份。以这些正道天骄的小肚鸡肠，一旦让他们锁定了自己，以后想安稳发展怕是难了。很快，纯小白就通过敏锐的感知力察觉到前方传来一阵阵剧烈的灵力波动。显然，前方正有人在大战。他小心翼翼地摸了过去，发现竟然是一名白衣胜雪的年轻正道弟子，手中握着一柄清风长剑，正以一己之力对抗着3位天煞谷的弟子。而在战场周围，到处都是散落的人形战魁灵剑。我去，这个家伙有点猛啊！纯小白有些心惊，那些破碎的战魁灵剑显然是被这个家伙用手中的长剑硬生生给拆了。
幸亏本大王刚才没有拖大，及时撤离了战场，没跟他们正面硬刚。纯小白拿出画像名单对照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家伙都不是他需要的肥鱼，他现在的首要目标是那一笔天价赎金。因为时间问题，这些家伙现在都不在他的计划之内，他当即隐藏身形，悄然离开了这里。然而他刚走出几十里，突然一道凌厉的剑光毫无征兆地从身后斩了过来，他猛地一个闪身避开，轰！那一道剑气直接将他身后一棵3人合抱的巨树斩为2段，切口光滑如镜。纯小白抬眼一看，发现偷袭自己的是个娘们儿。我去，运气不错呀！而且这个娘们刚好是他的目标之一，此女乃是古月宗宗主的女儿古双双，其分量应该跟陆云飞是一个级别。纯小白当即嘴角一咧，古双双刚好看到他这贼兮兮的目光，柳眉当即一蹙。黑衣、黑裤、黑头套，这一看就不像好人。他当即怒斥道：堂堂天煞谷弟子，竟然藏头露尾，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啥？纯小白一脑门子问号。你妹的，你哪只眼睛看本大王是天煞谷的弟子了？哼！古双双见他不语，冷笑一声，竟然连身份都不敢承认。你以为这样我就会饶了你？拿命来！然而他手中长剑刚一抬起，突然感觉脖颈处传来一股剧痛，紧接着浑身一僵，眼前瞬间陷入一片黑暗。这是封印术。虽然他浑身被封，动弹不得，但意识却还清醒。在最后那一瞬间，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是一种极其古老、极其霸道的封印手法。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怎么会这重上古秘术？啪！纯小白反手一巴掌拍上，随后摸了摸手。你妹的，这个手感还挺不错。他左右看了看，拖着这具女雕塑找到一个不起眼的土沟，直接往里一扔，拍了拍手上的灰，继续朝着森林中心摸去。然而当他再走出一段距离，一个草丛中突然跳出2个正道弟子，2人呈包夹之势，直接朝着他围杀而来。纯小白瞄了一眼，发现这2人都不在他的肥鱼名单上，当即一个缩地成寸，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直接离开了这里，继续朝着中心区域而去。这一路走走停停，他才发现出现在这里的才算是真正的核心弟子。无论是天煞谷还是正道联盟，那些弟子一见到他这个行踪诡异的黑衣人，二话不说，各种压箱底的大招就不要命的往他身上甩。要不是他这踏天步的身法足够变态，换任何一个人不出10里就得被这群疯子活活打成肉泥。很快他又找到了2个目标，而这2个目标此刻正跟天煞谷的另外2个目标玩着两对垒，打得不可开交。他耐心等了片刻，趁着4人灵力耗尽，2败俱伤之时，一个闪身鬼魅般的切入战场，瞬间将4人全部封印。随后找了个隐蔽的山洞，将他们藏了进去。10个目标已经到手5个。纯小白大笑一声，拍了拍手，刚准备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他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娇喝：混账，在那笑什么笑，还不赶紧过来帮忙！他回头一看，发现是一名身着紫裙的女子，手持一杆银色长枪，身上有几道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浸湿了衣衫。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那女子傲人的身段，以及那张清冷绝艳的脸庞，竟让纯小白的目光一瞬间被吸住了。我去，这个女人有毒！她的定力可是很强的，一般不会被吸住，可这个娘们儿一眼差点给她活儿勾走。没错，这个女人正是天煞谷联盟的队长叶琉璃。而叶琉璃看着她这一身黑衣黑裤黑头套的打扮，尤其是那毫不掩饰直勾勾的目光，他这才猛然反应过来，这个家伙根本不是天煞谷的弟子。因为天煞谷的弟子即便吃了雄心豹子胆，也绝对不敢用这种放肆的目光盯着自己。找死！他美眸中寒光一闪，猛地一震手中长枪，身形如电，瞬间朝着纯小白的胸膛刺来。我去！纯小白赶紧一个挪移，那锋锐的枪尖几乎是擦着他的袖子穿刺而过。好快的速度！他心中一惊，发现这个女人的实力厉害的有点过分了，以他踏天步的身法，竟然差点没躲过这一枪。不过他也敏锐的发现，这个女人似乎受了不轻的内伤，一击过后动作明显慢上了一拍。叶琉璃能做上天煞谷联盟队长的位置，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在中门核心弟子之中，能躲过他这一枪不超过1手之数，可这个家伙竟然一闪身就避过了，似乎都没费什么力气。叶琉璃神色也是微微一顿，下一刻他立刻运转灵力，将全身灵力汇于枪尖，猛地一拍枪身。嗡！手中长枪爆发出一道璀璨的金光，在空中凝聚成一柄遮天蔽日的巨型光枪，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从天而降，朝着纯小白当头扎下。纯小白当即施展踏天步，一个缩地成寸，避开了这一击。轰！大枪也猛地扎向前方，数颗几人合抱的古树瞬间被搅成齑粉。纯小白抓到这个空隙，再次一个闪身，鬼魅般的出现在叶琉璃的身后，十指并拢，
对着他的后心就要施展封天指。然而就在他指尖即将触及他衣衫的刹那，叶琉璃猛地一个旋身，手中长枪如灵蛇出动，枪杆向后一甩，砰！纯小白那凝聚了全身力道的意志不偏不倚，正好点在了那冰冷的枪杆上。疼疼疼！钻心的剧痛从指尖传来，疼得他龇牙咧嘴。叶琉璃紧了紧手中长枪，只感觉虎口一阵发麻，心中掀起惊涛骇浪。此刻他才真正意识到，眼前这个家伙绝不是一般的核心弟子。那凌厉的意志，单论力道就已堪比筑基后期，尤其是那鬼魅般的身法，以他天生的洞虚真眼，竟然都无法完全捕捉诡计，这简直闻所未闻。你到底是什么人？他死死盯着纯小白，语气冰冷。他可以确定，这家伙绝不是正道联盟那边的核心弟子，那些人的底细他一清二楚，绝不可能有这等实力。纯小白捂着红肿的手指，目光在他凹凸有致的身上上下扫视了一眼，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语气轻佻地说道：“我是你爹派来收了你这妖孽的。”你，叶琉璃何曾受过这等羞辱，当即气得俏脸煞白，长枪一抖，枪出如龙，直刺纯小白脑门。纯小白一个后仰，拉开距离，结果发现那女人只是虚晃一枪，他身形猛地向后一错，单手一拍枪杆。嗡鸣声中，叶琉璃手中的长枪爆发出刺目的光芒，周围的灵气被疯狂引动，在他身后凝聚出万千枪影，密密麻麻，铺天盖地，形成一片由枪影组成的死亡领域。卧槽！纯小白心中一突，他发现这个女人强得有点可怕。不对，准确来说，不是她修为有多强，而是她的战斗经验强的可怕。她这一身本事最适合用来打家劫舍，讲究的就是一个近身肉搏，快准狠。但这个娘们手中的长枪太过灵活刁钻，让她根本无法近身。看着那片越来越近的枪林，纯小白不敢再犹豫。他知道，这一招要是扎在身上，就算不被扎得漏风，也得吐血3声。他直接双手一翻，周身气血翻涌，肉身力量瞬间汇聚于双臂之间。飞龙破天，一道纯由气血凝聚而成的青色龙影咆哮而出，蜿蜒盘旋着冲向叶琉璃那漫天枪影。所过之处，那些被擦到的参天古树瞬间化为齑粉。这是叶琉璃看到那条咆哮的青色巨龙，美眸猛地一缩，他竟然从这巨龙身上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灵力波动，这到底是什么力量？然而不等他想明白，那万千枪影之阵直接被青龙一口吞下，随后于事不减，继续朝着他盘旋而来。不好！他心中警铃大作，知道这一招自己绝对接不住。来不及犹豫，他一拍腰间储物袋，一枚地阶下品的防御盾牌瞬间出现，护在身前。轰！那青色龙影重重的对在盾牌上，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传来，直接将他连人带盾狠狠地击飞出去。轰隆隆！叶琉璃接连撞断了7、8棵大树，身形才狼狈地稳住，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啪！可还未等他有任何反抗的动作，一只大手就拍在他屁股上，给他掉了一个面。你妹的，让你嚣张！纯小白舔了舔嘴唇，目光肆无忌惮地落在那一抹傲人的弧度上。你！叶琉璃刚想反抗，却骇然发现自己体内竟提不起半丝灵力。岂有此理！他知道以自己这种姿色落入这种无耻之徒的手里会有什么后果，尤其是在天煞谷早已被冠以魔宗名头的情况下，死可能都是一种奢求。无耻败类，就算我死，你也休想得逞，你得到的只能是一具尸体。声音刚落，他猛地从发髻上拔下一只凤钗，就要朝自己的心窝狠狠扎下。我去！纯小白吓了一大跳，这刚到手的肉票可别让他给崩了。他赶紧抬手一指，点在叶琉璃胸前的穴道上。叶琉璃瞬间僵在原地，保持着一个即将自尽的姿势，动弹不得。这性子还挺烈。纯小白赶紧将那只凤钗从他手里扒拉下来，一看，眼睛顿时亮了。哟，竟然还是一件玄阶法器，发财！他随手就将凤钗往自己胸口一放，然后极其粗暴地将动弹不得的叶琉璃往肩头上一扛，大步流星地朝着山洞方向走去。然而他刚走出几步，一个身着一袭白裙、身材高挑傲人、皮肤如玉、五官如画的女子便带着一阵香风从他身边一闪而过。纯小白刚一回头，那女子也顿住了脚步，缓缓侧过头，冰冷的目光直接落在他肩头那个瘫软如泥的叶琉璃身上。这婆娘不是那个秦若雪吗？纯小白仔细打量了一下，发现她那一袭白裙上左一块右一块的沾染着丝丝血迹，几处破损下露出了大片雪白的肌肤，风光无限。显然这个女人也受了不轻的内伤。而此刻秦若雪的目光已经从叶琉璃身上挪到了纯小白的身上，看她一身黑衣，头戴黑套，只露出一双贼兮兮的眼睛，这一看就不是好人。你是谁？她声音清冷，不带一丝感情。我是
纯小白本来想习惯性的骚一句“我是你男人”，但意识到自己的后宫大门还没正式开启，于是直接改口道：“我是黑风寨800里第一山大王。”秦若雪一愣，黑风寨山大王，这是山贼混进来了？他又看向纯小白肩头那个女子，他一眼就认出这个女人正是自己的死敌叶琉璃。而叶琉璃的实力他再清楚不过，两人已经缠斗了大半天，依旧不分胜负。尤其是叶琉璃那个女人变态的战斗技巧，如果不是自己仗着先天水灵体的优势，可能都走不过3招。然而此刻他竟然被人打晕，像一袋货物般扛在肩头，而这个自称山大王的家伙看起来毫发无伤，其实力可想而知。不过叶琉璃虽然是他的死敌，但同为女人，他对山贼的行事作风也略有耳闻。像他们这种姿色，一旦落入这些人手中，必将受尽凌辱，生不如死。放下他，我任你离去。秦若雪抬起手中的长剑，剑尖直指纯小白的眉心，语气不容置喙：“我去，这么霸道吗？”纯小白当即就火了：“你妹的！”本来他时间已经不太够用，打算干完叶琉璃这一票就收工了，回去收赎金。结果这个女人好死不死的撞到他枪口上，还敢威胁他，这要是能忍，他还当个屁的山大王，以后还怎么在道上混？砰！纯小白直接将肩头的叶琉璃像扔死猪一样往地上一扔，随后搓了搓手，一副准备大干一场的架势。这个娘们儿听说身份也不简单，搞不好比叶琉璃还肥。秦若雪看到他那贼兮兮的目光，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草率了。然而他并不后悔，身为正道弟子，锄强扶弱，路见不平本就是分内之事。哎呀，卧槽，有飞机！纯小白突然瞪大眼睛，猛地指向秦若雪身后的天空，一脸惊悚。秦若雪竟然条件反射的侧头一看，就在他刚扭过头的瞬间，忽然感觉自己身体一僵，眼前渐渐陷入黑暗。他这才意识到中计了。我操，这娘们也太傻了吧！纯小白自己都惊呆了，他实在没想到这么弱智的招数他都信。原本他都做好了大战一场的准备，可这个娘们儿傻得有点可爱。他围绕着秦若雪的雕塑转了一圈，发现这个女人也是真有料，尤其是这五官，上辈子刷了一辈子手机都没刷到过这么正点的。他忍不住在她挺翘上戳了戳，紧实，弹性十足。随后他伸手揽住她的腰肢，直接将她往肩头一扛，又走到叶琉璃身旁，另一只手一把拽住她的腰带，也往肩头上一扔，左右开弓，扛着2个绝色美人，拖着一道残影消失在了原地。路上他拿出了一具玄阶极品战魁，将2女往驾驶舱里一扔，随后又把之前藏起来的所有肉票全部装了进去。轰隆隆，战魁迈开大步，踩着地动山摇的步伐，急速朝着来时的悬崖处奔去。路上偶尔有弟子注意到这具庞然大物，也第一时间远远躲开，因为这极品战魁乃是天煞谷核心弟子的标配，谁敢不开眼上去阻拦？就这样，纯小白畅通无阻地回到了悬崖边。方圆第一个从洞里探出头来，一看到这威风凛凛的战魁，就知道是他们的大王凯旋归来了。他抖着一身肥肉，搓着手就迎了上去。大王，收获怎么样？纯小白从战魁的脑袋顶上跳了下来，拍了拍身后的大家伙，嘴角一咧：大丰收！来，把他们都搬出来。当方圆爬上战魁的脑袋，低头往驾驶舱里一看时，整个人都愣住了。驾驶舱内黑压压的挤着11个人，其中10个都是他耳熟能详的天之骄子。这大王威武啊！等等，方圆突然看到了2个熟悉又绝美的身影，这不是天煞谷的大师姐叶琉璃和他们正道联盟的第一美女秦若雪吗？大王竟然把这2位祖宗也给掳了过来，这他都不好意思下手了。他赶紧把白姐儿喊了过来。当白姐儿看到驾驶舱内那2大美女后，脸上却没有丝毫高兴的神色，反而心里涌起一股浓浓的危机感。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别磨蹭，让别人发现了。纯小白在一旁催促道。白姐儿也只好暂时压下心中的危机感，跳进驾驶舱，将2大美女给扛了出来。其他人则在方圆和嚣张的指挥下，全部被带进了悬崖下的洞穴之中。但这还不算完，纯小白直接取出一幅早已画好的地图，交给方圆和嚣张，让他们前去将之前他存在陆上洞府中所有肉票全部带回来。那些人加起来可是有1000多号人呢。2人不敢怠慢，立刻驾驶着战魁化作一道直线掠去。战魁的速度极快，仅仅3个时辰，他们就穿行了数千里，将所有的肉票全部运了回来。一时间，整个山洞被塞得满满当当。没办法，纯小白只好命令嚣张再次开辟一个洞府，将那些女弟子单独关押起来。至于这些大老爷们，就只好在原地肩并肩，背靠背的挤着了。准备好这一切后，纯小白才叫来方圆和嚣张，开了一个小会。听完纯小白的计划，方圆和嚣张2人的脸都白了。大王，您让我们当信使，将这些刘颖扶送过去。对啊，有问题吗？
纯小白反问道：“送去是没问题，可我担心回不来啊。”二人可是知道这留影符里边记录的都是些什么东西，那都是把对方宗门大佬往死里得罪，各种求饶、侮辱的话全都录进去了。而且这些缺德事还是他们二人亲手干的，即便是他们俩听了都忍不住想动手。这要是被那些暴脾气的长老看到了，还不得当场一巴掌把他们这两个姓氏给活劈了，以此来消气？你们傻吗？就不能雇佣其他人来送？纯小白没好气的骂道。二人一愣，随即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还是大王聪明。纯小白老脸一抽，心想这两个货也太他妈蠢了吧。而白姐儿则站在一旁，看着什么事都要指望大王的两人，心里越发心疼起纯小白来。这两个家伙就是纯废物。与此同时，万灵山外南北两头的天空中铺满了各色宗门的飞舟。南边这头正到百宗联盟的代表们全都聚集在一起，看着弟子们陆续传上来的战报。每看一份战报，他们的脸色就要黑上一分，因为就没有一个是喜报，要么是某宗的核心弟子被天煞谷那边凌辱致死，要么就是自家核心弟子跪地求饶，更有甚者，整支队伍被成建制团灭，连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看着这些记录着奇耻大辱的战报，在场的长老们一个个又气又怒，甚至有一个宗门的长老当场气得一口老血喷出，周围的长老围在一起抢救了半天，才将他的气给捋顺。而北边天煞谷的飞舟上则是一片欢声笑语，一名身材魁梧、满脸白须的大长老郑天元正拿着一道道弟子递交上来的龙虎榜战报，放声大笑。就这，还有谁？什么狗屁正道联盟，浪得虚名罢了。如果不是他们抱团，早就给他们全灭了。对，其他长老也个个喜笑颜开，一群伪君子罢了，教出来的弟子也都是一个货色。这下我看他们还有什么脸面来跟我们天煞谷讨价还价。正在此时，几名弟子哆哆嗦嗦地走了进来，凑到一位执事长老耳边嘀咕了几句。那名执事长老脸上的笑容猛地一僵，什么？有15名师兄失踪了？那名弟子连连点头。其他长老听到这句话，全都看了过来。天煞谷大长老郑天元大手一挥，满不在乎地说道：“不打紧，我了解那些臭小子，这会儿8成是绑了那些正道联盟的女弟子，躲在某个地方快活呢。大家不用急，等着就行。”然而他话音未落，又一名弟子哆哆嗦嗦地跑了过来，递上来一枚留影石。拿来！大长老郑天元一把将那枚留影石给薅了过去，刚一打开，他脸上的喜庆笑容瞬间僵住，随后由红转绿，最后变得比锅底还黑。咔嚓，他直接将那枚留影石捏得粉碎。岂有此理！李成是哪个宗的弟子？提到李成的名字，其中一位白发老头神色一僵，赶紧站出来拱手道：“大长老，那李成是我的亲传弟子，他怎么了？难道是侮辱那正道女弟子，被人发现了？”放屁！郑天元气得吹胡子瞪眼，他了半天，实在无法启齿，那画面太丢人了。他憋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他竟然跪地求饶，对着留影石把正道联盟夸上了天，说我们天煞谷是如何的恶心，最后还说要我们交20万灵石的赎金，如果不交钱把他赎回来，他就要把天煞谷这些年做的丑事全部抖出去。”什么？那老头一听，神色一怔，但紧接着便摇头道：“假消息，这绝对是假消息。我这徒儿的性子我最了解，他向来宁死不屈，意志如钢铁一般，怎么可能说出这等奇耻大辱的话来？”郑天元听到这话，脸色再次黑了几分，他这才想起来，那留影石已经被他自己给捏碎了，好像没法解释了。没法解释，那就不解释了，让他死了算球。反正天煞谷50万弟子，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那老头本想听他继续说下去，结果见他又不说了，心中更加笃定，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他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的弟子的。而南边正道联盟这边已经收到了上千封惨败的战报，长老们从一开始的气急败坏，到现在已经渐渐适应了，甚至产生了抗性，看着那些战报都不怎么生气了。反正还有最后2日，顶过这2天，这场丢人现眼的试炼就算结束了。然而就在他们想回去摆烂之时，几名弟子竟兴高采烈地带着一枚留影石跑了过来。长老，王师兄没死，我们刚收到他的求救留影石。留影石？其中一个老者疑惑地接过这枚留影石，打开一看，原本已经恢复血色的脸猛地一黑，紧接着又变得惨白。噗嗤，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岂有此理！这天煞谷欺人太甚！怎么回事？联盟为首的那位张上使疑惑地走了过来，不经他同意，直接夺过他手中那枚留影石，打开一看，他的脸色也是瞬间一黑。原本他只是来走个过场，因为他压根就没指望这些乌合之众能在天煞谷手里讨到什么便宜，
可结果这天煞谷属实有点过分了。刘颖中那名叫王胜的弟子不仅把天煞谷夸上了天，还把自家的联盟贬低的一文不值，说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迟早要完蛋。甚至还敢要挟联盟，如果不交赎金，他就要到处宣扬他们联盟内部那些见不得光的恶心事。岂有此理！其他长老也纷纷凑过来查看这枚流影石，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之下，众人都气得吹胡子瞪眼。欺人太甚，真当我们联盟好欺负是吧？随后有人冲着那名张上使问道：“上使，现在怎么办？”不管。张上使冷冷地吐出2个字：“对对对。”众人纷纷点头附和。咱们要是交了赎金，就中了他们的计了。这事要是宣扬出去，其他势力听了该怎么笑话我们？而王胜的师尊看到这个态度，当场就傻眼了。他的弟子可是被逼的，这就不管了吗？纯小白坐在洞口吹着凉风，一下午过去了，发现放出去的刘颖石没有一封回复。他心里一沉，赶紧联系在外等候消息的方圆，让他们立刻赶回来。很快，在外边苦等赎金的方圆戴着头套，气喘吁吁地从悬崖上爬了下来。大王，怎么回事？怎么让我们回来了？那些家伙应该是不想